二水城，暮色如墨，天气微寒，凉风阵阵。王胜穿着一身粗布麻衣，揣着怀里的1钱碎银，脸上有着一丝喜色，快步朝泥鳅街的老宅走去。算一算，这些10日攒下来的银子，够我缴纳习武的学费和后面一段修炼用度了。王胜心中盘算着，穿越过来后，一颗紧绷的心终于放松了些。这银子来之不易啊！一想到过去半个月的经历，王胜就隐隐感觉到腰疼甚疼，脑子里不断浮现一个熟悉的画面：昏暗的卧室内，红罗帐中的床架滋滋作响，连带着那红色的帘纱也不时地掀起一角，露出那白嫩的脚丫，晃晃悠悠。在帘纱背后，曼妙女子身影摇晃的动作忽然停止，然后就见她俯下纤细的腰肢，啪！夫人，饶了我吧，请住！少年求饶的声音戛然而止，画面结束。唉。走在泥泞街道上的王胜轻轻叹了口气，他本是一个来自异界的穿越客，这具身体的原主人是在大户李家的一个美妇人摧残索要下油尽灯枯而死。王胜撞了大运，这才侥幸穿越过来，占据这副身体后，这具身体便重新焕发生机，跟没被压榨前一样，或者说这就是他原本的那副躯体取代了这副躯体。不过王胜即使死而复生，依旧逃脱不了那个美妇人的勾搭。王胜现在的身份低微，他的父母是这个李家的奴仆，那个美妇人是李家老爷的第4个小妾，颇受李家老爷宠爱。这要是万一事发，王胜大概率会被浸猪笼，而且即使不事发，一直这样勾搭下去，王胜依旧难逃一死。那女人踏马上瘾，瘾还很多，这谁能受得了？马德，那玩意跟奶有什么区别？100个男人也禁不住这样压啊！王胜心中暗骂，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腰子疼，必须赶紧破局了。练武就是王胜选择的道路，直接离家出走是下策。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古代社会，像他这样样貌颇为俊俏的少年，一旦独自走远了，下场必定凄惨。而这个世界的武道竟然拥有超凡脱俗的力量，只要练武小成就能摆脱眼前困境，练武大成更是直接成为人上人。至于王胜为什么这么有信心练武，自然是他有穿越客必备金手指。面板出来！在王胜的心念呼唤，一道淡蓝色的面板浮现在眼前。天道酬勤，学必有成，这就是他穿越以来的金手指。简而言之，就是他的汗水越多，他获得的成功越大。对于任何技艺之类的东西，他只要努力学习，将没有任何阻碍。所以他想练武，也是只有练武才能完全发挥出自身穿越所带金手指的作用。很快王胜就回到了泥鳅街。泥鳅街的老宅还是那副破败模样，墙皮剥落，露出里面黑黝黝的夯土，院门口的歪脖子树叶子落得精光。王胜推开门，一股肉香混着米酒的醇味扑面而来，让他愣了愣神。往日里这城中老宅哪有这般热闹？别说肉香了，能有炖糙米饭就不错了。他抬脚迈进去，只见堂屋里的8仙桌上摆满了菜肴，炖得油光发亮的红烧肉，清蒸的鲈鱼，还有一碟碟油汪汪的小炒，旁边还搁着一坛开封的米酒。桌边坐着的全是王家的亲戚，平日里住在一起的爷爷王岗坐在上首，穿着件将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手里捏着个酒盅，正眯着眼笑。他的爹娘也在，只是2人都低着头，脸色晦暗。除此之外，还有王胜的2叔2婶、3叔3婶，连平日里不怎么来往的远房堂哥，这些村里的亲戚都来了城里，凑在桌边。王胜皱起眉，心里嘀咕，莫不是今天有什么天大的喜事？他刚要开口问，就见爷爷王岗放下酒盅，清了清嗓子，声音里带着几分得意洋洋：胜儿也回来了，正好大家都尝尝，这酒是我托人雇来的，这肉也是割的上等五花肉。金儿哥，咱王家可是有大好事。2叔连忙凑去，爹您就别卖关子了，快说说到底是什么大喜事？王岗捋了捋下巴上那几根稀疏的胡子，眼神里满是志得意满。我呀，花了80两银子托了张老爷，给咱王家买了个里长的位子，往后咱在村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了，谁还敢小瞧咱们？80两！王胜像是被一道惊雷劈中，浑身的血液瞬间僵住，耳朵里嗡嗡作响，连周围亲戚的附和声都听不真切了。爷爷他一大把年纪，好吃懒做，加上他的几个儿子不成器，将富裕的王家败成只剩下一个老宅，平日里连1两银子都拿不出来。那80两，莫不是他想的那80两？他的嘴唇哆嗦着，一步一步地挪到桌边，目光死死地盯着爷爷王岗。爷爷，你说的80两是哪来的80两？王岗瞥了他一眼，满不在乎地摆摆手，还能哪来的？主要是你爹娘去李家当奴仆的卖身钱，再加上你小子这些年攒的那点银子，凑吧凑吧就够了。轰！王胜只觉得脑袋像是被人用闷棍狠狠敲了一下，眼前阵阵发黑。那是他的练武钱，是他爹娘卖身为奴换来的活命钱，就这么被爷爷轻飘飘一句话买了个狗屁倒灶的里长位子。他像是一头被惹急了的豹子，猛地转身冲进了自己的那间小破屋。屋子不大，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缺了腿的桌子。他平日里藏银子的地方是床底下的一个破木箱，上面还压着几块砖头。他手脚发颤地搬开砖头，掀开木箱的盖子，里面空空如也，那用布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银子。那他视若珍宝的练武钱，连一个铜板都没剩下。王胜的眼睛瞬间红了，像是要滴出血来。他猛地转身冲出屋子，一把揪住了王岗的衣领，
声音因为极致的愤怒而变得嘶哑。那是我的钱，我的练武钱，还有我爹娘的卖身钱，你凭什么全拿走？王岗被他揪得一个趔趄，酒意醒了大半，他抬起手，狠狠一巴掌扇在王胜的脸上，啪的一声脆响，在喧闹的堂屋里格外刺耳。王胜被打得偏过头，嘴角溢出一丝血腥味，他却像是感觉不到疼一般，缓缓转过头，眼神里的怒火几乎要将人吞噬。反了你了！王岗气得吹胡子瞪眼，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我是你爷爷，家里的银子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买个李长的位子那是为了咱们王家的脸面，为了整个家族的前程，你个黄毛小子懂什么？二叔连忙上来拉偏架，拽着王胜的胳膊，假惺惺地劝道：胜儿啊，别冲动，你爷爷也是为了大家好，你一个毛头小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练武不如去李家当奴仆算了，当奴仆也没什么不好。二婶也跟着帮腔，尖着嗓子道：就是依我看啊，你不如听你爷爷的话，过些日子也去李家，跟着你爹娘当奴仆，好歹能混口饭吃，比你瞎折腾强多了。三叔三婶也纷纷附和，七嘴八舌地说着，无非就是说他不懂事，不知好歹，为了家族着想，就该乖乖听话。王岗回村当了里长，他们这群亲戚都会好过不少，唯独王胜家多少年的积蓄都没有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王胜的目光扫过这些人的嘴脸，他们的脸上带着或虚伪或鄙夷的笑容，那些话语像是一把把淬了毒的尖刀，狠狠扎进他的心里。他看向自己这个身体的爹王山岭，王山岭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些什么。他看着儿子脸上的巴掌印，刚要开口，就被王岗厉声打断：山岭，你想说什么？难不成你也想护着这个逆子？我告诉你，这银子我花定了，李长的位子我也坐定了，为了王家，你和你媳妇去李家当奴仆，那是光荣，当奴仆光荣。王山岭的肩膀猛地垮了下来，他犹豫了片刻，面色麻木，看向王胜，说道：别想着练武了，跟我回李家当奴仆吧，你不是那个练武的命，别浪费钱了。看着王山岭这副窝囊模样，王胜心里的怒火像是被浇了一桶油，烧得更旺了。这些所谓的亲戚，这个所谓的爷爷，嘴里说着为了家族，为了脸面，其实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拿着他的希望，拿着他爹娘的尊严，去换一个虚无缥缈的里长位子。这些人还恶心舔着脸的说什么当奴仆好，既然当奴仆这么好，他们怎么不去卖身？真把他当成3岁小孩哄骗了。王胜往后退了一步，胸膛剧烈的起伏着，眼神里的寒意几乎要将这堂屋的温度都降到冰点。他环视着满屋子的人，一字一句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一般，带着无尽的愤怒。为了家族，我看你们是为了自己。他指着门口，声音陡然拔高，如同惊雷炸响。这80两是我的命，是我爹娘的血，既然你们从没想过我家，只顾着自己，那从此就恩断义绝。80两银子就当报答了你的养育之恩，我们家与你们再无瓜葛。你他妈不是我爷爷，滚！王胜猛地一脚踹在旁边的板凳上，板凳哐当一声翻倒在地，桌上的碗碟被震得叮当作响。全都给我滚！他红着眼睛，如同困兽咆哮：滚回你们的村子去，我王家的老宅不欢迎你们！亲戚们被他这副模样吓得脸色发白。二叔刚想说什么，被王胜一瞪眼，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王岗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你个逆子，你给我等着！王胜冷笑一声，眼神里满是不屑：我等着看你这个里长能当几天。富裕的王家都被王岗败落，剩下一个老宅，他当里长能当几年？亲戚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纷纷站起身，灰溜溜地朝着门口走去。王岗被二婶扶着，边走边骂骂咧咧，收拾好了以后直接走了。或许王岗正迫不及待呢，毕竟这老宅只剩下这所破宅子，而村里可是都等着他这个里主持大局。很快，满屋子的人都走得干干净净，只剩下满桌的残羹冷炙，还有那坛只喝了一半的米酒。王胜站在空荡荡的堂屋里，看着满地狼藉，看着父亲垂头丧气的模样，看着母亲韩氏偷偷抹泪的背影，他紧紧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渗出血丝。那80两银子没了，他的练武梦似乎也碎了，但他心里的那股火却越烧越旺。人还是要靠自己，即便没有爹娘的卖身钱，但练武所需的入门费不多，只要再伺候好4夫人，我还是能入门练武。至于以后的花销，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王胜看着手里的1钱碎银，紧攥在手中，一想到王岗那利欲熏心的无脑，想到家里亲戚的伪善恶心，他就恨不得一刀图个清净。半个月后，李府一间小偏房内，什么？你还要练武？你也不瞅瞅你那德行，也就脸长得好看点，瘦得跟马杆似的，还想练武？赶紧滚蛋！明天就踏马跟老子我去找李管家，签下卖身契。老子是几10年的奴仆了，你就跟老子学着点，教你怎么当奴隶。王山岭醉醺醺的，见儿子不听话，气得他又骂又喊。王山岭在他爹王岗面前不敢叫嚷，很是听话，但一旦家里只剩下他是当家做主，就趾高气扬起来，尤其是喝醉了酒，更是再添3分傲气。我不是在询问你，我是通知你一声，我已经是5院弟子了。王胜淡漠说道。胜儿，你已经成了5院弟子了，你哪来的钱教束修？你可千万不要偷府里的东西啊，千万不要啊！王胜的母亲韩氏原本正在煮饭，听到王胜的话，忽然变得极其紧张起来，
满脸惊慌，小跑过来抓住王胜的手，眼眶含泪，不停地问道：“在李府偷了东西，真会打死人的！你这个兔崽子，我要打死你！你敢偷东西！”王山岭醉得很厉害，胡言乱语说要打，但他连走路都快站不住了。是四夫人赏给我的，我把赏钱攒下来，报名了5院弟子。王胜说道：“这笔束修费，一是四夫人为了补偿他暗抚他，给了他10两银子；二是他这半个月也是为保了这个四夫人，才得到了一些赏赐。不是偷的，不是偷的就好，就好。”韩氏信了，神色立刻就放松下来，呢喃自语。他刚才吓得满头大汗，忽然他悄悄从腰间掏出一粒黑色的碎银子，塞进王胜手里：“别让你爹看见。事儿，在外面吃点好的，练武肯定苦，如果不行的话就回来吧。”韩氏偷偷看了一眼醉倒在床上的王山岭，不敢让他听见，压低嗓音低声说道。王胜攥了攥手中的碎银，神色颇为复杂。他是穿越者不假，但半个月的相处，韩氏的全权爱护之心他也看在眼里。之前是王岗管着钱，现在王岗回了村里，王山岭成了一家之主，钱都被他挥霍花了。母亲韩氏一向没有主见，为王父侍从，李府每月所发的铜钱都被王父领了去。韩氏攒下这粒半两碎银，恐怕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的接一些零活攒的。他这银子应该本就是为了王胜着想。娘，我一定会把你接出李府，过上好日子。王胜说道。既然入主了这具身体，那做些力所能及之事也无妨。韩氏已经急匆匆回去煮饭了，听到王胜的话，他也没有在意，只是随便的应了一声。锅里正在煮的几根鸡骨头，米糠夹杂着少许高粱面。我是说真的。王胜无奈说道。他看见韩氏把那带着肉丝的鸡骨头连米糠粥盛了2碗，分给自己和王父，而他自己依旧是吃最稀最少的那1碗粥。是个傻女人，傻娘亲爱，好，真的。娘信，赶紧把银子藏起来。韩氏脸上带着笑，很高兴胜儿真的懂事了，低声说着，把饭端向王父。韩氏把王父扶起来，就要喂他喝一些热粥。王父还在嘟囔着：“狗屁练武，你王胜就是一辈子的奴仆命，李家的少爷都坚持不下来，花了上百两银子都成不了武者，你算什么东西？你成不了事的，白折腾，认命吧。”王胜神色难看，攥紧拳头，他没有和这个醉鬼在计较，而是心中更加坚定了必须练武的想法。所有人都不看好他，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当奴仆，但他有天道酬勤，不就是努力吗？王胜仿佛回到了前世的高考似的，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2水城赵家5院，天刚蒙蒙亮，5院刚开门，在外等了一会的王胜就走了进来。王师弟，这么早？开门的是一个青年男子，他是5院主人赵师的儿子赵飞鹏，也是王胜等人的2师兄。见过师兄。王胜拱手一礼，进去吧。赵飞鹏打了个哈欠，随意点点头，便转身回了屋，不再理会。赵飞鹏对于王胜有点印象，出身低微，很刻苦的一个少年，但赵师测出王胜的练武根骨是下，这就注定了，等2个月后，王胜一旦武道无法入门合格，就会被5院退走。新人弟子有2个月的试炼时间，如果2个月都不能入门，那就代表一点天赋都没有，给5院钱都不会再收，免得影响口碑。故而赵飞鹏也懒得和王胜多费口舌和时间拉拢关系，一个想做白日梦的乡巴佬而已。2个月后，他们就是2个世界的人了。宽阔青石铺就的院子内，只有几十个木人铁人和一些兵器架立着。清晨的风还有些冷，呼吸一口寒气，只觉着头脑清醒了不少。王胜打了一套基础拳法热完身后，便立身在一个木头人面前，一边站陈山庄弓，一边与木人交锋，习练着大摔背手。赵家5院的成名武道绝学大摔背手，传言赵师曾徒手拔出一棵大树，一招横扫数10个匪徒而毫发无伤。王胜习练着武道，只要他意念一动，眼前就会跳出一组他人无法看见的3行数据。天道酬勤，学必有成。陈石庄弓未入门11-100，大摔背手未入门12-100。王胜拜进5院已经过去6天，即使他勤奋修炼，但因为食物营养跟不上，每练一会就得歇息片刻，导致进度并不是很快。大摔背手每天涨2个进度值，若是没有天道酬勤，换做平常普通人，怎么可能做到每天都能稳定进步？如果按照这样下去，王胜大概能在2个月的期限前武道入门合格，能够留在5院，成为5院的正式弟子。可万一中间出点差错，每天连2个进度值都无法保证，那就有可能不合格，进而导致被赶出5院。所以王胜不敢松懈，每日勤奋苦练。如果提前合格，让赵师满意，还有可能得到药膏滋补身躯，缓解练武内伤。过了一会，一个名叫魏瑜的少女走进了5院，她的身材纤细高挑，身姿挺拔，身上散发着一种英姿飒爽的气质，既有女性的柔美，又蕴含着刚柔并济的力量感。魏瑜穿着5院弟子的灰色劲装，勾勒出长腿细腰，胸脯圆滚滚，比之成熟女子都快不差了。王师弟真早啊！魏瑜惊讶道，以往他是第一个修炼的，没想到还有人比他更早。师姐好。王胜收起掌法，恭敬说道。要知道，这位魏瑜师姐人美腿长，脾气暴，武道小成已久，一掌下去能在墙上留下深深的凹印，打在人身上几乎一掌就能要人性命。魏瑜下巴微抬，不经意间傲意散发，用鼻音应付了下，摆了摆小手，让王胜离远一些。
他自顾自找了一个铁人，开始了修炼。这时，一个和王胜同一批拜师，名叫孙平的少年也走进了武院，看见院内已经有了2人练武，心中一惊，他们怎么这么早？我已经够早了。魏瑜师姐是天才，还这么努力，我一定要向师姐学习。不过这个王胜还真是废物多作怪，下等根骨还这么早起来修炼，有什么用？莫不是故意坏我的计划？我是中下根骨，如果我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努力修炼，一定能被师傅看在眼里，而且每天能有1小会的时间和师姐一块修炼，说不定练着练着日久生情。孙平偷偷一眼掠过魏瑜的身材，最后目光落在王胜身上，心中暗暗恼怒、愤恨、嫉妒不已，觉得王胜坏了他每天第一个到和师姐共处，让师傅记住的谋划。王胜还不知道自己连努力一点都有错，都能得罪小人。太阳渐渐升起，阳光洒在大地上，驱逐了清寒之气。赵家武院的弟子逐渐变得多了起来，颇为热闹。王胜等着一批新人弟子共有40多个，以前武院一批新弟子收20个就算多了，每批能成功合格入门的最多也就1、2个而已，有时甚至一个合格的都没有。只是世道越艰难，越有许多人想拼一把，搏一个富贵前程，都是一些泥腿子，不知天高地厚，真以为练武有那么好练。一位刚武到小成，成就明镜的青年男子方明光，知道这批人里没一个有深厚背景的，看着他们对着牧人满头大汗的努力练功的模样，冷笑一声，转身进了内院。武院分内外2院，外院场地大，适合实战演武，大开大合的练功；内院地方略小，安静，适宜自省自悟。方师弟这话过了，这批新人多，倒真出现一个好苗子。一个早已踏入明镜1年多的男子李虎，双手抱臂，微微摇头，是那个林树吧？看着木木呆呆，但悟性的确是好，这才几天就把大摔杯手练得几分神似，不出意外，要不了多久就能成为我们师弟了。魏瑜收了功，头顶冒着热气，红润的脸蛋更加明艳，一双美眸流动，落在了那看着呆愣的林树身上。不少新弟子都在忍不住偷偷看着腿长腰细、英气貌美的魏瑜。武道一途，武道绝学入门，方能成为武院正式弟子。绝学小成，体内生出劲力，可猎食岁数，是为明镜；绝学大成，劲力产生蜕变，可以透皮穿骨，有隔山打牛之效，是为暗劲；绝学圆满，暗劲再次发生变化，不仅劲力更加雄浑，还多了附着、延展、增强等功效，是为化劲。一般人成了明镜武者，便能轻易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吃饱喝足养活家人不在话下。而暗劲高手就是妥妥的中产阶级，是每个大户人家都要郑重对待的人物。化劲则能开山立派，赵家武院的赵师便是精通大摔杯手的高手，化劲层次号称铁手赵。除了林树，其余几个根骨虽然有些看头，但不是悟性不够，就是家境贫寒，肉身锻炼的不够好，难以生出劲力。要想入门，还得拼命努力才行。李虎点评道：说起努力，那位王胜师弟确实当得起这一词，每天第一个到武院，最后一个走。可惜他不但根骨差，悟性一般，家境也是贫寒，三者皆是下等。我真想不到他练武有什么希望。魏瑜看向王胜，以前他魏瑜是武院众所周知最用功努力的，但王胜拜入武院后便取代了他。魏瑜虽然不在乎这个名头，但也难免心生好奇，将一分注意放到王胜身上。哦，他叫王胜啊。李虎瞥了一眼王胜，就收回目光，重新看向林树。要不是魏瑜说起，李虎只知道武院出了个比他还勤奋的弟子，这个弟子根骨悟性家境都差，所以李虎连这个弟子的名字都懒得记。王胜在40多人中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他给众人的印象除了勤奋，就再也没有别的可值得记住的。实际上多数人都知道，若说这武院谁最没希望入门武道，那王胜肯定算一个。有的人虽然知道自己多半也没希望，但当想起王胜这么努力，也铁定没希望入门时，内心就会好受些。时间一天天过去，这一天临近黄昏，王胜别练了，太阳都快下山了，该走了。武院弟子渐渐离开，有人叫道：哎呀，别打扰人家练武，说不定哪一天就成我们师兄呢。因为有时偷懒而比不上王胜勤奋的孙平阴阳怪气地说道：王胜努力是好的，但过犹不及。林树这时刚结束赵师的专门指点，准备离开武院，淡淡的说了一句，语气高高在上，好像是内院师兄在点评师弟。入门这么多天，这是林树和王胜说的第一句话，只因为刚才在赵师的指点中，赵师提起他林树要是能有王胜这么努力，就能尽早一步入门武道。林树在许多师兄刻意照顾以及众多师弟的讨好下，心性渐渐改变，已然有了傲气。现在赵师说他不如王胜努力，哪怕这是事实，但林树依旧看不上王胜。我知道了。王胜全身上下被汗水打湿，眼睛却坚定发亮，自顾自地练着大摔杯手，听着这些人左耳进右耳出的话。他练武消耗很大，但营养进补却很少，寒食给的那粒碎银枣就花完了，接下来的伙食大都是粗粮，没有半点荤腥肉食，有时还吃不饱。这就使得王胜常常练一会武就得休息一会，这进一步导致王胜每天争取的2个进度值要到很晚才能达到。林师兄，王胜这种人一看就是个驴脾气，犟得很，您不用管他。孙平连忙讨好着林树，
想要给这位天才留下好印象。然而林树在未练武前木木愣愣，有几分韧劲，也常被人唤作驴脾气。怎么，驴脾气的人很不好吗？林树冷冷扫了一眼孙平，转身离去。孙平一愣，他这是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孙平连忙环视四周，见武院基本没多少人了，才觉得没丢多少脸面。不过王胜肯定是听到了，孙平本来就看王胜不爽，现在又被他撞见自己丢脸的事，心中更加恼恨王胜。其实他打心底就是看不上王胜这种努力却又成不了事的人。王胜，你还真以为你能入门？做梦吧！孙平低声撂下一句痛快话，算是发泄了下怒气，离开了。王胜没有理会，直到片刻后，他终于看见眼前进度再次加1，才缓缓收工。天道酬勤，学必有成。辰时庄公未入门，5幺100；大摔杯手未入门，5四100。每天2个进度，再有23天就能成功入门，距离2个月期限还剩下30天时间，一定来得及。王胜这时已把孙平挑衅的话语抛之脑后。练武一天的他又饿又累，只想回家找点东西果腹，然后躺在床上死死的大睡一觉。月亮左旋，星光点点，泥鳅街。王胜回到家中，刚进厨房就看到母亲韩氏坐在小板凳上打着瞌睡。娘，你这是？王胜轻声开口。哦，氏儿回来了。韩氏惊醒，看见王胜回来，连忙起身将怀中的东西拿了出来。快，还有点热劲，趁热吃。刚才天色昏暗，王胜没看清母亲怀里还有东西，现在进了定睛一看，竟然是包了油纸的半只烧鸡，不过上面好像还有脚印。只是这个时候王胜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早已饥肠辘辘的他脸颊激动的抽抽，双眼冒光，说了声谢谢娘，就接过来疯狂炫吃。哎，慢点慢点吃。韩氏看着王胜吃得香，眼里满是笑意。氏儿，最近练武怎么样啊？韩氏轻声问道。还好，应该能成，能入门。王胜一边说着，一边把油亮亮的鸡腿分出来。娘，你也吃，你不吃我就这样一直举着。韩氏闻言，眼中水光涌现，无奈咬住了这根鸡腿。吃了几口后，韩氏终究还是忍不住说道：氏儿，最近李家在招新的仆人，你看要不要让你爹跟管家说说，过了这次，下次李家招人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韩氏心中还是不太相信王胜能练武走出一条活路来，以为王胜是不好意思才安慰他说能成。在韩氏心中，李少爷花费上100两银子，每天喝大补药都没成功入门，王胜什么补药都没吃过，怎么可能入门武道？许多人都说能入门武道的，传言都是天上的天兵天将转世。王胜闻言一愣，肯记的动作一停。韩氏见王胜沉默不语，立刻就有些慌了，连忙说道：氏儿，刚才是我胡言乱语的，你不要放在心上。王胜道：娘，你放心，师傅说我能成。韩氏眼睛一亮，武院师傅竟然都说氏儿能成啊！韩氏脸上浮现出笑意，情绪颇为激动。好，好，我儿能成，就是能成。第二天，王胜在赵家武院继续对着牧人修炼大摔杯手，一道道鞭手甩在牧人身上，啪啪作响。牧人没事，反倒让王胜的手臂上满是青紫，尤其双手更是早已红肿起来。这道绝学要想入门，同时还要配上赵师独家的药膏，2日一次涂抹，可消瘀止痛，方能让弟子们一直这么自残式的修炼下去。都停一下！赵师忽然背着手从内院走了出来，声音浑厚说道。所有新旧弟子全都停了下来，循声看去，只见赵师身边还站着一个少年林树。今有林树入门武道，成为我赵界门下第86名弟子，现赏其白银20两，红血丹3颗。尔等新人自当以其为榜样，多加学习。赵师及赵界朗声说道。是。王胜等一群新人弟子拱手称是，心中却是无不有些震撼。这才刚过去1个月，林树竟然武道就入门了。昨天赵师找了林树，该不会赵师给了林树什么宝物，助他入门吧？哼，谁知道呢？反正我觉着林树单凭自己不可能这么快入门，他有时候都不在武院练武，满打满算1个月都不到呢。王胜身边有2人在小声嘀咕，话语中满是羡慕嫉妒，也有人满脸欣喜。他们早就开始讨好林树，烧冷灶，现在这是烧起来了。很快，赵界颇为满意的带着林树回了内院，外院重新恢复了修炼的吵闹声。只是许多新人弟子都难以静心了，心神烦乱不安，有的弟子才刚把大摔杯手的招式练熟，有心无神，而林树便已经形神兼备的入门了。入门大摔杯手，后面的神似才是最难的，这差距林树可不止超出他们1大截。王胜师弟，你还真能练得下去啊？我觉着咱们是没希望了呀。同样是下等根骨的杜所，甚至连形似都差一点，垂头丧气。哼，不到最后一刻，谁能知道？现在他林树也不过是刚刚领先我们1步罢了。苏有文说道。他是秀才之子，气文从武，是中下根骨，自有一番傲气和不服输的劲。是啊，他只是领先1步，不是怎知龙与秋。王胜心中念着，一记记鞭手摔得更用力了。他的手在明显泛着淡淡的玉红色，但很快就消退下去。只要将这种玉红色保持住，哪怕不修炼了，只要一动手也呈现玉红色，那就说明武道入门了。10天后，武院内这批新人弟子中，逐渐开始有人放弃了。
40天的修炼时间，有人已经知道自己真的不是练武的这块料，便只能狠下心，放弃剩下的20天时间，好，尽快找个出路。又是10天过去，5院内的新人弟子明显少了许多，40多人的新人弟子，只剩下不到30人还在坚持。一笔束修费就是普通人家数年攒下来的积蓄，有的人真的不甘心，不敢相信这么一大笔银子打了水漂，最后一事无成。3天后，正当王胜等人练武时，一个新人弟子忽然口吐鲜血，倒地不起，最后身亡。经赵介检查，原来是此人着急为了入门，最近这些天日夜不停的修炼，以至于造成重大亏空，没有足够的药膏弥补，内伤积攒太多，忽然全部爆发，才让这个新人弟子直接死了。一些新人弟子被吓到了，本就没有希望入门，现在又有人练死了，一部分人当天就悄悄收拾东西离开了5院。哼，挺有自知之明的。方明光看到一些新人弟子抹着眼泪一路低着头离开，腾出空地，轻蔑地笑了一声。怎么办？怎么办？杜所着急说道。他早就想走了，但见王胜和苏有文还在坚持，他内心也畅想着万一能入门呢，就也跟着坚持下来了。现在有人把自己练死了，杜所顿时就有些慌了。王胜，要不我们一起离开，凑点钱，做点小生意吧？我觉得我们卖咸菜疙瘩不错，或者我们去大户人家，看能不能当个户员。怎么说我们也练过武。杜所低声盘算着说道。他之所以没和苏有文说一起离开，是因为他觉着苏有文都比每天勤奋修炼的王胜多一点希望入门，毕竟苏有文是中下根骨。王胜没搭理他，意念一动，打开了金手指。天道酬勤，学必有成。陈氏庄公未入门，9200；大衰杯手未入门，9200。按理说他今天或者更早就应该入门武道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是差8点进度值，也就是4天时间。归根原因还是王胜营养不足闹的，进度值攒不够，练半天然后就没有了力气，只能一边自省一边恢复气力，或者等着吃饭了。这就导致王胜还要晚4天才能入门武道。4天等得起。王胜心中自语，距离2个月期限还有7天，按照他原本估计的也差不了多少。也是从今天开始，因为练死了人，新人弟子开始大量退却，每天少说都有4、5个人离开。杜所没能拉王胜一起离开，就独自放弃了练武。直到距离2个月期限倒数第3天，5院内的新人弟子只剩下了7个，许多入了门的正式弟子都在看着每2个月一次的好戏，高高在上看着这些新人弟子的绝望和不甘。他们有时还会打赌看看这些新人谁能坚持到最后才离开。这些入门的正式弟子看新人弟子，就像是岸上的人看着水里的人，他们心中自然带着一种放松舒服的乐趣。有的正式弟子回忆起自己新人期的焦躁不安，再看眼前的这些新人，不免骄傲地挺起了胸膛。而到现在为止，这批新人弟子入门的也只有林树1人而已，就剩7个了。看来这批弟子只有林师弟一位脱颖而出。魏瑜看着王胜等人，微微摇头说道：嘿嘿，林师弟天赋真是不错，不过师姐有没有兴趣赌一场10两银子，看他们今天谁能坚持到最后？方明光凑进来说道。可以啊，魏瑜点头道，他颇为爱好赌术，而且毒品极佳。那我选王胜，师姐可不能跟我选一样的。方明光立刻说道。魏瑜一愣，随后无奈摇摇头道，方师弟想要我这10两银子就直说，快2个月了，任谁都看得出王胜每日勤学苦练的意志之间，在场还剩的7个新人弟子，谁放弃也不可能是王胜放弃。嘿嘿，师弟我刚突破至明境，急需丹药滋补精力，就只能打师姐的秋风了。方明光微微得意说道。10两银子节省点，能顶乡下普通百姓1年的吃喝，但放到武道上也就顶几枚丹药。行吧，我选他。魏瑜随便指了一人，正是苏有文。2人都是低声交谈，再加上赵家外院地方宽敞，一群正式弟子练武声此起彼伏，也不怕几个新人弟子听见。另一边仅剩的7名新人弟子，除了王胜外，也是心急如焚，看着满是伤痕的双手，恨不得用血染成玉红色入门武道。我怎么可能不成功？我可是中下根骨啊！孙平心中怒吼。实际上他已然几乎绝望，他本以为自己每日努力修炼，就能和前几批有着中下根骨的师兄一样入门武道，但这些天来依然没有一点希望。他这才明白，中下根骨单凭努力是不行的，欠缺的可能还得另外购买药补。毕竟穷文富武，钱是万万不能缺的。每个武院也从没禁止复数人家购买丹药，加快进度修炼。孙平无能狂怒了半天后，环视四周，看到还在认真努力修炼的王胜，心中顿时平衡了不少。号称全院最努力的王胜，也还是这个鸟样，没有成功，这让孙平心里的怒火降了下去。孙平看着王胜，忽然顺眼了一点，同病相怜嘛，哼，也是个犟种，驴脾气。孙平点评了王胜一句，接着又自怨自艾地说道：这武道真不是普通人能走的，有根骨还不行，还要有钱。可真的有钱人家少爷，有几个能吃苦的？苏有文这时忽然收起了弓，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双手，玉红色渐渐褪去，怔怔发愣。方明光一直侧目看着苏有文，见他收弓，顿时一喜，立刻快步走到魏瑜身边。师姐，那人要放弃了。魏瑜没有回应，他一套大摔杯手还没打完，
打完再收工。方明光也不急，一边看着苏有文何时离开5院，一边偷偷的看魏瑜的身姿。要不是方明光最近缺钱厉害，否则他也不会将注意打在魏瑜身上，和他赌斗。这时，苏有文抬起头，见王胜依然目不转睛对着牧人修炼大摔杯手，走到他身旁，忍不住叹气一声：“王胜兄弟，你是怎么打算的？真要等到最后一天吗？我也有点认命了。原本以为我中下根骨有希望，但现在看来难啊。看来杜锁兄弟是对的，我们没有那个命，早该放弃的。”王胜没有吭声，他同样一套武学没有打完，一双手如鞭子一般噼里啪啦打在牧人身上，嗡嗡作响。在苏有文半放弃的唠叨声中，他没有注意到王胜的大摔杯手越来越有气势，不仅形似，连神似也渐渐起来了。而在王胜的眼中，他的一念之下，金手指浮现：天道酬勤，学必有成。辰时庄公未入门，99-100；大摔杯手未入门，99-100。啪！忽然间，王胜一记重重的鞭手打在牧人身上，很响。天道酬勤，学必有成。辰时庄公入门1-300，大摔杯手入门1-300。周围几个新人弟子也闻声看了过来。苏有文看得一愣，这一下子是真响，这么用力，磕到骨头了吧？王胜没有说话，摊开自己的双手，手上青痕紫痕，血痕累累。此外，整双手玉红色很是明显，因为练武之后手中都会有玉红色浮现，难得是一直保持下去，所以苏有文低头看见王胜的手是玉红色，倒没有意外。但苏有文发现王胜手中的玉红色好像比他更要明显时，就多看了几眼。然后当那玉红色消退的征兆迟迟没有出现时，低着头的苏有文身躯微微颤抖起来。又等了10几个呼吸，大概确定了以后，苏有文猛然抬头，满脸难以置信地看向王胜，双眼瞪得滚圆，嘴唇颤抖，好像要说出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要恭喜，可真的成了吗？他不敢相信，王胜一个下等根骨，凭借超出常人的努力，竟然真的成了。王胜趁着苏有文盯着他手的时候，体会着大摔杯手和辰时庄公同时入门的好处。辰时庄公入门，致使王胜的双腿变得有力，下盘稳重起来，不再脚步虚浮。大摔杯手的入门，形神兼备之下，以后普通3-5个人都不是王胜的对手。当苏有文猛然看过来时，王胜便朝着他点了点头：“成了，真的成了，王胜，入门武道了，入门了。”苏有文满脸的欣喜，猛然抓住王胜的肩膀，比他还激动，不断的大叫道：“他以为只有林树那样的天才才能1个月就入门，其余人都是不可能的，2个月都不可能入门。可王胜做到了，成了这么多新人弟子中第2个入门武道的。更好的是，他和王胜的关系还不错。”孙平听见时，第一个不相信，心中大骂：“要是王胜这个下等根骨能入门，他立刻左转出门吃一斤屎。”但当苏有文接连大喊几声，还没停止，让整个院子的练武声都停下来，引起所有人的注意时，孙平神色就变了，他的脸色无比难看，甚至有丝丝狰狞。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王胜这样的泥腿子，卑贱之人，他怎么可能会入门武道？孙平心中极度愤怒之火大盛，再也没有对王胜的丝丝怜悯和同情，有的只剩下了满满的嫉妒和要发疯的恨意。一个泥腿子竟然超过了他，入门武道，怎么可能？方明光听到苏有文的大喊声，脸色当场就变了，呆愣在原地。方师弟，我们赌的是谁在今天能坚持到最后，可不是赌谁先入门武道。王胜师弟真是可惜，没有坚持到最后啊。位于挂汉的瓜子脸上带着明媚的笑意，语气不可置疑地说道：“王胜，他也能入门武道？”李虎有些震惊，他从没想过王胜能凭着那比别人多流几滴汗能入门武道。一旦入门武道，说出去就是能受普通人敬畏。方明光听到魏瑜的话，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他根本没想到，都到最后几天了，王胜竟然还能入门，这能算王胜没有坚持到最后？方明光不想认下，只是魏瑜广受众多师兄弟喜爱，更是即将踏入暗境，成为一方高手。最后，方明光在魏瑜的冷声之下，无奈只好认输，交出10两银子。马德，这个王胜也是个废物，能入门早早入门了事，反倒故意在最后几天坑了小爷，尼玛，这事没完！方明光不敢对魏瑜生气，内心却对王胜产生了很大的恨意和厌恶。王胜虽然也是武道入门，成为方明光的师弟，但他和林树不同，林树是天才，更得赵介看重，方明光拉拢还来不及呢。而王胜卡着在最后几天勉强入门，一看就天赋不行，未来成就有限，所以方明光感恨王胜，想找机会把气撒在王胜身上，最好从王胜身上把10两银子赚回来。不可能，不可能，他真的入门武道了！孙平还陷入震撼，喃喃自语中，他一向看不起王胜这样死练武，比他还努力的下等根骨，但现在王胜入门了，他却没能入门，这让孙平受了很大的刺激。这时，听到动静的赵介也走了出来，确定王胜果然入门武道以后，当即也宣布了他成为赵家武院的第87名正式弟子，赏银10两，红血丹2颗。无徒王胜，你虽入门稍晚，但一入武道，当知世界大不同，以后切记要勤奋修炼，出去以后不要坠了我赵家的名气。赵介当着众人的面高声说道：“是，师父，徒儿谨记在心，绝不敢忘。”
王胜跪下，磕头敬茶，简单的拜师礼算是成了。赵介给王胜的拜师红包便是10两银子2颗红血丹，这个不如林树的奖励，毕竟他要晚入门近1个月。你们几人应以你们王胜师兄为榜样，继续努力吧。赵介看向苏有文、孙平等6人，随口嘱咐了一句，便将王胜带进了内院。等赵介走后，外院重新陷入一片喧哗，不少正式弟子都在谈论王胜，言辞之中颇为感慨。赶在最后几天入门武道的，各个武院不是没有，但极其稀少，1年有个1、2个就不错了。王胜师兄，他这就称我们师兄了。孙平心中的嫉妒之火简直要将他整个人烧光，他是中下根骨，远超王胜啊。这时有人的一句话仿佛一盆凉水，将孙平浇了一个通透。现在还能叫几声师兄，等过几天时间到了，我们被武院劝退，恐怕连叫人家师兄都没这个资格了。一个新人弟子叹气说道。孙平僵立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苏师弟，给你。位于弹指将1枚红血丹扔到苏有文手中。师姐，您这是？苏有文惊讶且惶恐道。这红血丹他也听其他师兄说过，是明镜武者的专用丹药之一，能提升强大气血，滋补气力劲力，非常有用，但也很贵，5两银子1枚。5两银子能买3、4千个烧饼，顶得上普通百姓一家老小半年的吃食，也才换来1枚拇指大小的红血丹，你应得的。魏瑜说了一句，便不再搭理他，径直走进了内院。魏瑜的毒品好就在这里，赢是赢，输是输，且赌资分明。苏有文低头看着手中圆滚滚的红色丹药，狠狠咽了咽口水，犹豫半晌，最后还是收了起来。他不觉得1枚丹药就能助自己入门，不如卖了换钱，好贴补家里。赵家武院内院，内院的景色倒更像是一个普通院落，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矗立在左边，大树下是一副石桌石椅，院内地上贴着纵横交叉成10字的石板，其余空地或种花，或种着蔬菜瓜果。赵介带着王胜走过石板，穿过内院，到了一间大厅。赵介刚在大厅坐下，就有一身穿青色罗衫、丰腴的美貌妇人扭着水蛇腰，奉上2杯茶来。王胜见过师娘。王胜低头，却看见那如若五谷般扭动风采动人的纤细腰肢，心中赞叹，表面恭敬道：“你们聊吧。”美貌妇人梁氏朝王胜温柔笑了笑，说着便径直离开。她正是赵介的第2任妻。赵介慢悠悠品了一口茶后，见王胜站姿依旧恭敬，才开口道：“王胜啊，你很不错，谢师傅夸奖。弟子能入门武道，还是要靠师傅教导。”王胜道：“说实话，要是放在平时，你这等的弟子，我是非常看重的，很有大器晚成之相。”赵介说完，又品了一口茶。王胜却是心中一沉，按照这个说辞，恐怕还有个但是。他不知道赵介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也知道，最近这世道不安稳，南陵府大旱，又遭蝗灾，有人造反了。北韩之地的韩国又要南下讨伐我晋国，江湖上魔头再起，灭门惨案时有发生。我们江陵府家在中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遭难，遇上兵灾人祸。为师需要尽快培养出一批武道高手，相助为师。你师兄林树是难得一见的上等根骨，我原本打算接下来就不收徒了，尽可能教导林树，帮助他尽早掌握明镜，晋升暗境。但你的出现是为师没有料到的。你入门后，原本定下划拨给林树的一笔资源，需要划分给你一些。当然，我作为师傅，一碗水要端平。只是你也清楚，林树的确比你天赋要高不少。那这个划分资源之事，你想要和你师兄林树争吗？赵介侃侃而谈道。王胜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毛孩子，他一听就确定了赵介的想法。赵介是又不想给王胜修炼资源，又想要保住面子，不便给其他人留下欺压弟子的坏名声，所以赵介一番话说出，想让王胜自己主动知难而退。争！王胜面容恭敬，却铿锵有力地说道：“现在不争，眼看天下将乱，难道要等乱军贼寇到来，无力不敌，被人一刀砍死吗？”扑通！王胜直接跪下磕头：“弟子一心向武，矢志不渝，恳求师傅给弟子一个机会，弟子万死难报师傅恩德。”王胜看清了赵介的面目，死要面子。赵介本可以一言决定不给王胜修炼资源了，但他就是怕传出去坏了他的名声。既然如此，那王胜唯有把他架到面子上下不来。赵介眉头皱起，沉吟半晌后说道：“我观你脚步沉稳有力，恐怕是陈氏庄公也入门了吧？庄公与掌法双双入门，倒也难得。”正当赵介想到王胜也不算很差，决定给他一些修炼资源扶持时，忽然一道声音从偏房传出：“王胜，你真要和我争？”林树沉着脸，大步从偏房走出。原来他一直在偏房偷听。王胜神色未变，平静说道：“武者不争，何以为我？乱世不争，何以存活？”赵介听得眼睛一亮，他没想到王胜还能说出这么2句有意思的话来。林树脸色更加阴沉了，只是碍于师傅赵介在旁，他不好过于凌厉压迫对方，否则未免显得太过跋扈，给师傅留下坏印象。林树想了想，开口说道：“这样吧，王师弟，我知晓你担心未来乱世降临，想要学武防身，不如这样，先把资源全用在我身上，助我突破这暗境，到时我可以保护你，也可以再助你突破变强，如何？毕竟我是上等根骨，而你
只是一个下等根骨。林树着重点了点最后一句，并想让师傅赵介明白这个道理。一个下等根骨有什么可值得培养的？难道不应该重点培养他这位上等根骨的天才吗？赵介若有所思，没有出声。但这时的王胜却好像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脸颊抽搐，有点应激了。先突破带动后突破，先变强带动后变强，不可能，是我的资源，绝不会让出分毫，请师傅做主。王胜坚决拒绝了林树的提议，而且似乎很愤怒。林树看见王胜怒发冲冠的样子，也是微微一愣。他没说什么侮辱刺激对方的话吧？唉，赵介轻叹一声，好吧，既然王胜不愿意，那就按照正常的规矩来。林树天赋虽然不错，但也不值得赵介为了那点资源落下一个欺压弟子的名声。至于乱世，真的乱世到来，多一两个暗劲，还能阻挡大事不成？王胜，从即日起，你便是我赵介之弟子，每月可得白银5两，红血丹1枚。若晋升明镜、暗镜，另有丰厚待遇。是，谢师傅。王胜跪谢。每月价值10两的资源到手了，一年就是120两。王胜父母在李家做奴仆，2人一年也才挣20-30两银子而已，这成了武者的待遇，也难怪那么多人抢着要练武。林树见状，脸拉得比驴脸还长，却不敢再多说话，反驳师傅。只是林树心中肯定要记恨上王胜。之后，王胜又受了赵介一番交代，以及关于大摔杯手的细心教导，这可以说是王胜拜师以来赵介第一次精心教授。这么半天的功夫，王胜就受益匪浅。面板上大摔杯手也由入门1-300变为了入门7-300，半天教导顶得上王胜奋斗修炼3天。等王胜出来时，天色已经黑，外院已经不剩几个弟子了。恭喜王师弟了。李虎为人厚重，见到王胜从内院出来，微微拱手笑道：蒙师兄照顾，师弟也才有今日。王胜拱手回礼。至于其他几个正式弟子，懒得搭理王胜，自顾自的修炼。赵介门下虽然有80多个正式弟子，但据刚才赵介所说，这些弟子有近半已经选择出师，不是加入了赵介合伙的生意，就是选择了待遇优厚的职业。虽然出师，但只要赵介一声令下，他们立刻就会乖乖听话。毕竟赵介不仅是他们的师傅，更是一位化境大高手，在整个二水城都排得上名号。而且不尊师重礼的人，到了哪里也不会受人待见。剩下一半的正式弟子就在这武院里习武修炼。有的正式弟子已经有资格出师了，可如果钱财方面不紧张的话，依然可以专职练武。另有10几个正式弟子都还是处于入门阶段，或者刚进入明境，距离出师还差得远。王胜今日没有修炼到最后，匆匆回了家。李府偏房，当韩氏得知王胜武道入门，成了武院正式弟子后，激动的大哭大笑，使劲抱着王胜，口中大叫着：“我儿是天才，我儿是天兵天将转世。”王胜有些尴尬，也不好打消韩氏的激动。住在附近的几个李家奴仆听到动静，纷纷聚了过来。当他们听说王胜竟然武道入门，成为武院的正式弟子后，个个瞪大了眼睛，面色震惊不已。随后这些人就连连低头哈腰的恭喜：“了不得，了不得！王家真要出个武状元哩！我以前就看着王家胜哥不一般，必定有出息。今日果然如此啊！韩姐，以后您发达了，可不要忘了我们啊！胜哥，这是厨房里剩下的一条鱼，你拿着，拿着。反正府里的大人物也没人吃。”不管这聚过来的李家奴仆和侍女有多么羡慕嫉妒，但明面上他们都再也不敢得罪韩氏。每个武院的师傅都是大人物，那他们的弟子不说是横着走，但也等同于披着官皮的衙役，不是一般百姓可比的。光是那身武院劲装，就能让许多老百姓吓得退避，不敢招惹。而且武院弟子到了明境，就几乎拥有非人般的力量，所以武院弟子在普通人眼中早已成为强大的代名词。韩氏渐渐收敛住情绪，开始接待着闻声赶来恭喜的仆人侍女。韩姐姐，这是您之前的洗衣钱，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饶过我这次吧。一个肥婆偷偷将1小粒碎银子塞到韩氏手中，韩氏为了贴补家里，便经常接洗衣服这份活，洗5件1文钱。但在李府后勤中稍微有点权力的肥婆就不想给韩氏钱，想让韩氏白洗。然而王胜入门武道的消息传来，肥婆听说之后立刻就怂了，不但钱还回来，甚至多了不少。好，好，给了钱就好，就好。韩氏激动不已，他知道若没有自家儿子成为武院弟子的消息传来，这笔钱大概率不会回来的。这时李府的李家人也听说了，竟然有奴仆之子入门武道了。第二天，李府偏房，王大，这是老爷赏给你家麒麟儿的10两银子，1颗红血丹，可不要辜负老爷的一片好心啊。李管家带着个小厮笑呵呵地登门说道：“谢老爷赏，谢老爷赏。”王父与韩氏2人没想到老爷竟然也注意到了王胜入门武道，还赏赐了这么多钱，不由得受宠若惊，连连朝李家正房所在的方向跪拜起来，叩谢李老爷的恩德。不止如此呢，老爷还吩咐道：“你王大以后就别挑便桶了，以后去正门守着去吧。韩氏，你也不用洗衣服了，去厨房做个帮工。”李管家见王父和韩氏颇为识相，抬手捋了捋乌黑的胡须，点头笑道。王父闻言眼睛一亮，守门不仅比挑便桶轻松太多，而且时不时还会有私钱拿。这样好的职位，以前都是由李家的旁支做的。韩氏也是抿了抿嘴，
忍不住笑意。要是在厨房做帮工，不说别的，光是伙食就好上太多，偶尔还会有点肉腥，能拿给自家圣儿吃。随后，王父和韩氏又是一番感恩戴德，忠心老爷的话说了一箩筐。直到李管家离开，两人脸上的笑意还是减不下去。这以后的好日子不就来了？王父与韩氏皆憧憬着以后的好生活。这个银子，韩氏忽然看了乐呵呵的王父一眼，小心翼翼地说道。王父低头看着手中那一锭10两的雪花银，越看心里越欢喜，越是不舍。他这一辈子都没一次性拿过这么多的钱，10两银子够他享受吃喝小半年了。王父突然一口咬在银锭子上，随后松开嘴，囫囵吞枣地说道：“真的，这银子是真的，给那小子吧。”说完，王父就把银锭子扔在桌子上，转身匆匆离开。韩氏听到王父的话，欣喜不已，毕竟这银子原本就是李府给事儿的，他还怕王大直接拿走吃喝掉。不过韩氏又有些不解，他只听说过有人鉴别金子会用牙咬，没听说银子还用拿牙咬呢。只是当韩氏看向桌子上那个银锭子时，却是一愣。原本饱满的10两银锭子被生生咬下一小块，牙印还很明显，大概剩下9两左右。这个贪心的，韩氏笑骂道。另一边，宣读完李老爷赏赐的李管家离开偏房后，走到无人处时，满是笑意的脸上却是立刻阴沉下来，眼中闪过一抹狠意。老爷派他早就查明了，这王家的王胜不过是一个勉强入门武道的，天赋很差，未来顶多了就是一个明镜武者。明镜级别的武者也就和李府的护院一个级别。李老爷对明镜武者礼遇有加，但要说地位，明镜距离大户人家还是有些差距，故而李老爷没有亲自现身，而是派管家慰问了一番，以彰显李家的容人质量。然而李老爷不在乎，但他这个李管家却不得不在乎。王胜但凡天赋再高点，未来能成暗镜，他李管家甚至包括李老爷也只是发自内心的祝贺，绝不敢有半点不敬。李府剩不下这样的高手以及他的家人，李管家自己更是的跪在地上，求王大原谅自己以前对他的欺辱。可王胜未来只是个明镜，李管家就不一样了，这点天赋还不值当他设下脸皮巴结讨好一个王大。所以为了防止王大以后怂恿王胜报复寻仇，李管家知道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了。他李管家虽姓李，却和李府没有一点血缘，所以见惯了人心狡诈的李管家不得不提前预防这种事的发生。一个明镜种子而已，莫说还不是，就算是我李有常也不是不能解决。李管家心中冷笑说道，只要让这个王胜夭折，那他就安全了。唯一的风险就是赵家5院，若是被赵家的铁手赵抓住把柄，别说李管家，就是整个李府都承受不住其怒火，是要好好谋划一下。而且出手之人不能从本城找，要从更远一些的地方找。李有常喃喃自语道，赵家5院今天天气有些灰暗，冷风吹来，让还是无法武道入门的孙平素有闻几个仅剩的新人弟子身体发冷，心中也是阵阵发凉，生出一股无力无路可走的绝望。呼！王胜吐出一口气，双手仿佛化作一记钢鞭，疯狂拍打在面前的牧人身上。他的体表浮现一抹红晕，全身都在冒汗。刚服用了红血丹的他，药力发作之下，无惧这冷风，还觉得非常清透凉爽，认为这风来的正是时候。红血丹确实有大作用。半天的时间，王胜关于大摔杯手的经验值就涨了2点，可惜再去请教赵师，没有像第一次收获那么大了。不过这红血丹也很不错，每2天服用消化1颗，能让我每天都进度值翻倍。王胜感受着体内还在源源不断的药力，心中振奋。有丹药和银子的支持，他踏入小城成为明镜武者所需的时间，可能比入门武道用的时间还要短。武道入门不是这门绝学才刚刚掌握，而是已经形神兼备，拥有不小的杀伤力，等闲3-5个人近不了身。而小城阶段就是需要培养体内的劲力，修炼新的招式，从而扩大武学的杀伤力。入门赏了我10两银子，2颗红血丹，每月俸禄5两银子，1颗红血丹，把所有银子换成红血丹，也才能支撑我12天的修炼。成了武者还是很缺钱啊，要尽快想办法搞钱了。王胜自顾自地想着，大境很不安稳。按照王胜根据前世历史经验的判断，这分明是王朝末年之象，所以他必须赶紧挣钱，迅速变得强大起来，希望能在乱世之中有立足之地，不至于沦为炮灰肉糜。天色逐渐来到黄昏，王胜一念打开数据，大摔杯手进度由入门7300到了入门11-300，陈氏庄公到了入门5300。几个新人弟子因为心神不定，都早早的陆续离开。今天王胜也没有修炼到最后，而是在孙平无神的离开后，他也很快收工离开了5院。哼，终究也是个废物，一入门就坚持不住了。方明光嘴巴狠毒的冷笑一声，他还在惦记着自己损失的10两银子该用什么借口让王胜还。其余魏余、李虎等人虽然有些皱眉，但他们也没那个义务督促王胜坚持修炼。天色变得昏暗，古老的城池蒙上了一层层阴影，冷风嗖嗖刮来，让不少路人紧了紧身子。王胜靠在一条小巷拐弯处的墙壁上，整理着身上的装备，一把锋利的匕首，3包从大户人家墙上刮下来的石灰粉，1份止血散。实际上以他现在的实力，轻松拿下打死几个普通人没问题，但为了以防万一，
王胜决定还是狮子搏兔，义用全力。武道只是万不得已最后的手段。啪叽，小巷内响起的脚步声逐渐接近拐弯处，破旧石板铺就的地面上有些积水，倒让这唯一的脚步声变得更加清晰，甚至显得有些宁静。忽然，脚步声停止了下来。哼，我真是傻了，竟然会觉得这周围有点静的奇怪。孙平自嘲的声音响起，然后脚步声继续。这次他没有丝毫停顿，拐弯就要走进下一个小巷。哗！突然，无数白色的粉尘迎面扑来。啊呀呀！孙平吓得大叫，而后更是捂着眼惨叫。噗！王胜一步上前，攥着匕首的小臂青筋暴起，匕首径直扎进了不断往后退的孙平心窝上，鲜血溅出，疼得孙平身躯止不住的打颤。啊！救命啊！饶命！孙平凄厉的惨叫一声，又啪叽一声，重重的摔在地面的积水上。咔嚓！王胜一脚踩在孙平的脑袋上，止住了他的乱叫乱动，更要让他竖着耳朵听清。孙平，我王胜杀你来了！要是不让孙平知道谁杀了他，王胜念头还不通达。既然有了实力，对于这样的小人，必然是除之而后快啊！王胜，是你！我日！孙平满脸狰狞扭曲，心中有着疯狂的恨意，恐惧交织。他万万没想到，王胜这个废物下等根骨，竟然敢杀人，敢杀他！放心去死！你欺你我卖之！他骂声还没说完，就被王胜一脚踩在了他的嘴上。过不了一小会，挣扎的孙平就不动弹了，他心窝处流的血早已越来越多。王胜又把匕首拔出来，在孙平心脏上和脑袋上多插了几次，搜刮了他身上10几文钱，这才放心离去。等到隔天孙平的死传来，也没引起多大影响。孙平一个即将离开武院的新人弟子，他的死赵介管都不管，衙门也只是随便派了几个衙役敷衍了事。只要不是那种大规模杀人案，二水城哪天不死几个人就不叫二水城了。不过苏有文听说孙平死了，心中猜测之下，看向王胜的眼神中不禁多了一丝恐惧，原本想请教王胜入门的打算也没了。其余几个剩下的新人弟子也都在最后一天通通放弃。于是这一批新人弟子，赵家武院培养2个月时间，只有2人成功入门武道。因为时局动荡，朝廷不稳，灵府造反，韩国入侵，赵介决定多加采买粮食，专心培养弟子，便暂时不打算继续收新人了。时间一天天过去，依据着手中的银子和红血丹，王胜的修为可谓是突飞猛进。短短半个多月的时间，大摔杯手就到了入门96、300。如果顺利的话，丹药充足，再有1个月多一点，王胜就能成为明镜武者。1月超过10几个还在入门阶段停留的师兄。武院内有人去年就入门了武道，但到了今年还没有诞生明镜。明镜、暗镜、化镜也号称3大关，一关难过，关关难过。所以有的人即使距离绝学小成只有1步之遥，踏进去就能诞生明镜，可这一步瓶颈就能卡人几个月甚至数年之久。而对于王胜则没有这个阻碍，只要他努力修炼，就没有过不去的武道坎。李府四夫人房间，红罗帐翻滚如云，声声诱人的话语从床上传出，让不远处望风的小丫鬟听了全身上下滚烫。小丫鬟根本想不到四夫人和那个王胜究竟怎么会坐着还站起来了。半天之后，王胜才拿着1小锭银子从红罗帐中走出，穿上衣服。小郎君真是越来越厉害了呀，练武就是能变强，奴家深刻体会到了。小郎君2天后再来啊。四夫人白眼不翻了，说道。王胜嘴角一抽，心中暗骂一声，要是这个四夫人一直真刀真枪的，王胜年轻气盛，练武之后也不怕他，但他竟然拿那玩意，铁人来了也顶不住啊。不了夫人，几天后师傅要检查功课，还是过了这个月吧。王胜斟酌说道。说完，王胜径直离开。四夫人沉默下来，没有再挽留，直到小丫鬟也悄悄离开去端水时，四夫人才坐了起来，硕果累累，极其显眼。这个小家伙气质变得更加沉稳了，让我好生喜欢啊。可惜我越喜欢就越想吃了他，好期待他成为明镜的那一天，让他好好见识见识人家正宗的阴阳之术。不过以他的资质，恐怕要1、2年，就怕等不到爱。教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动造反，希望晚一些吧。四夫人抬起纤细玉指，将嘴角的涂进嘴里，妖艳的面容在红罗帐下显得越发诡异。清晨，赵家武院，王胜，你去把那个水缸挑满水。正当王胜全神贯注修炼大摔杯手时，忽然有人一巴掌重重打在他的肩膀上，差点使他岔了气。王胜扫了这人一眼，是孟虚，一个入门1年多还未诞生明镜的老弟子。师傅说的。王胜问道。怎么，师兄难道不能让师弟帮忙做点事吗？还是你以为入门了就不把师兄师姐放在眼里？孟虚见王胜这个刚入门的竟然不听话，顿时恼了，厉声问道。赵界有规矩，刚入门的弟子不用做任何闲杂事务，但入门超过1年还没有生出明镜，还想待在武院的弟子就需要做一些院子里的杂物。孟虚此举摆明了就是欺负王胜，也是看准了未来王胜潜力不大。王胜忽然侧目看到了林树不知何时站在内院门口，正看着好戏。孟虚也不掩饰，朝林树笑着点点头，看来是林树的报复来了。
王胜心中道：五岳内的弟子之间一般不会轻易得罪人，说不定哪天就修为大进，飞黄腾达了。而且都是血肉之躯，逼急了，境界相差不大，照样一换一。孟虚赶强出头，林树恐怕为此做了一段时间准备，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和承诺。说来刚才师弟武学略有感悟，还想请师兄请教一番，之后再挑水不迟。王胜道：他早已察觉这些老弟子一心修炼大摔杯手，想突破明境，却对陈时庄功疏于修炼，致使下盘虚浮不稳。就凭你刚入门1个月都不到，也敢和我打？孟虚着实被笑到了，眉眼之间都是戏谑，连一点屈辱都受不得，沉不住气。这个王胜没什么大出息了，看来是高看这个王胜了。武道入门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周围的正式弟子纷纷摇头。青石铺就的场地上，王胜与孟虚两人相对而立，周围的正式弟子也都退后让开，给两人对决的空间。既然要切磋，那就点到为止，我来当这个裁判，你们可有异议？李虎看了魏瑜一眼，见他没有出面的意思，便站出来说道：自然是听师兄的。孟虚朝李虎笑了笑，略带着讨好：麻烦师兄了。王胜朝孟虚抱拳一礼：我说了，点到即止。孟师弟、王师弟刚入门不久，要适可而止，不要让师傅他生气。李虎沉声说道，这重点了点孟虚。赵介一向不喜弟子们内斗，故而林树身为赵介的爱徒，为了讨得师傅欢心，不会自己出手对付王胜。孟虚闻言，眼中闪过一道惧意，要是让赵介发现了他下死手，免不得重罚，甚至驱逐出门。但林树给了他一个极大的承诺，而且有纸条在身，孟虚决意免不得要拼一次。好了，开始吧，谁如果撑不住，就喊认输即可。李虎说道。孟虚脸上的笑意收敛，表情变得严肃起来，沉肩坠肘，拳架一拉开，自然而然便带着一股烈士开杯的气势。以孟虚中上的根骨，早已将大摔杯手练透，可惜就是无法参悟至小成，诞生出劲力，成就明境。一个身穿白色劲装、留着长发的青年男子摇头，有些感慨地说道：嘿，即使不成明境，以他这副拳架，对付一个刚入门的，还不是手到擒来？一个鼻梁高挺、长相略有点尖酸刻薄的女子淡笑一声：哎，或许有点不一样。你们看。一个穿着花花绿绿长袍打扮的男子带着一丝趣味说道。只见王胜沉腰坐马，双腿紧绷有力，仿佛死死扎根在地下，一个标准的陈氏庄服现在众人眼前。王胜的庄功做得极为标准，一立出来就让人感觉那是一块巨石处理，似乎有一股难以撼动的气势。这是陈氏庄功也入门了。刚才说话的三人都是明境多年的武者，一眼就看出了王胜的底细。三人目光流露出金色。要知道，在诞生明境前，所有人都是以大摔杯手为主要目标，追求明境。至于庄功，就是休息的时候偶尔练练。可谁也没想到，王胜竟然还能把庄功也入门。陈氏庄功虽然是基础武学，但凡入门多学一种武学，都必然有益处。尤其是庄功，使得下盘稳健，配合专修上身的大摔杯手，更加匹配。李虎、魏宇等人也看出来了，心中一动，但都没有多说。林树察觉出有点不对，但他一味修炼大摔杯手，庄功也没有入门。王师弟，你真以为跟我这练武呢？还摆出庄功来了？你入门比我晚，武学熟练不如我，气力不如我，你凭什么和我斗？孟虚对庄功不曾在意，见王胜拿出陈时庄功，冷笑一声。下一刻，孟虚就踏前半步，右拳如重锤轰出，拳风裹着破空声直取王胜胸口，正是大摔杯手的招牌式力劈青山。那你知道什么是1+1大于2吗？王胜淡漠说道，双眸平静如湖，不闪不避，左臂横格应接，同时左拳下沉，以被断3节的便士砸向对方腰肋。孟虚没想到自己苦修1年多，全力一拳竟然没有立功，连让王胜后退半步都做不到，反而他自己只能匆忙应对王胜的招式。砰！孟虚被王胜这偷袭腰肋的一拳砸得后退2步。你找死！孟虚脸当场就红温了，他一个老弟子，竟然刚开局就被这个刚入门的给逼退了。砰砰砰！孟虚如猛虎下山般直扑王胜，碎杯式、裂地式、推山式等等招式全都一窝蜂朝王胜打去。王胜不慌不忙地应对着。孟虚虽然气力比他强，但他下盘不稳，一身气力最多能打出6-7成，就算高的了。反观王胜上下合一，气沉一处，应对起孟虚的进攻更是游刃有余。转瞬之间，两人便已打了数十招，每一拳都走刚猛路子，没有半分花哨，都是同一个老师教的，同一门武学。若是双方实力均等，很难破招，只能打拖延战。这个孟虚够阴险的，每一招都冲要害打。穿着花花绿绿长袍的男子笑道，他也够蠢的，难怪这么长时间都生不出劲力。面向尖酸的女子冷笑一声，的确，王师弟还没怎么击他就发了疯的挥泄力气，现在估计气力已经不够用了。花绿长袍的男子笑呵呵说道。也是这个时候，王胜察觉到孟虚进攻的频率和力气都开始下降，于是他立刻进行了反击。孟师兄，这是碎杯式，你刚才力气小了。王胜沉腰坐马，力合一处，精气神凝聚于一拳。你放屁！孟虚怒吼，同样一招碎杯式打出，轰！这一拳对撞之下，孟虚痛叫一声，手背瞬间击溃无力，成了鸡爪。王胜虽然也疼，
但他气力保留了大半，反倒觉得战意更盛。孟师兄，劣地是你更是不足，下盘太弱了。王胜说道，一脚就将孟虚踹得中门大开。你这个下等根骨，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孟虚怒叫，他才是师兄，却被这个新来的当徒弟一样教训，这简直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他的脸，打他的学艺不精，打他的无能无力，这才是推山式。王胜早就顺着对方中门大开之际贴身上去，蓄力的一肘击中他的腹部上面的肋骨，咔嚓！孟虚疼得面目扭曲，当惨叫一声，接着就被王胜连人摔了个狠狠的背身，而且是从上往下径直到摔。王师弟，你……李虎本来就不担心孟虚会受伤，可他着实没想到孟虚一个老弟子竟然如此不堪一击，被新来的师弟教训成这样。其余的正式弟子魏宇等人看向王胜的目光都变得郑重起来。原本他们大都没把这个勉强入门的师弟放在眼里，甚至不认可他这个勉强入门的，认为王胜就是充数的。但现在王胜的狠辣，由不得他们不对王胜提起一抹尊重。林树则是目光阴寒，脸色难看，转身走进了内院。呼！王胜吐出一口气，看了孟虚蜷缩成虾状，目光有些遗憾，最多伤到这个地步了，再想下手也没机会了。不过这次实战交手不仅打出了尊重，还让王胜对于大摔杯手有了更多的领悟，进度值一下子就过100了，达到了入门118-300。看来除了服药，实战也能加快武学的进度。只是实战有风险，若是王胜这次败了，那他不是被孟虚废掉命根，就是被他废掉一条胳膊或一条腿。而孟虚的下场，如果治疗不佳，那以后可能就瘫痪了。孟虚受伤很重，王胜铁山靠那一下子倒摔，甚至有可能导致偏瘫下去，这是瞒不住的。故而当赵介得知后，雷霆震怒，大发雷霆。不过当他得知是王胜这个刚入门的弟子将孟虚打成这样，而且是1对1，大庭广众之下，没有半点水分，赵介震惊之余便多了几分犹豫。他原本是想严惩打人者，毕竟他不喜内斗，可王胜表现实在是出色，加上是孟虚故意找事，将他的杂物交给王胜，赵介考虑再三，给了王胜一个警告，要是再犯同门内斗就驱逐出去。林树得知王胜基本没受到什么大的惩罚，心中更加恼怒。所有师兄弟都知道他与王胜不和，要是压不下去王胜，那他本人也会受到师兄们的轻视。该死，这些老弟子都是废物，还得我私下亲自出手。再有半年，不，最多4个月时间，我大概就能生出劲力，到时我要亲自捏碎他的喉咙。林树心中决定之后，对于修炼越发努力和拼命。隔天，王胜正在院子中修炼，这时忽然有一大群人闯进了外院，这些人个个身穿绫罗绸缎，明显的非富即贵，都站立两侧。赵师的嫡子赵飞鹏朗声喝道：“王胜、魏宇等一众正式弟子立刻负手，分列两侧。哈哈，钱掌柜、陆镖头、齐管家，还有各位年轻俊杰，好久不见啊！”赵介从内院走出，拱手笑道：“赵师，别来无恙。赵师，听说你收了一个天才弟子，我等可惦记许久了。”赵师看起来又年轻了，修为恐怕已经登峰造极啊！一群富贵之人也拱手回礼，笑着说道：“几位客气了，请进，我的千叶红茶早已备好，专等各位享用。”赵介伸手道：“那我等就不客气了。”一个身穿绸缎却颇为干瘦之人点点头，随后一群人跟着赵介进了内院。解散吧，不懂得可以问问师兄师姐，一会叫人去内院的时候都好好表现。赵飞鹏说完，也立刻走进了内院。罗师兄，这是怎么回事？王生不解地问道。这个罗师兄，罗正文，便是昨天那位身穿花绿长袍的男子。他好像颇为看好王胜，一上门就送了10两银子，表达了想和王胜结交的意思。除了罗正文外，其余一些明镜弟子虽然没有拉拢王胜，却也对他多了几分礼让。哦，师弟你刚来不久，不懂这个也是意料之中。这些人你也看出来了，身份都不一般，一个个都是我二水城有名的大户人家。这些大户个个家财万贯，家业多，要保护的地方也多。他们已经和各个武院打好关系，每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来到各个武院招揽新的明镜武者，按镜武者挂职兼职。要是遇到一些天赋高的弟子，即使没入明镜，他们也会考虑出钱资助，好赢得天才弟子的好感，留下交情。哎，想练武，所需钱财自是越多越好。虽然师父名下也有一些产业，但容纳不了这么多师兄弟，而且在这些大户人家只是一个挂职兼职，有时才会上，平时不影响修炼。罗文正给王胜讲解这些大户人家和武院的关系，告知王胜若有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多谢师兄相告。王胜点点头，心中若有所思。他现在更加需要钱财，从四夫人哪里得到的赏赐，对于武道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红血丹5两一颗，王胜平均2天就能消化1颗，2天吃5两银子，1个月就是75两纹银。这对于城里的大户人家都是一个不小的消耗，更别说王胜并没有任何稳定的进项来源。如果没有丹药，王胜虽然也能稳定进步，但修炼速度就要下降一半，这让王胜很没有安全感。过了一会，赵飞鹏就叫林树去了内院。很快就有消息从内院传出，有人出了高价请林树挂职。林树还未到明镜，那些人就提前给了他明镜弟子的价格，甚至还要高出不少，极其看好林树的未来。
这个消息着实让不少人羡慕不已。随后，赵飞鹏又叫出几位明镜弟子进入内院演示一番。明镜武者到哪也能算是一个头目级别，所以这些明镜弟子皆有了挂职去处，只是挂职俸禄有的还不如灵术高，不少还没有生出净力的弟子看着眼热。只要是明镜武者，每月都能拿到几十两纹银，如果不买丹药，便是每日吃肉喝酒都花不完啊。不过这些大户人家显然没有再没有诞生净力弟子的打算，即便赵介有意帮王胜等几个颇有益处的弟子牵线搭桥一下，他们也没有多少兴趣。和赵介又聊了一会后，便告辞离去。像灵术师弟这样的天赋太少了，习武之人还是要诞生净力，成为明镜武者，才可以说是翻身，在这二水城有一席之地。罗正文感叹道：“是啊。”王胜点点头。如果一直未生出净力，多年花费一朝成空，换不回应有的回报，那对于寻常人家来说，几乎等同于濒临破产边缘了。不少1年多还未生出净力的老弟子也是低下头，心中很是焦急不安，更是有着丝丝恐惧。明镜武者1个月几10两，可成不了明镜，哪来的回哪去？辜负了亲人的期盼，浪费了钱财，谁不心慌和着急？王胜也是心中有数，知道唯有成为明镜武者，才能解决许多问题。超能力加上灵术的天赋，说不定真能给我造成威胁。看来要拼一把了。王胜感觉到灵术看向他的目光带有一股强烈的厌恶和恶意，微微皱眉。他也必须要赶紧弄钱才是，只要有钱，他1个多月就能生出净力，到时他直接先下手为强，暗中弄死灵术了事。那群大户走了，武院也就恢复了练武，不少弟子受了刺激，拳掌之下更加拼命，一击击打得木人砰砰作响。王胜却是有些恍惚，精神不太集中。他在想该怎么解决钱的事，他至少需要100两纹银。师弟受打击了。罗文正忽然开口道：“不是谁都像灵术师弟那样有天赋的。这样吧，我比较看好师弟，我罗家院拿出每月10两纹银，邀请师弟挂职，如何？不过期限只有半年，超出半年就没了。”罗正文一向爱好那些奇闻异事的小书，看到不少人小事普通却大器晚成的例子，故而在王胜大摔杯手、陈实庄公双双入门，打败老弟子孟虚后，罗正文就想烧个冷灶，希望能看到王胜大器晚成的那天。王胜闻言，眼睛一亮，扭头看向罗正文的目光带有一种喜悦之意。干嘛？我可不好难放。罗正文被王胜直直的目光看着有些发毛，连忙退后一步说道：“师兄，要不这样，你一次性给我60两纹银，我半年内绝对能生出净力。”王胜道：“你小子！”罗正文有些无语，这小子给了杆子就往上爬呀。罗正文沉默半晌，见王胜意思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他迟疑了片刻，最后还是叹口气说道：“我先给你40两吧。”谢师兄。王胜点点头。罗正文和他非亲非故，只是当了几个月的师兄弟，能一次给他40两，已经是冒了不小的风险了。毕竟40两抵得上普通人家4年的吃喝。随后，王胜这天早早的离开了武院，以泥鳅街那间老宅的房契，从典当行抵押了20两银子。接着，王胜从李家老爷那里借了10两纹银，从四夫人那里借了20两纹银。最后，王胜从一个帮派白虎帮哪里借了高利贷30两，2个月后要还50两。这么一番下来，王胜总共筹集了120两纹银。之所以远远超出100两，是因为王胜出来之后到处转悠，才发现这时局很不妙啊。之前他都是一心练武，没想到1个月的时间里，外界竟然发生了大变。南陵府的大汉形成的造反大潮已经挡不住了，府主被杀，造反军开始攻占其他大府，而北边韩国入侵边境，听说大晋几场仗打下来皆大败，边境也不稳了。夹在中间，二水城所在的江陵府已经开始全面备兵，粮价在不断上涨，路边饿死的乞丐也越来越多。王胜担心没等他进入明境，兵灾就到了，所以他在药铺看到有精品红血丹，得知精品红血丹比普通红血丹药效还强时，便打算多花点钱购买精品红血丹服用。二水城宝来药铺12颗精品红血丹，一共120两纹银，另外赠送您普通红血丹1颗，您拿好。好。王胜接过丹药后，立刻匆匆离去。在他离开药铺后，一个神色淡漠的中年男子从药铺后房走出。怎么样？是个肥羊。虽然这是在城里，但因为南陵府混乱不堪，导致许多人涌进江陵府，二水城也来了一些江湖人，使得治安乱了不少，死人也多了起来。有的人就开始浑水摸鱼，劫掠时有发生。刚才还对王胜鞠躬弯腰的小厮脸上的笑意消失，微微摇头，看他手上的痕迹，应该是铁手罩的弟子。听说铁手罩最近收了一个天赋颇高的年轻弟子，或许就是他。为了这点银子得罪一个化境高手，不值当。中年男子点点头，退了下去。他们只是暗境层次，还不敢轻易得罪化境。泥鳅街王家祖宅，王胜服下1颗精品红血丹后，顿时感到一股强大的药力涌来，化作一股股热流，涌进全身经脉，刺激着浑身经脉。王胜面色涨红不已，立刻沉腰坐马，就开始站桩，打大摔杯手，发泄消化着药力。因为有了钱财，王胜的食补也卓有成效，不像未入门前3天饿3顿，有气无力的打拳，浪费了许多时间。所以在肉食、精品红血丹的支撑下，王胜关于大摔杯手的进度
从原来的一天4点暴涨到了一天10点，不到20天的时间，消耗了10颗精品红血丹，王胜大摔杯手就顺利踏入了小成，体内生出劲力，正式成就明镜武者。天道酬勤，学必有成，修为明镜初期，辰时庄公小成1/1000，大摔杯手小成1/1000。明镜武者不仅力量远超常人，各项感官和反应力也非常人可比，轻松就能碾压普通人。祖宅内，王胜握拳，感受着手中暴涨的力量，眼睛中闪过一道金光，运转劲力，他的力量起码暴涨了3-4倍。之前的他一拳最多打死一只狼，那现在的他一拳足以打死一头牛。可以了，是时候了结灵术的事了。王胜自语道，劲力由内而外迸发，内敛于身，所以只要一般不动用劲力，不近身号脉，谁也看不出王胜已然成了明镜武者。当天天色昏暗，林树离开武院，前往刘家的路上，刘家小姐虽然中意于我，她也长得不错，但我未来可是要成为画境的高手，媲美师傅这样的大人物，给我做妾还差不多，还想做我的正妻？哼！不过为了刘家的支持，还是要暂时应下，等我成为画境。林树正边走边想着未来的美好，突然一个拐角处，林树刚要拐弯，哗！漫天的白色石灰粉迎面来，不好！林树因为走神，原本至少能躲避大半石灰粉的他，被淋了个正着。噗噗噗！3道匕首激射而出，分别射在了林树的脸颊上、胸膛和胡乱挥舞的手臂上。啊！林树惨叫一声，直直的倒在地上。我靠，这就死了！王胜脸上蒙着黑布，有些意外。他才刚开了个头而已，后面还有一整套拳法等着呢。他还想试试明镜之后的力量，但王胜不知，他现在的反应力、投掷匕首的力量都已经得到劲力蜕变加持，远超常人。而且林树还在做着白日梦，分神了，这才让一个天才就这么轻松死掉了。真死了！王胜小心靠近林树，手中劲力流转，蓄势呆发。咔嚓！王胜一脚踩在林树的胳膊上，直接踩断了他的胳膊。林树没有丝毫反应。操！真让他死得便宜了，他连是谁杀的他都不知道，死得真憋屈。王胜有些骂娘，顺势一脚踩在了林树的脖子上，彻底断绝林树半丝生还的可能。真不要脸啊！一个声音从房上传来的同时，直接朝王胜扑来。哗！王胜心神一紧，头皮发麻，转身毫不犹豫一拳打出，另一手握着的石粉包也直接散开。可扑来的那人没想到王胜敢这么玩，这么近的距离，两人都被石灰粉淋了一身，而且扑来的他脚踩空气，借不到多少力。而王胜沉腰坐马，辰时庄公小成的他下盘脚踩大地，早已蓄势一拳轰出，这力量也让其不敢小觑。这个偷袭之人2次意外失误之下，已经不敢久待，骂了一声马德，点子扎手。随即偷袭之人跳上房顶，迅速消失在鳞次栉比的房屋之中。王胜神色凝重，赶紧搜了林树全身，得到一个银簪子、3颗红血丹、5两银子、一本名为《叠血术》的册子后，也迅速离去。天色微亮，天地灰白一片，冷风呼啸，天地之间骤然多了几分冰冷和肃杀。王胜身穿一身灰色短打，照常来到武院习武，依旧砰砰打着木人。他还不想暴露自己晋升明镜的事实，一是他能够入门武道，还可以凭借拼命努力一词勉强说得过去，可若连晋升明镜武者所用时间比入门武道还短，那就真说不清了。二是林树之死瞒不住的，到实彻查下来，要是发现王胜最近成了明镜，那与林树有矛盾的他必定第一个成为怀疑对象。王师弟又开始早起修炼了。一位比王胜早半年入门武道的正式弟子林庆，刚一走进武院，就从空旷的场地中看到了一言不发、一味苦练的王胜。林庆看着努力挥洒汗水的王胜，心中顿生些许嫉妒和不屑。一个下等根骨，也不知道凭借什么狗屎运，靠努力侥幸在实现内入门武道不说，现在还想靠着那点汗水，还想修炼明镜，做梦去吧！所谓一重关爱一重天，武道入门是一关，武道小成诞生明镜是一关，每一关都要淘汰太多人，难如登天。林庆嫉妒王胜似乎得到了罗正文一位明镜师兄的看重，王胜的下等根骨摆在那里，潜力已经到头了，而他林庆中上根骨，入门武道半年，尚无法诞生明镜。一个下等根骨在哪里一味挥洒汗水努力修炼，未免就成了显眼包，惹得许多人冷眼相看，心生不满。林庆说了一句暗含讥讽的话，也就不多说了，毕竟王胜几拳打残孟虚的战绩摆在哪里，他还不想去过度挑衅王胜。随着时间渐渐推移，武院内的弟子越来越多，只是时间都快到晌午了，仍不见林树的影子，这让一向和林树交好的几人心生疑惑。王胜坐在一个石墩上闭目休息期间，耳边传来一些弟子的小声嘀咕。成为明镜后，他的力量、五感和反应力等都得到了强化，而且踏入明镜前，他心中压力巨大，根本没心思听别人闲谈。现在的他明镜之后，压力削减不少，故而精神确实分散了些。这粮食长得也太快了，肉更是天价，再长下去，我们就只能喝稀粥了。一位入门武道却没有诞生明镜的弟子无奈说道：“谁不是呢？只希望我们能尽快成为明镜武者呀！喝稀粥吃饱都成问题，还想练成明镜？”
听说韩国那边的武者一个个都高大的不像话，看起来跟巨人似的。最近我们二水城来了不少南陵府的高手，已经打了不少架了。强龙不压地头蛇，这些人早晚要挨收拾。哎，只希望战乱赶紧结束，否则我家就要准备搬走了。许多人都在关注着南陵府、韩国以及江湖之事，这是与他们息息相关的要命的事，谁也不会忽略。正当王胜休息好一会，准备继续修炼时，忽然一位黑衣衙役登门拜访。很快有弟子通传，得到赵师的准许后，黑衣衙役才能进入内院。没等片刻，赵师就一脸怒气地跟着黑衣衙役离开了武院。发生什么事了？该不会韩国或者造反军打过来了吧？我看不像，更像是有人得罪了师傅。好了，都别瞎猜了，继续修炼。最后一句是李虎严肃督促着这些师弟。林树尸体被发现了，王胜心中已经做好了准备。说起林树，王胜想到昨晚从他身上搜出来的那本蝶血术，着实是不一般的宝物秘术。蝶血术分3层，每一层都能爆发出超出想象的力量。蝶血术的原理作用就是利用劲力刺激穴位，刺激血液，使得全身属性暴涨。蝶血术第1层能爆发双倍气力，蝶血术第2层使力量翻3倍的同时，还能强化皮肤。有备注说非天生肉身强大者慎用。蝶血术第3层使气力足翻4倍，各项感知皆会增强。备注非练踢者禁用。蝶血术如果真练到第3层，王胜哪怕在明境初期也能和暗境初期的强者过2招。只是目前蝶血术也就第1层能用，用了之后会有一定的虚弱期，这个虚弱期大概会在1天后出现。后2层一个慎用，一个禁用，看了都让人不敢学。林树不愧是天才，明明只有明境才能用的蝶血术，但他还没有生出明境，就想依靠外力成功刺激穴位，获得强大力量。王胜心中自语，很安心，好险早早杀了林树，否则等林树发育起来，给他稍微造成点麻烦，就会让人恶心。又过去半天时间，当时间来到下午的时候，赵介神色极其阴沉地聚集了所有弟子。林树死了，被一个至少是明境的武者偷袭而死。赵介的一句话引得所有人惊愕不已。哗，不少弟子更是忍不住议论，小声嘀咕起来。部分弟子脸上露出可惜、遗憾，甚至是悲伤，心中却是暗暗兴奋。毕竟谁也不喜欢看见同道中人飞黄腾达，更喜欢看见他人高楼倒塌。你们谁知道林树最近和那个明境武者结仇结怨，速速报给我，我赵介的弟子不能这么死的不明不白。赵介说完，等了一会，见没人反应，冷着脸转身走向内院。赵飞鹏、李虎等人几名老弟子让众人继续修炼后，便进入内院去安慰赵介。幸好没有暴露明境实力，王胜心中松了口气，觉得还是继续苟住比较好。过了几天后，王胜感觉情况渐渐平稳下来，查案子的衙门差役也不怎么来了，便开始寻找赚钱的出路。凡是明境武者，只要想干事，就没有挣不到钱的。王胜要给自己日常修炼留下充足的时间，所以就不能找全职的活。这么几天暗中打听下来，王胜便找上了一个名叫金牛帮的小帮派。这个帮派刚从一条街中闯出来，站稳脚跟，领头的老大号称牛旋风，是一位暗境后期的高手。金牛帮正值扩张时期，大肆挥洒钱财招收帮手，对于兼职的武者也是出手阔绰。王胜经过与牛旋风2次见面交谈，最后定下每月15两银子2颗红血丹，外加免费赠送1柄金断长刀。接着王胜又先后在白狗帮、青云酒铺、林南杂货店3个小势力挂职，每月共得到70两银子、3颗红血丹、1壶干药酒。挂职是有事才去，不用一直待在小势力中。按理说多的是人挂多门职，能挣更多的钱，但大多数人为了更好的发展，也为了表现自己的忠心，不会轻易挂第2门职。像王胜这样做，短时获利，时间一长暴露了，就会被质疑孤立，甚至立刻辞退。当然，王胜不用怕，他又不指望着真的正式加入某个小势力。1个月时间匆匆过去，林树的名字在赵家武院已经绝迹，只有新来的弟子才偶尔能在其他师兄口中，仿佛蕴含着某些幸灾乐祸意味地听到这位早早夭折的天才师兄。少了林树，师傅才会把更多的注意投向其他弟子，尤其是一些入门还未诞生尽力的弟子，现在正是积极表现的机会。希望师傅能助一臂之力，助他们早日成为明境武者。因为林树夭折，加上外界局势越来越混乱，赵介心烦意乱之下，干脆又开始招收弟子，挣钱的同时还希望再次发现一个天才弟子。这次赵介一口气招收了近100名新人弟子，整个前院都容纳不下了，所以赵介买下邻居的院落，打通之后就成了一个堪比小型足球场的大院。宽敞是宽敞了，但乱也乱了不少。不少明境弟子便只在武院修炼半天，便匆匆离开。既是嫌烦，也是因为这意欲入侵和林府造反的大事，搅得心烦，没那耐心练武了。王胜则不管那些，任外界风起云涌，他依旧继续勤勤恳恳地练武打拳，吞丹药，养劲力。他花费了近100两银子，买下数颗精品红血丹，食用普通红血丹，又喝那干药酒，日日打熬身体，进度可谓突飞猛进。1个月的功夫，大衰杯手就由小成1/1000暴涨到了小成3761000。也是因此，王胜体内的劲力相比之前上涨1半有余，修为由明境初期晋升到了明境中期。要知道，
那阴酸刻薄的方明光花费1年多，也才从明境初期到达明境中期不久。王胜迅速追上，这其中不只是丹药的原因，更在于王胜的金手指。天道酬勤，学必有成，只要努力修炼，就一定能进步。另外，关于喋血术的修炼，王胜也用晚上的时间，基本掌握了第一层。喋血术不是武学，是刺激潜力的秘法。只要知道一些穴位，再按照喋血术上的指点，以尽力先后刺激，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气血冲击，临时爆发出强大威力。忽然，一道声音响起：“嘿，王师弟又修炼呢。话说你王师弟什么时候还我那15两银子啊？不过是15两而已，你可拖了好多天了，再拖就变成20两了。”方明光脸色颇为难看地走进院内，一看就又赌博输钱了。沿途的新人弟子连忙让路。他看见沉默寡言的王胜，顿时就想起了自己前2个月因为和魏鱼对赌输掉的那10两银子。本来方明光不打算强要，只要偶尔施压一下，这个没什么天赋的新人弟子难道还能反抗他这个明镜师兄不成？而且10两银子一拖欠就涨了5两，所以方明光不着急。但今天方明光和别人赌博输掉了10两银子，就想从王胜手上找回来。王胜打了一套拳法，缓缓收手。这所谓的15两银子缘由，王胜也听方明光说起过，说白了就是欺负他没天赋，新入门而已。方师兄说笑了，那10两银子本就是虚无缥缈，何来15两银子？王胜淡淡说道。方明光笑了笑，微微点头，似乎没有在意。不少新人弟子看到2位师兄起冲突，皆暗暗偷瞥，小声议论。吃瓜群众哪里都不会少，更别说能吃到身边人的瓜。当然，他们大部分都不看好王胜这个被许多师兄视为天赋极差、运气好的师兄。方明光信步走进王胜，却没打算和他正面对话，只是在路过他时微微停顿，以只有2人能听到的细微声音，冷声威胁：“30两银子，下个月我见不到，那你就可以去死了。”方明光还特意给王胜留了1个月去筹集银子。他也知道30两对于没有生出尽力的普通弟子来说是很大一笔款。王胜眼眸微动，没有吭声。方明光轻笑一声，大步走向内院。他刚才赌博输了，郁闷一扫而空，觉着还是这样欺负人来的爽，走起路来步子也不禁大了。不过他不知道的是，王胜是在思考，过几天就打死他，还是过1个月再打死他。以王胜现在明镜中期，加叠血术再加偷袭，有大概率会成功，最多他受点小伤。不过万事需谨慎，王胜可不想因为大意阴沟里翻船，就且让他再活1个月。王胜心中低语，他知道越往后拖，自己越有利。再过1个月，他很有可能到明镜中期巅峰，再有叠血术相助，斩杀明镜后期都有可能，更别说偷袭杀死一个明镜中期的武者，基本应该能无伤完成。下午休息的时候，一个少年靠近王胜，低声说道：“王师兄，我家可以拿出10两银子帮你。”少年名叫葛小谷，家中是开小杂货铺的，有些余财。因为葛小谷曾经大着胆子求教那些入门的师兄，只有王胜和1两人回应了他，所以葛小谷就开始刻意拉拢靠近这几位帮助过他的师兄。王胜猜测，此举或许也有葛小谷家里的考量，一个小杂货铺请不起明镜武者常年坐镇，所以就想和还没有成为明镜的武者打好关系。不用了，你且去修炼吧。王胜摆摆手，现在他不是当初最缺钱的时候，还不值当为了几两银子欠人情。这时武院门口有人来信找王胜，王胜扭头看去，看到一个胸前绣着一对牛角的男子正在武院门口探头探脑的张望。牛旋风的心腹，其专门负责联系王胜这等兼职之人，看来是金牛帮需要人手帮忙，不是占场子就是抢地盘了。王胜微微皱眉，快步带着此人离开了武院。武院中，一个男子目送着王胜离去，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嘿嘿，这王胜被小气阴险的方明光缠上，又和地痞流氓混在一起，没有了当初那股拼命练武的狠劲，有什么资格成就明镜，拿到师傅的奖励？当初他陈时装宫入门，打败孟虚，还让我以为他是个隐藏的天才，现在看来是我高看他了。此人不足挂齿，在这些入门的师兄弟中，我吴安的对手是李朝东。师傅承诺，谁先晋升明镜，就赏1枚壮骨丹，这可是对暗境强者都有用的丹药，1枚价值50两银子，而且有价无市，对于明镜武者可是至宝。我必须要先所有人一步晋升明镜，得丹药改变我的机缘和命运。吴安心中盘算着，内心暗暗下了决心，发奋修炼，迫切希望练到诞生劲力的那一丝机缘。二水城泥鳅街，王胜有些没想到，金牛帮这次要抢的地盘是泥鳅街，不过细想却也合理。金牛帮所掌控的一条街距离泥鳅街不远，而且泥鳅街又是穷巷子，没有什么大人物，所以金牛帮自然就想伸过手来收取泥鳅街的保护费。现在掌控泥鳅街的是一个叫地龙帮的小帮派，为首的帮主是暗境层次，之前一直没确定这地龙帮的帮主是暗境中期还是后期，所以金牛帮不曾下手。最近有消息肯定下来，地龙帮帮主是暗境中期。金牛帮帮主牛旋风一听，立刻就坐不住了，令人抄家伙，决定先一步打服这地龙帮。王胜抽空换了一身衣裳，身穿绣着牛头的灰色劲装，脸上蒙着黑布，从远处匆匆赶来，
看到站在泥鳅街街口的金牛帮一行人，便抬脚加入过去。牛旋风扭头看到王胜，朝他点了点头。其余金牛帮普通人也连忙让开道路，面带敬意地站在王胜等一众名劲舞者后面。赶快滚蛋！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出来，不然丢了小命可不要怪我们。金牛帮的人吆喝着，驱赶着路过这条街的行人。而与金牛帮相对的地龙帮众人站在泥鳅街另一处入口，也在驱赶着百姓。求求几位大哥，放我走吧！我就一卖咸菜疙瘩的，身上能有多少钱？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求求大哥了，我给几位跪下了。放屁！爷们马上要拼命了，别说吃你几颗烂咸菜，就是拿你银子你敢说二话？无论是金牛帮还是地龙帮这样的小帮派，混迹在里面的多数都是地痞流氓，欺压乡里的事做得很顺手。王胜正在熟悉着自己的精炼长刀，一心考虑着一会真要打起来的打算。这几句熟悉的声音传入王胜的耳朵，让他不由得抬头看去。只见那正祈求金牛帮众放过他的，正是之前和王胜一同在赵家武院修炼的杜所。他无法入门武道后，曾撺掇王胜跟他一块放弃，去做点小生意，卖咸菜疙瘩。没想到两人会在这里遇上，只不过王胜因为挂职不想暴露身份的原因，蒙着面，所以杜所根本没认出来。眼见那金牛帮众几人开始强行在杜所身上搜刮钱财，杜所满脸绝望无力。王胜不禁摇摇头，还是得练武啊，没有足够的自保之力，便是有多少钱财也受不住。放了他吧。王胜走过去，站到杜所和几名金牛帮众面前，淡然说道：啊，是王护法呀，既然王护法发话了，我等一定遵从。几个金牛帮众见一位名劲武者出头，立刻乖乖听话，放了杜所，转而去收拾别人。多谢护法救命，小的没齿难忘，小的一定在家中为护法祈福。杜所失而不得的惊喜使他心中对王胜感激万分，头也不抬，没看清王胜就那头便拜，连连磕头感谢。无妨，尽快离开这里吧。王胜默然说道。牛旋风没有搭理这些琐事，他一手擦拭着手中长斧，一边双眼死死盯着地龙帮主混水龙。地龙帮主一向以混水龙自居，真实姓名倒很少人知道。哈哈，没想到金牛帮的人还挺踏马善良，这就开始收买人心了。老子忽然想吃咸菜疙瘩了，小子过来！混水龙冷笑，双眼瞪得滚圆，一声厉喝，吓得杜所全身止不住的颤抖。一条泥鳅也想在我面前打我金牛帮的脸，今天老子就剁了你！牛旋风长斧所指，面露狰狞。走！王胜也没在意混水龙疯狂嗜血的眼神，让杜所立刻离开。这声音，杜所这个时候起身要跑时，看了近在咫尺的王胜一眼，哪怕对方蒙着面，也觉得颇为熟悉。第二次又听到这个声音，本来就觉得耳熟的杜所，顿时就想起来了2个月前的王胜。怎么可能？不可能啊！王胜怎么可能成明镜了？杜所心中充满了难以想象的震惊、惊骇和疑惑。杀！宰了他们！不等杜所逃出这条街，牛旋风和混水龙又对骂几句，便直接开打。杜所吓得咸菜疙瘩的挑子也不要了，满脸恐惧，连滚带爬的跑了出去。王胜手持一柄精炼长刀，对上一位地龙帮的名劲武者，两人长刀对长刀，在劲力的加持下不断碰撞，劲风烈烈，刀光刀影间，刀声尖锐且刺耳，火花四溅。朋友，我们之间没什么仇恨，何必为了别人打打杀杀？我们做样子怎么样？地龙帮的名劲武者是一个魁梧壮汉，一脸的络腮胡子，说话时小心翼翼，似乎很怕别人听见。两人说话时，手上的刀虽也没停止，但危险下降不少。好，王胜郑重点点头。于是接下来两人边厮杀边悄悄远离战场，躲到一脚打自己的。普通帮众砍得很是血腥，惨叫声不绝于耳，断臂断腿，冒着热气的鲜血将地面染红。10几位名劲武者捉对厮杀，有的打得很是惊险，有的摸鱼比王胜两人还明显。而2位帮主着实是杀红了眼，倾尽全力之下打他墙壁，拳碎房屋，动静最大。嘿，我家帮主看来不如牛帮主啊！兄弟，如果你们赢了，我能加入吗？魁梧壮汉边打边聊。当然，朋友的刀法不错，我可以给你引荐。王胜道，那就好。哎，这地龙帮的帮主真不是个东西，心狠手辣，刚才还想杀了那个卖咸菜的百姓，还是兄弟你在的金牛帮好啊。魁梧壮汉又说道，牛帮主待人宽厚，为人仁义，要是兄弟你加入我金牛帮，当真是来对去处了。王胜道，真的吗？那可太好了。不好，兄弟你后面小心。魁梧壮汉脸色豁然变得焦急，看向王胜背后。然而王胜背后空无一人，嗖，急速的长刀划过，刀光乍现，闪过魁梧壮汉焦急的脸色下狰狞得意的面容。不死人，真以为我跟你在这玩呢？魁梧壮汉想到倾尽全力之下，有刚才的铺垫，不杀了对方也能重创。嗡！与此同时，王胜早在魁梧壮汉提醒他后面的时候，看都不看后面，单手在身上点了数下，瞬间王胜的气血滚滚暴动起来，气力大增之下，王胜手中的长刀仿佛轻如鸿毛，速度和力量更是令名劲武者无比惊悚。长刀后发先至，噗！惊人的刀光毫无阻碍地撕裂了皮肉筋骨，一颗络腮胡子的人头直接飞了出去。刘家的喋血术，魁梧壮汉的人头在半空中还在眨眼，
脑海中只来得及闪过这个念头。200两银子到手。王胜看着魁梧壮汉的人头，吐出一口浊气。牛旋风为了激励众人，早在开战之初就悬赏，杀一个明镜武者200两银子，杀一个普通帮众5两银子。至于魁梧壮汉的算计太低级了，所以王胜便将计就计，在魁梧壮汉全力出手、心神放松、无法换招的情况下，以喋血术爆发，比魁梧壮汉快了1秒，长刀落在了他的脖子上。王胜斩杀了魁梧壮汉后，用他身上的衣服包裹住他的人头，立刻后退，佯装不知的样子。虽然他还有大半余力，但像这种江湖混混厮杀，不能暴露太多，太过显眼，否则容易引出麻烦。而且按照平常帮派打斗，只要能重伤一位同阶高手，让对方失去战力，便足以是拿得出手的战绩了。王胜现在成功斩杀一位敌对的明镜武者，是所有高手中第一个斩杀敌人的存在，可以说直接打击了地龙帮的士气。哪方若是多出一位明镜武者，放任他进入普通帮众之中，跟虎入羊群没什么区别，会是一场一面倒的大屠杀。所以王胜此刻哪怕站在一边调息休养，迟迟不动手，对于地龙帮的普通人和明镜武者依旧是一极大威胁。没一会的功夫，董武者被杀了。什么？他这么快就死了？那他要冲过来，我们怎么办？不少地龙帮的普通帮众就因为王胜的存在，注意分神之下，手忙脚乱，不是被对手砍死，就是受伤落荒而逃。该死，这个董虚还真他娘的虚，这么快就被宰了，没法打了。董虚死得太快，对方多出一个明镜，威胁太大了。其余地龙帮的明镜武者也是不得不分出心神，注意着王胜，生怕王胜忽然加入进来2打1，这就逐渐导致了地龙帮败势越发明显。又过了片刻，准备了几个阴招的混水龙手段没有得逞，被牛旋风打成重伤，狼狈逃走。地龙帮顿时作鸟兽散，或投降，或逃离。从今天起，这泥鳅街也归我金牛帮了。牛旋风长伏主地，喘着粗气，看着地龙帮败退，得意大笑：“恭喜帮主！”王胜等人连忙抱拳，齐声说道：“我金牛帮能有今日，也是各位的功劳。”牛旋风笑呵呵地环视众人，最后目光落到王胜身上：“我老牛也不是眼瞎，王护法，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不仅斩杀对方一员大将，还让地龙帮的人人心不稳。我决定奖励王护法300两银子。”牛旋风大声叫道。整场厮杀下来，除却受伤以外，真正战死的明镜武者有2位，王胜单杀一个，另外一个是在地龙帮败退时被金牛帮2位护法合力围杀。谢帮主，这都是我该做的。王胜再次抱拳，低头说道：“帮主威武，帮主威武！”其余金牛帮众脸上也带着喜色大叫。既然王护法得到了赏赐，那其他人肯定也能得到开战前帮主允诺的赏赐。哼，这位王护法有点东西啊！金牛帮的李武护法冷哼一声：“是的，找机会约一下这位王兄，他一个挂职的，这么拼干什么？这不是在给我们这些人闹难看吗？”长着一脸横肉的赵屯护法点头道。牛旋风开始安排人手，维护起泥鳅街的秩序，最重要的是通知泥鳅街上的人家赶紧交保护费。王胜在从牛旋风手中领到300两银子后，匆匆离开。他正急需钱财，这300两银子可是帮了他大忙。很快，王胜便花费200两银子，在几个药铺中买到了20颗精品红血丹，每天提升10个进度的实力暴涨阶段又开始了。而且随着王胜气血日益充足，精神饱满之下，他每天修炼大衰杯手几个时辰，便算是将丹药药力发挥完善。因此王胜就有了充足的时间琢磨别的，想办法在乱世到来之前提升实力。南陵府造反军已经成了气候，北边韩国大军已经占据了大晋一府之地，二水城所在的江陵府周围大敌环伺，早就开始整军备战，四处抓壮丁征税，闹得人心惶惶，物价一天比一天高。许多隔壁府的逃难人员为了不被抓去充军，刚安居下来的他们闹出了许多麻烦和血事。这个时候才真正显示出武者的重要，许多势力都在抛洒银子，大肆广揽武者，增强实力，好在未来的乱世中杀出一条血路。乱世一到，没有武力就只能任人宰割。喋血术一层算是完成了，第2层需要炼体者才能修炼。也不知道我从牛旋风手中花了50两银子买的炼体术值不值。赵家5院，王胜坐在角落中翻看着自己手中发黄甚至占有污渍的小册子断金术。断金术确实是炼体法，很破，甚至只有一半，最多修炼到暗境小成层次，后一半有老旧撕掉的痕迹。打开面板，王胜一念而动，天道酬勤，绝壁有成，修为临近中期，大衰杯手小成4351000，断金术未入门35100，喋血术第1层辰时庄功小成3891000。虽然有着明镜的修为支撑，有尽力淬体，但竟然连快速入门都做不到，看来炼体着实不易。王胜感叹一声，他意识到，若是入门炼体法，还未诞生尽力的炼体者肉身，比明镜武者的肉身还要强很多。明镜武者要是尽力耗尽，说不定就会被未诞生尽力武道入门的炼体者活活打死。师兄，我听说吴安师兄对于师傅说的壮骨丹势在必得，正在拼命冲刺，想法诞生尽力。葛小谷先是叫了2声师兄，见王胜抬头，才靠近几步，
说着自己打听到的消息。王胜随意点头，他要想的壮骨丹随时可以表明自己的尽力，但他不能急，要缓。他担心林树在赵介心中的分量太重，到现在还没有消散，要是到时怀疑上他就麻烦了。葛小谷见王胜对这个不在意，立刻又换了个话题，说道：师兄，最近城里正在流行娶亲，听说是战乱要来了，许多人家都想将女儿嫁给武者，好换得武者的撑腰，武者们也想娶亲生子，留下血脉。关键是现在不少富裕人家都在联系师傅，就是想在师兄这些入门弟子中招亲。师兄，这次可是个机会，如果能和大户人家结亲，他们这个时候肯定舍得花钱培养武者。这些大户人家的小姐个个都养得娇嫩肤白，漂亮得很，不然也不会来拉拢武者。师兄你努力表现一把，说不定能抱得美人归，还能实力大增啊。王胜听到这个消息，眼睛微亮，点了点头。他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如果能得到一个大户的全力支持，恐怕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到达暗境层次。而如果成为暗境武者，那在这二水城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了，平时各方都会给点面子。嘿嘿，师兄，要我说最好的就是入赘刘家。那刘家之前看好的林树师兄没了，原本打算联姻的嫡女没嫁出去，砸在了手里，现在和刘家一个层次的家族肯定不会娶这位嫡女，这个嫡女就得下嫁。传闻刘家这位嫡女长得花容月貌，温婉贤淑，可惜未婚夫就这么死了，连带着他自己的名声都大跌。所以师兄，机会来了，如果你真能得到刘家支持，娶了那位嫡女，那方明光师兄绝不会再敢招惹你。葛小谷越说越激动，眼中闪过兴奋的光芒。不过他没注意到王胜脸色有些古怪，打死林树，再娶了他的未婚妻，还要用他未婚妻家的资源修炼，更别说以后可能还要他未婚妻给自己生孩子，找小老婆，这是不是有点太欺负人了？王胜心中想着。不对，林树现在即便不是鬼，也应该还是个胎盘，他不是人，不算欺负。王胜这么想着，真的考虑起了做上门女婿的可能性。毕竟刘家真的太香了，那叠血术好像就是林树从刘家得来的，刘家族内想必也有一些珍贵的武道传承。过了一会，王胜便出言制止了葛小谷的聊天，让他赶紧修炼去。葛小谷专门来跟他找话题，拉近关系，就是在烧冷灶。当然，葛小谷没有一棵树上吊死，他还在同时烧着其余当初帮过他的那几个人的冷灶。只要有一个人成明镜，那对葛小谷来说就是赚了。王胜不排斥葛小谷的做法，很不错，替他节省了许多时间。还得要修炼，战争随时都可能到来，时间太重要了，浪费不得。王胜感叹一声，起身开始修炼断金身。大衰杯手每日几个时辰的修炼已经结束了，再多花费时间，增长也是微乎其微，不如将时间用来修炼断金身，好快速增强一些实力。7天后，这一日，王胜刚将断金身这道炼体法入门，便得到了师傅的传信，让他进内院。不愧是断体之法，只是刚入门就能大幅度削减劲力带来的伤害，大概能削减30%。王胜边想着边进了内院。内院之中赫然已经站了不少人，吴安、李朝东等全是入门武道，却还未踏入小城，诞生明镜者。大柳树下，赵介和几位上了辈分的长者坐在石凳上喝茶闲聊。王胜得到劲力淬体，又断经身后，耳聪目明，敏锐察觉到了一旁的客房内有不少女子在低声细语的偷看，看来是招亲的来了。王胜明白之后，自觉和吴安等人站在了一起，供那几位上了辈分的长者审视。这是我弟子吴安，入门1年未到，平日里刻苦修炼，勤勉有加，懂礼节，爱护师弟，尊师长，考过秀才，样貌英俊，在他们哪里也算是知名的好后生。赵介尽可能的夸赞自己的弟子，好让他们有个好前程。毕竟眼下就是在拉投资，拉得越多，未来多诞生一个明镜弟子，对他也有帮助。李朝东等人听到赵介的夸赞，撇了撇嘴，没有敢出声。吴安明明入门已经快2年了，平日里欺软怕硬，懂个屁的礼节。除了长得英俊外，便是努力修炼，都是最近因为那颗壮骨丹才开始的。王胜听到赵介的话，也是嘴角一抽，考过秀才不代表考上了。赵介几个字就给吴安挂上了一丝秀才的儒雅气质。吴安挺直腰板，面色郑重，努力显得精神一些。不过可惜的是，几个上了年份的老家伙沉吟片刻后，都先后摇了摇头，显然他们掌握这些人的一部分情况，不会让大把的银子打了水漂。吴安脸色一垮，李朝东几人明显扬了扬眉，心中很是高兴。就当赵介也以为无望，打算换下一个弟子时，忽然一个小丫鬟从旁边的客房中走出，快步走到赵介等人面前，将一张纸条递了出来，然后又匆匆跑了回去。其中一个长者看到纸条上的字后，沉默了下，苦笑一声，叹口气，说道：“吴少侠才貌双全，我丹家愿意和少侠联姻，不知可愿？”吴安顿时就神采飞扬起来，颇为激动，连连点头：“我愿意，我愿意。”李朝东几人这时的脸色就黑了下来，他们看了一眼客房，也不知道是哪个女人这么眼瞎，竟然看上了吴安。王胜觉得应该是吴安的样貌吸引到了客房中的丹家女子，毕竟他们这些练武之人没有上好的保养，大多皮肤粗糙，吴安已经是他们之中最帅的了。这么说，我也有机会。王胜想到自己也长得不差。赵介见吴安拉到了资源，颇为满意，
开始介绍下一个李朝东。王胜因为是最后过来，所以他要排到末尾介绍。很快，时间飞逝，轮到介绍王胜时，不只是几位长者疲倦，连赵介也颇为劳神。为了夸这些弟子，赵介算是把能想到的词都想出来了。这是我最近才入门的弟子王胜，勤奋刻苦，尊师重教，勤勉好学，样貌英俊。关键，我认为我这位弟子可能有很大的潜力，还没有开发出来。几位可不要错过啊！赵介说道。赵师，你这些弟子哪个不勤奋刻苦、尊师重教？此说多了，开始拿潜力忽悠我们了是吧？丹家老者笑着说道。他们几个手中掌握着这些弟子不多，但颇为重要的信息，比如王胜2个月才勉强入门，这就是最大也是最为致命的破绽，很难被这些大户人家所能接受。我这里不行，小友莫失望，以后还有机会。不行，其余3个老者也纷纷给出答案。王胜没有被选上。吴安、李朝东等人心神放松，嘴角带着笑意。就在这时，旁边的客房又走出一个小丫鬟，将纸条递给了一个老者。又来！李朝东几人见了，心中一沉。赵介也是颇为无语，他这些弟子的天赋没吸引到这些老头子，反色又到了那些女子。这次的纸条递交到了一位姓郑的老者手中。不过令许多人没想到的是，郑姓老者只是看了一眼纸条，便将其收了起来，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和赵介闲聊。赵介见状，心中有了数，不是所有大户人家都会采纳女子的意见，甚至刚才丹家听了女子的话，已经是出奇之举。郑姓老者这种做法才是常态。王胜看了一眼老者，又看向旁边的客房，见里面声音都停了下来，却没什么动静，便也不再过多期望。小友，不用再看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亲大事，岂能容易女子做主？郑姓老者和赵介聊了几句后，担心王胜不死心，怕王胜死缠烂打郑家女子，便开口说道：哎，你的天赋的确一般，不是我非要不允此事，实在是为家族着想，一厘一毫也不能浪费啊。郑姓老者多说了一句，也是给赵介面子，否则王胜如果不练武，真的进了李家当奴仆，怎么可能有资格和郑姓老者直接对话？又哪里会得到这种娶大户人家小姐的机会？当然，机会没有拿住，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晚辈知道。王胜低头拱手一礼，只要他当众显现出明镜实力，肯定会让这郑家、刘家变脸色，邀请他入内。但他不能不考虑赵介的心思，以及暴露出他晋升明镜所耗时间仅比入门所耗时间多一点之后的麻烦。这个时代心生恶意，杀心自起，官府的约束力太差了，所以必须慎之又慎行事，方能走得更远。这时，旁边的客房中，一个小丫鬟走了出来，没有走向老者，反而是朝王胜走去。我家小姐说，信君一见，却是无缘，临别之际，当以此差送之，以表歉意。小丫鬟郑重说完，双手奉上一只金钗。郑姓老者皱眉，有心起身阻止，却沉默了下，碍于赵介化境大武士的面子，只能暂时作罢。王胜神色一滞，侧头看了一眼客房，但他没有透视，无法看见客房内的女子容貌，只能隐隐感觉有人在看他。何必如此？王胜叹息一声，他要是拿了金钗，这关系就大不一样了，不仅有可能得罪郑家，更会牵连郑姓女子的清白，生出谣言。这种封建时代，牵个手都会被认为私通，更别说这种当着众人的面送贴身之物。真要收下，还不知道会谣传成什么样呢。请姑娘转告小姐，我平微之身，当不起如此重礼，请回吧。王胜拱手一礼。小丫鬟瞪大眼睛，她还在嘀咕这个人太幸运了，竟然能得到小姐的金钗，这可是价值数百两银子啊！但她没想到王胜竟然还不要。赵介满意的点了点头。郑家女子不懂事，但他的这个弟子懂事，关键时刻没有丢了他这个师傅的脸，给郑家了面子，这就令一向爱好脸面的赵介心情舒畅不少。小丫鬟回去的脚步有些杂乱，她脑海还在转不过弯，不明白王胜为什么不拿这几百两银子的金钗，更气恼王胜不识相，配不上小姐。等小丫鬟回到客房，院子内的气氛顿时一静，没有人说话，不少人的目光都落在王胜和郑姓老者身上。郑姓老者沉吟了下，便开口说道：小友果然知礼，没有和我家女子一般见识。这样吧，我知武道之难，现赠小友纹银100两，以资小友练武之用。长者赐，不敢辞，谢前辈。王胜拱手道，这才是他能拿的钱。刚才的金钗虽然贵重，但烫手拿不得。我就说我这弟子很不错吧？怎么样，几位要不要再考虑考虑？老刘，不知可否让我们两家再续一次？王胜让赵介在众人面前露了脸，显得颇为高兴，一喜之下，直接再次为王胜出面拉投资。被点名的刘姓老者嘴角一抽，顿了下，放下茶杯。刘姓老者再次打量了一番王胜，目光略有些嫌弃。上次的那个灵术还能让刘家满意，但这个王胜的确不入他刘家的眼。哪怕那位刘家嫡女名声有损，也还是刘家女，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这个王胜天赋太差，其实赵介多说2句就能让他刘家改变主意的。赵氏说笑了，我可以直言，王胜他10年之内都很难生出劲力，便是成为明镜武者，也终生无望安静。像这样的人，我刘家的奴仆可太多了，比他强的人也有不少，所以不要怪我说话难听，不给你赵氏面子。上次的灵术很好，但这个王胜
很差。我甚至怀疑王胜他的下等根骨还能不能生出劲力，都是个问题。刘姓老者颇为高傲冷漠地说道，话语直刺人心，毫不掩饰自己对王胜的不屑。他甚至把王胜比作刘家的奴仆，着实啪啪打脸。够了！赵介脸色难看，你们先退下。赵介让王胜等人先行离开。是。王胜脸色同样不好，拱身行礼，转过身后，眼底杀心骤起。这个刘姓老者就是欠杀，杀他一次，给他点教训，他下辈子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离开内院后，吴安、李朝东等人周围迅速围上来一圈人，其中甚至包括李虎、魏宇等诞生明镜的武者都起了兴趣。哈哈，这次我必定将能得到那壮骨丹。吴安大笑，毫不掩饰他的张狂。壮骨丹，平时暗境武师都不舍得买。周围一些人得知吴安竟然真的被大户人家招亲后，纷纷羡慕不已，连连称赞，讨好拉拢。罗正文走向王胜，询问了一番，知道情况后，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不用急。确实不急。王胜点点头，等我将手上的银子买药用完，第一个就杀方明光，第二个杀那个老头子，第三个杀李府的管家，第四个……王胜心中说道。他想起所有的有恩怨的人，想起四夫人曾对他说过李府管家欲对他不利，心中盘算着要杀的人，对于实力的提升越发迫切和期待了。很快，王胜将郑姓老者赠送的100两纹银换成了10颗精品红血丹，加上之前还剩下的丹药，足够王胜再修炼近2个月之久。时间匆匆而逝，近2个月的安稳修炼迅速过去，王胜的进度每天稳定暴涨，直到现在，他的大摔杯手由小成505 1000上升到了小成999 1000，实力由明镜中期晋升到了明镜后期大圆满。如果不是王胜手中没有大摔杯手关于如何修炼暗境的法门，否则他将直接步入暗境层次。打开面板，王胜意念一动，天道酬勤，学必有成，修为明镜大圆满。大摔杯手小成999 1000，断金术小成21000，叠血术第1层，辰石庄功小成998 1000，刚好断金身炼体也小成了。我体内又生出一份劲力。王胜感受着紧绷的肉身之下潜藏的巨大力量，让他颇为满意和期待。修炼到明镜大圆满后，就无法再增加劲力了。这个时候，要不冲刺暗境变强，要不就是修炼新的法门叠加劲力。只是大多数人一种法门都还钻研修炼不到位，哪里会分心分神修炼第2道法门？也只有一些老家伙遇到了瓶颈，不敢冲刺晋升，担心失败受重伤，才会转而修炼更多的法门叠加劲力，保证实力不会衰弱。炼体小成之后，我的这具身体几乎能抵消寻常明镜1半的力量。若是再穿上重铠，明镜武者的打击对我来说就跟挠痒痒差不多了。有铠甲没铠甲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这点实力还不足以让我在未来的乱军中立足，不能骄傲。倒是叠血术第2层可以修炼了。若是修炼成功，启动叠血术第2层，气力翻数倍，肉身防御还会短时间内暴涨，到时应该跟穿重铠相差不多了。王胜心中估算着自己的实力，他需要判断自己与朝廷大军或者乱军中的武道强者的差距，时刻做好乱世忽然降临的准备。这时门外忽然传来叫喊声，王胜走出门一看，是李家的丫鬟。四夫人叫你过去，赶紧跟我走。丫鬟颇为着急地说道。王胜微微皱眉，那个当货不是养了，就是又想喝奶了。然而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人拿捏的仆人之子了，即便是玩弄，也应该由他来做主，而不是被人当作玩物一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你告诉四夫人，我现在没空，等1个月后再说。王胜淡淡说道。他现在重要的是报复，冲刺暗境，在这之前他要保持好精力充足。而且王胜隐隐感觉到这个四夫人着实有点天赋异禀，他都成明镜武者了，都竟然还未不保四夫人，这块地着实是肥料十足了。王胜打算等自己断金身小有所成，在成就暗境后好好吊打那个荡妇。你敢？夫人生气，你就到大没了。丫鬟是四夫人的贴身之人，知道这些秘密，怒道：告诉四夫人，若是想得到我的心，就让她忍1个月，否则就让她另找人吧。王胜道：你这个白眼狼，夫人真是错看你了。丫鬟恨恨怒瞪着王胜，撂下一句狠话后匆匆离去。如果王胜不去，那让四夫人缓解的就靠他这个丫鬟了。至于找别人，四夫人又不是真的婊子，而且这件事件不得光，哪能随便找人？王胜摇摇头，四夫人对他的确有所帮助，但他所要的也是够狠啊，前身都因为四夫人把命都搭进去了。如果王胜不练武，差不多也是这个下场，甚至更惨。王胜走出院子，在泥鳅街走了一会，便看到了金牛帮的帮众在巡逻。王胜从怀中拿出金牛帮的护法令牌，挂在腰间。2名帮众见了，立刻恭敬地弯腰行礼，拜见护法。给我杀个人，一个普通大户的管家，杀人所得尽归你们所有，我会处理后事。王胜带着2人走到一个僻静角落，说道。2个帮众互视一眼后，立刻答应下来。他们不傻，知道这是个巴结护法的机会。借刀杀人对于金牛帮来说再多不过了，有时候官府故意拿捏，追究起金牛帮杀人，也会有帮众主动进牢房替帮主护法顶罪，倒是帮里也会给顶罪的帮众补偿。现在王胜虽然没说给他们报酬，但光是处理后事这一条，就意味着
杀了那个管家，后面的麻烦事王胜会替他们解决。好，李家知道吗？就隔了几条街的那个大户李家，开着一个绸缎铺子。知道，就是他们家的管家惹到护法了，好大的胆子！护法放心，我们一定让他死得很难看。您想他怎么死就怎么死。两个帮众拍胸脯保证，要是王胜让他们杀李家家主，那他们肯定不敢，会认为这是要找顶罪的了。因为李家是大户，官府必须要抓到凶手，好安抚其他大户。但只是一个管家，那就不算太冒险，直接捅死就行。王胜点头道：杀一个不会修炼的管家而已，他不想亲自出手，派2个人就行。若是万一出现差错，他也能有补救的机会。那是王胜，真的是王胜。金牛帮的人在讨好他，那天的事是真的。挑着担子卖咸菜疙瘩的杜索走在泥鳅街上，正张望着期待谁能买点他的疙瘩。这时就看到了王胜，顿时脸色大变，神色震惊中带着难以置信的复杂目光。交代完事情后，王胜走出角落，刚好与正呆呆看着他的杜索对视上。王胜朝杜索点了点头，略一沉吟，就想走过去聊2句，但杜索忽然将头一扭，低下头，挑着担子飞快地跑了。王胜有些意外，也没放在心上，抬脚朝赵家五院走去。一路上走来，王胜发现路边的乞丐多了不少，来往的行人个个愁眉苦脸，不时几声叹息从驻足谈聊的人群中传出。有人隐隐约约说着什么，大晋要完，朝廷的老皇帝快不行了，南陵府造反军盯上了我们江陵府。还有人谈起北边的韩国蛮族人休整了几个月，好像马上要准备南下继续发起战争了。哗啦啦，一些枯叶被寒风刮起，吹得地上的乞丐全身发抖，缩了缩身体。王胜身躯宛如火炉，这点寒风只是让他觉着凉爽而已，但他知道冬天已经来了，这战争不打是不打，一旦打起来，人只会因为严寒和战争而死的更多。赵家五院，王胜还未走进去，就听到了吴安的笑声。就在这几天了，等我诞生尽力，成就明镜，我一定去千鹤楼摆上几桌，请师父和各位师兄弟。吴安大笑着说道：师兄大气，吴师弟得到丹家相助，果真是要一飞冲天了呀！看来那颗壮骨丹非师兄莫属了。听说这种丹药虽然市值50两银子一枚，但很少有人卖，都是当宝贝藏着，即便有出售，价格也高得离谱。一群人朝吴安道贺，气氛热烈，很是欢快。王胜一脚踏进五院，看了吴安一眼，非你莫属，高兴得太早了。王胜只是在心里转过这句话，便自顾自地继续热身练武。听说今天师傅要颁布一件大事，他才赶着过来，不然他今天原本打算问问帮主，看什么时候把白虎帮给灭了。毕竟他之前为了快速晋升明镜，借了白虎帮的高利贷，眼看白虎帮现在都快等不及了。嗡嗡嗡，空地上一道道拳风刚劲有力，震动着空气微微颤动，配合着王胜悠长的呼吸，仿佛一动一静之间就有着某种韵律相合，看起来颇有一种别样的舒适和美感。别看王胜才练武几个月，但因为天道酬勤的关系，他是每日都在稳定进步。刚开始或许看着不明显，但修炼越到后期越难，大多数人到瓶颈时甚至会出现不进反退的现象，可王胜依旧在持续进步，这就明显的看出差距来了。过了一会，王胜，你这手法有些门道啊，像练了10几年的老师傅打出的拳风。罗正文不知何时饶有趣味的站在一边，双臂抱胸，有些惊讶的说道，略有所悟，但远比不了师兄。王胜缓缓收拳，淡笑一声说道，不，虽然你还没有诞生尽力，但这大摔杯手真的很不错，跟师兄我都不相上下了。罗正文肯定了王胜的修炼，认为他进步很大。王胜没有再解释，实际上若不是他刻意隐藏了劲力，否则刚才一套法门打下来，绝对是有着风鸣雷动之声，惊人射破之意。劲力的加持使得破坏力大幅度倍增。罗师弟，李虎忽然叫了一声。罗正文看了一眼，朝王胜点点头，又说了几句，便快步朝李虎走去。那边李虎、魏宇等成就明镜的武者正聚在一起谈聊，这10几名明镜武者明显是整个院子的核心，他们成团结队在一起，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团体，没有明镜修为，根本不够资格涉足进去。周围无论是入门弟子，还是那些未入门的新人弟子，不时看向那10几位聚在一起闲聊的师兄时，眼中无不透露着羡慕、渴望之意。毕竟只要成了明镜，不仅能得到赵氏一位化境大高手的真正认可，还能豪言自己有几10位明镜师兄弟，这谁听了不得，让他3分。哼，要不了多久，我也能加入其中，更会超过他们。吴安见自己这个准明镜武者没有被邀请进去，脸色一拉，心中冷哼一声。王胜没有多看那个小团体，自顾自地继续练拳。他都快暗劲了，确实不太把明镜小团体的事放在心上。今天事情不少，如果能早早把今日的进度修炼完，晚上就能腾出时间来修炼叠血术第2层，或者杀个人。这时葛小谷悄悄走了过来，好像害怕某人发现似的。师兄，方师兄警告我离你远点，接下来我可能不会和师兄多聊了，但师兄你要相信我，我心中肯定是向着你的。葛小谷说完就赶紧低头快步走开了。王胜没有回应，继续练拳，直到赵师带着儿子赵飞鹏从内院走出，所有弟子安静下来，全都齐刷刷看向赵师。王胜这才收拳，心中升起一个念头，
今晚就宰了方明光。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事，王胜都不想让方明光再多活一晚。诸位，从即日起，我们二水城武盟正式成立了。武盟由3家武馆、5家武院组成，凡是明镜及以上弟子，皆为武盟弟子，皆能从官府领取执法令，可暂行执法之权。凡武盟正式弟子，每月可领取白银20两，可与本门下待遇叠加。稍后，我会让人将武盟的规矩和职责张贴出来，尔等要仔细研读，勿要坏事坠了我的名声。赵师一席话说完，众多弟子心中早已掀起惊涛骇浪。有人震惊本是江湖中人的武盟竟然跟官府合作，甚至可以说成了官府的人。有人欣喜待遇优厚，每月足多了20两白银，换成红血丹，足够他们每月都能得到充沛物资修炼。也有人一脸难看，不在乎这点物资。他们敏锐察觉到这个时机成立武盟，该不会等乱军到来，要把他们送到战场上吧？要麻烦了。王胜心中一沉，武盟竟然和官府扯上联系，那到时无论是造反军还是蛮人打过来，他们武盟恐怕脱不了干系啊。师父，我们本是江湖中人，为何要跟官府一起行事啊？有人看不上官府，颇为不满的大胆问道。覆巢之下无完卵，为师知道你们担心什么，但这次跟以往不同，换作往常，我们不沾染朝廷大事，还有可能不会被战火波及。但现在造反军背后有魔教撑腰，北边蛮子残暴不仁，在那边的府中制造了无数屠杀。要是我们这些人不再有所行动，恐怕城破之日就是屠城之时，到时再想反抗就晚了。赵介安抚了众多弟子2句，便带着几个弟子匆匆离开。这些画境大高手家大业大，在城中说一不二，要是离开到了外地，没了民生产业不说，还得看他人脸色行事，谁会愿意寄人篱下？所以他们自然是不愿意舍弃家业远遁逃走，必是要搏一搏的。赵介走后，院子里顿时就仿佛炸开了锅般，议论纷纷，驳斥声、争吵声不绝于耳。有人不喜官府，也有人希望依附朝廷，大部分人都练不下武了，不是站在一边看他人解释武盟成立的利弊，就是插入其中谈自己的说法，希望得到认可。这其中涉及到自身的利益，甚至性命，谁都无法安心放松。而王胜好像并没听到周围的吵闹，继续练拳，要将今天的进度练完。时不我待，要抓紧时间了。王胜看到武盟的成立，仿佛已经见到了即将抵达江陵府的战争乱世，心中上紧了心。他从前世穿越而来，两世为人，加上看多了史书上王朝末年的景象，他自是知晓乱世的可怕。所以王胜知道武盟的打算后，就立刻打定主意，想法从赵介手中得到后续暗境化境的修炼之法，就带着父母直接远离二水城，前往更为稳定的南方。师弟果然不一般，如此乱生也能由若罔闻，我就说我看人的眼光没错。这时罗正文来了，笑道。王胜因为在练拳，没有分神出声回应，只能用眼神示意师弟安心练拳便是。我此来一是想看看师弟对武盟的看法，二来则是我想邀请师弟跟我加入到李虎位于那个圈子内。李虎他们也已经说了，为了提升我们这个圈子的实力，可以邀请一些有潜力的师弟加入进来。我提了师弟，但有几人想要看看师弟的潜力，考验你一番才允许你加入。所以师弟，你要是愿意，需要去山中独自狩猎一头大虫或者山熊，就算通过考验，师弟可答应？罗正文说道。王胜收拳，胸腔放缓，长吐出一口浊气。师兄，我从小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伙匪徒聚山作乱，朝廷久攻不下，便改为赵安，让他们去对付另一伙匪徒。最后计划很成功，一伙匪徒被剿灭，赵安的匪徒实力大为削弱，被朝廷赐酒毒杀。罗正文目光闪过一抹惊诧，师弟你是说武盟？哈哈，师兄可不要乱想，我只是想说，匪就是匪，官就是官，有的时候不能混淆。至于那个考验，师弟我体弱力小，绝不是大虫的对手，上山无疑是送死，师兄替我回绝了吧。王胜摇摇头，又说了几句，便朝罗正文告辞离去。王胜的事情多得很，练武都要抓紧时间，之后更是打算离开二水城，也懒得去经营这些关系。罗正文看着王胜离开的背影，眼中若有所思。他明白了王胜说的，侠以武犯禁，江湖势力本就是与官府处于对立面，要是这次武盟因为对抗乱军被削弱，到时就有可能换来朝廷的背刺。但身在江湖，行不由己啊。骆正文即使明白了王胜所说的，但他罗家的产业都在这里，百年积累，岂能轻易离去？罗正文返回到那个小圈子，告知了李虎等人王胜的无能为力。哼，罗师弟，我就说那个王胜不行，你还不信？要是他厚着脸皮求你帮忙完成考验，加入进来，说不得我就得教训他几分，让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别拿着我们的名头在外面招摇撞骗。现在看来，他还算识相。一个长相刻薄、化着淡妆的女子冷哼一声，说道：“她叫魏灵琴，来自大户魏家，根本看不上王胜这个下等根骨，还是奴仆之子的人有什么作为？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偏见。”魏灵琴其实并不了解王胜，但她是魏家的大小姐，若王胜是上等根骨，她就忍了。可偏偏王胜是个下等根骨，这种资质在魏家的奴仆中多得数不过来。魏灵琴本人更是嫌弃这些奴仆卑贱至极，所以魏灵琴见不得这种只配在他家做奴仆的人也敢和他站在一起，
拉低他的身份。魏师姐说的不错，也不知道罗师兄你为什么偏偏看上这个小子？难不成罗师兄你有龙阳之好？哈哈哈！方明光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轻松说道：“方师弟，祸从口出。”罗正文冷冷扫了方明光一眼：“是。”方明光心中暗骂一声，罗家势大，他只能低头。其实王胜师弟挺努力的，人也挺好，可惜他的根骨家境都太差了。魏瑜说了一句公正话，撇开五院的吵闹，王胜大步朝金牛帮走去。牛府厅堂内，牛旋风穿着一身绸缎，背着手，一身肥膘起来，倒真像个员外。王护法呀，我原本是想出手针对白虎帮，但奈何我这个月要娶第4房小妾，你也知道，大喜的日子不能见血，所以我已经决定，这个月不行，下个月我要给夫人娘家那边办寿，好安抚夫人的情绪，所以就下个月吧。王胜看着牛旋风油光满面的样子，已然看不见几个月前冲杀的那副凶煞模样。富贵养人，果然不假，但温柔乡也是英雄种啊。好吧，帮主，那我先行告辞了。王胜拱手就要告辞。等一下，王护法，你也是我帮中老人了，我听说你现在还住在泥鳅街那个老宅里，也没个给你洗衣做饭的人。这样吧，我安排一个小娘子过去做饭暖被窝，不是很好吗？牛旋风说着，不容王胜拒绝，就让外边的下人去找李氏。帮主，我才初入明境不久，练武消耗极大，家无余财，怎么还能养人？王胜神色严肃，坚定拒绝。话不是这样说，一个女人能吃你几口饭？相反，有了女人，你绝对能舒服的多吃几口奶。哈哈，说起来，王护法，你这么年轻，该不会还是个厨吧？等你懂了男女之间的乐趣，你就迷上了。我可告诉你，这位小娘子可是我们帮中有名的小美人，原本是李武护法的女儿。李护法于上个月练武走火入魔而死，留下的母女2人遭人惦记，求到我这里庇佑。要不是我这第4房小妾说好了，否则再等2个月，李氏就是我的第5房小妾啊。牛旋风想着美人的样貌，露出嘿嘿的笑容。李武，王胜有些意外。李武和赵屯2个护法曾经在灭了地龙帮后找到过他，喝过1场酒，大概意思是因为王胜表现太好，让他们这些老护法丢了面子，所以李武和赵屯就半劝说半威胁王胜不要太爱表现。王胜当时有了钱，急于服药练武，就先忍让一时，打算等自己修为大增后再一一找上门算账。但他没想到李武这就走火入魔死了，而且他女儿还成了王胜的侍女。对，就是侍女。牛旋风没有说内妾的礼仪，那就是当侍女，甚至是女奴仆送过来的。正当王胜犹豫要不要将李武的账算在他女儿头上时，这时门外的下人将李氏以及他母亲李秦氏带到了。卧槽，这是母女！牛旋风眼睛一瞪，首先爆了粗口。他只见过李武的女儿过来求他庇护，却没见过李武的妻。他那时还有点好奇，李武死了，他的妻怎么不出面，反倒他的女儿出面过来。现在一见，这个李秦氏竟然被李武养的细皮嫩肉，巴掌大的小脸，很是惹人怜爱。30以上的年龄，竟然跟他女儿非常相似，且比他女儿还要貌美3分，甚至多出了成熟的韵味。看起来羞羞答答，却又勾勾搭搭。多谢帮主成全，属下感激不尽。王胜连忙道谢。牛旋风想反悔，正想着该怎么说时，王胜直接一手牵一个，快步拉着他们离开了牛府。他奶奶的，这个王护法这个时候就愿意了。勾曹的李武，难怪平时不让他正气出来见面，竟然比老子的妻妾还要漂亮，活该死了，怕不是死在这女人的肚子上。牛旋风骂骂咧咧，心中极其郁闷。泥鳅街，王胜将李氏和李秦氏领回老宅后，早已明白2人处境的李秦氏直接下跪，祈求王胜宽恕他们。在路上，母女2人已然得知王胜正是当初和李武有过恩怨的护法。他们母女2人原本找牛旋风庇护，就是想让他帮忙找个不是李武仇家的好人家，但没想到牛旋风不知王胜与李武有一场恩怨，就把他们母女2人领了过来。娘，不要跪，父亲说过绝不要向仇人低头。李武的女儿李氏及李梦冷声说道。李秦氏成为魏王人后，如今依附王胜，可以改称为王秦氏了。求护法恕罪，小女受他父亲影响颇大，不知天高地厚，还请您看在他年纪小的份上，饶了他这一次吧。王秦氏跪在地上，屁股翘得很高，细声细语的祈求说道。我都说了不要跪他，他不过是父亲的手下败将而已。李梦看到母亲的发烧作态，顿时怒火中烧，想把他拉起来。王胜冷眼旁观，他原本没打算把2人如何，毕竟他现在要练武，要杀人，还要挣钱，没时间和2个女人整天在一起。但李梦的叛逆嚣张让王胜生出一丝火气。咯吱，王胜拿过一把椅子坐下，神色淡漠，看着王秦氏那比李梦还要大还要漂亮的连人面容，说道。我不想动弹，你知道该怎么做？王秦氏脸色羞红，宛如涂满了红妆。他羞羞答答地看了王胜一眼，又看向李轩，说道。梦儿，你先走开，去别的房间。李梦大怒，他刚要大声拒绝，不行，他不能走。秦氏，你就当着他的面。王胜冷漠说道。你这个淫贼，我要杀了你。李梦意识到王胜让他母亲要做什么后，肺都快气炸了，但他的3脚猫功夫不等出手，就被王胜一掌推开，摔倒在地。我做，求主人饶过梦儿吧。王秦氏本来羞涩至极，
但见李梦受了伤，心中担忧之下，急忙答应下来。我只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你适应不了，我就杀了你；你女儿适应不了，我就杀了她。反正我觉得你还能生一个女儿而已，死也就死了吧。王胜冰冷的话语让王秦氏心慌恐惧，却不敢放下手。李梦更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吓得瑟瑟发抖，浑身手脚冰凉，却又完全无力，只能呆愣愣看着母亲爬了过去。直到片刻过后，王秦氏向他招手，李梦心中怒火与羞涩交织，迟疑半晌后，随着王胜一道冷哼，他心头一颤，当即吓得也连忙俯身爬了过去。直到1炷香后，王胜才神清气爽地走出了房门。被人服侍和服侍别人感觉就是不一样。和四夫人在一起时，王胜都不如对方的玩得花，感觉是自己被玩了。但现在居高临下，又是妻女，的确可以，不能大意啊。这些事情还不是时候，以后要抓紧修炼，完成好目标，早早退出2水城。王胜自语一句，随后换了一身黑衣，踩着房屋，直接朝方明光所在的住宅掠去。嗖嗖嗖，几道黑影从另一侧房屋上快速经过，王胜只是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这一到晚上，只生活在夜间的黑衣人就频频出没，每个人的目标不同，所以这些黑衣人大都是假装没看见，各干各的。但要是有人露出伤势弱点，也难免会被黑衣人们趁火打劫。一路上很顺利，王胜蹑手蹑脚地到了方明光所在的屋顶。马德，又赌输了，那群人是不是给我做局了？我可是明镜武者，他们几个普通人真的敢对我做局？方明光正在屋子里发闷气，然后方明光拿起桌子上的一封信，打开，有5两银子的纸票落下。方明光看完信后，又是一阵大骂：操，乡下的老东西怎么这么蠢？我早说了，我都快突破暗境了，给我寄钱寄钱，就他妈给我5两银子，真是把我这个儿子当猴耍呢！不舍得卖地是吧？老子明天就回去把地全卖了，有我这个明镜武者在，以后还怕没钱花吗？方明光骂咧咧着。忽然间，一道破碎声从头顶突兀传来，砰！无数砖瓦石片灰尘如碎雨般落下，一道身影夹在这漫天灰尘中骤然而至，一拳杀来。大帅被手！方明光惊慌失措，看到偷袭之人的起手式后，更是大为震惊，竟然是同门要杀他。谁？难道是罗正文，还是魏瑜，亦或是他无意中得罪过的某个师兄弟？但这个时候细想已经来不及了，方明光只能仓促抬手对拳，砰！咔嚓！方明光的手臂当即折断，疼得他一声惨叫，身躯更是直接倒飞出去，重重地撞在了墙上，差点凹陷进去。噗！方明光瘫坐在地上，吐出一大口鲜血，神色苍白无比。只是一击就基本让方明光失去了大半战斗力。王胜明镜大圆满，加断金术，加叠血术，又是偷袭之下，方明光一个明镜中期，如何挡得住？若是刚才方明光没有迎敌，而是暴退，还有希望多活一会。但他错误地判断出偷袭之人是他的师兄弟，都是明镜阶段，所以同样修为下，方明光不想退，反而想趁着对方立足不稳，要打乱对方先机，而不是后退失去优势。是哪位师兄如此想杀我？师弟愚笨，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师兄，真是罪该万死，还请师兄原谅。我家中有100亩良田，有良牛，都愿送给师兄，还请师兄饶我一命啊！方明光看着灰尘中逐渐走近、慢慢清晰的模糊身影，带着无尽的祈求和可怜，哭声说道：他不想死。然而当王胜真正走近方明光，显露出真容的刹那，方明光顿时就愣住了，神色陷入呆滞，双眼瞪大，满脸的难以置信。他刚才猜测过许多人，甚至连老实的李虎都算了进去，但他唯独没算到会是王胜。如此强大的战力都可以媲美暗境武师，竟然是王胜，那个似乎连劲力都没有生出的王胜。扑哧，一截断木从王胜背着的手豁然出现时，抬手射出，断木直接扎进了方明光的心胸，让他全身一颤，气息大幅度迅速下降。是你，竟然是你！好深的心思，好狠的心计，我早该杀了你，会有人替我报仇的。方明光断断续续地说着，口中满是血沫，眼中充满了怨毒的恨意和不甘心。他无法接受自己竟然会被一个从来没放在眼里、当作玩物的师弟逆杀。方明光，我早就可以杀了你，大鱼刚杀了林树不久，想让你多活一段时间，可惜你不知死，偏要来我面前蹦跳。至于你死了，你爹娘恐怕才高兴，谁给你这种人报仇？王胜淡笑一声，单手负后，高大的身躯微微前倾，轻蔑地俯瞰瘫坐在地上的方明光。噗！方明光被气的双眼怒瞪，牙关紧咬，最后又是一口憋不住的鲜血喷出。林树竟然也是他杀的，悔不该招惹这种毒蛇心计之人啊！当啷！方明光袖子中一直藏着的铁器落地，竟然是一截毒镖，全身力气在快速流失，双眸渐渐无神。他一直想等王胜走近点再动手，但没想到却是他被直接给气死了。不仅是个赌鬼，还是个穷鬼。王胜看着从方明光家中搜出来的东西，摇了摇头：8两银子，2颗红血丹，几本小说画册，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药材，不过聊胜于无吧。王胜将这些东西打包起来，迅速踩上房顶离去。过了一会，当王胜快到泥鳅街时，忽然察觉到远处的黑暗天空竟然发出红光，
而且正在迅速变亮，黑红交错间夹杂着哭喊和喧哗的吵闹声传来。着火了！王胜站在房顶上，远眺那个方向，嗖嗖嗖，几道黑衣身影恰好从王胜不远处的房顶上飞快掠过。王胜只是瞥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不打算多生事端。尽管这几个黑衣人看起来像是从着火的方向过来的，估计着火与他们离不开干系，距离我们藏身的有些近了。那就杀了他吧。几个黑衣人明明已经走远了，但聊了2句，发现王胜所在的位置有可能看到他们落脚的藏身地，就又转而返了回来。王胜见4个黑衣人离而复返，气势汹汹，毫不掩饰，立刻脸色一变，迅速脚踏房顶，纵身远走。4个黑衣人紧追不舍。几位，我并没有看到你们的容貌。王胜刻意压低伪装声音，解释说道。然而回应他的却是10数道飞镖。王胜不敢硬接，生怕有毒，只能急忙躲闪。4个黑衣人趁此机会直接加速，迅速逼近王胜。为什么要逼我？王胜见4个明镜黑衣人穷追不舍，神色阴沉，右手运满劲力，劈掌如刀，却又像是一块巨大石碑，撕裂出道道劲风，轰然砸下。随手而已。为首的黑衣人冷笑，也是抬掌而上，速度极快，却是在将要接触之际，眼中厉色一闪，袖子中陡然冒出一道匕首，落在手中，寒光点点，就要洞穿王胜的手掌。找死！王胜运转断金术，劲力不但在掌数分，周身皮肤凝结，宛如一块山石般坚硬。砰！匕首被打飞出去，黑衣人惨叫一声，手当场被巨力震得扭曲，鲜血淋漓。其余3个黑衣人连忙拿着匕首上前阻拦王胜。喋血术开！王胜飞速在身上点了几下，第1层的喋血术开启，气力再度翻倍，连带着王胜的身躯都膨胀了数分，将黑衣塞得满满当当。不好，刘家的喋血术！有人眼尖认了出来，迅速暴退，但另外2人慢了一步，被王胜徒手抓住匕首，手臂一扭，向下卷曲。被抓住的2人劲力一触即溃，根本挡不住王胜的力量，自身的手臂当即如麻花般扭曲变形，显露出森森白骨，鲜血滴答滴答如密集的雨滴，迅速落下。紧接着，王胜2只大手拍在了惨叫的2人头顶，惨叫声戛然而止，尸体径直从房顶上滚落下去，砸得瓦片啪啪作响。原来是遇到刘家的老前辈了，我们认栽。刚才认出喋血术，提前退出去的黑衣人沉声说道。咔嚓！另外一个首先与王胜对了一击，手臂被震伤的黑衣人松了口气，一只手抓住手臂，将手臂正了过来。呵呵，一句认栽就想把这件事接过去。王胜的笑声有些冷，透露出丝丝杀意。他垂手而立，身影雄壮，俯瞰着另一个房上的2个黑衣人，隐隐间蓄势呆发，似乎要一击毙命。肃杀的气氛让2个黑衣人心中发寒。刘老前辈，你姓刘，我们已经知道您来自谁家，今日是我等不对，你也杀了我们2个人，算是赔罪了。但你若还纠缠不休，休怪日后我等背后之人跟你刘家来的清算，只怕到时你刘家扛不住，要面临灭族之祸。黑衣人冷笑道，似乎毫不惧怕。在他看来，既然知道了对方的底细，对方又是个老家伙，老人一般都顾惜家族，所以他断定王胜不敢再下死手。至于为什么判定王胜是个老家伙，自然是因为王胜不但修炼到明境圆满，还去兼修炼体法门、爆发秘法，并且都有了不小的成果，这明显花费了大量时间。能做到这个地步的，也就只有那些突破暗境无望的老家伙了。若是刘家的年轻天才，又岂会放着暗境不去突破，而去修炼其他法门，耽误天赋和修为，威胁我？王胜微微侧头，嗖！骤然间，王胜全力爆发，脚下一蹬，身影宛如一道射出的箭矢般，脚下的房顶都因为承受不住力量，被一脚踏垮。伴随着哗啦啦的无数瓦片的坠落声，王胜的身影眨眼便至。刚才还威胁王胜的黑衣人瞳孔骤缩，蓄力已经来不及，干脆连滚带爬的从房顶上跌落下去。但另一个手臂受伤的黑衣人却是来不及逃命，只慌忙双手护在胸前。王胜一掌拍去，咔嚓咔嚓，黑衣人双手断裂，胸膛凹陷，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瞬间就没了气息。刘家，你们找死！滚落下房顶的黑衣人怒吼。王胜面无表情，身影落了下去。黑暗的巷子中只传出了几道声响，然后王胜就走了出来。一炷香后，左拐右拐，确定没人跟踪后的王胜总算回到了泥鳅街的老宅。2个女人已经睡去，王胜则来到柴房，将今天的收获包裹往一张破桌子上一摊，唰，油灯被点燃，昏黄的光亮照满了大半个屋子。王胜看着桌子上的东西，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一丝笑意。破桌子上最显眼的，无疑是几锭透露出金黄色泽的金元宝，1锭5两，5锭共计25两。几件金子打造的首饰，染着血，估计有个20两左右。然后是10两1锭的银元宝，也有30多锭，加上一些散碎银两、染血银饰，估计有400-500两左右。这些都是王胜从4个黑衣人身上搜出来的。看来今天晚上的放火案10有8九是他们做的，杀人放火金腰带啊！王胜看着这些金银，忍不住感慨道：“这一次的收获就抵得上1000两白银。”短时间内，王胜都不必再为钱发愁了。还有2本修炼法门，分别是阴血爪、九龙棍，即使王胜不练，拿去黑市卖了也值不少钱。不等了，
明天就宣布自己晋升明镜，好向师傅讨要暗境修炼之法。有钱有修炼法，再加上我的天赋天道酬勤，迅速突破暗境，甚至化境都不在话下。王胜打定主意，心中盘算着道。当王胜回到老宅的时候，夜色下有数人却是在悄悄地一路搜寻着什么。终于，他们在一处坍塌的院落附近的墙上发现了一点痕迹，痕迹上正是他们天下教独有的留言方式。刘是姓刘的人杀了他们，只是不知是哪个刘家，再找找线索。目标定下灭门的小家族不可能会让4位明镜高手栽了，一定是有别的势力插手了。哼，这小小的二水城，有谁能挡我天下教大军？待我等查明，管他哪一个刘家，他就是下一个灭门目标。自称天下教的几人又在周围搜寻起来。第二天一早，王胜多睡了一会，才起身，在2个女人的服侍下洗漱。他还不知道自己无形中给刘家留下了一个大坑。王胜尚未走进武院，在路上就听到了街头巷尾都在谈论昨晚的走水，各种妄自猜测的谣言到处横生，许多百姓谈之都面露后怕惧意，有些人都起了要不要赶紧离开二水城的心思。一个家有小财的小富余家被灭门了，数十年的家业被烧成废墟，虽然算不上真正的大户，但余家也算是富庶兴旺之家，有些名声。可就是这么一个不算小的家族，竟然在一晚上被灭门，余府上下65口无一生还。如此惨烈大案，一个晚上就传遍了整个二水城，闹得人心惶惶，所有大人物也都在关注此事。有人皱眉，正值乱世之秋，又遭逢灭门惨案，于民心军心不利啊。当王胜走进赵家武院，果然许多人也都在谈论，究竟是哪路江湖魔头来了二水城，犯下重案。鉴于赵介还没过来，王胜就自顾自地在角落里熟悉大摔杯手。葛小谷还不知道方明光已死，所以只敢朝王胜点头示意，不敢和他搭话。李虎、魏瑜、罗正文等一众明镜弟子也聚在一起，互通消息有无，看谁家有关乎灭门案的消息。许多江湖中人都从这次灭门案中闻到了不一般的气息。如今天下乱象已显，城中高手又是成立武盟，又是官武合作，正是高手云集，戒备森严的时候，却偏偏发生了这样的事，无异于在挑衅武盟和官府，所以敢行此手段的人绝对不一般。过了片刻，一道尖锐讨好的声音忽然在院落中响起：“吴师兄，您嘛时候成就明镜啊？我们可等着吃您的千鹤楼呢。”放心吧，就在这2天了，我已经感觉到了劲力在体内流转，只是无法长时间维持，再给我打磨2天时间就可以了。吴安走进武院，立刻就迎来一众弟子的讨好。其余明镜武者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不是普通人你想融入就能融入进去的，所以许多普通弟子就想抓住机会，多和吴安讨好关系，期待吴安以后能拉他们一把。李师弟，你怎么样啊？吴安笑呵呵地看向李朝东，小人得志。李朝东心中暗骂一声，吴安若不是成了丹家的女婿，得到丹家大规模资源供养，否则他岂能如此快的将要晋升明镜？只是眼看吴安成就明镜在即，李朝东也不想和一位未来的明镜武者交恶，所以面对吴安的调侃，他只能笑着摇头，还是不行，我是追不上师兄了。他们是同一批入门，平时都称呼对方为师弟，互不相让，一直在争高下。现在李朝东服软称了一声师兄，吴安顿时就笑眯眯的点了点头，心中很是满意和舒心。李朝东怂了，现在这些入门弟子中，还有谁能是我的对手？果然成就明镜之路艰难至此，唯有我一人脱颖而出啊！吴安心中得意的想着，心气都高了不少，对于未来甚至都开始充满了些许联想。毕竟武道入门都已经是数十人中选一了，武道小城踏入明镜也是10几个入门中才有一个，这难度比百里挑一还要高几分。吴安因此志高意满，也是理所应当。赵师道！一道喊声从门外传来，院子中的所有弟子闻言，立刻停下手中动作，站在原地看向院门，抬手行拱手礼，直到赵介的身影出现。众多弟子不约而同地低头弯腰，齐声呼喊：“拜见师傅。”赵介看着一众站立笔直、个个雄壮气势的弟子，露出些许笑意。这些都是他在乱世之中的底气啊！这时有弟子察觉到不对，按照往常，赵介会说让他们各自修炼，但现在赵介没发话，他们也不敢动。紧接着一阵脚步声从门外响起，然后一群身穿裙衣的女子竟然从门外走了进来。院子里的所有男弟子顿时瞪大了双眼，眼睛直勾勾地落在这些女子身上，原本平定的内心顿时就仿佛被猫挠过一般，痒痒的不行。这些女子不一定说都长得多好看，但个个身材窈窕，举止大方干练，一看就与寻常女子大不同，别有一番风味。再加上这些男弟子整天练武，院子内的女弟子少得可怜，也难怪不少男弟子都失了神。可，都给我收敛点！赵介最要脸面，眼见一些男弟子望眼欲穿，看得这些女子发出轻笑声，忍不住低声喝道：“这些是清水武院的弟子，因为一些原因，现在2家武院暂时合并，一起练武。他们以后就住在隔壁，尔等以后不许打扰，违者逐出师门，废掉武功。”赵介解释了一下：“是我等叨扰了，赵院手。”这时，一个面带薄纱、身穿白色衣裙的女子，在侍女的搀扶下走进了武院。武院的最强者，简称院手。和院手言过了，
应当是我等守望相助才对。赵介看向白裙女子，眼底隐隐浮现一抹惊艳和遗憾。过了片刻，等赵介安排好李虎与清水五院弟子的交接照顾后，赵介刚要与河院守进内院商谈要事，王胜瞅准时机，立刻上前。他们谈事期间，肯定不能被一般事情打扰，所以这次要不禀报，那想拿奖励和功法就等到明天，甚至万一明天也有事，那就是后天了。这个时候拖一天就等于浪费一天时间。禀师傅，弟子昨晚以武道小成，生出劲力，晋升明镜，还请师傅明察。王胜先是行拱手礼，接着微微一甩手，一道细微的劲爆声炸响，明显有劲力波动在蔓延。赵介本来要皱眉呵斥王胜，但见到王胜成了明镜武者，眉头立刻松开，脸上也忍不住露出笑意。在何院守面前有弟子成就明镜，这可有些给他赵介长脸了。与此同时，院子里的其他所有弟子刚要修炼的动作也停了下来，一片安静，个个或震惊，或阴沉，或高兴地望了过来。王胜那个下等根骨，下等家境，最不被看好，最近才勉强入门的师弟，竟然成就明镜武者了。他不声不响的就超过了前面多批早早入门的师兄。许多人心中的震撼远比脸上的震惊表情要动荡得多。无论是谁，也不曾想到这群入门弟子中，王胜会是第一个诞生明镜的入门弟子。这结果出乎太多人的意料。王胜，明镜，你该死啊！吴安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整个人已然气得咬牙切齿，心中在疯狂怒吼和咆哮。他站在原地，脸色涨红，面容微微扭曲变形，双目怒瞪，拳头紧攥，指甲入肉都似无所觉。他营造了这么多天的声势，却被早早不入眼的王胜就这么给夺了。他就差2天，所有人都认定他将第一个成就明镜，壮骨丹是他的。可现在王胜的出现，让吴安被啪啪打脸，丢了大面子。有些人已经在小声嘀咕起了吴安，乐得看吴安的笑话。罗正文、葛小谷震惊之余，却是满脸欣喜。王胜成了明镜，那他们之前的投资就赚大了，谁不愿意多一位明镜朋友？其余李虎、魏宇等人则在惊讶之后，心中暗暗估算起王胜的潜力，觉得以后有必要加深联系。王胜这么年轻就成就明镜，必然有着机缘，那下等根骨就不算大缺陷了。以后还有几十年时光，王胜未必不能成就暗镜。赵院守麾下弟子果然都是年少有为啊！何院守的发髻高高挽起，几缕碎发自然的垂落在脸颊两侧，蒙着面纱的神秘下更添几分温婉。偶然露出的皮肤雪白如玉，身段高挑出尘，声音轻柔着说道：“哈哈哈，何院守过奖了，我这弟子平时也是刻苦勤奋之人，方能有今日之修为。”赵介笑声中透着几分舒爽，接着看向王胜，点点头，说道：“不错，很不错。没想到你会是这批入门弟子中第一个成就明镜的。壮骨丹可找你师娘领去。关于明镜弟子的待遇，我也会找时间更改。切记，明镜才是武道之开始，万不可生出懒念，而毁了你往日之辛苦。”是，弟子遵命。王胜恭敬道。按理说，到了这里，王胜就该退下了，但王胜见赵介没说大摔杯手后续法门的事，只能硬着头皮当着何院守的面询问一下。然而令王胜没想到的是，他才刚问出口，就得到赵介的训斥：“哼，刚夸了你，你就如此不知天高地厚，才入明镜就想着暗镜，你距离暗镜还早着呢。等你什么时候打磨到明镜后期，再找我要暗镜修炼法门也不迟。现在退下吧。”赵介摆了摆手，颇有些不耐烦。虽然入门弟子能得到明镜法门，但这不代表着暗镜法门也可以轻易传下。赵介不想传给王胜，一是暗镜法门传授还要作为师傅讲解，需要花费数天时间，可眼下时局不安，赵介事情繁多，也没有时间腾出来专门教授王胜。二是法不可轻传，这在任何一家武院都是如此，尤其是化境级别的法门更是有价无市，一个个化境高手将法门藏得死死的，非信任之人不可传承。是。王胜低着的头脸色颇为难看，立刻退下。赵介和何院守信步进了内院。这个时候，李虎、魏宇等一众明镜弟子才齐刷刷聚集到王胜面前祝贺。王师弟可真是不鸣则已，明镜人啊，真人不露相。看到王师弟，我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王师弟如此沉得住气，以后必定前程远大，可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师兄弟啊！一群人毫不吝啬夸赞之词，什么好听就朝王胜身上堆。王胜没想到突破明镜引来的动静这么大，只好拱手一一道谢。而这时站在不远处的吴安已经心中怒火冲天，气得快要发疯了。那群人怎么夸的王胜？那反过来的话听在吴安耳中便极其刺耳，让他以为是在说他沉不住气，说他是个假人等等。王胜，好，抢我壮骨丹，坏我的名声，你给我等着！吴安悄悄离开了，他要去闭关。他暗暗发誓，不突破明镜是不出关。武院内过了半天，一群围着王胜的师兄弟才算散去。为此，王胜还要搭上几桌酒宴，宴请这些师兄弟。哈哈哈，王胜可真有你的！罗正文和其余人不同，他早与王胜交好，所以在众人散去后才上前来，兴奋地拍了拍王胜的肩膀。王胜的成就明镜对于罗正文来说，那他前期的借银子应对方明光，对抗魏灵琴就算没白费。
还要谢过师兄多次出手相助，以后但有吩咐，师弟莫敢不从。王胜拱手道：莫敢不从是个场面话，但说起来确实顶用，很讨人高兴。罗正文脸上的笑意更多了，他点点头说道：师弟刚才向师父要暗境修炼法门，确实做错了，也是师兄我的过，没有告诉师弟此间之事。现在我就仔细说一番明镜之后的天地，与普通人已经大不同，你切要牢记。王胜郑重点头，拱手一礼，烦请师兄相告。好，我们去百花楼喝一杯去。边喝边讲。片刻过后，从师娘那里领了壮骨丹的王胜，就与罗正文在百花楼包间内畅谈起来。来，师弟尝尝这道宝鱼，这条鱼可价值1两黄金，滋味鲜美，连我都舍不得多吃。罗正文尝了一口鱼，脸中顿时露出满足之色。王胜尝了一口，顿时眼睛一亮，一口鱼肉竟然入了腹中，化作一口气在体内游走，暖意强烈，抚平他体内些许内伤不适，他能明显感受到身体更加舒适了。哈哈哈，赶紧吃，我们先把这条宝鱼吃了再说。罗正文笑道。很快，两人将一条宝鱼吃完。王胜一念打开面板，发现断金术竟然一下子涨了20个进度，半条鱼而已，竟然省去了他数天的时间，甚至这宝鱼似乎还有些疗伤的功效。王师弟入了这明镜，你才算是入了这江湖。这天下之大，唯吾独尊。到了明镜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多了许多不知道的东西，像这条下品宝鱼1两黄金一条，在水中甚至能咬死那身安水性的渔夫，还有水中蛟龙、山间妖虎，种种异兽凶猛无比，甚是强大。像修炼法门，这天地之大，各种法门变幻莫测，神奇难知。传言有人善剑法，一剑破甲2600；有人通体术，搬山断江，比肩神鬼；还有人小阴阳，观山川大势，斗转星移，决胜于千里之外。所以修炼之法重中之重，不可轻传，你要知晓其中厉害。师弟，天下要乱了，这谁都能看得出来，所以一些平日里遇不到的妖魔鬼怪就会出现，你要小心行事，背靠师父这棵大树，万不可惹了师父，让师父生气。还有啊，师弟，你成了明镜，师兄我也能有了助力，以后咱们守望相助，说不定这二水城也有我们的一番天下。王胜与罗正文一番详谈，大都是罗正文在说，王胜在听，偶尔王胜也会细问一些东西，比如各方势力，比如珍奇异兽，还有各种大神通者的传说等等。渐渐的，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王胜眼前展开。以前从没人告诉他这些，是因为他只是个会点拳脚的普通人，不值当花费时间告知，而且告诉也没用。但现在罗正文主动告知，并且摆下如此重宴宴请，可见入了明镜才正式被接纳，真的进入这个圈子被郑重对待。可我马上就要暗镜了呀！王胜心中自语，他知晓从赵介那里得不到后续法门，短时间内以大衰杯手晋升暗镜恐怕是不行了。但现在他手中有钱，又有数门其他修炼到暗镜的法门，不怕晋升不了，只是要多花些时间而已。和罗正文一番畅谈后，王胜带着醉醺醺的醉意回到家中。李梦和王秦氏见状，连忙烧水煮茶，帮助王胜醒酒沐浴。两女知道，现在他们除了依附王胜，再无别的出路。一旦脱离王胜的庇护，下一刻他们就可能被仇家找上门。因而被征服的两女服侍起王胜来，也算尽心竭力，不敢多有怨言。而且该做的事都做了，征服女人最便捷的办法还得是交合。哗啦啦，热水倒进了木桶中，升腾起大量蒸汽。王胜舒服地泡在水中，闭眼思考着接下来的道路。大衰杯手路断了，想要后续法门，没有个1-2年基本不用想，那他就需要另找一门能够修炼到暗境甚至化境的修炼法门。断金术只能到暗境，叠穴术是爆发秘术，不算晋升突破法门。阴血爪、九龙棍一本只有明镜法门，另一本到了暗境层次都没有抵达化境的修炼法。看来有必要去黑市一趟，看有没有办法购买到直通化境的修炼法。听罗师兄说，余家的灭门案后面牵扯极大，一般人绝不要涉足。我应该没事，有事也应该是刘家才对。听说这壮骨丹有奇效，第一次服用效果最强，有易筋改骨之功效，提升潜力，增强骨质，也同样是炼体者的修炼宝丹。王胜脑海中转过一个个念头，待最后一桶热水倒下之际，王胜豁然睁开双眼。李梦和王秦氏吓了一跳，进来吧，一块洗洗。王胜淡然说道。李梦脸色顿时羞红无比，扭过头去，但李梦却是脸色一僵。他看到母亲王秦氏竟然已经在听话的褪去外衣内衫。第二天，王胜还未出门，却有父母所在的李家，有李家少爷亲自前来请他到李家一叙。因为王胜晋升到了明镜，真正入了赵界大武师的眼，成为赵家武院的一份子，拥有几十个明镜暗镜的师兄弟，所以李家见王胜崛起，立刻邀请他前来一叙，商量一下其父母的奴仆气。李府厅堂内，王少侠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英姿雄发，沉稳如丝，如此年轻就得进明镜，真该让犬子好好学习学习，他们比你可差远了。李老爷和李夫人坐在主位，大腹便便的李老爷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之词，更是贬低自己的儿子。坐在右侧座椅上的3个李少爷脸色都不太好看，却也没有反驳。虽然他们愤怒于父亲把他们堂堂少爷身份
跟这个奴仆之子相提并论，甚至说他们比不上对方。若是以前区区奴仆的孩子想进这厅堂都得小心翼翼，更别说坐在这里跟主人家平起平坐。但王胜的明镜身份摆在这里，又是大武师的弟子，他们3个还真不敢明着跟王胜叫板。李老爷妙赞了，我也只不过是有点运气而已，还要多谢李府能给家母容身之地，在下感激不尽。王胜淡然说道：哪里，小有双亲能来我李家，自然是我李家之福嘛。李老爷见王胜客气，自己便表现得更加客气，同时内心对于王胜又多了一份重视。年纪轻轻就成为大武师的弟子，但不骄不躁，懂得礼尚往来，通晓人情世故，这么看来的确是个人物啊。相比较自家那耍性子的儿子一看，那就是3坨扶不上墙的烂泥。李老爷心中正在感慨着，忽然李家3少爷直接起身，二话不说就离开了厅堂。他冷哼一声，显然是厌烦这假惺惺的客气。爹娘，我去看看3弟。李家2少爷也不想待了，说完也跑了，只留下李家大少爷在心中暗骂：放肆，混账东西，混账东西。李老爷没想到刚念叨起不成器的儿子，这几个货就当场不给他面子。李老爷气得起身，连连喝骂。半天过去，和李老爷一番畅聊后的王胜带着王母韩氏、王父从李家走了出来。嘿嘿，我就知道我儿能有出息，我就知道。王父心中已经乐开了花，满脸的得意，显然自动忘了几个月前怒骂王胜练武是痴心妄想。哼，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韩氏看着能和李老爷平起平坐、有出息了的儿子，也乐得眉眼都在笑。他白了王父一眼，拆他的台。那当初是故意的，不激他一番，小胜怎么能有今天？王父犟嘴说道：你去帮母亲拿着包袱。王胜听不下王父的嘴硬，说道：我听小胜的。王父一听儿子指挥起老子来了，反骨自发启动，就想反驳，但当他看到王胜平静的眸子时，顿时哑了，嘴唇颤抖了2下，低头认怂。很快3人就回了家。因为老宅地方狭小，所以王胜当即把老宅隔壁的房子也买了下来，院墙打通，就成了一家。王父王母住在老宅，王胜则带着李梦和王秦氏住在隔壁，一家人忙里忙外，自然引得邻居侧目。哎呀，老王你们怎么回来了？难道李府把你们赶出来了？一个身形瘦削、早早被常年负务压弯了腰、脸上满是风霜和皱纹的妇人从对门走出，惊讶带着些许嘲讽地说道。其他一些邻居也走了出来，较为冷漠地看着。相比较王父王母，普通百姓都觉着自己的身份比奴仆高，所以他们也懒得搭理王家。而因为王胜经常早出晚归，专心习武，平日里非常低调，所以即便这些妇人想了解什么，也遇不到王胜。放你娘的屁！老子能被李府赶出来，不怕告诉你，俺家小子出息了，老子是被李老爷恭恭敬敬送出来的。王父一听就不爽了，找茬是吧？当即回骂道：猜你妈的狗奴隶，吃了豹子胆了，竟然敢污蔑李老爷！王胜出息了，不怕告诉你，我家儿子于木当徽一差役，勤勉能干，已经被班头赏识，即将成为正式青衣差役，以后说拿谁就拿谁。老王头，现在给我道歉，可还来得及。弯腰妇人虽然身形矮小，但现在口气却是出奇的大，好像他儿子成了县太爷一样。王父闻言神色一滞，还真的被吓住了，想了想，不至于为几句话给自家惹上官司，给王胜添麻烦，所以就想低个头认错。他还不清楚明镜武者的底气，觉得官府总比练武的要强得多。那个于家妹子，你看看这。王父刚要开口道歉，忽然有人推着一架堆满货物的独轮车进了泥鳅街，旁边数人护送，做奴仆打扮，吸引了所有人注意。王老爷，这是我家老爷送的乔迁贺礼，有米面盐茶，还有几匹布，小小心意，还请您一定要收下啊，我们也好回去交差。之前和王父一块在李家做奴仆的大虫，神色复杂，满脸堆笑，低头哈腰的快步来到王父面前，连连拱手贺喜。之前明明一起做奴仆好好的，人家却因为儿子成了武者，就直接跨越了层次，成老爷了。大虫心中羡慕嫉妒，暗自想着自己以后也要多生几个，让他们练武去。哎呀，大虫，你说你跟我客气什么？王父听到这一声王老爷，乐得合不拢嘴，心头舒坦的比吃了山珍海味都美滋滋的。他知道这都是因为他儿子有能耐了，李老爷和大虫才敬着他呢，否则换做平时，大虫肯定会来一句：就你这德行，还妄想当老爷，给老爷擦鞋都不配。我听错了，你叫他王老爷。于母的母亲瘦削妇人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看着那堆满货物的独轮木板车，心中翻起惊天骇浪，声音颤巍，难以置信，满脸震惊的高声叫道。大虫瞥了于木娘亲一眼，没有搭理他，转而开始让随行的同伴开始卸货。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难不成这老王家要发达了？不行，我要找机会让儿子去查查，那王家全家都是奴仆，怎么敢称老爷的？于木娘清心中满是惊疑，慌忙回到了家中，关上门，喃喃自语着。她本以为自家于木成为青衣差役，便是这泥鳅街最靓的仔了，但谁料竟然冒出一个王家来抢他于家的风头，这怎么能行？夜幕降临，王家这壮骨丹果然神妙啊！王胜感受着全身的筋骨仿佛在被无数个小锤敲打重塑一般，有种密密麻麻的舒适感。
浑身的血液流动似乎都加速了，发热滚烫，强大的药力在短时间内催化着一切。不到2个时辰，王胜就看见断金术的进度由小成431000暴涨到了小成3161000。王胜在断金术上的修为由明境初期差不多涨到了明境中期。大摔杯手明境大圆满，叠加断金术明境中期，一出手就是双倍的明境劲力，寻常明境后期都挡不住王胜10招。若是再开启叠血术，那就是一招一个明境后期不成问题。打开面板，王胜意念一动，天道酬勤，绝必有成。修为明境大圆满，大摔杯手小成9991000，断金术小成3161000，叠血术第一层辰时庄宫小成9991000。希望接下来能买到直通化境的全套法门，不然就只能先以断金术晋升暗境了。王胜自语道。片刻过后，你们安心守家，不要随便走动，到了时间自行睡去便可，我去给你们买点橘子。王胜回到卧房，给两女留下一句话，便离开了王家。娘亲，这王胜大晚上买什么橘子，分明是把我们当小孩哄呢。李梦颇为不满道，主人有事不告诉我们，就当作不知道。王秦氏感觉现在的生活很好，新夫君又年轻又有力又帅气，虽然他比王胜大一些，但他觉着自己还能胜。李梦双眸炯炯有神地看向旁边的母亲王秦氏，娘，王胜又不在，你还说什么主人？梦儿，我是真的喜欢主人，如果你不喜欢，那就独自离开吧，没人绑着你。王秦氏淡淡说道。李梦闻言却是心中一跳，她心中忽然冒出个奇怪的想法，看母亲这架势，好像很想让她走似的，她该不会真的爱上王胜，把自己女儿看成威胁，她想要和我争宠。李梦陷入了沉思之中，为什么自己要走？论争宠，自己年轻，难道还能输给母亲？漆黑的夜幕中，月牙高悬，星光稀疏，点点散落，一阵阵寒风吹来，吹得寂静的城内簌簌作响。嗖嗖嗖，一道黑影飞快朝城内的某个方向聚集。今天晚上屋顶的黑衣人格外的多，几乎抬眼就能看到到处窜来窜去的人影。一盏茶过后，王胜身穿黑衣，头戴斗笠，出现在黑市入口处。入口背后是一条普通的长街，放在白天时，因为地处偏僻，来的人很少，但一到晚上，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各种人都会往这条长街上窜。今天人就很多，一个个黑衣人行走在长街上，有的速度极快，好像鬼一般，忽隐忽现的。道路两侧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物件，一个个出货卖货的黑衣人或站或躺，却谁也不曾吆喝，看着安静，但实则有着默剧般的热闹。1两银子。入口的守门人是个快掉光牙的老家伙，他就正大光明地坐在入口处，收着过路费。王胜见其他人都交了，便跟着交了银子进入。虽然王胜此来是要买能直达化境的法门，但他还是先将整条长街转了一遍，了解了一番。黑市的确是黑市，卖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许多人在卖情报，小到家长里短，大到各个势力的强者喜好、修炼法门等等，甚至有造反军、韩国蛮人等情报。有些高手在卖美女、武者、奴隶，包括一些个有名势力的族人、弟子等等。剩下的就是珍贵丹药、功法秘籍、神兵碎片、家产契约等等。直通化境的法门，朋友，你在跟我开玩笑？没有没有，别在这捣乱，谁家不懂事的小崽子出来了？赶紧滚蛋！王胜接连问了几家卖功法的，但都没有直通化境的全套法门。噗！听到最后一家的骂声，王胜眼神一冷，豁然出手一拳。这个刚才还在出言不逊的明境初期武者，身体中传出噼里啪啦的骨头碎裂声，当场就没了气息。唰！原本站在王胜周围的一些黑衣人脸色一变，迅速远离。王胜环视四周，冷哼一声，因为他不断的在找直通化境的法门，暴露了自己是新人，便吸引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以多咬死象。王胜不想离开这条街后遭遇到数不尽的伏杀，所以他很干脆的先杀一个，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拳下去就足以震慑住一些人。明境大圆满，而且看似不是普通的明境，死去乃人的骨头碎的可不少，有些实力，扎手啊！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高手，不好惹，很不好惹。好险，这等高手估计都快摸到暗境的边了。不少人心中做出评估，个个心中谨慎不已，眉头紧皱。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王胜这一招足以让他在整个黑市长街中打出点名声来。有的人心中已经不自觉把王胜划到修炼多道法门的老家伙级别，这样的老家伙便是暗境武师都不想招惹。哼，杀了我的人还想走？一个身影迅速赶了过来。刚才摆摊被杀之人修为太弱，一看就知不是正主，估计是正主的手下之类。现在正主来了，明境大圆满，嗖，拿命来！这个正主全身劲力狂涌，抬手捏指成爪，强大的爪功撕裂空气，发出尖锐的嘶鸣声。找死！那我成全你！王胜运转断金术，全身肉身肌肉猛然暴涨，身躯魁梧，大步踏行，气势磅礴，宛如推金山倒玉柱一般，横冲直撞，看得不少人眼皮一跳。炼体者竟然是肉身坚硬的炼体者，穷文富武，武道已经是很耗钱财的了，而炼体又是武道各个修炼法中最为耗钱又极难修炼有成之一。这个赶来的正主更是吓了一跳，脚步一顿，他这独爪功刚好被厚厚的炼体克制，寻常明镜被他一爪命中，
不死也残。但炼体者他抓住对方之时，那就是他的死期了。但凡被炼体者近身，控制住一个呼吸，那下场就很惨了。哼，今天先行饶过你。使出爪功的这个正主一转身，撂下一句狠话，毫不犹豫的立刻冲进了人群中，疯狂逃窜，迅速消失不见。哈哈，这会中看不中用啊，还以为能看见一场好戏呢，废物竟然跑了。周围的人纷纷不满，怒骂连连。呵，王胜轻笑一声，转身就来到那人的摊位前，不仅摊子上的东西全成了他的，连带着他也开始卖东西。朋友，这些东西贱卖吗？有人见王胜开始买东西，也不怕王胜刚杀了人，立刻上前想占个便宜，毕竟这些也都是王胜白白得来的。这就是黑市，没人管，一切全靠自己。当然，如果不小心惹了众怒，那也就死定了。所以心照不宣的规矩还是有的，厮杀打斗不会闹长闹大。这块龙血木10两金子我要了，这几包溧阳散1两金。这本阴血爪虽然只有明境阶段，但20两银子复制一份倒也便宜。不到1炷香的功夫，王胜便将摊位上的东西和自己所需的东西交易完毕。100两银子一枚的大补天丹，号称能令人尽力日进10倍，希望不要让我失望啊！王胜抚摸着腰间的锦囊，依靠卖出东西得来的金子，加上王胜原本的金银，共价值2050两白银。而100两一枚的大补天丹，王胜试验了些许药末药性后，觉得可行，一次性就购买了10颗，花费1000两。大补天丹虽然药效猛，但是要3分毒，副作用也不少。其中最为令武者们畏惧的是大补天丹是压榨潜力，导致后续境界提升不上去。寻常武者数月服1颗大补天丹，依然心有余悸，1年之内都不敢服用超过3颗。但王胜的天赋天道酬勤在，把大补天丹当糖豆磕都没事，唯一要担心的是短时间磕多了，药效会浪费掉。而能提升骨质，对炼体者大有用的壮骨丹太过稀有，王胜花了300两银子，高溢价才买到2枚。之后他又购买了生力丹、聚血散、解毒丹等一些辅助丹药，花费了100多两银子。王胜原本还想购买兵器，但因为担心身份因为一件兵器而泄露，就此作罢。此外，王胜这次还见识到了颇有灵性的4臂妖猴，几乎成了精的野猪王幼崽，小臂粗细，生有鳞角的黑蛇等等一些珍奇异种，每一个异种都价值连城，培养得好，甚至能成为家族的支柱。王胜看得眼馋，却啥也买不起。夜色下，月牙西落，安静的二水城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湿气，仿佛要下雨了一般。淡淡的雾气飘在空中，似有似无。王胜刚离开黑市不久，就察觉到了有人在跟踪他，而且跟踪之人明目张胆，好像根本不怕王胜发现。小巷内，王胜站在原地，转过身来，神色冷漠地看着前边空无一人的街道。下一刻，一道人影骤然下落，出现在街道上。将补天丹和银子交出来，可以饶你一命。这道人影语气轻松，仿佛没有把王胜放在眼里，只因为他是暗境，暗境武师，破坏力由内而外，杀人于无形。暗境的杀力整体比明境要强出数倍不止。别看只有一个暗境跟出来，实则是黑市里的暗境武师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则，盯上某个目标以后，不准在黑市内动手，目标朝那个人负责的区域离开，那目标就成了那个人的。因而现在王胜是这位暗境武师一个人的猎物。别找了，新人果然是新人，连这都不懂，只有我一人，但抓住你足矣。这名暗境武师看着王胜左右警惕的样子，语气淡漠，神色傲然说道。没有可商量的余地。王胜问道。呵呵，你没这个资格，没有余地，不交就死。暗境武师冷笑一声。唉，王胜低叹一声，为什么说话都这么牛逼呢？砰砰砰，王胜手指在身上点了数下，嗡，肌肉猛然挤满了黑衣，身形立刻变得魁梧雄壮起来。刘家的喋血术。暗境武师神色微变，声音低沉，带着些疑惑和不解。刘家修炼的是惊雷腿，但眼前此人却是掌法凌厉，莫非这人是刘家的案子，亦或是喋血术流落在外了？你是刘家人，还是手中掌握有喋血术的外人？暗境武师厉声喝问道。要打就打。王胜没有回应，运转断金术，直接猛冲过去。回的越多，越有可能出问题，倒不如刻意遮掩。暗境武师嘴角一抽，若只是个普通炼体者，他也能轻松斩杀，但眼前这人主修掌法，辅修炼体也不弱，还掌握喋血术这等爆发秘术。他深知喋血术的强大，若眼前之人掌握2层的喋血术，真能让其有叫板暗境的实力。砰，两人对了一掌。王胜对掌的右臂顿时一麻，仿佛有根钢筋直插进手臂中，让他整条手臂都僵硬住了。这就是暗境武师修出来的无形劲力，拥有隔山打牛之效，能直接渗透皮肤，打击骨头和经脉，让人行动招式出现破绽。生死搏杀一个破绽，就足以要人命了。王胜此刻就是如此，要不是他修炼体又有爆发秘法，双倍劲力一掌之下，势大力沉，力大专飞，也震得暗境武师手臂发麻，微微一顿，否则刚才就是王胜落入险境了。果然有些麻烦。暗境武师眉头紧锁，要杀王胜，能杀，但也得费一番手脚，而且自己可能要受不小的伤。现在距离黑市不远，如果他受伤，那有些暗中偷窥的暗境武师就是不想落井下石，也会忍不住的。眼见王胜又要冲杀，
暗境武师顿时快速退后。朋友，我们之间并无深仇大恨，何必如此搏命？暗境武师轻声说道，话语之间也不再有傲气和冷漠，反而带有些缓和气氛的效应。你不是说没有余地吗？王胜道，叠血术非同一般，这是刘家的第2条根啊。我观朋友并非刘家人吧？这要是让刘家得知，必定会对你疯狂追杀。所以，你不如把叠血术分享给我，我替你承担一部分压力，如何？暗境武师早就想要这等爆发秘术久矣。呵呵，刚才要打的是你，现在不打的还是你。刚才要抢我补天丹，现在又要我叠血术，看来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王胜怒火中烧，又快速在身上点了几下。好！王胜发出一道愤怒的低吼声，宛如虎啸一般，震慑的暗境武师脸色一变。王胜的愤怒是伪装的，若是一般明镜，肯定巴不得答应下来和暗境武师和谐交流。但王胜不想，他要试一试。他自然不会第2层的叠血术，但因为暗境武师的让步，他已经摸到了他的底线在哪里，所以随便在身上点几下，吓一吓对方。若成了，自然最好；不成也不损失什么。第2层的叠血术，暗境武师立刻就感到棘手了，非常棘手。对方施展第1层的叠血术所造成的杀力仅比他小点，传言第2层叠血术翻倍实力更强，那岂不是超过了他这个暗境？马德，碰上这么个怪胎，也算我倒霉。暗境武师闻言就想直接走，但下一刻，王胜冷声道：“你想走？”语气冰冷，带着坚定的杀气。你什么意思？你还要拦我？你敢拦我？暗境武师震惊叫道，心中更多的是愤怒和破口大骂。他踏马来抢劫的，不抢就算对方运气了。对方一个明镜，难道竟然还敢来打劫他？朋友，攻守一行了。王胜轻笑一声，伸出右手往虚空一攥，一声沉闷的炸响宛如巨大爆竹，惊得周围醒来的人家早已瑟瑟发抖，根本不敢出来打搅。暗境武师虽然蒙着面，但脸色已经难看到极点。他一个武师竟然被一个武者威胁到这个地步，而且他还是送上门的，你再找死！逼急了我，你也活不成。暗境武师语气森冷，仿佛在威胁王胜，但稍微一琢磨就能听出来，这个暗境武师已经妥协了，前提是不能索要的太过分。放心，我不要别的，只需一门直通化境的整套法门。王胜点点头道：“没有。”暗境武师冷漠说道，担心王胜不信，他又补了一句：“整个黑市也没有直通化境的法门，这种能影响那些化境高手统治的法门，都被他们严格把控，绝不会容许流落在外。若是有化境法门流传在江湖上，这些化境大高手会立刻联合起来，将法门收获或者销毁。”王胜若有所思，这是他们晋升化境了，转头就把后来人的路给断了，除非投靠他们，才有一丝可能得到奖赏。那你还有什么用？我不会吃你手中的丹药，要钱你肯定也给不多。王胜皱眉看向暗境武师，带着嫌弃的意思。操！暗境武师被气坏了，他还从没听说过暗境武师没有用这种屁话。我这有一块青绿玉心，能解毒、驱臭、养身，价值数百两。暗境武师忍了又忍，才说出自己身上的宝物。行吧。王胜点点头，我还要2道直通暗境圆满的法门，1道成交。半天后，王胜绕了一大圈，防止有人跟踪，才回到了泥鳅街。此时天色已然微亮，空气中湿气很重。王胜回到家中时，身上的衣服已然挂满了露水。房间中，王胜查看着此次收获青绿玉心。王胜一直用布层层包裹，直到检查出它无毒后，才敢上手把玩。虽然说是玉，但实际上是质地较硬，温暖似玉，呈现翠绿色的妖术树心，能温养身体，遇毒变色，还不错。王胜把玩了一会，便重新将其装在锦囊中。白龙剑法，这名字还真。王胜查看着从暗境武师哪里得来的直通暗境圆满的法门，想吐槽一下名字，却又说不上来的感觉。他大致看了一遍后，有些出乎意料，这门剑法的复杂程度竟然出奇的高，这也就意味着这道法门品质很高，不是王胜以为的凑数的那种。不算那些传说中的高深莫测的神功，大部分法门都是越复杂，修炼成了越强。当然，有时也要因人而异。大摔杯手有72式，已经算得上是不错的了。而这套白龙剑法竟然有108式，其中36式天罡斩龙，72式的杀断破。修炼过程中还需要斩蛇吸煞来尽量减轻修炼的难度。这种法门一看就非同凡响，绝对是暗境法门的高深武功。难道是故意给我这种难修炼的法门，想让我练不成，浪费时间？王胜想了一下，大概猜到了那名暗境武师的用意。不过若是其他人碰到这白龙剑法，说不定还真会又浪费时间又浪费天赋。毕竟越复杂的法门要求悟性越高，如果没人指点，要的悟性更得高的离谱，所以大部分天才恐怕都会对这白龙剑法望而却步。只是王胜有自己的天赋，天道酬勤，他只需努力就行，其他一切交给自己的天赋。看来以后要分配好修炼时间了，先主修断经术，尽快突破暗境，提升整体实力，同时兼之辅修白龙剑法、叠血术。王胜估算自己一天修炼断经术8个小时就算多了，之后就需要放松肌肉，让身躯得到缓冲，不能让肉身时刻处于紧绷状态，以防产生内伤。至于白龙剑法，慢动作练就行，跟前世的太极剑一样，慢慢练也能达到面板天道酬勤的目的。大补天丹，壮补丹，看来接下来要狠狠地冲刺修炼了。王胜呢喃自语，
于是王胜花费半天时间将一些琐事办完，将青绿玉心和100两银子交给母亲韩氏用于家用。接着他又去武院跟师傅和几位师兄说了一声要闭关。闭关？这个时候闭什么关？师弟，不是我说你，现在造反军陈兵江陵府边境，韩国蛮子南下在即，所有人都在找着出路和退路，你现在闭关修炼也没多少时间了呀。罗正文劝解道：师兄，我意已决，只是麻烦你若真有大事发生，派人通知我一声。王胜平静说道：哎，好吧。对了，我有消息称造反军背后的魔教天下教已经派人乔装打扮进入各个城池，阴谋串联，你要小心。罗正文无奈说道：多谢师兄。王胜点点头。泥丘街王家专门腾出来的闭关室内，王胜整日闭关其中。他将2颗壮骨丹吃完，接着4天服用1颗大补天丹，按照计划每天修炼断金术8小时，然后除了睡觉，将剩下时间分配到叠穴术和白龙剑法上。饭时则由李梦、王秦氏每日送到门口。时间一天天过去，王胜断金术的进度在2颗壮骨丹的作用下，分别涨了230110。壮骨丹的作用虽然急剧下降，但王胜在断金术方面的劲力由勉强明镜中期达到了明镜中期巅峰断金术小成6561000，然后在第1天服用大补天丹后，1天进度又涨了88，直接突破到了明镜后期断金术小成74411000。这样算上大摔杯手，王胜就是双倍的明镜后期劲力，再用1层的叠穴术爆发，几乎能横推明镜大部分武者。叠穴术第2层正在稳定推进，只要掌握多个经脉节点，熟练了就行。叠穴术难的还在于肉身强度，只要肉身强度上去了，那修炼起来就很快了。白龙剑法也在以每日30的进度推进。服用大补天丹的第3天，王胜就将白龙剑法入了门。服用大补天丹的第4天，也就是第1颗大补天丹消化完毕，王胜断金术的修为达到了明镜圆满，即小成99911000。暗劲，这就成了。王胜盘坐在地上，服下第2颗大补天丹后，不到1盏茶的功夫，王胜周身气息一变，体内诞生出一道道无形气流，在全身经脉中流窜。这一刻，王胜全身上下都透露出一种凌厉、锋芒毕露的煞气。像李虎、魏宇等人卡了数年的暗境瓶颈，始终不得突破，但王胜不算没功法的那几天，实际卡了1盏茶不到，面板上也发生了变化。天道酬勤，学必有成。修为暗境初期，大摔杯手小成99911000，断金术大成13000，白龙剑法入门32300，叠穴术第2层辰时庄功小成99911000。暗境果然比明镜强了数倍，而且更加隐秘。王胜感受着体内经脉流淌的暗境，只要心念一动，就能立刻如毒蛇一般扎进对手的身体之中。对手除了用体内暗境抵消之外，其他手段就只能硬抗。这是当王胜正以暗境流转全身淬炼身体时，忽然发现右臂左下角一处经脉位置竟然藏有某种异样。哗啦啦，汹涌的暗劲如潮水般席卷右臂所有经脉，咔咔咔，右臂一些经脉中竟然还藏有当初那名暗境武师留下的细微劲力。如果不是王胜晋升暗境发现，否则积年累月之下，明镜劲力探查不到，就会让小伤逐渐演变成大伤，最后甚至能废掉整条手臂。好险恶的用心，欺我不懂暗境劲力。王胜眸光冷冽，他以暗境劲力仔细扫查全身，将那名暗境武师留下的后患全部拔除掉，继续修炼。等我将手头的资源用完，便看看能否找到此人。王胜压下心中杀意，他现在手中的资源还很多，他要短时间内将这些资源全部转化为实力，实力才是硬道理，不然真要乱世降临2水城，他还留下一大批资源没时间用，岂不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匆匆流逝，又过去大概11、12天左右。王胜不惧大补天丹副作用，连续服下数枚丹药，终于在大补天丹的给力作用下，进度每日增进8、90，断金术由大成13000修炼到了大成10253千，修为正式突破到暗境中期。除此之外，叠穴术正式掌握了第2层，一旦开启，实力至少翻4倍以上。缺点是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数天的虚弱期，但可以服药弥补亏缺的精力。白龙剑法由入门晋升到小成，也诞生了一份明镜劲力，加上大摔杯手，王胜便是拥有2份明镜劲力，1份暗镜劲力。明镜劲力流转于身体表面，由力生劲；暗镜劲力潜藏于身体内部，时刻等待着爆发。而无论是暗镜还是明镜等厮杀时，明暗叠加，那杀力必然远超寻常单一暗镜武师。这一天，王胜刚突破到暗境中期，原本准备歇息一下，下午继续修炼，但他没料到有人找上门来，而且非要见他不可。来人正是王家的对门于家的于木。于木身穿一身青色差役服，站在厅堂内等待。在见到刚出关的王胜后，便一脸埋怨：多年发小，连见个面都这么难了吗？不是，我最近有要事处理。王胜道：嗨，有什么事比我们发小聚会还要重要？二丫和黑蛋已经在松顶楼等我们了，快走吧。于木颇为着急地说道。你有事？王胜问道。嘿嘿，看看兄弟我这一身衣服了吧，我靠上班头了，从不入流的差役正式成为衙门的公差，今天班头正好要在松顶楼和别人吃酒，有机会我带你们认认，
万一你或者黑蛋想转入差役，或者说以后遇到什么，或许就能有个面子不是？云木拍着胸脯保证，看着是在为王胜着想，但实际上他却是在显摆自己有关系有靠山。至于那点关系和面子根本不值一提，云木自己都得百般讨好哪位班头，即使王胜等人过去了，和班头喝几杯酒，能有多大多深的交情？之所以有今天这个聚会，云木一是想在伙伴中显摆自己的身份长了，和几个月前大不一样，真正成了官府的人；二来云木从母亲口中得知王家好像不一般了。云木不知道王胜在那家武馆还是武院学习修炼，他一个刚入流的差役，也没那么多时间一个个武馆武院去找，所以云木就想靠着这次机会试试王家的底，看看王胜的爹怎么就成王老爷了，是真是假，一试便知。那就去看一看吧。王胜自己已经走出闭关室，索性就去见一见。十几天没出门，罗正文哪里也没有消息传来。王胜还顺便想去武院一趟，看看最近造反军蛮子什么情况了。松顶楼大厅内，王胜、于木、黑蛋、二丫四人共饮了一杯，除了王胜外，其余三人神色气质有了明显的变化。草他娘的，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每天都要阉猪杀猪，每天累到我手抽筋啊！黑蛋把酒杯砸在桌子上，重重吐出一口气说道：哈哈，这说明你师父器重你，才把重要的活交给你啊。于木笑着说道：每天都要阉猪，那岂不是每天都能吃上肉？和二丫羡慕地说道：差不多吧，别说每天吃肉，便是把肉吃到吐都没问题。黑蛋说到这里颇有些得意地说道：虽然他那个活累，但每天都能吃上肉，算非常不错的了。至于吃肉吃到吐，自然是装逼，你那只是猪肉，我跟着我家小姐吃过羊肉、鹿肉，甚至我还啃过大虫的骨头呢。而且你们不知道，那大家族刘家的小姐用的盐跟血一样白，屋子里的香料香气浓郁的我都快晕过去了。还有前些天郑家姑爷成了什么名境，我跟着小姐贺喜，郑家姑爷又帅又有礼貌，还对我说了声谢谢呢。和二丫见黑蛋有炫耀的意思，也开始说自己的见闻，见过多少大人物，吃过多少山珍海味之类等等，凸显自己的地位。一番话说完，着实让黑蛋羡慕的不轻。当然黑蛋没有注意到和二丫刻意遮掩的手臂下那一条条的青紫伤痕。王胜一直带着笑意倾听，只是心里盘算着，这次突破暗境是时候找那个刘家老家伙来个了结了。丹家姑爷突破明境，莫非是吴安？王胜曾感觉到吴安对自己好像怀有恨意，如果吴安不识相，那就也找机会杀了便是。不过最厉害的还得是于大哥，于大哥成了真正的公差，以后可得照顾我们啊。和二丫看向于木，带着些讨好的神情，甚至夹杂着一丝刚学的媚意。黑蛋也连连点头，在于木面前表现得很是热情和讨好。哈哈，一定一定。于木笑了几声，接着于木看向王胜，王胜，你练武练得怎么样了？还是改行做生意了？该不会赚了一大笔钱，成了老爷了吧？王胜平静地喝了一口茶，说道：还在练武，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没赚上钱。于木心中念道，胸口悬着的一口气松懈，脸上笑意更甚。那看来娘亲说的什么王老爷，也是王老头在开玩笑的了。于是觉着自己是四人中活得最好的于木开始拿大装腔作势，语气学着大人的模样。王胜啊，不是我说你，你看看你练武能练出个什么名堂来？你爹娘年纪也大了，不能光靠他们挣钱给你填练武那个无底洞啊。不如这样，我给你先找个活干，我爹那的码头要人，每天跟着去搬几袋也能温饱不是？或者你要想入衙门，我可以跟班头说说情，当然钱肯定要备好，让班头满意。于木语气有些冲，像是在教训晚辈似的，居高临下，高高在上。就是王胜，就算你练武，到最后还不是要当护院？我家小姐家里的那些护院，一个个被当狗一样使唤，有时遇到事情了，小命都得丢了。你就听于木大哥的吧。和二丫摇摇头，一脸为你好的说道：王胜，不要不识好人心，现在于木大哥能和我们坐在一起，已经是于木大哥讲情分了。黑蛋说了王胜一句，接着又看向于木，于大哥真能进衙门，你看看我。黑蛋满脸谄笑，你妈。于木略有些嫌弃地看着黑蛋，黑蛋身上那股猪的腥臭气已经出现了。王胜微微皱眉，他没想到几个月不见，他们三个成了这副德行。忽然于木唰地起身，快步走向一个刚走进松顶楼的黑衣班头。班头，小的于木见过班头。于木深深拱手弯腰，恨不得直接给黑衣班头跪下。是于木啊，我这有客人，你自便吧。黑衣班头身形魁梧，淡然说道，他身边还有一个青衫男子。是，有事您尽管吩咐，我就在那边候着。于木点头哈腰的谄媚笑道，伸手指了一个方向。黑衣班头和青衫男子随意瞥了一眼，黑衣班头收回了视线，但青衫男子却是眼睛一亮，收起了折扇，立刻快步向前走去。王师弟，你出关了，怎么不和师兄我说一声？罗师兄，今天刚结束闭关，劳烦师兄挂念了。王胜也没想到能恰好遇到罗正文，起身拱手道：师弟客气了，你我这关系还说什么？来，我给你介绍一位班头认识，以后遇到些乱七八糟的闲事尽可找他。青衫男子正是罗正文，他拉着王胜过来，这是我师弟
王胜。黑衣班头早就看出两人关系要好，听得罗正文介绍，刚才在榆木面前的淡漠立刻化作了满脸的笑意，带着满满的敬意，连忙拱手弯腰道：“衙门班头申焕，见过王兄。”赵家五院王胜，见过申班头。王胜也拱手一礼。这，榆木呆呆地站在一旁，瞪大双眼，早就看傻了。他看着似乎有对罗正文和王胜讨好意味的班头，心中的震撼翻江倒海，大脑陷入一片空白。他百般讨好的班头，现在在讨好刚才还被他教训的王胜。瞬间，榆木全身都在发麻，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另一边的黑蛋和何二丫也早已慌忙起身，满脸震撼，目瞪口呆地看着正在和班头见礼的王胜。不是王胜自己说练武看不到头吗？他不是练武一事无成吗？那他怎么有资格能结交班头这样的人物？想到之前对待王胜的指手画脚，和二丫黑蛋两人忽然觉得有些后悔后怕。衙门班头听起来好像是个小人物，但权力可不小，一般的大户人家都要与之交好，时不时的送上些银两。像和二丫这样的丫鬟，黑蛋这样杀猪的，便是见了班头的手下的小弟都要畏惧三分。王胜知晓，衙门班头放到现代，那就是一个局里的大队长，名副其实的地头蛇，消息灵通，有的时候能起到大作用。王兄，榆木兄弟是你的朋友？班头申焕笑着扫了一眼榆木，榆木勉强露出笑意，额头却是渗出丝丝冷汗。王胜点了下头，就没再说其他。榆木顿时松了口气，还好王胜不计前嫌。然而申焕能做到班头这个位置，早已是人精了。只单凭一个字，申焕就听出了王胜和榆木的关系一般。榆木，你自便吧。申焕淡漠说道。是，班头，有事您叫我。榆木心头的别扭一闪而过，他却没有那么敏锐，察觉出申焕口中先后2次叫出的榆木兄弟、榆木中的区别。不过榆木心中已经下定决心，接下来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讨好王胜，还要让榆木千万别再跟王老爷争吵不休。随后罗正文领路，王胜与申焕边说边上了3楼。松顶楼3楼布置的分外精致，隐私性也非常好，四周视野开阔，时刻有女子在弹琴奏乐。王胜3人落座，早已备好的酒菜迅速端了上来。来，今日王师弟出关，又有申班头落座，我提议我们先共饮3杯。罗正文说道。王胜、申焕2人自无不可，连续3杯酒下肚，气氛就随着琴声、酒气、佳肴逐渐活络开来。罗正文先是询问了王胜的闭关情况，得知进度还算可以的结果后，便和申焕聊起了最近二水城以及江陵府的事。王胜正好想知道外界的情况，便在一旁倾听，偶尔插嘴询问2句。很快，王胜在2人的言语中就得知了一部分重要消息：造反军陈兵江陵府边境，索要10万担粮草、10万两黄金、猪牛羊给1000头。如果江陵府不答应，就大举进攻江陵府。但问题是，哪怕是江陵府答应，谁敢保证造反军就不打了？北边的韩国蛮子已经确切在整军南下，江陵府正在紧急征兵，配合原来的江陵府军赶去几个重要关口御敌。一旦关口被破，那等待江陵府的就是蛮人大军长驱直入，尸山血海就在眼前。另外就是关于江陵府的江湖消息，江陵府身处乱世节点，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都整天担惊受怕。这个时候，一些有名的江湖高手就想趁势而起，或搞投名状，或者自己组建势力等等，闹得江陵府很不安宁。二水城的辖区内也发生不少事，几个山野大匪合并一处，竟然起名天子军，时不时劫掠乡里，扩充兵源，意味不言而喻。还有就是最近二水城多了不少陌生的江湖人士，有人想趁乱出名，博大人物关注，上门踢馆，各有死伤；有人暗中为非作歹，做采花大盗，害了不少小有余财的人家女儿清白。还发现有人偷偷修炼魔功，已经吸了数人的精髓，死状惨不忍睹。甚至申焕言明，最近二水城里忽然出现一个神香教，竟然得到官府一部分大人物的支持，在迅速扩张，侵犯了不少势力的利益，已经和武盟闹得不欢而散。短短半个月的时间，王胜听着就像过去了半年似的，没想到竟然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嗨，有些事早就在暗中发生了，只不过是如今江陵官府面临造反军和蛮子夹击，已经有心无力，哪还有余力去管下面的情况，这才让那些人的问题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来。罗正文感叹道。罗兄说的是，其实啊，我看这大晋朝要完啊。班头申焕一语说出，让王胜颇为惊讶。哈哈，师弟不用奇怪，申班头是自己人。罗正文笑道。那师兄，申班头可曾想过退路？王胜在听完2人的消息后，立刻就起了跑路的念头。幸亏他出来了这么一趟，如果再不出来，等到乱军兵临城下，就是他修炼到暗境大圆满也没用啊。除非能到化境，还不到时候。江陵府土地辽阔，便是府城沦陷，我们二水城离天南府较近，也有时间过去。罗正文摇摇头道。不到关键时刻，谁愿意背井离乡，舍弃百年家业？王兄不必担心，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我等一起也好有个照应。何况乱世才有机缘出，像化境法门一直被那些大人物把控，不泄露出半分。但现在有些大人物在想着，要不要拿出化境法门做奖励，吸引一些高手。申焕笑道。
化境法门。罗正文轻笑一声，就算有资格拿到手，恐怕也得被那些大人物掌控性命。那成化境有何意义？这些大人物果然是断后人路段的彻底啊！是真想一辈子坐在最上层，不准底下出现能挑战他们权威的人。王胜心中道。当当当！忽然一道铃铛声从远处的街道上传来，接着是隐隐约约的呼喊声：“神香出世，保世安宁，香道神道，皆为无道。”罗正文面露冷色，这就是神香教。今天是他们第一次游街，这是要让全城百姓都得供奉他们啊！罗兄莫急，这神香教万万惹不得。还有王兄，你也要知道，以后遇到神香教的人，最好买他们一支香，否则便是武蒙，他们都不买账。申焕郑重告诫道。王胜闻言点点头，心中却是对神香教有了个判断。神香教就是官府衙门与穷凶势力的结合，黑白两道都是他们的人，国家机器与黑暗势力结合，这许多势力恐怕都得被搞下去。哼，我若晋升暗境，也不怕他们下暗手，但暗境一关何其难，我不知何时才能晋升暗境啊！罗正文先是怒哼一声，接着想到自己卡了多年的劲力，又画出无尽的伤感。王胜没有吭声，这要是让罗正文知道自己晋升暗境，那恐怕得刺激的对方红眼极了。在闲谈中，这场酒渐渐喝完，临离去时，于木等人被申焕叫走，王胜则跟着罗正文回到赵家五院，既是朝师复报个平安，彰显尊敬，也是罗正文想让王胜多结交一些师兄弟。而王胜的真实想法却是想看看从师傅哪里到底有没有办法得到大衰杯手的后续法门，哪怕暗境阶段的也行。如果得到，那王胜瞬间就能拥有双倍的暗境劲力。赵家五院新的一轮弟子正在努力修炼，哼哈声不绝于耳，而隔壁就是清水五院的女弟子的娇喝声。王胜听着都感觉这一批弟子入门的难度比前几批都要大。之前从罗正文口中得知，清水五院疑似遭到强者袭击，和院首为此身受重伤，才不得已和赵家五院合并到一起，以防不测。王胜大步走进五院，扫了一圈后，一眼发现角落中有人在围着葛小谷。葛小谷已经正式成了五院的入门弟子，度过了2个月的新人期。因为他平时与王胜走得比较近，加上吴安晋升明镜，背后又有丹家支持，所以一些入门弟子就成了吴安的追随者，听他指令，借着练手的名义欺压葛小谷。与葛小谷交好的几人，也只有王胜一人得以晋升明镜。之前他不在，自然没人给葛小谷撑腰。你们在干什么？王胜面无表情地走过去，一声轻喝：“谁敢插手？”啊，原来是王胜师兄，您出关了。我们这是在教葛师弟修炼呢，他修炼不到位，需要我们亲自让他体验一番才行。对，就是这样。3个正式弟子看见王胜竟然忽然出现，脸色一变，连忙解释说道：“教他修炼。”王胜眼睛微眯，还请师兄做主，他们都是跟着吴安的。葛小谷见王胜出现，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好，那我也教教你们3个。”王胜闻言，抬起手掌，直接一人给了他们一巴掌。既然是跟着吴安，那他就不客气了。你竟然敢打我！叫你一声师兄，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不就是明镜吗？老子家里有的是钱，光是明镜级别的护院领头的就有好几个，你算什么东西？一个土包子也敢上我？3人中为首的一人神色阴沉难看，眼中满是恨意，寒声说道：“啪啪啪！”王胜等他说完，又是毫不犹豫的3巴掌上去，为首的这人瞬间就被扇成猪头，满脑袋头晕目眩的。够了，王师弟，你好大的脾气！刚闭关回来就如此痛打入门弟子，还打我的人！吴安从内院走出，一眼看到角落里的数人乱象，顿时大怒，厉声说道：“你的人谁欺负师弟，不遵门规？我身为明镜师兄，自然要好好教训教训他。而且吴师弟，你脑子昏头了？难道不是我先晋升的明镜？你难道不该称呼我一声师兄？”王胜神色淡然，平静说道。吴安看了几个小弟一眼，见他们只是脸部红肿，没有受太重的伤，知道王胜并没动用劲力，心中不免暗道可惜。如果王胜敢用劲力伤害师弟，那吴安立刻就会举报给师傅，自会有师傅重罚他。现在这种情况下，伤人有因，却是不重，即使举报给师傅也没多大用，估计都得挨罚。王师弟，你错了，我比你入门早，你自当称呼我一声师兄。吴安神色冷漠说道。他自持有丹家支持，自己的根骨更比王胜好上太多，前途远超王胜。而且在他看来，王胜晋升明镜也只比他早几天而已，差不了多少。所以吴安认为自己早晚能超过王胜，甚至他觉得自己这么多天在服药之下，应该比王胜的劲力要强一分。看来吴师弟是想跟我比试一番了。正好我前些时日偶然得一宝物，闭关多日，劲力大涨，快到明镜中期了，那今天就和吴师弟练练吧。王胜坦言说道。这是王胜早就想好了的说辞，他想要大衰杯手后续法门，就得展现部分实力，让师傅看到他晋升暗境的希望。他要让师傅看到自己如此年轻，依仗机缘就进步迅速，未来未尝没有得进暗境的机会。什么？明镜中期？吴安神色大变，眼睛一瞪，忍不住上下打量着王胜。他才刚稳定住体内的劲力，这个王胜竟然就侥幸快到明镜中期了，这个王八蛋也太幸运了。怎么，
吴师弟不会是不敢比试了吧？王胜讥笑一声，刻意激将吴安，要把他的退路断了。吴安神色犹豫不决。到了明镜之后，明镜初期与明镜中期的劲力可是差了一半，也就是说，初期与中期相比，就等同于一个12岁少年打一个18岁的，胜率太低了。可现在他的小弟们都在看着，还有一群新人弟子，甚至隔壁院的女弟子听到动静，有人也在趴着墙头偷看。这要是连比都不敢，脸就真的丢了。正当吴安要答应下来时，忽然一人从内院中走出。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内斗吗？成何体统？难道不知师傅最不喜内斗，还不速速停下？来人是一个背负双手，身形孔武有力的彪形大汉，他脸上有着长长的刀疤，看起来非常凶悍。是金师兄。吴安借坡下驴，立刻答应下来。吴安庆幸，还好丹家早就和金师兄交好，此次金师兄回来，可谓是正好帮他压制王胜。王胜看向彪形大汉，敏锐地察觉到此人是一位暗境高手，他在替吴安解围。你就是王胜吧？才刚出关就自以为能横行师门，欺压师兄弟了，看来是有点实力，就不知天高地厚了。若是你有胆量，来和我试试。彪形大汉脸上带着一丝笑意，挑衅似的朝王胜伸出一只手，手指勾了勾，语气中带着些许不屑和冷意。哈哈哈！金师兄说笑了，王胜才是明镜，哪里能跟暗境高手比试？罗正文生怕王胜没见过此人，一口答应下来，连忙站出来说道。同时，罗正文心中暗骂：金仓这王八蛋，刚才说的不要内斗，转眼自己就来欺负师弟，说的话全成放屁了。罗师弟，你不觉得有些太过包庇王师弟了吗？不过我给罗叔一个面子，请代我向罗叔问好。彪形大汉金仓朝罗正文点点头，接着看向王胜，与王胜对视时忽然笑了，露出森森白牙，眼中寒光乍现，不言而喻的威胁之意很是明显。他在暗示王胜再感动吴安就不会这么好解决了。随后金仓回了内院。呼，罗正文轻松口气，金仓口中的罗叔正是他的父亲罗家族长，暗境后期修为。这是金仓师傅早期的弟子之一，暗境中期已经在外边开家立业。因为神香教以及许多江湖高手涌入二水城的关系，他不得不回来和师傅商量对策，希望请师傅出面。不只是他，其余的暗境师兄都回来了。现在乱世之下，哪怕是暗境高手也想依靠化境大武师抱团取暖。罗正文低声给王胜解释道：罗师兄多谢了。王胜谢道：不妨事，你也要小心行事。暗境师兄比我们强出太多，现在不是之前5院只有明镜的时候了，他们在这一天，我们就要低他们一头。罗正文告诫道：我知道。王胜点点头：好，师弟你明白就行，而且也不必害怕金仓，有师傅在，他不敢怎样。罗正文笑道，安慰王胜，让他不用太过担心，今晚就杀了这金仓。王胜心中暗道：多谢师兄刚才相助，师兄以后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葛小谷拼尽全力，一定做到。葛小谷眼见暗境武师都掺和进来由自己引起的纷争，心中惊恐不已，但他没有退缩，反而向王胜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葛小谷不傻，他知道自己现在即使再跟王胜拉开距离也没用，到时没了王胜的庇护，还有可能当成别人的出气筒。现在只有一条路走到黑，跟定王胜。不用如此，是我连累你了，以后小心一些。王胜说道。葛小谷连连点头。嗖，一道身影从墙上忽然消失，王胜瞥了一眼，没有在意。师兄，那是清水5院的武婷婷，长得很好看，但她最喜欢打探消息，八卦得很，时不时的就偷窥我们，闹得许多师兄弟很不自在。葛小谷连忙说道。对了，说起清水5院，最好看的竟然是那位院首啊！那天和院首来跟师傅谈事情，他离去时有风吹过他的面纱，卧槽，那张脸绝了，跟仙子似的，又白又嫩，完美无瑕。要是出现在临春楼，肯定是头牌中的头牌。葛小谷说着说着，一激动，嘴一瓢，听得王胜嘴角一抽，立刻抬手拍了他脑袋一下，不想活了。那个武婷婷还不知道走没走呢。葛小谷顿时吓得两股战战，冷汗刷的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只是想和师兄分享那位和院首的美貌，特别想表达院首的美，却忘了这是在啊。这时金仓等暗境弟子陆续走出内院，有的人快步独自离去，有的人结伴要去喝酒。金仓冷冷看了王胜一眼后，才恢复笑意，和另一个暗境同门相约千鹤楼赴宴。王胜见内院没事了，便抬步走近，应该会没事的。葛小谷看着王胜的背影，喃喃自语：和师兄作对的新人弟子孙天死了，天才弟子林树死了，前不久那个明镜师兄方明光也死了，我这次也一定会没事的。哎，这么一算，师兄真幸运啊，谁和师兄作对，谁就死了。师兄还有机缘冲刺到了明镜中期，师兄的运气真好，我一定要跟着师兄走。葛小谷暗暗想着，他并不会想到是王胜杀了他们，毕竟王胜才练武几个月，能成为明镜都已经是运气了，还怎么能做成这么多事？内院，赵介正在树下练功，旁边有年轻的师娘梁氏，身穿一身绿色衣裙，腰身笔挺，腰肢纤细动人，肥硕的臀部坐在石凳上，竟然完全盖住了。他在被查调查。弟子拜见师傅。师娘。王胜拱手一礼，
赵介正在练功，没有出声。梁氏淡然地继续调茶，同样没有理会王胜。如果是刚才那群暗境弟子前来拜见，梁氏肯定会立刻放下调了一半的茶接待对方。但王胜一个明镜弟子，而且还是众多正式弟子中最不被看好的一个，梁氏自然也就端起来师娘的架子，让王胜等着便是。片刻过后，梁氏才冲泡好了茶叶，语气淡淡说道：“你有何事？”回禀师娘，弟子日前有幸得遇一老参，扶之闭关多日，即将突破到明境中期，然弟子愚钝，恐对接下来的武道之路出现差错，不解困惑何其多，又担心接连询问打搅了师傅，所以弟子想求师傅赐暗境法门，想明白前路，自思自量，还请师傅师娘成全。王胜面容郑重，声音诚恳，丝毫没有被轻视的不满，反而直接跪下行大礼参拜。梁氏秀眉轻皱，眼神冷漠地扫了王胜一眼。他已经知道王胜的根骨是下等根骨，像他这样的突破明境都是侥幸，更何况还痴心妄想的去突破暗境，简直是徒惹笑话。不过修炼法门一事，不是梁氏能做得了主的，所以他微微思索，便默然说道：“既然你有心求法，那就继续跪着，且等夫君练功完毕吧。”梁氏说完，又开始了展现茶艺。他站了起来，身段玲珑有致，前凸后翘，韵味十足。梁氏玩着茶艺，摇茶、撞茶、拉茶等等，秀的一批。王胜跪在地上，眼角的余光瞥到梁氏的动作，感受着梁氏自始至终的冷漠和轻视，心中咬了咬牙。半天过后，赵介才收工，缓缓吐出一口长气，白色的气流在半空中宛如一条小鹿龙，竟然短暂的凝而不散。赵介收工的刹那，气流以他为中心，化作一阵清风，席卷整个内院，摇得大树簌簌作响，拍得门窗吱吱呀呀。这就是化境。王胜感受着化境大武师带来的压迫感，心中羡慕期待不已。师傅，王胜再次行礼，刚说了2个字：“给他。”赵介懒得再多说，随口说了一句，便转身进了屋子。谢师傅。王胜心中松了口气，他虽然感受到了赵介的冷漠和不耐烦，知道今天此举显然触怒到了赵介，但赵介可能念在王胜没有麻烦过他，也是个努力老实的，加上今日王胜如此行礼恳求，索性就答应下来。暗境法门，黑市上只要有钱就能买到，所以不算太珍贵，给就给了。但化境法门，那就是一个天堑了，没有化境高手传授，谁都别想得到。王胜知道自己的根骨，也不指望着自己能从赵介手中得到化境法门。梁氏从屋内拿出了大摔杯手的暗境法门，不可传抄。若是以后江湖上有大摔杯手的暗境法门流传，不论是谁传的，你师傅第一个杀你。梁氏俯瞰着跪在地上还没起身的王胜，声音清冷，警告说道：“是，弟子谨遵师傅师娘之命。”王胜低头伸出双手，恭敬接过法门。人道还算老实，可惜话不多。梁氏淡淡的点评了王胜一句，便转身离去。可惜他没看见低头的王胜，眼神中透露出的厉色。那点茶水赏你了。梁氏悠悠然的话音传来：“谢师娘。”王胜起身站在石桌旁，神色平静，牛角牡丹似的大口喝茶。这茶比松顶楼10两一壶的茶叶还香气扑鼻，恐怕一小团茶叶不下于30两银子。30两银子足够一个普通人家1年的吃穿用度。现在外面正值战乱，灵府恶殍遍地，这些银子会更珍贵，用得好，有可能能救数百人的性命。但在这里，也只是梁氏的一次随意摆弄浪费的茶水罢了。今天受气了，很不爽啊，所以要杀人。王胜面容冷漠，双眸深邃，平静如一潭幽湖。喝完茶，大步离去。泥鳅街王家得到大摔杯手暗境法门的王胜，钻研之后，只是闭关不到半个时辰，就成功将大摔杯手推进到大成阶段13000。王胜体内又多了一份暗境劲力，断金术、大摔杯手都到了暗境阶段。现在我拥有双倍劲力，加上我是炼体者的身份，又有修炼到第2层的叠血术宝底，可以动手了。王胜自语道。夜色笼罩下，二水城却是显得不如往常般平静。王胜身穿黑衣蒙面，腰间配着一柄普通长剑，踏着屋顶前行。在王胜得到暗境劲力淬炼的体质下，各种感官更加敏锐。他能听到远处多处不是有人在杀人，就是有人在放火，还有人在追杀和逃亡。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王胜环顾四周，发现二水城的白天和晚上简直是2个世界。白天平静祥和，太平安宁，晚上却是险象环生，火光不断。只是这些杀戮目前还仅限于一定人群，波及不到普通百姓，甚至不少百姓还乐得看一些为富不仁的家族倒霉，拍手称快。王胜没有插手任何纷乱，当那在后的黄雀。他今天目标很明确，杀金仓。千鹤楼。王胜站在阴暗的小巷中，抬眼望去，灯火通明的楼中，丝竹之声隐隐传来，悬挂的大红灯笼很是喜庆，一副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金仓就在千鹤楼的某一个位置，在饮酒作乐。最后一顿晚餐，吃吧。王胜轻声一句，而后身影彻底消失在黑暗中。时间推移，月亮也在不断升高，大地上一片银装素裹，竟然变得很是亮堂。王胜原本盘坐在阴影处，参悟修炼叠血术第3层，月亮的移动将他的位置暴露出来半个。王胜刚想换个位置，突然一道人影猛地翻越墙壁，坠落到了小巷中，一股血腥味刹那间便充斥了整个小巷。即使不用看，
王胜也能猜到这个人恐怕都快被砍成血葫芦了。救我！求求你，救我一命！我是刘家的少爷，快把我带进千鹤楼，我给你100两黄金。坠落在地，浑身浴血的那人想要挣扎起身，却奈何始终起不来，他只能祈求盘坐在的王胜救他一命。王胜根本不想搭理这种追杀，起身本打算换个位置离开，但当他听到刘家这2个字时，眸光微动，停下了脚步。刘家？那个刘家？王胜问道。二水城最大的刘家，我就是刘家的少爷，快带我进千鹤楼，我一定给你100两金子。快呀，快带我进去啊！这个刘家少爷无比激动地说着，时不时的还看看后面，眼神中透露着恐惧之色。王胜没想到今天晚上这么热闹，连刘家都遭殃了。王胜刚要走近，询问个明白，看看发生了何事。接着，王胜停住了脚步，他抬眼望去，3个呼吸后，数道人影翻墙追杀过来。呵呵，刘少爷，你跑得倒挺快，金雷腿修炼到不错啊，怎么不继续跑了？千鹤楼就在眼前啊！可惜，可惜！追杀过来的数道人影中，为首的一个光头蒙面男子冷笑道：“阁下最好不要找不自在，赶紧离开吧。”另一个蒙面人看向王胜，带着威胁之意说道。王胜点点头，就要离开。能覆灭刘家的，一定不简单。他也懒得为点钱得罪一个不明事理。等一下，我看你刚才似乎有要救人的意思，干脆就别走了。光头男子见王胜主动退却，以为王胜怕了，立刻就起了杀心，想要顺便把王胜杀了，多抢一些钱财。救人？你错了，我与刘家有仇，杀他还来不及。王胜道。然而王胜的解释听在光头男子耳中，却是认为王胜更害怕了，恐惧了，再强行辩解，想和刘家拉开距离。哪来那么多废话，杀的就是你！光头男子大笑，大手一挥，就让一个手下前去试试王胜的斤两。王胜本来平静的神色立刻变得冷冽。为什么非要逼我出手呢？他早已看出眼前这几人都是明镜修为，具体如何不知，但料想最强也不过是明镜大圆满而已，就是逼你出手，你能如何？一个上前试探的蒙面人话音未落，扑哧，一道如败炼般的剑光划过，蒙面人头颅嗖的一声飞起，仅且迟了几个呼吸才反应过来，喷涌而出，尸体砰的一声倒地，换来的是整个巷子变得极其的安静，或者说死寂。咕咚，有人咽了口唾沫，剑光太快了，远远超出明镜能挡住的范围。暗镜武师，眼前这个刚才主动退让的家伙竟然是暗镜武师。光头男子心中要破防了，疯狂的怒吼咆哮：你说你踏马堂堂暗镜武师，怕我们几个明镜干什么？这不是在故意引诱人杀人吗？不对，这是遇到阴险的武师了，故意用这一招以退为进，太狠了，太不当人了。一瞬间，光头男子脑海中涌出无数念头，将王胜的祖宗18辈都骂了个遍。但现在光头男子却是恭敬，带着极其讨好的语气说道：前辈，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前辈，我们愿意拿出全部身家赔偿前辈，还请前辈饶我们一命啊！求前辈饶命，饶命啊，前辈！另外2个黑衣人也连忙苦苦求饶。王胜神色漠然，一语不发，提剑踱步上前，死亡的煞气扑面而至，一股巨大的压迫感瞬间就笼罩了3个蒙面男子的心头，宛如一颗巨石压在身上，吓得他们瑟瑟发抖。暗镜武师要杀人，除了同级别的，谁能挡得住？要死了，真的要死了！前辈，前辈，前辈，你三思啊！前辈！光头男子大急，满头冷汗，连喊了数声后，见王胜越来越近，又不顾教规，喊道：我等是天下教门人，天下教即将主导大事，南领大军兵临江领府，前辈何不弃暗投明，归顺我天下教？只是依旧没有回应。哒哒哒，王胜的脚步声每一次响起，就想踩在光头男子等人的心脏上，压得他们心脏剧烈跳动，血直往脸上涌，逼得他们满脸狰狞毕露。马德，和他拼了！冲进千鹤楼！光头男子一声大吼，其余2个黑衣人闻言直接拔剑冲了出去。然而下一刻，光头男子却是朝相反的方向逃去。草你妈！2个黑衣人还没骂出口，就被王胜的剑光笼罩，瞬间失手分离。光头男子也没逃脱，被王胜投掷一剑命中，穿透心脏。唉，为什么非要逼我呢？王胜叹了口气说道。光头男子还留有一丝意识，心中满是无尽的怨恨，只想对王胜破口大骂：谁他妈逼他了？另一边，一个人影站了起来，却是刚才谁也没管的刘家少爷。他全身浴血，几次摇晃，却没有倒下，服下一些丹药，总算勉强吊住了一口气。刘家少爷知道自己的情况很糟糕，所以他直接对王胜说道：前辈，饶我一命，条件随便你提。王胜点点头，认真说道：是吗？随便我提，那我让你死！王胜抬掌就朝对方杀去。好，这是你逼我的。刘家少爷早有准备，见王胜不答应，立刻激发了自身的全部潜力。你刚经过厮杀，肯定有所消耗，你修的是剑法，手上没有剑，徒手无法发挥暗境法门的全部威力。我现在施展喋血术第3层，将我的肉身潜力发挥到最大，我一定有希望，我一定有希望冲出去，杀出去，活下来！刘家少爷本来是自语念着，到最后爆发潜力，全身肌肉暴涨，仿佛一个小巨人般，与王胜相撞时更是嘶吼咆哮出来，气势无比慑人。
砰！王胜神色平静，一掌下去，双倍的暗劲劲力宛如狂潮一般随之打出。紧接着，刘家少爷就像是个被戳破的皮球，出手的拳头手臂碎成数十块，巨大的身形被恐怖的劲力打得陡然坍塌，剧烈缩小，全身粉碎性骨折，几乎化作一个小矮人，嗖的一声倒飞出去，重重撞在了后面的墙壁上。他整个人都镶嵌在了墙体上面，化作了一滩肉泥。而后墙体轰然倒塌，掀起大量灰尘。谁告诉你我擅长剑的？没了剑的我只会更强。王胜摇摇头道，刚才他拿剑时用暗劲劲力施展尚处于明镜阶段的白龙剑法，相当于烧汽油的改成烧柴油，确实能够提升白龙剑法的威力，但因为剑法境界还未到，所以爆发出的杀力不如真正抵达暗劲阶段的法门。所以没了剑的王胜施展暗劲劲力和配套法门才是他的基础实力。可惜没机会杀金仓了。王胜感觉到有人在靠近，不过今晚也不是没有收获，刘家完了，他更杀了一个刘家少爷，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刚才我好像听到我刘家侄儿的声音，是那位朋友在里面，可否出来一见？这时金仓的声音在小巷外响起，声音郑重，带着些焦急之意。王胜停下了要走的脚步。金仓，他出来了。王胜转念一想，就想到了缘由，怪不得这个刘家少爷会跑到这里来，恐怕是想朝金仓求救。赵家五院一向与刘家、丹家、郑家等几家有来往关系，金仓和刘家扯上联系也是在意料之中，说不定金仓还是刘家的女婿，这个概率很大。我确实遇到一位被追杀的刘家少爷，我救下了他，他现在昏迷，我不想出去，你过来救他便可，但我需要黄金300两。王胜说道。小巷外不要进去，以防有诈。金仓的同伴看着满是灰尘、黑暗阴影笼罩的小巷，谨慎说道，无妨，便是暗境后期也休想击招杀我，若我有危险，你们可冲进来支援。不过我觉得里面的朋友不会如此无知，敢对化境大武师的亲传弟子动手。金仓如此说道，声音不小，显然是想让小巷里面的王胜听到。自然，我不过是一无名之辈，只是想捞点银子而已，怎敢对化境大武师的亲传弟子动手？王胜伪装的沙哑声音从小巷中传来。哼，亲传弟子你也配？王胜心中却是冷笑一声，赵界的亲传弟子可是完全与赵界绑在了一起，未来能继承他化境法门的，除了他儿子，还没有那个弟子被认定为赵界亲传，除非他儿子死了。此时许多人都在附近看着好戏，议论纷纷，没人敢接近。金仓的同伴也是师弟田木真景皱的眉头略松，他觉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对方恐怕也不敢乱来，更何况金仓是暗境中期，乱来也应该乱不到他头上。金仓也是这样想的，他朝师弟田木真点了点头。师兄放心，有事只需喊一声便可。田木真郑重说道，谅他也不敢妄动。金仓轻笑一声，神色平静自若，身披黑色长袍，魁梧的身材鹤立鸡群，引得不少人感慨这个男子绝对是江湖上的高手。其实也确实如此，金仓开了一家镖局，手下有数十位好手，又和别人合伙屯下大批田地，一个村子的百姓都是他的佃户。他还是武盟的长老，位高权重。哒哒哒，金仓大步朝阴影笼罩的小巷内走去。此时小巷内刚才扬起的尘土已经落下去不少，但仍有不少像雾气一般模糊不清，阻挡着视线。金仓走进小巷后，直到看见不远处站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才停了下来。他刚要开口，突然那个黑乎乎的人影扑通一声倒了下去。金仓瞳孔一缩，瞬间感到一阵冰冷的杀意笼罩了全身，冷汗哗的一下就出来了，根根汗毛倒竖，毛骨悚然。下一刻，一道比他体格还要大上一些的人影从金仓背后浮现，巨大膨胀的肌肉，被撑破碎裂的黑衣，以及满头黑发乱舞、满脸血腥的狰狞人脸。轰！这是开启蝶血术第2层的王胜，全身的肌肉虬结宛如钢铁，身形高大魁梧，不似人类。死！王胜一声低喝，他施展出大摔背手的杀招，整条手臂仿佛化作一整块钢铁巨碑，恐怖的雄浑暗劲震得周遭空气嗡鸣，地面上的青砖如蛛网密布般碎裂。双倍的劲力加练体术加双层的蝶血术，王胜辛苦修炼的一切在一瞬间爆发。不！金仓这一刻牙眦欲裂，浑身劲力疯狂涌动，全身血液仿佛决堤洪水一般迅速凝聚起全身劲力。金仓堪转过身来，刚凝聚起暗劲，抬臂格挡，无比刺耳的破风声，沉重的风压就扑面而至。金仓的脸皮都被劲风吹得乱七八糟，下一瞬，恐怖的全力救重重砸在了他的手臂上，咔嚓咔嚓，汹涌的暗劲和巨力如崩堤洪涛炸开，金仓的手臂寸寸断裂，发出数不清仿佛树枝断裂的咔嚓声。啊！金仓刚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王胜进一步上前，顺势沉腰坐马，丝滑无比，三力合一，另一只手早就积攒蓄力的炮拳轰然出膛。金仓在这种时候竟然还能做到防御，他及时抬起膝盖接下了这一击。咔嚓，膝盖碎裂，巨力扭曲了整条大腿，仿佛麻花般剧烈变形，鲜血与白骨裸露在外，看起来极其瘆人。骨骼碎裂声混着惨叫声刺破耳膜，金仓双目暴突，口鼻喷血如箭，身体像断线风筝般倒飞出去，重重落在了倒塌的墙上，鲜血与泥土混合在一起，
仅仅几个呼吸，刚才还雄武英发、自信满满的金仓就被打成了一条废狗啊！金仓惨叫声如鬼噬啃咬，眨眼间他变成了一个重度残废，双臂破碎，一条大腿被废，难以想象的疼痛疯狂刺激着他的神经，让他想忍住都无法做到。为什么？为什么？那是大摔杯手叠血术，是谁要杀我？金仓疼得说不出话，乌哑哑的惨叫，脑海中却在疯狂地质问着。另一边，小巷外，金仓的第一声惨叫以及骨头的碎裂声，吓得外面的所有人一跳，一下子所有人都心惊胆战，忍不住连连退后，甚至有不少人转身就跑了。真的出事了！唯有田木真空荡荡一人站在原地，神色豁然变得无比难看，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按照约定，他应该冲进去救人的，但谁能想到金仓会发出如此瘆人的惨叫？着实吓得田木真双腿如灌铅般沉重，硬是不敢挪动一下。金仓是暗境中期都这个下场，田木真自认为自己这个暗境初期进去能落得了好。不过田木真还是不想惹上卖掉师兄的骂名，刚想咬着牙也要进去看一看时，紧接着金仓更加恐怖的惨叫声如厉鬼哀嚎一般，刺激的小巷外的所有人心跳加速，一个个面露恐惧之色。还在围观的百姓，还是一些明镜舞者，直接四散奔逃，仿佛真的有恶鬼在后面追赶他们一样。卧槽，师兄究竟遇到了什么鬼东西啊？田木真心中惊惧，真的不敢动了，头上汗如雨下，整个人麻木地立在原地。他想跑了，可在暗中还是有暗境武师看着的。今天田木真跑了，扔下师兄不管，那明天爱面子的赵介知道了，即使不废掉他，也要打断他一条腿。这个田木真也是个废物，连进都不敢进。千鹤楼上，暗中窥视的暗境武师不屑地说道：“那你进去看看。”有人笑道：“哼，我告诉你，里面顶天了就是一个暗境大圆满，不可能是化境大武师出手。我进去照样3期看。”这个暗境武师梗着脖子犟嘴道：“你好大的口气，一个暗境初期也敢跟暗境大圆满3期看？废话，他3拳，我头七。那你这样说，我还能5-5开呢。”不提千鹤楼这边的吵闹，小巷内，王胜觉察到外面的人不敢进来后，稍微放了些心，随后便捡起地上光头男子等人的刀剑，朝已经成了残废的金仓扔去。扑哧，几柄锋利的刀剑结结实实将金仓定在了原地，大量失血之下，惨叫声都小了不少。金仓原本经过短时间的剧痛之后，正在渐渐适应，一点点找回意识。他故作继续大声惨叫着，却是暗暗凝聚劲力，打算等王胜一接近就骤然反击。可是王胜的谨慎，用刀剑将他定在了原地，直接让金仓陷入了绝望。你是谁？你他妈究竟是谁？刘家的人，还是我的某个不要脸的师兄？锦葵，是不是你？你一直和刘家联系密切，你是不是得了刘家的叠血术，然后来杀我？你敢杀我，师傅一定会宰了你这个畜生的！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金仓疯狂的怒骂，他知道自己活不了了，只能疯狂咒骂的发泄。同时，他也是想让外面的田木真听到，让他告诉师傅报仇。王胜听着金仓的痛骂，微微皱眉。刚才几柄刀剑看来没有扎中金仓的心脏和脑袋，看来金仓是在耐会，就有意识的躲避了。不愧是老牌的暗境高手，我一套连招下去，到现在还不死。王胜尽管知道自己现在走，金仓估计也活不了了，但他不喜欢留后患，万一千鹤楼的人拿出什么他不知道的宝药救了金仓，那才是麻烦。所以王胜大步上前，走到了金仓身边。是你？金仓看到王胜因为变大而遮掩不住的面容时，身体一颤，满脸的震惊与难以置信。他不敢相信，也无法相信杀死他的人竟然会是王胜。怎么可能会是王胜？那个白天他自以为能轻松拿捏，被别人认为最没希望晋升暗境的明镜废物，竟然在晚上就过来杀他。这一刻，金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后悔和恨意。他后悔自己闲着没事为什么要去招惹这个师弟，他更恨吴安，恨刘家，恨要不是有他们，自己又怎么能无缘无故去欺压王胜。送你上路！王胜一脚踩了下去。金仓连想喊出王胜的名字都做不到，只发出个模糊的人字，就被一脚踩断了脖子。金仓双眼瞪得滚圆，死不瞑目。王胜接着在金仓、刘家少爷、光头男子等几人身上摸索一番后，就从倒塌的墙壁后出现的巷道离去。有一名善于隐蔽的暗境武师隐藏在黑暗中，躲在另一张墙壁后面，还想悄悄追踪。咚！王胜忽然停下脚步，直接一拳打穿巷道周围的一面墙壁。墙壁后的暗境武师躲避不及，肩膀被命中，错位扭曲。砰！王胜庞大的身体撞塌了墙壁，无数乱石碎块之下，王胜出了3拳，就将一位暗境武师活生生打死。千鹤楼高层刚从门窗处踏出来，落到隔壁屋顶上的几个暗境武师看到这一幕，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后背隐隐发凉。王胜回头看了一眼，想当作看鹬蚌相争的渔翁。误会！一个暗境武师勉强露出笑意。于是这几个暗境武师互视一眼，不约而同的转身又跑回了千鹤楼。一炷香后，王胜藏身到了一家客栈。今天晚上闹的动静确实有点大，千鹤楼里面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不排除还有高手敢跟踪，所以王胜不敢回家，来到了客栈休养。当然
王胜也没受伤，只是开启了第2层的叠血术后会有几天的虚弱期。对此，王胜也已经买好了补充精力的丹药。咕咚，王胜吞下几颗丹药后，就开始查看自己的收获。包成一团的包裹在桌子上摊开，一些沾染血污的东西就显露在了油灯下。首先是染血的金票和碎银，有10两金和100两金，共计约3000两银子。别的不说，光是这些钱财就令王胜颇为满意了。有这些银子，又足够他修炼一段时间。上次买的大补天丹还没用完，这次可以额外考虑买一件护身内甲。然后是3本修炼法门，一本名为飞鱼腿，来自金仓；2本分别名为惊雷功、千毒手，来自刘家少爷。3本法门都直通暗境圆满，没有后续化境。惊雷功确实有点门道，王胜查看之后觉得刘家的惊雷功不错，既能有巨大杀伤，也能在关键时刻跑路。他现在正好缺一门腿法。至于那个飞鱼腿，偏向于游走灵敏，对于王胜来说不如惊雷功全面。千毒手可以算作旁门左道之术，但关键时刻用起来也非常好用。王胜觉得自己有必要闲暇时刻可以研究一下，如果真的有需要，也可以添加在修炼之路上。其余的收获就是几枚天下交的令牌、1张藏宝图碎片、1封书信以及几瓶丹药。王胜看了一番藏宝图碎片，发现要想凑齐完整的藏宝图，至少还需要5张。刘家的藏宝之处，刘家号称100年家族，应当懂得狡兔3窟的道理，或许找到藏宝之地，真能大赚一笔。可惜缺的太多了，没多大希望。王胜无奈道，想都不用想，多数藏宝图碎片肯定落在了天下教手中。这封信，神香教拉拢金仓的信，拿出化境法门、1000两黄金和朝廷百户的身份，画的饼可真大。这师娘粮是什么鬼？这神香教还知道金仓喜欢师娘，约定事成之后将粮食送给他玩弄。王胜看到最后不禁摇头，这神香教太大胆了，竟然敢把主意打到了化境大武士身上。神香教肯定拉拢了不止1人，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暴露，到时说不定造反大军还是蛮子没过来，二水城到自己起内讧了。随后王胜分辨了丹药，大都是一些恢复伤势、增进修为的丹药，和大补天丹类似。世家大族刘家完了，明天一定有大事发生，希望不要太乱。将东西分类收拾好后，王胜盘坐下来，心中念道：他还想稳定修炼一段时间。他现在手中有修炼法门，又有钱，哪怕没有化境法门，无法晋升化境，但王胜用所有的暗境法门堆，也能堆出一个恐怖修为，一拳打死化境的那种。第2天，冷风呼啸，二水城仿佛一下子就冷了下来。咔嚓，一只大脚踩断了一截干枯的树枝。换了一身装束的王胜走出了客栈。街道上人很少，颇为安静，偶尔路过的行人行去匆匆，根本不敢多留。王胜没感应到暗中窥视，便提步朝武院走去。别出去了，没听说吗？刘家被灭门了。什么？几百人都没了？快躲起来，神香教的人又来了，衙门的公差在到处抓人呢。王胜穿过一条条街道，有些人低声谈话就落在了他的耳中。哎，站住！你是什么人？几个拿着画像的灰衣差役叫住了王胜。你身上藏了什么？该不会是凶器吧？他们面色发红，眼神带着贪婪，上下打量着王胜。虽然穿着短衫，却腰间鼓鼓囊囊，似乎认定了王胜是个容易欺负的肥羊。武院弟子。王胜懒得和这些人废话，直接拿出了赵家武院正式弟子的牌子。唰，看见那个牌子，几个灰衣差役眼中的狠色瞬间消失，立刻退后几步，点头哈腰，露出讨好的笑意。认错人了，您走，您走。发了这种牌子的弟子，起步就是明镜武者，若是暗境武师，就是打死他们这些灰衣差役，也只是最多赔点钱而已。王胜神色平静，转身离去。后面传来了几个灰衣差役粗暴地踹开一家百姓的门，吆喝着查摸教弟子的声音。二水城还是发生变化了，更乱了。王胜走在城中，切实感受到一夜之间，许多人的戾气就爆发出来，或者说城中的大人物们真正感觉受到了威胁，开始放权发话，手下的人自然就肆无忌惮起来。就在王胜距离赵家武院还有一条街的时候，在一个小巷内，他再次被人拦住了。这次是神香教的人，来买根香，1两银子一根，护你平安。一群神香教的信徒一边追查天下教，一边推广神香，招收信徒。王胜知道神香教不能招惹，便随即掏出1粒碎银扔了过去。哎呀，挺有钱啊！为首的几个信徒见王胜这样穿短衫的穷鬼，竟然连求饶和反抗都没有，直接大气的扔出1两银子，免不得有些意外。我们这里有100两一根的神香，怎么样？要不要试试？闻了香气，能让你看见仙人啊！一个明镜信徒打量了一下王胜，顿时玩味说道：不用了，我是武院弟子，有要事处理。王胜拿出了自己的令牌。呵呵，你要是不拿出这个令牌，爷们就放你走了。武院、武盟在我们神香教面前算个屁啊！我告诉你，今天这香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为首的明镜后期的神香教信徒一脸冷色，脸上的刀疤显得格外狰狞，威胁说道：神香教与武盟对立，本来以前双方弟子见了面也最多放几句狠话，但今天因为刘家被灭，大人物们对武盟很不满，放了权，是要压一压这武盟。我要是拿出钱买这神香，是不是以后还有1000两一根的神香等着我？王胜默然说道：放心，只要你交了这钱
就是我神相交的人，以后我们庇护你。刀疤信徒大大咧咧地说道。哦，原来如此。王胜点了点头，环视四周，见小巷子里没有别人，然后王胜抬手一掌拍出，砰！明镜后期的刀疤信徒根本没反应过来，结实的胸腔仿佛被铁锤凿中，瞬间就凹陷下去，鲜血迸溅，像一个破烂的布娃娃，整个人狠狠砸在了地上，直接就没了声息。找死！你敢杀我神相交的人！有几个信徒自大惯了，没反应过来，没意识到王胜的实力，理所当然的直接拔刀。王胜神色自若，如闲庭信步一般，正常的踱步过去，一掌拍出，刀碎人亡。没有任何一人能挡住王胜一招。饶命！饶命啊！你怎么可能会是暗境武师？剩下的信徒有的满脸恐惧，疯狂求饶，有的拼尽全力想要同归于尽，都没用。什么明镜高手，什么人多势众，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这些人就宛如摧枯拉朽一般，被直接碾压爆炸。这群人连逃都逃不出这个小巷，直到杀至最后一个人时，最后一人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口中呢喃，好像被吓疯了似的。王胜看着这遍地的尸体和鲜血，嗅着空气中的血腥气，颇为无奈说道：我也不想杀人，可你们为什么要逼我？我每一掌下去都是对一个人几十年辛苦修炼的抹杀和否决，所以究其原因，还是你们的错，是你们让我杀了你们啊！王胜发出最后一道感叹声，手掌拂过最后一人的脑袋。你这个魔头怪物！最后一人忍不住破口大骂，扑通，尸体倒地。王胜确定没人敢偷窥后，信步离开。赵家五院，院内前所未有的安静，压抑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五院。赵介神色阴沉，负手立在院中，在他面前躺着金苍的尸体，除了面容还算完整外，其余的都惨了，而且惨不忍睹。许多弟子看了都不敢直视。金苍的家属跪在地上，小声哭泣，两侧所有弟子背手站立，静静等待赵介的宣判。王胜也在其中，尽管许多人的视线都悄悄扫过王胜，但他面容平淡，毫无波澜，只当作没看见。难道是他？吴安心神不宁，不断看向王胜，心里七上八下，很是不安。昨天金苍刚和王胜发生冲突，今天金苍就死了，这位免死的太快了吧？如果不是昨晚刘家被灭的消息太过惊人，那今天金苍身死的消息一定会传遍全城，引得不少人议论。一位暗境中期被人短时间内打死，这意味着已经有暗境大圆满级别的高手出笼，不再隐藏手段，开始下场杀戮了。无论那个暗境武士听了，都得提起警惕来。金苍临死前喊了景奎的名字，但为师并不认为是景奎杀了金苍，不过也不能放过景奎，先暂行将其看押起来。天下教的门人死在金苍身边，还有他们灭刘家之仇，而等今日随我追杀天下教。赵介知道想找杀死金苍的凶手难了，但天下教也有可能与此有关，加上刘家被灭，那赵介的火气只能释放在天下教身上。弟子愿追随师父斩杀魔教。王胜等人齐齐拱手，同声喊道。赵介做出决定后，下令解散，给了弟子们半个时辰的准备时间。半个时辰以后，谁若不过来，便废掉武功，逐出师门。师兄，师兄，你真是太幸运了，他竟然死了。葛小谷在看见赵介进了内院后，才凑到王胜身边，情绪难掩激动，小声地说着。葛小谷不敢说金苍的名字，生怕被赵介听见。昨天葛小谷还在想着王胜师兄运气真好，谁和他作对谁就死了，今天金苍竟然也死了。葛小谷越发坚定了自己的信心，王胜师兄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天命人，我确实运气不错。王胜点点头，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师弟，接下来要小心行事，行动要跟紧我，可能有大场面的厮杀，你还没到明镜中期，不要逞强。罗正文走过来说道。谢师兄。王胜郑重抱拳，行了一礼。哈哈，那这礼我可受着了，一会师兄保你无恙。罗正文笑了笑，眼睛朝内院位置看了看，刻意压低声音说道。师弟你确实有运气在身啊，昨天刚和金苍起了冲突，今天他就死了，要不是你才只是个明镜初期，谁也怀疑不到你身上，但凡你是个暗境初期，今天你就走不出这院子。哈哈，师兄我一向运气不错，要是以后师兄觉得倒霉了，就请我过去坐镇，说不定就能帮你把霉运赶走。王胜笑了几声，去你的，说你胖还喘上了。罗正文摇头失笑道，你这怎么有几滴血，怎么受伤了？罗正文忽然注意到王胜短衫侧面有一丝丝血迹，这里有血吗？我也不知道怎么惹上的。王胜疑惑道，他刚才在小巷里杀人时，虽然竭力避免杀人不沾血，快速杀完人离开，不沾惹血腥味，但看来还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留下了血迹。唉，最近城里死人太多了，可能就是你不知道在哪蹭上的残留血迹。走吧，我们去和李虎、魏与几位师兄师姐商量一会组队的事情。罗正文和王胜来到一群明镜同门聚集的地方，葛小谷满脸羡慕地看着，他没资格跟上去。此刻李虎、魏余、魏灵琴等人正在发愁，唉，这眼看就要和魔教中人碰上，修为却始终不到暗境，我不甘心啊。李虎神色沉重，脸上难掩无奈和失望，不到暗境就不入强者行列，化境大武师很是稀少，一般他们都有同等级别的强者牵制，不会随意屠戮明镜，但暗境就不同了，谁也说不清魔教暗境有多少强者。
但凡冒出一个暗境高手闯入明镜堆里，那就是乱杀，挡都挡不住。数十年修为遭遇到暗境敌人，就可能会瞬间化为乌有。所以李虎才急气迫切想要暗境修为，心里的危机感让他如芒在背，不敢放松。就是突破不了，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最多一群人聚集起来，遇到暗境高手，希望能多抗一回呗。魏余略有些气闷，他双手环胸，靠在墙上，修长的白皙双腿交错，声音清冷说道：“他也始终突破不了，眼见天下就要乱了，没有暗境修为，连自保的实力都不多。这对于他们这些明境大圆满的高手来说，简直是一个折磨。嘿嘿，其实我们实力也算不错了，就是像王胜师弟这样刚踏入明境的弟子才倒霉，恐怕都没杀过人，就要跟凶残疯狂的魔教中人对上了。”魏灵琴笑呵呵地说道，他眸光落在王胜身上，嘴角翘起，就是乐得看王胜笑话。王胜是和罗振文一路的，之前魏灵琴就看不上王胜这样的土包子，和罗振文起了争执。现在哪怕王胜突破到了明境，魏灵琴更是看不上了。在他心里，王胜这样的奴仆之子、卑贱之人，有什么资格跟他同处于明境这个层次？王胜突破到了明境，在魏灵琴眼中，就像是他眼中的美好被卑贱的奴仆给玷污了、污染了。要不是赵介爱面子，不准弟子内讧，否则魏灵琴早就开始起脸输出了。魏师姐，还是管好你自己吧。王胜看了他一眼，淡淡说道：“你这是什么语气？什么态度？有你这样对师姐的吗？既然不敬师姐，你想干什么？”魏灵琴还要再说，却被魏余打断。行了，大家聚在这里，不是听你欺负师弟的。魏余冷冷扫了魏灵琴一眼，我哪有欺负他？魏灵琴辩解了一句，见众人都不耐烦地看了过来，只好住嘴了。王胜，一会跟着我吧。魏余想了想，又说了一句：“当初王胜刻苦修炼时，魏余觉得王胜根本没机会突破，虽然可怜他勤奋，但两人非亲非故，也没帮他。现在王胜成了他师弟，魏余也不想看到这么努力的一个老实师弟就死在了这场与魔教的大战中，所以顺口提了一句：还不快谢谢师姐。”罗振文见王胜朝自己看了过来，连忙大急：“看他干什么？他一个明境后期，哪里比得上明境大圆满的魏余？何况多一个人庇护，就多一分生还的希望，不是？”谢师姐。王胜有些无奈，只好拱手一礼：“你小子不识好歹，好像还不情愿呢。”魏余大长腿踢了一颗石子到王胜面前，笑着调侃说道：“好了，不说闲话了，我这里有一颗暴血丹，谁要？我需要一件百段剑气。”李虎开口说道：“像他这样久久不曾突破暗境的明境大圆满，自然也兼修着其他武功。我这有一柄60段的长剑。”几个呼吸后，一个苦瓜脸的明境弟子站了出来，演示手中长剑。李虎接过后看了一番，最终答应交易。而后接下来众人依次开始了提出所需和交易。王胜这才明白，原来众人聚在这里还有这好处。很快就轮到王胜了，我需要一件护身内甲，防护越高越好。我可以出钱，也可以答应以后帮他办一件事。王胜说道。场面顿时冷了几分，没人回应。毕竟内甲在这个乱世算得上是保命的宝物了。但王胜只拿出钱和一个承诺，轻飘飘的，谁愿意交易？我家里有一件祖传的铁衣，防御力可以，只是太重了，非常重，穿上速度会大降。一个明境弟子站了出来，斟酌说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像太重的铁衣、重甲之类，基本都不在江湖中人的考虑范畴，大都出现在大军厮杀的战场上。铁衣，呵呵，不是炼体者的话，便是我们穿上也很是掣肘，更别说王胜一个明境初期穿上，那不就是活靶子吗？”罗振文第一个不答应，面容严肃，狠狠瞪了这个要卖铁衣的同门一眼。嘿嘿，我家那铁衣可是掺着玄铁，一般的明境想打都打不动，要是卖给王师弟，他可赚大了。卖铁衣的同门弟子名叫灵山，他满不在乎地说道：“不对吧？要真是掺着玄铁，便是拿到黑市上也能卖个好价钱。”魏余察觉到问题，说道：“师姐果然厉害。其实那铁衣有点缺陷，背部被砍过几刀，不曾修复，黑市上也曾拿出过，但价格我都不太满意。不过放心，那铁衣正面也能用，所以如果王胜师弟要，我就要1000两银子，外加一个承诺，不是王胜的承诺，是罗师兄的承诺。”灵山说到这里，狐狸尾巴露了出来，难怪他又珍惜铁衣，却又在这拿出交易，看来是看中了罗振文的品行和家世，想让罗振文替王胜做保。你确定不要我的承诺？王胜微微皱眉，他确实很想要铁衣。高等级的内甲其实有价无市，价格非常高。铁衣虽然重了点，但掺杂着玄铁，不比一些高等级的内甲差。王胜又是炼体者，也不在乎铁衣那些重量。切，我要是等你以后能帮上我忙，得等到猴年马月去。灵山不屑地说道。王胜沉默了，难道要做一回梁上君子？偷过来。王胜想着，我保了。罗振文忽然开口道：“师弟，你有我和魏余师姐护着，只要不是遇到暗境，基本没事。遇到暗境，大家都逃不掉。若是遇到明境敌人，有时护不住，铁衣也能帮你挡几刀，撑到我们支援。”罗振文想通了，觉得铁衣还真可能对王胜有用。哈哈，师兄大气，我立刻回去去取。灵山满意大笑，迅速飞奔离开。多谢师兄。王胜心中感叹，罗师兄这人的确仗义，认准了朋友就能帮到底，
绝不含糊。难怪灵山、魏宇等人如此信任他。罗师弟，王胜该不会是你爹的私生子，你的亲弟弟吧？要不然你怎么这么护着他？魏灵琴不爽王胜得到了铁衣，讥讽说道。不过令众人意外的是，罗正文这次没有和他争吵，反而神色郑重，认真说道：其实王胜的确和我已经去世的弟弟长得有些相似。这一下不仅魏灵琴等人哑然，就连王胜也有些无语。王胜，你长相随你爹还是随你娘？魏瑜忽然问道。随我爹。怎么了？哦，没事没事。魏瑜有些憋笑，摆摆手。罗正文有些莫名其妙，总觉得魏瑜没说什么好事。王胜却是问完之后就恍然明白了魏瑜的想法。王胜瞪了正在努力憋笑的魏瑜一眼，他没想到这个平时看着有些高冷的长腿师姐，内心竟然格外的闷骚，想的竟然这么滑，这么反差，真是欠茬。哈哈，王胜，你爹年轻时期是不是到罗家当过奴仆啊？是不是还在罗夫人身边当过差？魏灵琴口无遮掩的正说着，罗正文已然火冒三丈，大步朝魏灵琴冲去。魏灵琴，你敢对我罗家不敬，你找死！魏灵琴吓了一跳，眼见罗正文要和他拼命的样子，连忙后退，躲到了一个明镜大圆满的师兄齐长胜的后面。罗师弟勿恼，灵琴心直口快，你又不是不知道。齐长胜淡然笑道。齐长胜，你他妈别在这和稀泥！罗正文刚要怒喝，忽然整个院子安静下来。罗正文顺着众人的目光回头一看，赵介从内院走出来了。师傅，众人陆陆续续拱手行礼拜见。赵介神色冰冷，扫了一眼罗正文。师傅。罗正文如被冷水浇透，立刻清醒，连忙拱手。现在尔等可准备好了，随为师斩杀魔教，报仇雪恨？赵介淡漠道。是，师傅。众人齐声道。这时一个人影悄悄走进了武院，正是刚才去取铁衣的灵山。这一刻所有人都看向了灵山。灵山顿时头皮发麻，看到冷漠的赵介更是战战兢兢，连忙拱手说道。师傅，弟子这是为保护王胜师弟，特为他回家去了铁衣，耽误了片刻，还请师傅原谅。赵介本来就因为好友刘家被灭，徒弟金仓被杀而心中盛怒，现在灵山恰好撞到了他的枪口上，没有遵令在半个时辰内回来。至于保护师弟，王胜更是在昨天就因为修炼法门的事情触怒了赵介，让赵介对王胜的态度大幅度降低。种种结合在一起，赵介眼中的冰冷越来越重。唰，赵介抬手朝灵山虚空一抓，一股强大的吸力化作漩涡，滚滚实质性的劲力澎湃涌动，瞬间就将灵山吸了过来，脖子被一双大手掐住。灵山满脸恐惧与可怜祈求，浑身被浓厚的化劲劲力镇压，动弹不得，连说话都做不到。灵山违反为师命令，我已说过，敢违令者废掉武功，逐出师门。赵介如恶虎俯视，扫过众人，吓得李虎、魏宇等人心中发寒。咔嚓咔嚓，赵介朝灵山身上点了几下，发出骨头的破碎声。灵山立刻就如一滩烂泥般摔在了地上，不断的抽搐。整个武院瞬间变得更加寂静，悄无声息，连呼吸声都几乎微不可闻。一股肃杀之气笼罩了武院，所有人的内心都升起一种压迫感，表情紧绷。赵介微微点了点头，这才像个样子，否则到了外界，一群人松松垮垮，岂不是丢了他的面子？给你的你就拿好。赵介一脚将厚重的铁衣踢到王胜面前。是，师傅。王胜感受到赵介对自己的不耐烦，想必因为金仓身死，赵介也怀疑过王胜，但也只是一闪而过。他不相信王胜能杀死金仓。现在出发！赵介喝道。是。这一次武院内的每个弟子都神情严肃，再也没有，也不敢有半分怠意。杀鸡儆猴这套把戏再老，但架不住有用。很快，赵介亲自带队满城追杀魔教弟子。与此同时，二水城内其他武盟的势力，清水武院、九刀武馆等，还有官府、神香教以及一些大家族，也开始派人围杀魔教门人。而在数千里外，南陵府的造反大军与江陵府谈判彻底破裂，造反大军开始猛攻江陵府。本就乱象丛生的江陵府立刻就变得摇摇欲坠，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无数百姓流离失所，灾民遍地。江陵府的乱世来了，新书正在推荐，求每日追读，求支持啊！追读越多，这本书才能获得更多推荐，千万别养书啊！抱拳，拜谢各位读者大大了。此刻前后两扇城门紧闭，大街上没有一个百姓，空荡荡的，静得连鸟叫声都颇为刺耳，一股冷寂、荒凉的感觉笼罩了整座城池。在四周城墙上站满了全副甲胄的士卒，一排排弓箭手拉弓搭弦，齐齐瞄准了城内。突然间，一阵阵嘶吼声宛如惊雷般在宁静的城内炸响。杀魔教、新神教，杀魔教、新神教！一群群神香教门人弟子举着神香教的大旗，边喊叫边在城内到处翻找，肆意横行，霸道无比。其余势力也在搜寻魔教，形成一股股追杀洪流，将这二水城搅得天翻地覆。一条街上，赵介带领着武院弟子与暗境弟子率领的手下会合，直接就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王胜站在边上，竟等着赵介和那些暗境师兄谈话时，一群神香教弟子急匆匆跑过。王胜看了过去，顿时目露惊讶之色。
这群神香教弟子带队的，竟然是金牛帮的牛旋风。显然，神香教把金牛帮给收编了。二水城里骤然冒出神香教这么一大股势力，自然不是没有根底。其中的化境大高手来自于官府和个别豪门大族，余下的暗境民境很大一部分是由像金牛帮、白虎帮等一些小帮派、小势力乃至于地痞组成。走，庆丰客栈！不知谁喊了一声，一群赵家五院的弟子就跟着赵介迅速前往庆丰客栈，迎着冷冽的寒风，将客栈团团包围起来。王胜里面穿着铁衣，外表套着短衫，装作汗流浃背似的，被安排到了包围圈最外围，做做样子。杀！赵介全身澎湃的劲力宛如雾气般滚动，他神色冷冽，一声厉喝下，赫然带着4名暗境弟子撞碎了门窗，直接杀了进去。另外5名暗境弟子负责拦截要跑的魔教弟子。师弟啊，你也年纪不小了，也该娶妻生子了。我有一个表妹，温柔贤淑。罗正文闲着没事，忽然突发奇想，想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王胜。王胜嘴角一抽，真是到哪都逃不过的催婚，而且他才18，那么早结婚干嘛？王胜想了想，忽然说了一句话，就让罗正文黑了脸，哑口无言。罗师兄，我爹真没进你家当过奴仆，滚蛋！罗正文骂了一句，自顾自地躲远了。实际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关键王胜的确和罗正文弟弟有点像，这让罗正文心中一阵后怕，不敢想象。你小子看着老实，其实也不老实。魏瑜就在边上听到两人的谈话，觉得自己好像被骗了似的，修长有力的大白腿猛地踢在了王胜的屁股上，有些生气。王胜无语，有些牙痒痒，不得已还得装着被魏瑜差点踢倒的样子。女人，你最好别再惹我，不然我真的会把你叉了。王胜心中暗道。砰！忽然庆丰客栈的3楼有10几道人影破窗而出，分开逃。一个老者浑身浴血，大声怒吼道：赵介，我孤星老人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老者厉喝，他没打算逃，他要舍命拦住赵介和他的一群暗境虎狼，才能给弟子们留出逃命的机会。你是魔教，自然要杀你。赵介背负双手从客栈3楼俯瞰，神色淡漠说道：放屁，我孤星门是南陵府逃难来此，与天下教更有血仇，你赵介也不过是趁乱打劫的草寇罢了。老者怒骂道：来自南陵府的都要杀！赵介听见老者怒骂，眼中寒光一闪，立刻杀了上去。几个暗境后期大圆满的弟子从旁辅佐。另一边，这个号称孤星门的10几名弟子分散突围，便是赵家5院留下的5个暗境高手也措手不及，只能一人先拦住一个，盯准了暗境敌人。魏瑜、李虎、齐长胜等明镜大圆满弟子一个个神色难看，只能硬着头皮去拦截其他人。找死！一个没被拦下的孤星门暗境初期武师神色阴沉，眼见一群明镜真的赶上前，顿时大怒，一拳轰出。一个离得近的明镜中期弟子被一拳打穿了胸膛。李虎见状，只能立刻服用一颗暴血丹，顿时全身经脉暴涨，双眼血丝密布，气力大增。只是暗境确实比明镜强出太多，这个阴沉武师还是很快把李虎等几个明镜大圆满打成重伤。要不是李虎兼修武功，又服用暴血丹一直在扛，否则魏瑜等几人早死了。我要杀了你们！阴沉武师盯上了退远了的魏瑜，眼见她漂亮，心中的虐杀之意更甚。王胜就在魏瑜旁边，他刚想逃走，魏瑜嘴角一血，脸色惨白，娇躯颤抖。他看见暗境武师一脸狰狞地朝他杀了过来，嘴唇微颤，心中如坠深渊般绝望。他没有回头，低声言语了一声：快跑！师弟，我踏马！王胜心中暗骂了一句，闷头狂奔。嗖！魏瑜被打飞的身影比他跑得还快，直接落在了他身前，昏死过去。王胜见自己早就选好的退路小巷很近了，便背起魏瑜就跑。啊！这时后面传来了罗正文的惨叫声。罗正文好像拦截了那个阴沉武士一下，他从王胜头顶飞了过去，落在地上昏了过去。王胜无语，一手扯着罗正文继续狂跑。他看到无论是魏瑜还是罗正文，身上都穿着金丝兽皮编织的内甲，硬扛暗境几招死不了。几个呼吸后，王胜背着一个拽着一个就钻进了小巷。不过令王胜没想到的是，他刚把2人放下，准备看看2人伤得怎么样了，那名阴沉武师紧跟着就钻进了这个小巷。我要报仇，我要报仇！他面色狰狞难看，双眼含泪，一路狂奔，喃喃自语。他根本没把王胜放在眼里，就想着逃命，路过之时顺手就杀了王胜等人，一心只想着殿后的师傅和报仇。你真是找死！王胜站起身，看见杀过来的阴沉武师，不慌不忙，神色平静，双目垂视，轻声说道：小巷剩下的2个人也晕了，他就无所顾忌了。阴沉武师还以为王胜吓傻了，根本没搭理他，冲到他面前时就想一拳打穿他了事。砰！一道沉重的闷声响起，一记手掌包住了杀来的拳头，稳稳挡住了。本来咬牙切齿，还想着逃出去以后一定要报仇的阴沉武师骤然愣住。暗境，刚才打得我师兄师姐很爽吗？王胜微微歪头，神色沉静如水，令阴沉武师心中陡然一沉。不好！阴沉武师心中发毛，感受到了丝丝威胁，立刻想抽回手臂，咯吱吱。然而王胜的手掌如钢筋一般，
牢牢锁住阴沉武师的拳头，发出骨头难以支撑的濒临断裂声。阴沉武师额头瞬间冷汗直流，疼得他面容微微扭曲变形。大不了同归于尽。阴沉武师目露疯狂，另一只手牵制住王胜的左手，脑袋直接朝王胜的头颅撞去。砰！滚！王胜冷喝一声，抬腿一脚将阴沉武师踢了出去。可！阴沉武师在地上滚了几圈，迅速起身，口中咳血，满脸焦急和怨恨。给我让开！你也不过是刚突破暗境中期，再敢拦我，那就别怪我拖着你一起死。阴沉武师看向王胜的目光中满是忌惮，他已经感受到王胜的实力，虽然是刚突破到暗境中期，却是一个炼体者，肉身强度远超于他。呵呵，跟我耍横玩命，你有这个资格吗？王胜扭了扭脖子，冰冷的目光中透露着无情杀意，仿佛是我杀你，与你何干？他边说边朝阴沉武师大步走了过去。哈哈哈，你以为我只有这点实力？你错了，你做了此生最错误的决定，现在你可以跪下求饶了。阴沉武师见王胜誓不罢休，心中沉到谷底，怒到极致，反而冷笑说道：这样拖下去，一旦对方来了增援，他是必死无疑的。所以阴沉武师话音未落，就突然在自己右臂上点了7下。嗡！阴沉武师的右臂猛然变大数倍，自然垂下，竟然接触到了地面，其表面一根根青筋暴露，呈现黑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巨大的右臂只是放在地面上，就将周围的石板震得粉碎。现在你跪下还来得及。阴沉武师刚带着傲气说完，满是狰狞和邪意的脸色突然一僵，瞳孔骤缩。在他的前面，一个高达3米，浑身满是肌肉球结，浑身蒸腾着白气的肌肉人形怪物，就这么突兀地矗立在他面前。开启了喋血术第2层，暗境明镜全力爆发的王胜低头俯瞰着阴沉武师，神色漠然。你在说什么？你很强吗？嗖！王胜动了，庞大的躯体捏拳甩臂，每一寸蕴含爆炸性力量的肌肉都在舞动之间爆发出最为恐怖的力量，一记记大摔杯手疯狂朝阴沉武师砸去。咚咚咚！巨大的撞击声仿佛是要凿穿大地。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这么强？他的劲力！阴沉武师心中疯狂怒骂，连一句话都没机会说，憋着一口气，只能竭力以巨大化的右臂抵抗。恐怖的劲风在其耳边呼啸着，庞大沉重的压力逼得他双目通红，充斥着血丝，整个人的血都直往脑子里钻。我不服啊！我不能死！阴沉武师还想反抗，却被王胜压制得死死的。他咬牙切齿，全身的肌肉都在剧烈疼痛。几个呼吸过去，他连抗衡的力气都没了，彻底被王胜的拳印淹没。那口气散去的刹那，阴沉武师就被王胜直接凿穿。呼，说的这么牛逼，还不如我的女人抗凿呢。王胜吐出一口气，身形恢复到原状。他转过身来，就要去捡起刚才扯去的铁衣和外衫。忽然，王胜愣住了，他直愣愣地看着前方。魏瑜不知何时已经醒了过来，正在呆呆地看着。都看见了。王胜穿上衣服，声音平静地问道：我刚醒。魏瑜被惊醒，慌忙说道。他被王胜的突然爆发惊呆了，把一个强大的暗境武师摁在地上暴锤，没有丝毫还手之力。这还是他以为的那个老实话不多的师弟吗？师弟竟然是暗境高手，早就超过了他这个师姐。王胜听着庆丰客栈那边的厮杀还没结束，在阴沉武师的尸体上搜了搜，将收获藏在铁衣中，转身看向魏瑜：师姐，站起来。哦，魏瑜再也没有之前的高冷，听话的站起身，双手忍不住交叉，乖乖的样子，一双大长腿极其显眼而吸睛。王胜走到魏瑜身边，突然伸出一脚踢在了魏瑜那又翘又圆的小屁股上。师弟你！魏瑜有些羞涩和生气，却不敢真的爆发。师姐，之前我就想说，你再踢我，我就狠狠插你，现在算是收点利息吧。王胜说道。师弟你太欺负人了。魏瑜眸光含泪，显然欲滴，俏脸一片霞红。师姐，没办法，谁让你看到我的秘密？第一，成为我的女人；第二，就是死。王胜摊手，无奈说道。他也不想收了魏瑜的，没办法，可魏瑜对他不错，他不想辣手摧花，就只能将这大长腿，不是将这师姐收下了。当然，师姐也可以现在假意答应，然后再找机会告诉师傅。但师姐可以考虑一番，一个暗境弟子和一个明境弟子，师傅会更看重于谁？而且师姐，我也是个暗境，你委身于我，不算埋没了你这位长腿美人。王胜直截了当帮魏瑜分析清厉害。魏瑜默然，他知道王胜说的是正确的，而且王胜又这么年轻，未来暗境圆满，甚至化境也不是不可能。那我想突破暗境。魏瑜低着头，大长腿在地上踩了又踩，闷声说道：好，师姐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等回去了我们晚上细聊。现在我们先通气，将这个暗境武师身死的事说好，给其他人一个交代。王胜搂着魏瑜的纤细有力的蛮腰，感受着不一般的紧绷光滑，心中暗叹，舞蹈生的皮肤就是好。想当初他刚进入武院时就被魏瑜师姐的暴脾气吓过，在他面前只能老老实实的。现在风水轮流转，魏瑜师姐在他面前成了小绵羊了。很快，庆丰客栈那边的厮杀也结束了。王胜带着魏瑜刚醒过来的罗正文走出小巷，跟一位暗境师兄解释了一番，
有陌生高手杀了孤星门的暗境武士。随后，众人便在赵介的命令下瓜分了孤星门的财产，接着受伤弟子返回疗伤，其他人继续追杀魔教弟子。但一些轻伤弟子强烈要求继续出战。这次灭掉孤星门，有的人收获不小，看得不少弟子十分羡慕，觉得如此大好机会就该好好拼一番。王胜看到那些弟子请战，脸颊微微抽搐，赶紧转身离开。他可不想等着赵介看过来，不让他这样轻伤的走了。以赵介爱面子的程度，所有轻伤弟子要不全回去疗伤，要不就全出战。哼，根骨低劣，还胆小如鼠，武道当征，连危险都不敢冒，就凭他也能当我的对手？我真是昏头了，不过是比我早几天晋升明境罢了。吴安看到匆忙离开的王胜，冷笑一声，这次连他这样在旁边观战的都获得了价值上百两银子的财物，此次追杀魔教正是敛财的最好时机。师弟真的有些怕过头了，虽然危险了些，但不把握住这次正修炼资源的机会，他何年何月才能提升实力啊？罗正文看着几乎没受什么伤的王胜离开，微微皱眉，心中叹了口气。泥鳅街王家，王胜让魏余疗好伤再来找他，自己则来到闭关室。现在不是玩乐的时候，修炼才是最重要的。盘坐下来后，王胜脱去铁衣，先是查看起自己藏在铁衣里的收获：一本修炼法门，一块铁牌子，几锭金子，这是能找到的，剩下别的东西都被打毁了。孤星拳招式挺花哨，但不如白龙剑法高深，暂且放起来吧。可惜没有记载那种右臂变大的秘法。王胜翻看了一遍修炼法门，没找到秘法，颇为遗憾。这牌子上面这是画着鸳鸯，什么东西？这是？王胜检查着铁牌，有些奇怪，不像是门派标志，倒像是信物，定情信物吗？不过王胜很快把这些东西都扔到了一边。现在最主要的是修炼，对我来说，什么打打杀杀，纯属在浪费时间。如果不是被榆木叫出来，也不会发生这么一群麻烦的事。这次趁着疗伤的名头，必须抓紧时间，尽快修炼变强。王胜心中有着迫切的危机感，这世道真的乱了。今天他们能在赵介的带领下灭了孤星门，那明天他们就可能遭遇敌人的埋伏和反击。一旦赵介死了，那他的这些弟子都要遭殃。对于其他人来说，武道要争，但对于王胜来说，武道首先要求稳。数天时间匆匆而过，因为断金术进度最快，所以王胜目前主修断金术，辅修大摔杯手和白龙剑法。在大补天丹的支持下，断金术以每日100左右的进度迅速推进，很快就修炼到了暗境中期巅峰及大成1945-3000，距离暗境后期也只差半天的修炼。大摔杯手进度慢了不少，暗境初期的进度过了一半，大成589-3000。白龙剑法因为尚处于明境，哪怕和大摔杯手进度差不多，看起来却进步很大。到了明境后期，小成648-1000，距离暗境不远了。也是在这个时候，罗正文上门带给了王胜一个好消息：魔教被赶走了。二水城内的魔教门人基本踪迹全无，连来自南陵府逃难的武道高手都少了很多。不知道这些高手是被赶跑了，还是被当地人给当作魔教中人杀了。总而言之，就是二水城不仅恢复了正常，更因为此次大战中许多势力也被魔教重创，导致无力掌控到手的利益，便引来了其余势力的瓜分。赵家五院便是能坐上这瓜分席的势力之一，因此赵介召集所有弟子，要跟其他势力争上一争。王胜心中暗骂赵介动不动就召集所有人，他表面上一个明镜初期去了顶个屁用，但赵介爱面子，最喜欢那种前呼后拥的感觉，因此弟子自然是越多越好。王胜不得已只能出关，跟着罗正文来到了赵家五院。来了多少弟子，赵介可能不清楚，但他一定会知道谁没来。赵家五院院子中央，那一批暗境师兄们聚集在一起，高谈阔论。李虎、齐天胜等人也只能站在一边听候差遣。王胜和罗正文刚一走进五院，早就厌烦了这些暗境师兄目光的魏余立刻迈着大长腿走向王胜。本来魏余对于委身于王胜还有些犹豫，但今天早上当他看到这群暗境师兄个个人到中年，歪瓜裂枣，三妻四妾时，他就明白了王胜的好，又帅，实力又强，关键还很猛。魏师姐好！王胜眼见魏余要暴露，立刻恭敬地喊了一声。魏余闻言脚步一顿，本来欣喜的神色眨了眨眼，立刻收敛起来，故作高冷的微微点头。你们过来了。是，魏师姐，有什么消息吗？罗正文问道。魏余犹豫了一下，看了王胜一眼，然而这让罗正文领会错了意思，还以为王胜不能听。师弟，你先去那边等我。罗正文说道。不是。魏余连忙摆手，低声说道。赵师的儿子飞鹏师兄前2天被魔教化境打了一掌。罗正文眼睛瞪得滚圆，神情无比激动。王胜也是面色一变。赵飞鹏接了化境一掌，若是化境大武士的全力一击，他不死也得残废。残废岂能晋升化境？那赵界的化境法门可能就得另找人继承了。难怪今天这么多暗境师兄。罗正文忽然反应过来，化境法门与自己无关，自己瞎激动个什么劲，也就平息下来心情，低声说道。对于出师的暗境，除非赵界明令某人前来，否则基本可以以有事在身，拒绝这种全体诏令。没看到李虎、齐长胜他们这些明镜大圆满都眼巴巴凑了上去，
还想提前烧冷灶呢。魏瑜淡笑一声说道：“师姐你怎么不去？”罗正文疑惑：“滚！”魏瑜一声厉喝，吓得罗正文拉着王胜就要离开。他不能走，他留下。你滚蛋！魏瑜接着说道。罗正文眼睛一瞪，他看了看王胜，又看了看魏瑜，直到看见魏瑜脸都红了，罗正文才一副见了鬼的神情。他不敢相信，这个高冷长腿师姐竟然爱慕上了王胜。师姐眼瞎了吗？还是帅能当饭吃？一时间，罗正文又是羡慕又是嫉妒，这是又怕兄弟过不好，又怕兄弟开路虎。罗正文不知道路虎，但他知道明镜大圆满、肤白美貌、大长腿的魏瑜绝对比车牛逼。罗正文朝王胜竖了个大拇指：“牛，你是真牛！”随后，罗正文立刻离开，不打扰他们了。王胜无奈，只能和魏瑜打算走到一边细聊。然而，吴安忽然站了出来，挡住了两人的去路。王胜师弟，听说这次追杀魔教，你寸功未立，一直在家养伤，莫非是胆小如鼠，不敢杀人？师兄，我这次追随师父杀敌，得赐不少丹药，即将晋升明镜中期，但我一直想和师弟对练一番。到了明镜中期，我就不能出手了，所以在晋升之前，我想请师弟赐教，不知敢不敢应战？吴安面带着温和的笑意，身穿长衫，单手负后，配合英俊的相貌，颇有一股儒雅气质，博得不少师弟的赞叹。本来他都不把王胜放在眼里了，但谁料王胜竟然勾搭上了魏瑜师姐，进而惹到了一位暗境师兄，所以吴安就只好站出来，重重的踩这位师弟一脚，再打一巴掌，好换来暗境师兄的认可。王胜没有看吴安，却是扭头看向一个正在朝这边看来的暗境师兄。这个暗境师兄目光大都落在魏瑜身上，偶尔看向王胜时带着些许冷意。是直觉吗？被发现了的暗境师兄于成微微皱眉，不过于成也不在乎，一个区区明镜而已，有什么资格染指他看上的女子？所以他面露笑意的伸出手指朝王胜点了点，姿态倨傲，威胁目光射人，然后手掌微摆，意思是让他滚远点，别靠近魏瑜。一个个都这么有个性，不怕死吗？王胜心中说道，看着眼前的吴安，又看了看不远处的于成，忽然笑了。他是真不喜欢杀人，可奈何他们把头放在刀上，问你敢杀吗？你敢杀吗？你敢吗？你笑什么？敢不敢应战？吴安看见王胜没有半分害怕，反而还笑了，顿时心中恼怒，眼中透露出丝丝狠辣，逼近一步，厉声喝问道：“你确定？”王胜平静问道：“当然。”吴安话音刚落，王胜的拳头裹挟着一股很猛的明镜砸了过来。卧槽，你不讲武德！吴安没想到王胜如此果断，连忙抬手招架。砰！沉闷的撞击声响起，仿佛被一块重石砸中。吴安刚接触到王胜拳头的刹那，就脸色大变，双臂传来一阵疼痛，整个人的身形都忍不住猛然下降一截。他的劲力怎么可能比我还强？他的气力竟然也比我大！吴安心中惊怒，但不等他问出，王胜的单臂一震，劲力完全附着在手臂之上，宛如一块沉重碑石劈开劲风，一次次的朝吴安砸去。他神色淡漠，就好像教训不成器的儿子一般，站在原地动都不动，挥舞着手臂砸落，宛如前世的砸地鼠一般。砰砰砰！吴安唯有双手交叉挡在身前，咬着牙死死硬抗那接连不断砸来的臂影。对方攻击的速度太快了，他根本没有任何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所有弟子都被这场压倒性的较量吸引，全场注目观看，差距太大了，吴安各方面都不如王胜。李虎摇摇头道：“那是王胜不要脸的偷袭，占了先手。”魏灵琴满脸不爽，反驳道：“没什么区别，不占先手，吴安也不是对手，差距这么大，真是可笑。连对方什么实力都不知道，就敢上前挑战。”一个名叫崔生的暗境师兄冷笑一声，将吴安直接打进了愚蠢的名单。这种蠢货以后还是不要接触了。于成面容阴沉难看，一言不发，冰冷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周围弟子都感受到了来自于成身上的压抑气氛，脸色微微一变，连大气都不敢喘。我不能输，不能输，我怎么可能输给这个土包子？吴安恨得咬牙切齿，死扛上方那不断压来的巨力，手臂颤抖，他心中怒吼咆哮，想找机会反击。然而王胜的一招接着一招，无比连贯，一气呵成，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哪怕他从始至终都只用了这一招，可就是凭着源源不断形成的压力，死死镇压住了吴安。当然，这是王胜将实力控制在了1%，若表现太强，那就与王胜明面上的明镜修为不符了。吴安面容狰狞，竭尽全力支撑招架，却仍然只能身形一点点下降，全身都被从双手传来的劲力震得发麻僵硬，身体不受控制的缓缓降低。吴安的脸色已经由怒红转为了煞白，到最后吴安赫然已经被砸得半跪在王胜身前，整个人晕晕沉沉，双臂已经完全麻木，呆愣愣的架着超过头顶，好像在跪着朝王胜求饶一般。当王胜收起了手臂之时，吴安根本没意识到王胜不打了，还在架着。噗嗤，有些人发出低笑声，这才惊醒了吴安。他茫然的抬头看了看，足足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自己这是在战斗啊！反应过来的吴安忽然发出一声暴怒的嘶吼，什么也不管的直接朝王胜冲了过去。砰！一道无形的劲力忽然将吴安撞飞出去，眼白一翻，晕了，丢人现眼。从内院走出来的赵介收起劲力，冷哼一声：“你是怎么回事？
赵介看向王胜，回禀师傅，弟子因为前些时日服用的老餐，现已完全消化，突破至明镜中期。此事曾向您通禀。另外，弟子因为根骨太差，自知自身突破艰难，闲着无事就去翻看其他修炼法门。但弟子不知为何，竟然渐渐地将一剑道法门成功入门，甚至花费数月已修出劲力。王胜颇为无辜地说完，便抬步走到武器架前，拿起一柄铁剑，尽力附着，陡然朝武器架砍去。砰！铁剑未接触到武器架，但这架幕瞬间炸开。这一刻，不止赵介的眼神变了，就连许多暗境师兄的神色都变得凝重起来。至于李虎、其常胜等人，更是目瞪口呆。1年不到，突破至明镜中期，就已超过了大半的明镜弟子，可他还成功将一门剑道法门入门，还修出了劲力，那就是双倍明镜啊！这个师弟怎么一瞬间就变得这么耀眼了？弟子修出第2份劲力后，又是惶恐又是惊喜。在翻阅无数古书后，弟子贸然猜测，我可能是悟性比较好，也有可能是什么剑体。王胜拱手行礼，恭敬说道：“剑体这2个字，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得不轻，脑袋瓜子懵懵的。不少人互视一眼，心中早已是翻江倒海的震撼。他们这么个小小的2水城，还能出现一个传说中的剑体？”王胜依旧在恭敬行礼，没有散去。自从得知赵介即将要另选化境继承人之后，王胜就起了心思。他修为马上就要到暗境后期，武道路即将走到尽头。如果没有化境法门，王胜只能修炼更多道暗境法门，叠加起来提升实力，但这显然很浪费时间。所以，如果真有机会能弄到化境法门，王胜为何不略微展现实力，争一争？以王胜目前的真实修为，除了化境大武师能击败他，很难杀他之外，其余暗境，王胜已经不放在眼里了。呵呵，赵介紧盯着王胜，片刻后，他轻笑一声：“你算什么剑体？真正的拥有剑体之人，施展之时，必有剑鸣和声，剑气纵横。你应当是悟性很不错，非常不错。”赵介看出王胜修炼到的剑道法门，似乎比大摔杯手还要强出一点，所以加了一句“非常不错”。这句话令所有暗境师兄神色大变。如果赵介因此而欣赏王胜，直接将其选择为继承人，那他们岂不是白忙活了？但可惜，你根骨太差了，下等根骨饶是有再高的悟性。赵介说到这里，忽然住嘴，摇了摇头。所有暗境武师众重松了口气。根骨在于肉身，是有形的；悟性是无形的。若没有根骨，只有悟性，那悟性再高，可肉身潜力摆在那里，都将无法突破。下等根骨，基本到明镜后期就顶天了。以后便是王胜再有机缘得到至宝，提升根骨，那也就到暗境而已，绝不可能晋升化境。所以众多暗境武师想明白，知晓王胜没有威胁后，看向王胜的眼神带着满满的笑意和喜爱。被化境大武师亲口说出的非常不错呀，一个极度偏科的天才，悟性真的高，根骨真的差，配种必须拉去配种，让他生10个、20个，只要能留下王胜的血脉，未来家族未必不能出现一个悟性根骨双绝的超级天才。一些个早已成家立业、年纪颇大的暗境武师看向王胜的眼神发绿，心中同时冒出这么一个疯狂的念头。王胜感受到那些年纪一大把暗境武师的饥渴目光，浑身踏马不受控制的起鸡皮疙瘩。他伪装悟性是来勾引赵介上钩的，但没想到这群暗境武师倒想愿者上钩了。你的悟性的确不错，若是能找到一位根骨上佳的女子结合，那你们的孩子未来成就恐怕不可限量啊。赵介感慨道，他心中可惜自己没有女儿，而且他也没时间等王胜的孩子降生再收弟子。王师弟，不知可有婚配？我家小女花容月貌，正待字闺中。一个背着一柄大刀的暗境师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人打断。赵师兄，你的女儿可是有青梅竹马的，不是都指腹为婚了吗？可别忘了，哼，只要王师弟愿意娶我女儿，我回去就让女儿退婚。什么青梅竹马，比得上王师弟一根汗毛吗？背着大刀的赵师兄冷哼一声道。王胜无语，他怎么听着自己好像快成了反派似的，还来个退婚流吗？行了，今天有要事为先，走，随为师去会一会神香教，还有那些小人。赵介爱面子的性格，不想听到自家弟子的丢人事情，板着脸说道。是。众人拱手，然后一群人就在赵介的带领下直朝2水城衙门赶去。半路上，王胜不胜其扰，一个个暗境师兄为了让王胜做他们的女婿、侄女婿，甚至是妹夫，纷纷许下重礼，甚至有人还想借亲生子，表示只要王胜舍得付出一次弹药，那就价值10两金子。紧接着，一次弹药就被一群人哄抬物价，抬价抬到了几10两金子。别看夸张，但如果真的能留下蕴含强大悟性的血脉，对于任何一个家族都不亏。李虎等人看得瞠目结舌，羡慕不已。一次就值几10两金子，比花魁都牛逼，堪称鸭王啊！当鸭子比练武还赚钱。王胜听的却是面无表情，冷汗涔涔，这是真把他当作种马了。关键王胜悟性一般，他能有今天，全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天道酬勤。以后真要生下孩子，只怕是这群人的想法要彻底落空。师弟，我说的是真的，小女真的是一位美人，你甭听他们说什么指腹为婚，只要你开金口，我当晚就把婆娘给你送来。赵师兄背着大刀，魁梧雄壮，
宛如一头壮熊。他跟着王胜身边，满脸笑意。老赵，你这又是何必呢？强扭的瓜不甜，别以后你女儿跟那青梅藕断丝连，给王师弟戴了帽子。有人调侃道：呵呵，还藕断丝连？王师弟什么时候答应，我就什么时候送那狗屁青梅还有我那好友上西天。赵师兄语气肯定说道：这么实在的吗？王胜仔细看了一遍这位赵钱赵师兄，发现这位赵师兄有点愣，真有可能是根骨好，但悟性不怎么好的人，想让王胜给他家改遗传基因。不过王胜却是一个都不可能应下，他不可能为了金子就出卖自己，那不真成鸭子了吗？男人的尊严在哪里？男人的人格在哪里？做男人的底线在哪里？除非是拿出化境法门。王胜心中最后补了一句：化境法门能让王胜瞬间改变眼前困局，不被锁死在暗境层次，甚至能从棋子变成下棋者，在众多势力中游刃有余。过了一会，赵介就带人赶到了衙门。衙门前很是宽阔，早已聚集了不少势力，神香教、九刀武馆、上官家族、林家五院、苍山五院，这5家势力的弟子门人各自站在一起，泾渭分明，身上的衣着服饰明显区分出来。赵前辈您到了，请跟我来。衙门早有人候着，接待赵介这等化境大武师前往衙门商议具体事宜。看来这次只有我们6家瓜分了。赵介咧嘴一笑，随之进了衙门，留下一群弟子在门外候着。那是异兽。王胜看到一匹全身披就黑色鳞甲，身形高大威猛，满是獠牙利齿的虎马，宛如一座小坦克般矗立在一伙势力的人群中，极其显眼。那是九刀武馆馆主的坐骑，有这匹异兽在，化境层次没人能留着这位馆主。赵钱凑到王胜旁边，结束说道：媲美化境的异兽，当真稀有啊。王胜点了点头，随后赵钱就开始为王胜介绍这几家势力的高手和天才。其余没来的势力都在之前追杀魔教的过程中受了大损失。在王胜和赵钱聊天时，于成眸光冰冷，明面上是在看着其他势力，实则眼角的余光已经死死盯着王胜的后背。悟性天才还真是稀有啊，可惜你不该暴露的这么早，也不该惹到我。王胜，我会教你一个道理，没成长起来的天才永远都是废物。于成心中自语，越想越有点兴奋，让天才夭折，感受着未来的高手被亲手断送，这让于成心中颇有一股成就感。其实于成没把王胜放在眼里，但他怕的是王胜以后的后代中出现惊人的天才，所以他已经打算找机会，不仅要灭掉王胜，还要让他的父母全都去死，让什么悟性天才的血脉在他手中彻底断绝。这时衙门内传来一阵怒骂和吼叫，惹得外面的6家弟子一阵紧张，个个提刀拿剑，俨然一副一言不合就火拼的样子。南林府那帮造反的也就那样，江陵府首府的大人物多厉害，哪里还需要我们助力？别说别的了，今天这家盐店必须是我神香交的，那我上官家就收了那家药材铺吧。哈哈，一个个都抢是吧？大不了再接着打便是。最后这句是赵介怒极反笑说的。又过了片刻，衙门中传出6家势力的商议结果，每个势力派出6名弟子，分别是从明境初期到暗境后期，对应6个不同修为，每个弟子代表着一个非常吸金赚银的店铺。6方势力让弟子们分别交手，每赢1局便可得到败方身上的店铺。于成，你是暗境中期巅峰，你算一个；田木真，你是暗境初期；李虎，你明境圆满；魏灵琴，你明境中期巅峰；吴安呢，他受伤不重，服颗丹药就行了，明境初期巅峰，也算一个。每赢下一场，你们也会获得店铺的一部分收益，而且师傅承诺，表现优秀者有望成为师傅亲传弟子。各位努力搏一次吧，未来10年都不可能有这么一次机会。身为暗境后期的崔生沉声说道，他已经私下和赵介有过沟通，直接点名选好的人进入衙门内比试。对了，要不为师妹把这次机会让给王胜师弟？崔生忽然想起王胜实力可是双倍尽力，又修炼剑道法门，觉得之前商量好的人选可以改动一下。崔师兄，你欺负人，小瞧我们女子。隔壁的清水五院院首可也是一位女子。王胜，她不过刚突破到明境中期，能有几分实力？别说她修为不如我，便是她真的到了明境中期巅峰，我与她一战，她也未必是我的对手。我可不是吴安。魏灵琴一听自己要被一向看不起的王胜取代，立刻就炸了毛，怒声大叫道。吴安神色当即就拉了下来，心中对魏灵琴破口大骂。崔生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他也懒得再多说。正当崔生就要把魏灵琴等人带进衙门的时候，忽然衙门里跑出来一个衙役，来到赵家五院众多弟子面前，高声道：赵前辈有令，原话那个姓魏的滚蛋，让王胜来。魏灵琴原本胜利得意洋洋的神情一僵，整个人呆愣在原地，大脑有些懵逼。他脸色苍白，姓魏的说我吗？可。崔生有些想笑，目光扫过失魂落魄的魏灵琴，落到王胜身上，说道：既然如此，王胜，你跟着进来吧。是，师弟定当尽力，不负师父期望。王胜走出人群，神色自若抱拳道。他展现实力与悟性天赋的办法奏效了，成功引来赵介的关注。虽然王胜的根骨依旧是个缺陷，但他又不是想让赵介托举他成为化境，他只是想看一遍化境法门而已，这个要求不过分吧。很快，6个势力选拔出来的36位弟子陆续进入衙门。衙门内白墙黑瓦，
很是普通，甚至有些破败。地上的练武场有的都长了草。过了练武场，进一步就是敞亮的公堂，也就是平时升堂判案的地方。此刻衙门公堂内，二水城方圆数百里的最高长官呈守贺将军坐在主位，面带笑意的在和一位大武师闲聊。6个势力的6位画境大武师分列两侧，他们个个神色平静，不时淡淡的交流几句，也暗带嘲讽之意。不少公差衙役散布在公堂周围，个个神色紧绷，看起来颇为紧张。近来我新的一家徒，根骨一般，但悟性极高，谁家若有难解的法门秘术，可交由我这弟子参悟，所获可共享。赵介知道今天早上发生的一事，许多弟子都亲眼所见，王胜悟性高的消息隐瞒不住，所以就大大方方的说了出来。他也不怕有人为此暗杀王胜，只要回去一查，就能查出王胜下等根骨的信息。当然，关键是赵介没把王胜的生死放在心上，悟性太虚无缥缈了，再好也被根骨卡着，对于赵介这样的大武师来说助力不大，他又不可能将自己的法门交给王胜。呵呵，悟性高确实有些巧啊，老夫最近也新收了一位徒弟，悟性也非常好，无师自通一道修炼法门，若不是我及时发现，阻止了他同时修炼2道法门，不然就把他的时间和根骨浪费了。苍山五院的院守成员须发皆白，面容老态，但双眸犀利，声如洪钟，肌肉鼓起，是在场最为高大之人，气势之强，一点不显衰败。此刻成员看着赵介，带着笑意缓缓说道，看起来对自己的弟子很是满意。哼，程老，你是想说你弟子在根骨上压我那弟子一头是吧？果然小气如你，在招式上输了我一次，就想在弟子身上找不回来。赵介冷笑一声，输你那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一战，老夫炼体大成，胜负犹未可知。成员白眉拧起，面色不善，他又接着说道，我的弟子就是悟性根骨双绝，比你的弟子强，这有什么可找不的？难道我像你一样不知羞耻？明明想要看各家法门，却拿出弟子悟性高的由头来，也不怕惹人耻笑。砰！赵介顿时就怒了，拍案而起，厉声喝道，老家伙，老子今天就拆了你这身老骨头，看你还敢不敢嘴硬。成员淡笑一声，站了起来，你以为我怕你？我的弟子个个天赋不错，我有3位弟子步入暗境后期，你呢？就一个催生吧。行了行了，小辈们都看着呢，要打去别处打去，你们不想瓜分了那些东西就去打吧。其余几位画境大武师忍不住出声劝说，最后在程守贺将军的劝解下，赵介成员2人才暂时坐了下来，却皆面带火气。来，王胜，你来和这老家伙的弟子比一比。赵介被成员最后一句只有一个催生是暗境后期的够呛，这岂不是说他不会教弟子？于是他立刻就叫出站在外面练武场的王胜，各家弟子皆站在练武场上听候里面的师傅调遣。怕你不成？成员也叫出了他的那位弟子许卓。不过当王胜与许卓站了出来，面向一众大武师行礼，报出自己的姓名修为时，却是出现差错。王胜是明境中期，许卓是明境初期巅峰，这中间差着大约1/3的精力。程老儿，我弟子比你的弟子修为强，看来是比不成了。赵介笑道，故意激将成员，弟子愿和王胜师兄一战。许卓看起来确实年轻，比王胜可能还小一点。听到赵介的话，早就感受到师傅期待的他，立刻请求出战，面带冷意，要越阶逆伐王胜。不可！成员脸色难看，却直接否决了。他是相信自己的弟子同一修为时，绝对比王胜强，但他也不会轻视了王胜，让弟子冒险越阶挑战。赵介笑了一声，没有多说，是他也不会让自己弟子冒险逆伐。那就开始吧。贺向军说道。6位大武师点头同意。于是第一场，赵家五院对决苍山五院，同等修为的弟子对战开始。明境初期，许卓对决吴安，吴安3招干脆落败。苍山院守成员笑了，赵介神色冷了几分，败得太快了。明境中期，王胜对决苍山弟子周末，周末是练踢者，王胜又故意只用大摔背手，所以最后王胜虽然胜了，但是可谓险胜。这一次赵介神色微变，却平稳不惊。成员没说什么，此战胜负在他意料之中，只是这个王胜看起来不像那么强。而许卓观看了王胜与周末的一战后，则是眼睛大亮，拳头紧攥，仿佛在期待着什么。接下来第3战，赵家五院李虎输，一家盐铺归了苍山五院。第4战，赵家五院田木真输，一家典当行输没了。第5战，赵家五院于成和对手打成平局。第6战，赵家五院催生拼命之下险胜，赢回来2座大宅子。虽然第6战赢了，但赵介的神色已经阴沉如水，面无表情，他手中的茶杯都不知何时炸开了。赵介身边的气息变得极其压抑和沉重，令周边的衙役都有些喘不过气来，悄悄退后了几步。赵家五院6战3败2胜1平局，这个战绩说实话不算输得很惨，但奈何成员的弟子明显占据优势，比赵介的弟子强，成员还时不时嘲讽几句。而且最后一战，成员爱惜弟子，不想他拼命才认输，否则胜负犹未可知。当着这么多高手和晚辈的面，输给老对手苍山五院，关键成员本就不如他，是赵介的弟子不争气，这让本就爱面子的赵介心中气得快跟茶杯一样炸开了。赵介心中大骂，恨不得直接掀桌子跟苍山五院开战，打爆成员。但他的理智提醒他，
掀桌子的结果只会是他被其他几人合力打爆。城守贺湘军微微摇头，其余几位大武师都看出来了，赵介的确不会教弟子，手下门人手段都颇为稀松平常，也难怪只有一个催生晋升暗境后期，其他势力门下都至少有2位暗境后期的弟子。也是在赵介待不下去，想要带着弟子离开的时候，许卓忽然站了出来，拱手一礼，郑重说道：“弟子许卓请求和师兄王胜一战，恳请师父恩准。”程元摇摇头，就要让许卓退下，但谁料许卓直接跪了下来，磕头祈求程元答应。罢了，许卓还年轻，心高气傲，赢了好，输了也能挫挫他的锐气。程元扫了一眼皱眉的王胜，心中暗道：赵介，你的弟子王胜可还敢应战？程元笑着看向赵介，语气带着一丝傲意，说道。赵介神色冰冷，看了一眼那跃跃欲试的许卓，再看向那笑中带着挑衅的程元，心中的怒火更甚，手掌微颤，宛如一口火山就要爆发一般。这是看他赵家武院输了还不够，还要让弟子越阶挑战。若是王胜比对方修为高，还是败了，那今天赵家武院的名声就完了，雪上加霜不说，相当于被对手踩着脸皮还吐了口唾沫。赵介晋升到大武师后，已经10几年不曾受过这种屈辱了，然而被人挑衅到脸上，不接招，狼狈离开，不是赵介的性格。王胜，你可敢应战？赵介声音冷漠，不掺杂一丝感情，看着练武场上的王胜，化境大武士暴怒而又沉重的压迫感，让整个衙门都微微静了一下。王胜微微犹豫，看了苍山院守程元一眼，才谨慎斟酌说道：“许卓师弟实力不比我差多少，我怕掌握不好手段，一不小心。”说到这里，王胜故意停下，拱手行礼。赵介、程元等人自然知道了王胜的想法，不就是怕一不小心弄死了许卓吗？赵介还未开口，程元淡笑一声，说道：“你这徒弟滑得很。既然说到这里，那比武场上刀剑无眼，生死不论吧。我倒要看看你这所谓悟性高的弟子有什么手段，能胜过我精心调教的天才。”可赵介也懒得再多废话，点点头。贺向军等人见2位大武师都没意见，自然乐得见他们生死仇杀内耗，兴致勃勃地作壁上观。很快，练武场上几个势力的弟子腾开位置，将场地让给王胜和许卓。吴安，你和王胜、许卓都交过手，认为他们胜负如何？崔生眉头紧锁，询问身边受伤不轻的吴安。其余李虎等弟子也个个面色沉重，心中不安。他们可是知道赵介有多爱面子，今天如果不发生点让师父满意的事，不说什么奖励，不严厉惩戒他们一顿就不错了，甚至有可能打断腿脚，差距太大。王胜在武院用了多少招才打败我？徐卓又用了几招？王胜根本不是许卓的对手。吴安面带嘲讽，觉得王胜不自量力，心中还颇为期待。败了的王胜恐怕要第一个直面承受赵介的滔天怒火。只是吴安不知的是，在武院打他时，王胜是故意那么做他玩的。完了，亲传弟子的事没指望了。崔生眼中流露出痛苦之色。练武场上，王胜与许卓拱手一礼，互相通报姓名。许卓见过师兄，还要请师兄手下留情啊。许卓行礼，面容年轻，眉宇之间透露着丝丝傲气，笑着说道：“好说，好说。”王胜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笑着点头。比武开始，负责裁判的衙门典吏高声说道。公堂上，程元身躯微微前倾，心头考虑着，准备等一会，如果许卓不敌，就出手救下弟子。至于说好的生死不论，那是什么东西？赵介面无表情，身躯坐得笔直。杀！许卓原本年轻的面容瞬间布满了杀意和凌厉，手持一把长刀，骤然朝王胜杀了过去。铮！一道极其细微的剑鸣声刺破了空气，穿透力仿佛蛟龙嘶吼，震动人心。王胜神色自若，倒拖着长剑，断体术、大摔背手、白龙剑法3道劲力交融，而后陡然发力，一斩而下。本就比许卓强1层修为的他，3倍劲力加是炼体者，加暗境劲力淬炼后的强大肉身同时爆发。明境初期跨越5个层次，挑战我一个等同暗境后期的武士，你这辈子有了。王胜脑海中闪过这么一个念头，唰，耀眼的白色剑光宛如闪电一般，于刹那间一闪而逝。空气撕裂中传出无比刺耳的爆鸣声，噗嗤，宛如利器切割豆腐一般。王胜的长剑后发先至，直接非常丝滑的从头到脚，径直将刚冲过来的许卓切开，真正的一剑两断。许卓双眼迷茫，紧接着面色刚稍显狰狞的刹那，脑门笔直的一条血色细线贯穿全身，而后两半尸体倒地，冒着热气的鲜血，内脏哗啦啦的全掉了出来。整个衙门瞬间血腥味弥漫开来，同时衙门公堂和练武场也豁然全都安静下来，寂静无声，吊针可闻。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便是一旁看好戏喝茶的贺向军等人也放下了手中茶杯。刚才还有说有笑的王胜、许卓两人，说好的手下留情呢，竟然转眼间王胜一剑就将许卓砍成了两半。巨大的反差让不少人都感到割裂，不断眨眼表示自己没看错。程元愣了愣，他也再次确定自己没看错，自己的弟子真的被切成两半了，还是当着他的面被掏心掏肺，热滚滚的血气流了一地。程元以为起码的抖上几招，他以为这会是一场龙争虎斗的厮杀，可他眨个眼的功夫，精心调教的好弟子就没了。杀杀杀！
程元心中暴动的情绪和怒火，直让他额头青筋暴起，想要将王胜撕得粉碎，把王胜一块块骨头掰开，把他的五脏六腑挖出来。赵介的大笑声像是一块石头砸碎了玻璃，打破了衙门的寂静。好，好，好！赵介脸色一下子就红了，满面春风，连连说了3声好。他猜到王胜与周末一战，故意隐藏了实力，想引诱许卓挑战，但赵介没想到许卓真赶上，王胜也真有实力杀。这一剑真的可谓是让赵介把前面几次输了的闷气全都吐了出来。赵介一边警惕着程元狗急跳墙，一边看着王胜，满意的点点头，眼中满是期许。王胜本来戒备着，生怕程元发疯对自己下手，但他等了半天也不见程元有所动作。赵介的笑声又打破了沉重的氛围，于是王胜连忙拱手：“弟子不负所托。”好一个不负所托！程元的声音一下子就变得沙哑了，老眼通红，花白的头发似乎瞬间干枯了不少。他最终还是压下了满腔怒火和悲伤。赵介都不敢掀桌子，更何况他一个老家伙。他也是反应过来了，原来王胜这小崽子是故意的，故意诱许卓年轻气盛想立功，才先弱后强。王胜没有答话，在典礼宣布了自己胜利后，乖乖的就要退回崔生身后。等一下，不知王胜师弟可敢越阶挑战我？苍山五院明镜圆满，打败李虎的女弟子高云满脸煞气，死死盯着王胜说道：“不敢！”王胜一拱手就退回了崔生身后。高云气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连他师父程元也不敢动。他一个明镜，后期再想为爱慕的师弟报仇，又能如何？师弟果然谋略惊人，非同一般啊！崔生赞叹道：“师弟可谓是救了我等一命。”李虎郑重抱拳感谢王胜师弟连胜2次，师兄不如你啊！惭愧惭愧。于成接近王胜，满脸笑意，就想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一下。还是师父教导的好，与各位师兄相比，我还差得远。王胜不紧不慢的一边谦虚，一边好像不经意间的后退，躲过了于成的接触。妈的，竟然想在我身上留下禁力隐患！于成，你真的想早点死是吧？王胜心中冷冽，曾经被给他白龙剑法的黑衣人暗算过，他岂能再上当？躲得过初一，躲不过15。王胜，你表现得越出色，就死得越早。可惜啊，你还年轻，不懂得藏拙的道理。于成见王胜躲过了自己的拍肩，也没再继续，站在原地，心中暗道。他笑意盈盈地看着王胜，好像一个和蔼的师兄，但其眼底深处却满是一片冰寒和杀意，看王胜像是在看死人。另一边，赵介因为王胜表现精彩，增添了几分面子，也不急着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嘲讽程元。程元自然不甘示弱，立刻反击。同时，其他势力的弟子比武也相继展开，神香教对决上官家族，九刀武馆对决林氏五院，这4个势力的弟子也皆有奇才怪才，让王胜等人大开眼界。便是还在一边故意夸张称赞着王胜悟性打压程元的赵介，看到其他势力的奇才，也不免感到了一阵压力。神香教有一位暗劲高手，竟然将毒融进了劲力之中，谁沾染到他的劲力就会中毒，毒性非同一般，时间一长，暗劲武师也要毙命。上官家族出了一位暗劲剑修，拔剑之法极快，出剑即结束，看得田木真等人都后背发凉，心中惊惧，怎会有人将剑练到这个地步？而且上官家族还有炼体者天才，这一代的上官族人当真让人不容小觑。九刀武馆实力出众的是一个矮子，或者说是侏儒胖墩，他刀法精湛，专攻下3路，极其熟练和咄咄逼人，便是修有腿功的武师都很难挡住。林氏五院倒没有什么实力出众的人物，不过林氏五院的院首之女林姿格外妩媚，生得一双桃花眼，看谁都迷离朦胧的样子，说话声音又软糯，叫师兄叫得很积极，不知道迷倒了在场多少弟子。但王胜看了一会，就发现这个林姿如果不是真的傻白甜，就是一个段位贼高的绿茶婊。比武一直延续到了下午，王胜看了一天，收获良多，尤其是那个暗劲剑修的拔剑法，让王胜对白龙剑法也似有所悟。只是这个悟始终隔着一层窗户纸，王胜抓耳挠腮半天就是突破不了，这就是悟性不够的原因。算了，还是交给我的汗水和天赋去解决吧，我的努力将打破一切瓶颈和不足。王胜不再钻研这个悟后，瞬间觉得放松了不少，念头通达起来，有挂谁还需要动脑筋。下午时，比武结束了，但贺向军作为城守，为了拉拢这些强者，晚上自然是大摆宴席，庆祝这二水城的混乱暂时告一段落。当然，这只是解决了眼下难，远处还有尚在二水城肆虐的山匪打出的天子军反旗，有南林府的造反大军正与江陵府的大军对峙。便是现在二水城内虽然清除了魔教，却还有许多散修高手潜藏，采花贼、吸食精血的妖人都未抓住。城首府此地与衙门不同，是独属于贺湘军的府邸之一，烛火通明的厅堂内，美酒佳肴数不胜数，众多弟子带着惊讶，风卷残云般吃着桌子上的宝鱼、异兽肉。王胜，你过来。主座上，赵介将王胜叫了过来，来到我这里。贺向军招了招手，他容貌一般，却有一股儒雅气质，人到中年，未老却已现疲态。王胜看了赵介一眼，见他点头，只好来到贺向军身边。我不信赵院首所说的悟性如此之高的人，
竟然只是一个下等根骨，所以我和赵院手打了一个小赌，还望王小友莫见怪。贺相军脾气很随和，笑着朝王胜点头，晚辈不敢。王胜连忙拱手，哈哈，我说了，赌注归你。来，贺相军笑着伸手在王胜身上一捏，这是在测王胜的根骨。赵介咧着嘴笑，这个赌注他赢定了，而且他也就略微相信贺相军，才让他接触自己的弟子测其根骨，否则换做其他几个在座的大武师，赵介是绝不可能答应的。果然是下等根骨。贺相军摸骨之后神色微变，叹息一声收回了手。成员几个大武师也在期盼着听到贺相军的判定，脸上无不露出笑意。一个悟性再高的天才，可是下等根骨能强到哪里去？便是举全城资源也别想将一个下等根骨的武者托举成化境。根骨的瓶颈真是卡得死死的，让无数天才怪才绝望。我输了。贺相军道，随即他摆了摆手，旁边端着木盘的侍女上前恭敬奉上一卷发黄发黑的兽皮。也就一兽皮才能存放这么多年啊！这是八行横练呼吸术，是从墓里挖出来的。不知道古时那个朝代大致精义是以呼吸之法配合古药液古丹淬炼身体，现在所谓的古药液古丹炼制之法早已经失传，只剩下这一门八行横练呼吸术的法门。没有了药液辅助，古人都难修炼成功，更别说今人了。许多人也就当个参考，基本不可能练成。你可以拿回去参悟一番，3个月后还回来即可。贺相军看着这卷异兽皮，满是感慨说道，哈哈，王胜，这门练体术可是贺城守的祖传宝物，今天我一个小赌就给你赢到了3个月参悟时间，你可要把握好机会。赵介笑道，祖传宝物也就这个名头，骗了你们每人拿出银子付费参悟，可惜谁都没成功，花费几个月连入门都做不到。贺将军坦言说道，让赵介嘴角一抽，连忙让王胜赶紧拿着法门离开，不想在徒弟面前丢了面子。一场宴席结束，二水城仿佛恢复了暂时的平静。王胜本想回去之后朝赵介求化境法门，但赵介连亲传弟子的事都没提，这化境法门更是没影了。而且王胜怀疑赵介是算计好了，把这个练体术当作给他长面子的奖励。于是当晚回去之后，王胜睡不着之下，干脆修炼了半天，直到天晓之时，成功迈出最后一步，突破到了暗境后期。暗境后期在二水城已经算是高层人物，至此他的修炼路基本快到头了。所以闲下来的王胜便边找机会寻找于承诺丹的时候，边参悟着这个古代炼体法门，希望从中能找到进阶化境之法。只是花费半天时间，一入门修炼，王胜才发现这个炼体法门的高深程度竟然比白龙剑法还要强出多，而且其修炼境界与现在的完全不同。也是在这2天离开武院回家的王胜察觉到，于成好像在暗中观察自己，似乎在搜集自己的作息时间和规律。因为于成认为王胜一个明镜发现不了他，偶尔大意之下显露了踪迹，才让王胜猛然发觉。泥鳅街王家闭关室内，难怪当代没有延续使用古代炼体法，原来是有损耗寿命的缺陷。王胜花费半天时间，刚了解完古代炼体法的开头，面板竟然就成功显示入门。而后他发现其与当代法门差别很大后，就花费几天时间将八行横练呼吸术以及一些古代书籍解读了一遍。经过其法门本意和贺家数代人的注解，王胜大概明白了古代炼体法的具体修炼方式。八行意指皮、肉、筋、骨、血、五脏、头颅，以及最后的虚无缥缈的灵魂。从刚开始的锻炼皮肉，到最后的练五脏、头颅，甚至淬炼灵魂，以期逐渐获得纯粹的肉身力量。只是这种方法太过于注重修炼资源，以药物刺激肉身潜能，如果突破还好，每一次提升都相当于脱胎换骨，寿命不会减少。但如果突破失败，潜力挥发干净，肉身破败，折寿严重，武道路几乎直接断绝，容错率太低了。王胜管中窥豹，从这门炼体法看出当代炼体法要比古代炼体法有不少优势。当代炼体法容错率高，突破失败不会大幅度折寿，而且当代修静力，静力前期可能不如古代修力的强横，但到了化境阶段，静力可延展，变幻莫测，手段比古代纯修力量的要强出不少。不过这古代修炼法岂不是刚好适合我？我有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不会突破失败，没有折寿的风险。虽然古代炼体法修纯力量花样不如静力多，但我目前又没有化境法门，而且古体法修出的力量在同层次基本比同阶段的静力力量强出一截。古代炼体法修出的是纯肉，当代的静力防御时更类似于防护罩，若是遇到打真伤的，王胜想着想着就想到了前世的某个游戏，真伤直接无视防护罩，纯肉也怕，但能多抗一会。主人，主人，该歇息了。这时闭关室外，李梦身穿朦胧轻薄的纱衣，画着艳丽的妆容，美妙的身段若隐若现，娇嫩的皮肤冻得瑟瑟发抖，柔声呼唤着王胜。王胜和李梦母女2人居住的地方是王家老宅的隔壁宅院，买下后虽然打通了，但晚上王父王母也不会来这里，所以李梦就穿得放荡了些。听到呼唤，王胜从回忆中清醒过来，这是他要求的，让李梦这2天来提醒他时间该休息了。自在城首府宴席后的第2天，
王胜察觉到于成在暗中监视他，所以他就将计就计，故意给于成机会。这2天晚上都会和2个美人翻云覆雨，陷入熟睡。毕竟能在自己地方解决问题，敌人送上门来送死，王胜何必去浪费时间找于成，还要专门找无人的地方杀他？不过现在王胜改变了主意，他不想再浪费时间在女人肚皮上，故意路破站等于成来送死。现在这门古代炼体法着实吸引了王胜，能够给他提供极大的助力，很有可能是他突破化境战力的关键。所以王胜就决定在闭关室正式闭关，谁也不见。如果于成真的要来杀他，那就闭关室中见吧。主人，人家的胸口有点痛，好沉啊，您能来帮忙揉揉吗？这时王秦氏傻也不穿的走了过来，撒娇说道：若是一般女子，若隐若现最为吸引人，但对于身材非常好，前凸后翘，堪比西瓜的女子来说，真正的一丝不挂走路之时，每一步都是波涛汹涌，白浪翻滚，令人惊心动魄。王胜没看到，但李梦真的是看得咬牙切齿，心中暗骂荡妇不要脸，但实际心里又极其羡慕那几乎1-2斤的肉。自从李梦决定要跟母亲王秦氏争宠，不让王秦氏的小心思得逞后，2人就围绕着王胜展开了雌竞。可惜王秦氏手段太多，又太会勾引人，使得李梦一次次落入下风，又一次次竞相攀比。正当李梦对王秦氏怒目而视时，王胜的声音从闭关室传来：从今天开始，我正式闭关，以后每天把吃的送来，每次饭食皆要肉10斤以上，古代炼体法必须要疯狂吃肉。李梦目露失望，但又庆幸今天王胜没出来，否则自己肯定又要输了。是，主人，主人，我想再买一个侍女。王秦氏恭敬说道。可侍女、厨娘都可在家，你们看着办。王胜应道。主人，人家什么也不要，要给主人省钱。李梦忽然娇柔说道。滚！王胜淡淡一字，现在不是看这小婊子耍茶艺的时候，女人只会影响我努力的程度，就让我来看看古代炼体法能有多厉害。王胜看着手上的兽皮书，闷头开始了修炼8门横行呼吸法。在王胜闭关的时候，另一边的于成却是也开始了闭关。于成搜集好王胜的作息后，就想趁王胜寻欢作乐时，用烈性春药使王胜死在女人肚皮上，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王胜，杀人不见血。就算有人发现问题，也不知从何处查起。但于成没想到的是，和苍山五院的弟子拼命一战后，自己暗境中期巅峰的瓶颈松动了，赫然是要踏入暗境后期的征兆。于成不免大喜，立刻将杀王胜的事扔在一边，赶忙闭关。于是时间就这样渐渐推移，半个月过去，天气越发寒冷，即将濒临长达18个月的冬季，但战事却不见停歇，反而越来越多活不下去的百姓加入了南陵府造反军。二水城附近的天子军也日益壮大，接连攻破了2个城镇，惹得贺成守大怒，派人去剿灭这股反贼，但竟然大败而归，死伤惨重。一下子二水城的局势就模糊起来，眼见官府虚弱无力，一些妖魔鬼怪就窜了出来，吸食精血的妖人再现，采花贼又接连得手数次，甚至几天后又有一家在之前追杀魔教中受了重创的小势力被灭。神香教开始不遵守贺成守的命令，大肆招揽百姓收保护费，武馆五院的利益被神香教侵占，惹得不少人大打出手，闹得不可开交。天子军这伙反贼有时敢在二水城下出现，吓得二水城不得不关闭城门。二水城积压的许多问题在这种时刻就忽然爆发出来，这次的乱象比上次魔教肆虐更加厉害，神香教、武馆五院、妖人、天子军等多方大势力互不相让。闭关室内，王胜看着手上捏的这颗兴隆丹，实在没忍住干呕出来。妈的，这也太腥了，比踏马的币还腥。王胜无语地看着猩红色的小药丸，骂骂咧咧，但还是一口吞了下去。今天是他闭关的第1天，而这兴隆丹就是王胜专门为修炼8行横练呼吸术准备的丹药。虽然8行横练呼吸术专门用于刺激肉身潜力的古丹方已经失传了，寻常人连入门这道法门都难，但王胜有着自己的努力天赋，天道酬勤，在过去钻研法门的2天里，成功另辟蹊径，找到了快速修炼这道法门的办法。天道酬勤，学必有成，这道天赋能让王胜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获得成功。8行横练呼吸术同样适用于这道天赋，王胜只要努力修炼下去，就一定能修炼成功。只是没有古丹药刺激潜力，速度太慢了，10年修炼成功也是成功，但那有什么用？所以王胜就试着寻找其他能刺激肉身潜力的丹药，代替了古丹药。对于其他人来说，服用不同刺激肉身潜力的丹药修炼这道法门，大概率会走火入魔，修歪了，修错了。但王胜不同，他一定不会错，不会修炼失败。服用古丹药跟服用兴隆丹的区别，就跟应该烧汽油的汽车烧煤炭、烧柴油一样，原本最后一定跑不起来，可有天道酬勤在王胜的努力下，汽车只要烧着东西就能跑。所以王胜只要吃着刺激肉身潜力的丹药，就能加快修炼古代炼体法的速度。很快，在闭关后的第3天，王胜大量服食兴隆丹，又狂吃肉食，再加上他的肉身本来就很好，所以迅速就完成了关于断皮阶段的修炼。王胜的皮肤变得紧绷有力，
仿佛每一寸皮肤就穿上了铠甲，全身已经刀枪不入，普通人就是拿刀砍也伤不到他。闭关后的第8天，王胜完成了断肉的修炼。这一次，王胜的肌肉一块块隆起，身材变得更加魁梧，背部跟门板一样宽，身体更是直接暴涨到了2米。这就是纯肉身力量的强大。断肉完成后，王胜神色很是震惊，他感觉到实力暴涨，光是自己单身躯的力量，等同于在修炼3道甚至4道断筋术。断皮、断肉对应的境界，应当是现在的明境层次。虽然古代炼体术比当代炼体术在同层次上要强上一截，但也不应该是当代炼体术的4倍。这道古代炼体术提升的力量太夸张了，恐怕便是在古代应该也是赫赫有名的法门，不是现在这城里的断筋术之类所能比的。王胜心中想到，像大摔杯手已经是2水城中的高级法门了，而白龙剑法比大摔杯手要强不少，大概能在府城排上名号。8行横练呼吸术比白龙剑法还要复杂得多，恐怕不是能在府城登顶，便是能在全国的法门中名列前茅。也难怪贺家明明修炼不成，还要当作祖传宝物世代研究，直到现在实在没办法才拿出来供高手付费参悟，只是没有古丹方，谁也没能成功继续修炼。现在就是把大摔杯手的化境法门扔在我面前，我都不要。王胜意识到这道古代炼体术有多么重要后，更加沉迷其中，开始炼精阶段的修炼。炼精、淬骨、换血，大概对应现在的暗境层次。到了炼精阶段，所需的进度就多了。之前断皮进度满500，断肉满1000就完成了修炼，炼精进度则有2000。兴隆丹和大量的肉食每天大约能提供200的进度。当王胜完成炼精的进度时，时间来到了他闭关后的第18天。这时2水城的驻军刚被天子军打败不久，2水城逐渐再次迎来了乱象。虽然乱，可也有不少手黑胆大的高手脱颖而出，左右逢源，抢了不少宝物。一时间，凡是想提升实力的武道高手都眼红了，先后加入了这场混乱中，斗殴厮杀，纷乱不断，使乱象持续升级。而王胜不管外界多么乱，坚定不出门，独自守着自己家这一片小天地。他太想进步了。这天夜晚，噼里啪啦，王胜站在闭关室内，活动着全身的筋骨。炼精阶段完成后，王胜的身高又上涨了一些。这次他最明显的还是感受到全身轻松灵活了太多，速度暴涨。全身的经脉得到淬炼后，就像是一张普通硬弓换成了现代合金弓。王胜的速度就像射出去的箭矢，速度可谓改天换地。该淬骨阶段的修炼了，听说现在外面很乱啊，希望他们不要打扰到我。等我真正完成这道炼体术的所有修炼后，或许可以让这2水城的化境高手们见识一番真正古代巨无霸肌肉猛男的铁拳。王胜自语着，一念打开了面板，看着自己的进度。天道酬勤，学必有成，修为暗境圆满。8行横练呼吸术淬骨14000，大摔杯手大成18903千，断筋术大成29993千，白龙剑法大成5213000，叠穴术第3层辰时庄功小成9991000。虽然这些天王圣主修的是古代炼体术，但古代炼体术不用除了睡觉，每天18个时辰的不间断修炼。王胜用空出来的时间，先是将断筋术推进到暗境圆满，进无可进了。而后王胜将大摔杯手修炼到了暗境中期，白龙剑法成功从明境突破到了暗境初期，叠穴术掌握了第3层。至于辰时庄功，它不是突破法门，也不是秘法，只是一个基础庄功，早已无法突破了。哒哒哒！就当王胜重新盘坐下，拿出兴隆丹，打算服食时，忽然他听到了数10米外的房上有动静，有人踏房顶来，是有人找上门来了。于城，王胜静静坐在闭关室内。不过过了一会，房顶上的脚步声远去，看来不是找他。晚上了，冒出的黑衣人恰好路过。正当王胜安下心就要继续修炼时，房顶上又是一阵脚步声传来，听得王胜皱眉，还来。而后脚步声远去，接下来房顶上杂乱的脚步声隔一会就响起一次，还有人大叫怒骂，有人想放火，有人想求饶等等。短短片刻的功夫，就有5、6拨人踏过王家的房顶，而且听着动静，周围房顶上的人还不少，似乎是乱象波及到了泥鳅街附近。只是这么吵还怎么修炼？王胜原本想忍一会，他不是个暴脾气的人，但当他发现房子上的人没完没了的路过后，神色变得面无表情，眸光冰冷，庞大的身躯如小山一般晃动起身，默然说道：大晚上都不睡觉，那就都去死吧。夜晚天气很冷，如霜般的月光洒下薄亮清辉，照得大地一片白茫茫的，宛如披上一层银纱。啪嗒，一道身影落在一个屋顶上，他裹着黑衣，只露出一双眼睛，微微喘息，眼神四处搜寻着什么。那小贱人跑了？怎么可能？这么多人，他能跑到哪里去？你们在找谁？一个温和的声音在这个黑衣人耳边响起。百草铺的小贱人，还能有谁？黑衣人话音未落，他就突然惊醒，神色大变。不对，自己可是暗境武师，谁能到了他身后？他竟然还没有察觉。细微的呼吸声从后面的高处传来，温热的气息仿佛让身后都升高了1度。一个庞然大物不知何时已然站在了他的身后，看着地上投下的巨大阴影，黑衣人早已毛骨悚然，心中阵阵发毛，不寒而栗，立刻就想要暴退。啪！
这个庞然大物随意抬手就摁在了黑衣人的脑袋上，恐怖的巨力宛如洪水般倾泻而下，黑衣人全身瞬间陷入僵硬之中。暗境初期的修为拼尽全力，却依旧动弹不得。完了完了，遇上老怪物了！黑衣人大冷天的，脑门上满是汗水直流，心中万分惊恐不安。他自认为自己是暗境初期巅峰，暗境中期不可能如此轻易制服他，一般的暗境后期也很难有这种实力。唯有那些在暗境圆满待了多少年的老不死，修了多种法门和境力，才能有这般杀暗境如杀鸡的恐怖力量。只是黑衣人猜错了，这个庞然大物只是一个快19岁还未及关的少年而已。接下来我问你答。少年王胜站在黑衣人背后，声音平静说道：是，前辈您问您问。黑衣人立刻温顺讨好的如条狗一般，暗境初期巅峰的傲气凸显不了一点。百草铺是怎么回事？王胜道：回前辈，就在前2天，也不知道是谁发布的英雄令，说是有前辈高人不满一些大势力占据最好的地盘和资源，要为散修出头，所以发布英雄令，召集有志豪杰、江湖高手，赏善罚恶。不过我们都知道，狗屁的英雄令就是有高手带头，召集一帮散修，趁着有的大势力受创，做一回强盗，抢劫一番。当我们今天晚上人聚齐了之后，领头的人才说要抢百草铺。您也知道，百草铺一向行善积德，用药材和医术与许多大势力交好。我们一听要打百草铺，怎么能这么做呢？这不是和全城人为敌吗？我们当时就不想干了，但领头的足足出现4位暗境后期的高人，然后我们不得已就答应动身了。到了百草铺以后，不出意外的，我们这群人中有人和百草铺交好，临阵叛乱，给百草铺示了警。百草铺的人听到动静杀了出来，我们本来不想打的，就想装样子，可当时也不得不打了。后来百草铺的主人和他大徒弟2位暗境后期被围杀了，现在我们被人逼着不得已追杀的是百草铺主人的小女儿。都传言百草铺主人曾经炼制了3颗神丹，能救死人，能直接提升修为，还有人说能改善根骨。百草铺主人的小女儿好像是拿着最后1颗神丹，所以许多人都在找。黑衣人大概讲述了一番今天晚上的乱象由来始终，他刻意把自己放在一个迫不得已的位置，装作被人挟，迫不得已为之，就是害怕王胜是与百草铺交好的高手。百草铺，王胜心中皱眉，百草铺确实不一般，他和城内任何一家大势力都有联系，交好，而且负责许多丹药的炼制，兴隆丹、红血丹、大补天丹都是百草铺炼制的。如果百草铺没了，那这丹药岂不是要大幅减少？嗖！突然一道剑光从王胜背后爆起，这道剑光之快，乍现寒芒，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盏烛火，却又刹那间化作了万千剑影，密密麻麻，直接覆盖了王胜。这一幕委实惊人，宛如仙人遇剑般，万箭齐发。有点东西。王胜侧身看去，魁梧的身躯不闪不避，而后他一拳轰出，当当当，所有的剑影在拳头的碾压下迅速消融消失。不好！剑的主人根本没想到王胜躲都不躲，更没想到王胜的拳头太快了，宛如箭矢一般激射而来。砰！剑的主人被一拳命中，以更快几乎残影般的速度，嗖的一声狠狠撞在了地上，撞出一个大坑，生息全无。那是无影剑。孙战！黑衣人全身止不住的打哆嗦，眼中满是恐惧。暗境中期巅峰的孙战，凭借无影剑，甚至能在暗境后期手中逃走，在外来的散修中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但现在他却被这个巨人一拳就解决了。前辈，前辈，我还有用！黑衣人忽然意识到不妙，连忙想要展现自己的价值。咔嚓！然而王胜的手比他说的话还要快，直接就拧断了他的脖子。黑衣人眼中的光芒迅速暗淡下去。抱歉，手快了，下辈子记得说话快一些，有事就说事。王胜淡漠说道。实际上王胜也不觉得他还能有什么用处，留着他只会耽误时间。炼金之后还需要锻炼一番，才能完全掌控这种速度啊！王胜感受着全身蕴含的滚滚力量和蓄势待发的恐怖速度，心中很是满意。古代炼体术可能才最适合他，直来直去，不用各种打斗花招和技巧。神丹提升修为，改善根骨。王胜颇为怀疑最后一种改善根骨的功效，如果真的有用，配上自己的超级悟性，那他岂不是瞬间就能成为真正的天才？可现实是赵介提都没跟他提过，其他的几个大势力的大武师似乎也不担心赵介用这种神丹给自己弟子改善根骨，蜕变成天才。自己人不一定想你变好，但敌人一定不会给你变好的机会。所以从其他大武师不理会的态度来看，王胜觉得这神丹改造根骨是假的，而且有用他们早就拿来用了，岂会让暗境后期的武师留给女儿？算了，我还是修炼自己的吧。王胜想了一会，将尸体收拾之后，就要重新回去修炼。找到了，那个小贱人在啊，别让他跑了。马德，他把上万两的银票撒出去了。突然一道道怒喝声从远处传来，到了王胜耳边时已经变得很小了。王胜神色平静，看着远处，月光下一道道人影朝一个地方迅速汇聚。咚！一道宛如炮弹似的炸响声骤然爆发，王胜的庞大躯体仿佛推金山倒玉柱一般，疯狂朝那个地方冲锋，一步踩踏一座屋顶。银票在哪？都给我滚开！
拦路者死！嗖嗖嗖！突然，上百道暗器飞镖朝王胜击射而来。王胜速度不减，抬手抓住一些暗器，径直倒扔回去，力大专飞。原本细小的飞镖，硬是被王胜扔成了发出撕裂风声的炮弹似的。一根飞镖直接捅炸一堵墙、一间屋。本来扔的不是很精准，但这样大面积的波及下，当即杀伤不少人，尤其是明镜以下的武者，瞬间就死了不少。暗劲，炼体暗劲！有人见试探出王胜的底细，高声叫道：“哪里来的疯狗，也敢插手我们的事？”一名暗劲中期的炼体武士一声大喝下，全身劲力狂涌，声如雷震，身躯直接窜起，飞掠过一处处屋顶，杀向王胜。而在他身上更是泛起一阵诡异的红色光芒，宛如红潮涌动，看起来极其不一般。有这位红乱大师出手，想必杀不掉来人，也能拦下他。还是速速找那个女人吧，他身上可不只有神丹。红乱献祭他的双亲嫡子，修成他们师门最强的血海功，的确惊人。希望来人能削弱一番他的实力，免得一会跟我们争抢。两位暗劲武师站在一处屋顶，眺望着即将杀到一起的红乱大师和王胜，神色平静，出声说道：“红乱出手了，哼，若有机会，倒可以将其招募到我天子军的麾下。”一位暗劲后期的蒙面武师边追杀着百草铺主人的女人，边抽空扭头看了一眼。其余许多浑水摸鱼的人也都在瞧着，看两位暗劲炼体武师厮杀，到底谁能更胜一筹。但红乱杀名在外，若是放到他的家乡，光是凭着名头就足以吓哭孩童，惊死一堆老者。所以许多人都在猜测红乱能在多少招之内解决对手。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众人寄予厚望，暗劲中期的炼体者红乱大师正式冲到了王胜面前。砰！仅仅一个呼吸，1秒钟的功夫，两人的身躯交错过去之后，王胜的速度丝毫不减，继续杀向他认为的那个方向。红乱大师的身躯则直接砸在了地上。所有人面色一呆，然后足足过去3个呼吸，见红乱的身影始终未从地上爬起，所有人的神色才骤然巨变，慌乱不已，心跳加速。卧槽，假的吧？死了！红乱这就死了。那个血迹双亲，凶名成了他家乡当地噩梦的红乱大师，就这么被一巴掌，还是几巴掌，给直接的拍死了。两个刚才还在希望着王胜能削弱一番红乱实力的暗劲武士脸颊抽搐，互视一眼，然后二话没说，掉头就跑。还抢什么抢？真正的狠人来了呀！那个还在追杀女人的蒙面暗劲后期的武师也是吓了一跳，他全力出手都未必能一招干掉红乱。化境大武师？不对，不可能，他并没显现出化境劲力，那就是还在暗劲。哼，只要在暗劲，那我就有机会。蒙面武师自语道，拖住他2个呼吸，回去宝物平分。蒙面武师大叫道。被王胜的实力吓到了的不少暗劲武师扭头就走，本就是一群临时聚集起来的强盗，谈什么信任？但也有3人是蒙面武师的手下，咬着牙合力朝王胜杀去，想要拖住2个呼吸就走。噗！王胜一拳轰去，挡在他面前的暗劲武师铁盾破碎，劲力炸开，肋甲径直出现个大洞，显露出血红色的胸膛。接着王胜转身一脚将一位想要偷袭的暗劲武师踹飞，还未落地他就已然死去。剩下的那个暗劲武师见状，满脸惊惧，立刻就跑。王胜没有管他，赶到了刚才撒银票的地方，就地开始捡银票，都是100两一张的大额银票啊！其余人见这个一巴掌拍死红乱的狠人来了，顿时作鸟兽散。王胜见地上银票还有不少，也就没有去追。出身于天子军的武师此刻已经抓住了百草铺主人的女儿，但在他面前还有3位暗劲后期武师拦住了他，不让他走。4人还有王胜都蒙着面做着掩饰。神丹只有1颗，天子军的武师沉声说道：“各凭手段吧。”一个声音是女子的暗劲后期武师冷声说道：“可。”矮胖的暗劲后期武师点头：“那在我们开打之前，是不是要先除掉他？”最后一个暗劲后期武师手持一杆长枪，枪锋直指王胜。不错，想借贪财之名躲避我等混战，好最后渔翁得利。朋友不觉得太过幼稚了吗？女子武士看向王胜，寒声说道。王胜这个时候也迅速捡完了银票，算了算，足有6700两，从天而降的一笔巨款啊！王胜脸上露出笑意，他正觉得兴隆丹快买不起了，就来了这么一笔财富，所以心情非常好的王胜也不和这几人一般见识，边走边说道：“你们打，我对神丹没有兴趣。”哼，想跑？天子军的武师率先朝王胜出手，想以退为进，让我等放松警惕，互相厮杀吗？你这手段还是这么幼稚！女子武师讥笑一声，第2个出手，你是走不掉的。持枪武师第3个对王胜出手，矮胖武师二话没说，抡着斧子就朝王胜砍去。不管怎么说，既然王胜出现了，那他不参战，就等于是想坐山观虎斗，渔翁得利。而刚才王胜炼体武师的实力已经被众人亲眼目睹，即便王胜参战，那他大概率也是遭到众人的一致围杀。先把王胜这个超标的解决，再分神丹。所以不管王胜怎么选，他在众人眼中都得死了才行。你们真是自寻死路！王胜皱眉，他真的只想要银票就行，可这些人就是要逼他。嗡嗡嗡！王胜面对4个暗劲后期武士围攻，没有大意，于是他火力全开，喋血术第3层开启。
王胜的肉身再次拔高和扩张，肌肉爆炸式隆起，凸起的肌肉组织像是蟒蛇一般，一条条裹满了全身，呈现出一尊难以想象的狰狞肌肉怪物。大摔杯手、断金术、白龙剑法3道暗劲劲力开启，加持己身，汹涌澎湃的劲力在体内如江河般滚动。8行横练呼吸术正式开启，随着他呼吸吐纳间，全身的肌肉组织仿佛有了灵性一般，竟然在缓缓地蠕动着，配上他那庞大无比、与屋子一般高的身躯，看起来无比诡异和狰狞。4位暗劲后期武士冲着就止住了脚步，满脸惊愕震撼地看着这个巨大肌肉怪物，看着那全身都在蠕动密密麻麻的蟒蛇肌肉，4人只感觉头皮阵阵发麻，汗毛倒竖起来。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女子武士惊惧看着王胜那根房屋一般大、满身肌肉蠕动如蟒蛇的恐怖肉身，吓得花容失色，忍不住惊声叫道。他手中的纤细长剑放在此刻的王胜面前，跟牙签没什么区别，还想杀人？韩人，他一定是北边韩人潜伏过来的探子，也只有韩人才有如此恐怖的肉身。矮胖武士神色无比凝重，双手紧攥着手中长斧，胳膊上青筋暴起，浑身劲力疯狂涌动，但他的心里却始终找不到一点安全感，空荡荡的，心头的危机感如针扎一般，刺激得他全身发麻。我觉得我们4人有希望一战。他身形太大，速度缓慢，在这里房屋众多，他肯定施展不开。持枪武师紧紧握着手中长枪，沉声说道。女子武师和矮胖武师点了点头，都比较认可。但天子军的暗劲后期武师，这位葛姓武师转身就跑，心中暗骂：我不要你觉得，我觉得，老子一个天子军的反贼，跟你韩人探子火拼干什么？不等持枪武师3人呵斥怒骂，一直在适应身体的王胜就抬眼看了过去。他第一次变得这么大，所以花费了些许时间适应了一番。想走，我让你走了吗？王胜声音冷漠，透露着无比强大而坚定的杀意。唰，王胜直接大步流星地朝天子军的葛姓武师杀了过去。对于那些房屋，他避都不避，撞碎这些跟撞碎等大的积木没什么两样，甚至这些房屋还要更软。王胜一脚下去，就将一间间房屋踏成了废墟。庞大的身躯，凶猛至极的摄人威势，只看得持枪武师3人呼吸都屏住了。这也太猛了！女子武师看到王胜那非人般的暴虐气势，娇躯微颤，面色发白。一道房屋坍塌的滚滚气浪袭来，让他觉得自己宛如风中落叶般漂泊不定。妈的，真以为你体积大就了不起？一起上！葛姓武师自知躲不过去，大吼，转身就朝王胜冲去。上！杀！持枪武师3人见有机会合力围杀，谁也不想就这么放弃，纷纷脚踩屋顶，激射而出，同时出手。现在分开逃跑，还能有1-2个人逃走，可不试着一战，谁愿意拼运气？希望王胜追的不是自己，他们还抱着希望。王胜不是化境，一位暗境大圆满，再强也不可能比得上化境。嗖！葛姓武师在快距离王胜不远处，忽然就滚落下房顶，像是一只夹在巷道里的老鼠般，疯狂在地上连滚带爬的左拐右拐的逃窜。畜生，以后我必杀你！杀！持枪武师等3人已经很是接近王胜，结果葛姓武师竟然又来了这么一遭，借他们3个之手拖住王胜自己逃走，顿时引得3人怨气冲天，暴怒嘶吼。只是现在3人与王胜距离太近，这一战不得不爆发了。长枪一在，持枪武师携带着满腔的怒火和杀意，怒吼一声，高高跃起，俯冲而下，手中玄铁打造的黑色长枪宛如一条黑龙般撕裂空气，发出尖锐的厉笑声，直刺王胜的头颅而来。这一击，任何一位暗境后期的武师都不敢轻视，甚至不敢正面硬抗着从天而降，是大力沉的重枪。当！太弱了！王胜眸子淡然，抬手间五指并拢，一把抓住了黑色长枪。持枪武师瞳孔骤缩，心脏都快下停了。他万万没想到王胜的反应会这么快，竟然如此精准加重了。明明如此大的体积，但动起来却宛如脱兔般迅猛。给我开呀！持枪武师嘶吼咆哮，疯狂想拔出长枪，但撼动不了一丝。王胜神色平静，双指一转，黑色长枪陡然挣脱了持枪武师的双手，反弹的巨力震得他虎口裂开，双手满是鲜血，胳膊上血痕斑斑，甚至差一点双臂都要废掉。他连一点和王胜角力争兵器的机会都没有。随后长枪掉落，王胜一只手宛如一张遮天大布，朝惊惧暴退的持枪武师拿去。不，饶命！饶命！持枪武师惊慌大叫，啪叽！王胜就将持枪武师抓在了手中。而刚才在王胜家中黑色长枪的同时，王胜的另一只手捏拳轰出，与矮胖武师的长斧撞在一起，长斧顿时卷刃飞出，矮胖武师当场被生生震死，七窍流血，全身经脉断裂，尸体跌落在地。他们太低估了古代顶级练体术的纯肉身之力。王胜的拳头上流露出丝丝血与骨，毕竟是玄铁铸就，一件兵器价值数千两白银，锋利程度不同寻常兵器。至于女子武师，她拿着她的牙签剑，王胜任她在身上刺上100次，也捅不出一个重伤来。实际上，在王胜抓住持枪武师的时候，女子武师已经彻底放弃，拼了命的朝城内逃窜，一边跑一边大叫：“有韩人奸细，饶命！我是9刀武馆弟子。”
持枪武师感觉到自己的腰都快被攥断了，口中一血，满脸恐惧，断断续续的祈求道。王胜看都不看他，手中不断加力的同时，双眸直直盯着女子武师，然后他捡起地上的长斧和长枪，接着将其如飞镖般击射而出。女子武师听到身后2道劲烈的风声，猛地一转身，不顾如此速度下突然停下转身，身体会重度扭伤，险险躲过了2件兵器。砰！一具尸体直接命中了女子武师。持枪武士的尸体与女子武士的身体因为距离交错镶嵌在了一起，成了一团令人看着就恶心的男女混合尸体。解决掉3人的王胜并没有看向那个被打断双腿的百草铺女子，而是转身看向一个黑漆漆的屋子。片刻后，啪啪啪，黑漆漆的屋子中响起了巴掌声，一个无比壮硕的身影走出。朋友实力不错，如此练体当真是难得。我是嗖！骤然间，王胜猛然跳了起来，庞大的躯体窜在空中，竟然遮蔽了月光，投下大片大片漆黑的阴影。庞大的身躯直接朝那道身影落去。卧槽！你为什么？壮硕身影吓得魂飞魄散的大叫，刚跑出屋子，王胜就直接一屁股坐了过来。轰！屋子塌了，人也扁了，唧唧歪歪，故作高深，以为我没看到你，打哆嗦。王胜冷声说道，恢复身躯，略微收拾一番后，立刻扛着那名百草铺女子离开。泥鳅街王家闭关室内，这就是所谓的神丹。王胜将金色丹药拿在手中，仔细端量，因为手太大，丹药就像是1粒米一样。前辈，我知道您就是我父亲的朋友，寒人树蛇，您是来救我的吧？前辈，我就是梦莲啊！百草铺女子趴在地上，满脸泪水，涕泪横流，在交出了神丹后，小声哭喊道。王胜听得眉毛一挑，救他的寒人，他刚才一屁股坐死的那个无比魁梧的壮汉，经过他简单搜查后，好像就是个寒人。寒人探子身负重任，不会无缘无故现身，所以说百草铺真的和寒人有联系。看来百草铺被灭，大概就是城内所有大势力和官府的共同意志下的结果，也难怪今晚闹得这么大，一个化境大武师都没出现就百草铺。对于这个孟莲儿的认错，王胜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孟莲儿被葛姓武师打断双腿后，就一直趴在原地，只听见其他人说王胜是寒人探子，也没看见真正的寒人被王胜一屁股坐死的一幕，所以他可能真的认错了。我现在问你，这神丹真的有改善根骨的功效？王胜问道。孟莲儿见王胜冷漠，不敢不答，连忙说道，回树蛇前辈，莲儿不敢欺瞒，这丹药是家父耗费毕生心血与积累宝药所炼，并无改善根骨之奇效，但它的确能快速提升修为，对于炼体者更是有极大作用。晚辈愿意将神丹以及身上所有丹药献给前辈，还有晚辈的一身炼丹之术，也能帮到前辈，只求前辈能助我报仇雪恨。莲儿为此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愿任由前辈玩弄，哪怕是沦为奴隶、娼妓，死后下地狱也在所不惜。孟莲儿说完，就趴在地上朝王胜不断磕头，而后她甚至直接主动将一身裙子脱落，露出洁白如玉、滑嫩如脂的娇小身躯，配上她那楚楚动人、巴掌大的小脸，就跟一个小手办似的。王胜扫了孟莲儿的身体一眼，转而问道：“你身上还有什么丹药？”回前辈，莲儿身上现在只有一些恢复疗伤丹药，但我知道家父在一个地方藏着一批金银和各类丹药，只求前辈能帮我报仇雪恨。莲儿立刻将一切奉上。孟莲儿几句话不离报仇，看得出她现在几乎被仇恨冲昏了头脑。毕竟白天她还是百草铺的大小姐，所有大势力都尊重的百草铺之主的女儿，整个二水城有名的贵女，许多年轻俊杰争相追求求娶的贤良淑女。但晚上她就家破人亡，亲人惨死，自己也成了残废。这巨大变故，她没疯救算好的了。王胜闻言皱眉，这个孟莲儿身上的好东西的确不少，但前提是帮她报仇才能得到。你知道今天晚上是谁主使的吗？是天子军的武师主导，由外来散修，还肯定有城里的一些势力参与。我听到了那个9道武馆武师临死前的话。孟莲儿满是恨意的说道。王胜点了点头，问道：你可能炼制兴隆丹、大补天丹？莲儿不但精通这2种丹药，还精通红血丹、玉荷丹、阴阳补气丹、紫阳丹，就是这等神丹，如果有足够的宝药，莲儿也有可能炼制出来。孟莲儿声音清脆，自信说道。不错。王胜微微颔首，这个孟莲儿的确是个人才。那紫阳丹可是能对化境高手都有用的丹药，听说这种丹药所需宝物众多，1年能炼制1炉就不错了，全城的化境大武师都不够分。那么现在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孟莲儿真的不认识树蛇吗？王胜沉思片刻后，忽然开口问道：莲儿，你父可曾留下遗言？父亲说，韩国可汗雄才大略，是当世枭雄，举天下莫能与之争，我只有投靠韩人，才能有报仇的机会。孟莲儿低头说道。你父亲说的不错，是个清醒之人，可惜啊。王胜故作惋惜，就要继续试探，忽然他看见孟莲儿的娇躯在颤抖。怎么，冷吗？穿上衣服吧。王胜给她披上一件宽阔长衫，但孟莲儿的身躯还在颤，她低着头一语不发。王胜对于肉身的掌控和淬炼已经极强，他的五感已然极其发达，因此
他能看清孟莲儿似乎在使劲压制着自己的颤抖，但他却不能很好的控制。王胜神色平静，想了想，俯下身，庞大的身躯掀起一阵风，脑袋靠近孟莲死死低着的头颅。他的脑袋几乎是孟莲儿的2倍，呼吸间的粗热气息打在孟莲儿的脖子上，让他全身汗毛倒竖起来。他听到了孟莲儿的心在疯狂跳动，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害怕。王胜温和而平静的声音在孟莲儿耳边响起：“你是怎么发现我不是树蛇的？”得！孟莲儿吓得浑身剧烈颤抖，像打摆子似的，牙齿止不住的在碰撞。不说，你就再没有机会了。王胜温和的声音却宛如厉鬼一般，吓得孟莲儿神色大变。树蛇前辈在信中称呼我父亲为孟兄。孟莲儿哭喊道。哦。王胜点头起身，他就知道自己早晚得暴露，毕竟他一点不知道百草铺与韩人的关系，想冒充太难了。既然你发现了，那我就和你明说了，我们来场交易，你替我炼丹，我帮你杀人报仇。天子军、散修还有9道武馆的人，王胜说道。他虽然能强迫孟莲儿炼丹，但强迫下的丹药他敢吃吗？所以只能用利益来拉拢。好，前辈。孟莲儿考虑片刻后，终于不打哆嗦了，答应下来，然后就脱了身上披的黑衣，露出娇躯。前辈，您轻一点。孟莲儿害怕地看着王胜2米多高的身躯，小脸煞白，闭上眼说道。王胜皱眉，他猜到了孟莲儿的想法，他想让王胜多杀人，而于公于私，他感觉自己逃不了男人的玩弄，索性为了增强信任，让王胜放心，就打算直接给了。只是王胜的体积太大了，不经准备直接开的话，2米多跟1米6，跟大马拉玩具车一样，恐怕得拉报废。你怎么这么色，如此贪图我的身体？先把你的伤养好了再说，我可不想干完一次人废了。王胜摇摇头说道。随后王胜叫来王秦氏、李梦，让他们照顾着孟莲儿，自己则继续闭关，开始服用那颗神丹。根据孟莲儿所说，这神丹耗费上100种宝物，普通武士服用也就增长修为，能直接提升1层修为，从初期到中期，或者从中期到后期。但炼体者服用能最大程度发挥丹药药力。韩人身处苦寒之地，多炼体，这本就是孟父为讨好韩人贵族所炼，他们自己反而没吃过一颗。轰隆隆，王胜服下神丹，丹药顺着喉咙落入腹中的那一刻，立刻就有一股气瞬间贯穿全身，仿佛大江奔流般，发出咆哮声，疯狂冲刷着全身的经脉，比兴隆丹的药力强大数10倍不止。王胜面容微微有些扭曲，疼痛恐怖的药力眨眼间就让他的经脉骨骼传出不堪重负的掌裂感。8行横练呼吸术不由自主的就运转起来，配合着独到的呼吸法门，不断将一股股气流吞噬，然后融合到每一寸骨骼上。王胜全神贯注，稳定心神，努力控制着这股药力气流在经脉内流转，不允许尽力法门，尽可能的让古代炼体术截取吸收。而在他的视角下，天赋面板关于古代炼体术的进度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疯狂攀升。8行横练呼吸术，淬骨100-4000，淬骨200-4000，淬骨400-4000。原本淬骨阶段，王胜需要20天才能完成修炼，但现在以这种速度，只怕是1个晚上就能成功。咯吱吱，王胜感受到了浑身骨骼的强度不断提升。如果说之前的炼金是提升速度，那么现在的淬骨就是在提升防御。当成功淬骨的那一刻，王胜的骨头就足以比肩玄铁，也唯有如此坚硬的骨骼，才能撑起古代宛如神魔一般的恐怖巨人真身。大量的药力还在四肢百骸中横冲直撞，经脉被撑得鼓鼓发胀，每一寸骨骼都传来咔嚓咔嚓的脆响。滴答滴答，王胜紧咬牙关，持续不断的运转呼吸术，额头上的汗水如雨般滴落，全身也已经被汗水浸透，同时随着汗水渗出的还有骨骼里的大量灰白杂质。当天色临近拂晓之时，闭关室内盘坐的王胜赫然变成了一个被灰白色固体包裹的大茧，茧体很大，几乎接近房梁。咔嚓，茧的上方陡然开裂出一道缝隙，接着一只洁白如玉却无比宽大的手掌从裂缝中探出，咔嚓咔嚓，茧瞬间分裂成2半，显露出里面的真人。黑发披散，面如冠玉，眸如寒星，肌肤晶莹，仿佛透着微光，再配上完美的黄金比例身形，宛如神人一般。呼，王胜轻吐出一口气，气韵悠长。这次的蜕变便是传说中的洗髓法骨，也不过如此吧。王胜感受着古代顶级炼体术修成后的变化伟力，轻轻一握，便有碾压空气的爆鸣声炸响，不禁感慨说道：他现在随便一拳都能把暗境后期打出10来，不像之前还得加各种 buff。 古代炼体术没有像现在的劲力那么阴狠，花招多，一切的手段全都强化在肉身上。炼金着重于速度，淬骨着重于防御。此外，修成淬骨后，能在一定限度内自由地控制骨骼的大小，并且因为完成淬骨，开启8行横练呼吸术后，会多出一个真身，就是之前王胜因为叠血术而变化的庞大身躯。之前那种庞大身躯，浑身肌肉看起来多而笨重，却没办法发挥全部实力，到最后连杀人都是作死的。但现在骨骼淬炼完成后，将能支持每一寸肌肉发挥到最强战力，从而拥有一个类似叠血术一般能够提升战力的强大真身。不同的是，
叠穴术只能用在暗境层次，到了化境就别想提升那么多了。而淬骨真身是伴随着王胜一直成长的，本来打算再修炼1个月，完成淬骨，就能光明正大出现在别人面前了。没想到倒提前了1个月。也好，现在外面的局势日趋混乱，罗师兄、魏宇几人在这之前已经轮番上门找了我数次，但都被我闭关挡在门外。现在是时候出去一趟，看看他们了。如果他们没事，那我就放下心，继续闭关修炼。王胜心中想到，他心念一动，骨骼迅速开始变化。原本完成淬骨后，王胜的身躯直接暴涨，突破到了4米，临近屋顶，全身的皮肉筋也得到提升，一块块肌肉经过这次淬炼，宛如花岗岩般实质刚硬。这种身体肯定不能轻易在白天走出去，所以王胜打定主意，必须完成淬骨后才能暂时出关。此刻，在骨骼的控制变化下，王胜的庞大肉身迅速缩小，皮肉筋也跟着收缩，很快就恢复成了他没修炼古代炼体术之前的样子。有些憋，没办法完全发挥实力，但防御力没有减弱，还行吧。王胜感受着战力的变化，还是需要闭关啊。等我在2水城没有了敌人，也就无需这么隐藏了。王胜自语道，打开面板看了一眼，天道酬勤，绝壁有成，修为暗境圆满，8行横练呼吸术换血16000，大摔杯手大成20803000，断筋术大成29993000，白龙剑法大成6853000，叠穴术第3层辰时庄功小成1000。换血是古代炼体前5关的最后一关，若是换血成功，传言甚至能延长寿命。难啊，连我这种具有超强天赋和如此努力的人，也需要1个月才能完成换血。1个月，眼下这2水城还能稳定1个月吗？王胜叹息一声，随后他收拾了一番，先是看望了孟脸儿，让他先养好伤，嘱咐了王秦氏、李孟2人几句后，又来到隔壁王家看望了一番母亲韩氏。氏儿，你不闭关了？韩氏面色相比做奴仆时好了太多，看起来年轻了不少，有2个丫鬟在他身边服侍。娘，我打算出门看看师傅那边，以后可能还要闭关，如果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就行，我闭关不怕被打扰的。氏儿，我听对门老于家说，这2水城可能保不住了，反贼要打过来了，所有人都要跟着逃难，你看我们是不是也做些准备？韩氏担忧问道。娘，你如果愿意可以买一些东西，不过不用过多担心，我不是武院弟子吗？还有师傅呢。王胜安慰着韩氏说道。唉，城里饿死的人越来越多了，米面价格也很高，昨天晚上还有好乱的打斗声、惨叫声，我听说死了不少人，太乱了，我真的怕。氏儿，你可不要参与进去，和别人打架，我们只有你一个孩子，你平平安安就行，平平安安就行，平平安安。韩氏紧紧抓着王胜的一条手臂，满眼担忧。娘，你放心，我才多大，连鸡都没杀过，从来不打架。再说我练武1年都不到，我要是看见那些江湖高手，躲还来不及呢。王胜拍着韩氏的手，面露无奈之色，轻声说道。安慰好母亲后，王胜穿着一身武院衣服走出家门，街上冷风刺骨的吹。王胜穿过一条条巷子街道，发现几乎每条巷子上都有几个冻僵的光秃秃尸体躺倒在路边，其余空荡荡的，气氛很是压抑。有大群乞丐蜷缩在狭窄的巷子里抱团取暖，目光呆滞无神。路上的行人快步匆匆，生怕被那些乞丐缠上。倒是有神相教的人，竟然在个别街头不施稀粥，还有一些大户也不情不愿的在施舍稀汤。听说有韩人奸细混进了城里，你们说这韩人长什么样？呵呵，你可千万别想知道奸细长什么样。听说昨晚上暗境高手死了10几个，明境死了一大群，其中大半都是那个奸细杀的，光是暗境后期的高手就死了3位。卧槽，这么狠！马德，这种狠人来当奸细，换成我早就去乡下称王称霸去了，这才哪刀呢？我还听说那个奸细还和化境大武师打了一架。放屁，我听说城里的全部化境大武师都出动了，都没抓住奸细。一群神相教的人边布施边闲聊，聊着聊着就吵了起来。王胜听着越传越离谱的谣言，微微摇头，加快步伐来到了赵家武院。武院内还是一如既往的有众多弟子在修炼，有赵界这位大武师在，哪里乱也乱不到这里。师兄，你出关了！葛小谷正慢吞吞打着拳，眼角余光看到王胜现身的刹那，立刻满脸喜色，惊声叫道。一瞬间，整个武院都安静下来，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停下手中动作，看向刚走进武院的王胜。怎么回事？王胜止步，感觉到所有人的重视，有些不明所以。同时，王胜注意到墙头上有个身穿长裙的貌美女子也朝这边看来。师兄，你终于出关了！葛小谷跑过来，魏瑜、罗正文等人也纷纷靠拢。他们这是？王胜看见不少师弟满脸尊敬，朝他齐齐鞠躬抱拳行礼。哈哈，师弟，前些天你在衙门里连败苍山武馆弟子的事，可是让不少师弟佩服。后来又传言你悟性惊人，得到城守赐宝，自然引得他们尊敬。罗正文笑道。当时你一回来就闭关，还这么多天不见人影，所有人都好奇吗？魏瑜声音带着几许幽怨。这个小怨妇，看来有必要拿棍棒收了他。王胜目光扫过魏瑜的那双仿佛能夹死人的大长腿，心中暗道：师弟，闭关怎么样？
若对突破明镜后期有问题，你尽可问我。李虎带着淡然的笑意，朝王胜点头说道。李虎这时气势变了，张扬了。王胜敏锐地注意到，李虎似乎实力发生了变化。李虎师兄突破到了暗境。葛小谷小声提醒说道：“恭喜师兄，师弟才疏，惭愧没有什么突破，却是来晚了。”王胜眼中恍然，朝李虎一拱手。不远处，在角落里竖着耳朵仔细偷听的吴安，听到王胜没什么突破，顿时重重松了口气。悟性高有个屁用，还不是要看根骨。等老子突破到明镜后期，一定要好好报复回来。吴安心中咬牙切齿地恨道：“哈哈哈，现在也不晚。”李虎摆摆手，接着又说道：“不过师弟你正好赶上于成师兄的突破。前2天传出于成师兄已经突破到了暗境后期，最近正在稳固修为，怕是快要出来了。”于成，王胜听到这个人名，才突然想起自己都快把他忘了。这老小子再不来找我，那我可就要找上门了。王胜心中暗道：“对了，师弟，你闭关这些天，苍山武馆的人来武院找过你数次，想和你比武，但都被师傅拒绝警告了。你记得以后遇到他们，千万小心。”罗正文提醒道。王胜点点头，又和几人聊了一会，听闻赵介正在和清水院首商议要事，便打算等他们结束再去拜见赵介。只是没一会，就有弟子通知王胜，师傅要见他。内院厅堂，赵介与面带薄纱的清水武院院首何威坐在主位上谈聊。王胜进入厅堂后，恭敬朝2人行礼：“弟子见过师傅和前辈。”“精气神不错，难道你真弄懂了？”赵介本来正不断和何威找着话题聊天，希望能打开何威的芳心，有机会一展美人芳泽。但当他看到王胜之后，明显愣了愣。现在的王胜跟之前的王胜就是开不开美颜的区别。是，弟子略有点感悟，呼吸之法已学会，但苦于没有古丹药，没有办法修炼。王胜道，暴露一点感悟。说到底，王胜对化境法门还是有想法的，这才想以此引起赵介的重视。微微，我就说我这个弟子悟性了得，100年难得一见，你还不信？赵介颇有些得意，在爱慕之人面前占足了面子，又故作亲昵地叫着何威。赵院首，你还是叫我何威吧。何威语气清冷，纠正了赵介的叫法。接着他一双清如水般的美眸落到王胜身上，上下打量着王胜。王胜被这个女人看得有些不自在，不得不说，这个何威的确像的小虎曾经说的那样，有做青楼头牌中的头牌的资格，气质太好了，清冷中带着疏离感。她一袭月白长裙曳地，肩线利落如彩，偶然露出的肌肤雪白如玉，肤若凝脂，仿佛发着白光般。再加上她的腰肢纤细，不盈一握，裙摆垂坠肩衬的身姿更加挺拔如修竹。她静静坐在那里，就给人一种清冷仙子的感觉。跪下！何威忽然开口，声音大珠小珠落玉盘般，夹杂着些许威严和磁性。王胜一愣，然后猛地抬头和何威对视。这女人没搞错吧？让她跪下做毛线？你再漂亮再牛逼，也不可能让我见一面就跪下。我又要收王胜为徒，不知赵兄可否割爱？何威说道。赵介本来也在纳闷，听到何威这么一说，顿时就不满了。不过赵介转念一想，又说道：可以，何院首，我想邀请你于明晚百鹤楼一见，有要事相商。王胜多一个师傅，对赵介没什么坏处，毕竟王胜修炼的是大摔杯手，主要师傅还是赵介，何威也就当个师傅的名头而已。好，何威点点头，然后王胜一脸无语的在2人面前跪下磕头奉茶，来了个简单的拜师礼。为师身上没有带宝物，这是我亲手所做香囊，能驱毒养生。何威给了王胜一个贴身香囊。赵介看着王胜不情不愿的样子，又是羡慕又是暗骂这小子不知好歹，比他还更先一步拿到何威的贴身物品。妈的，这女人对我是不是不怀好意？王胜拿着香囊，感受着何威不时投来的目光深意，心中忽然生出警惕。他被坑怕了，这香囊在他看过的小说中，不是有毒就是能给人标记引路。谁家好人第一次见面就要收徒，还送香囊？不过便是化境，真对我有想法，我也能把他打出屎来。王胜心中冷静道。行了，你先下去吧。赵介挥挥手让王胜离开，在外面等上片刻，我一会带你去见你的2个师姐。何威淡然说道。是，弟子告退。王胜恭敬行礼，退出了厅堂，走出内院。王胜刚要继续与罗正文等人闲聊，暗境师兄赵乾就急匆匆走进了武院。王师弟，你真的出关了？我一听到你的消息就赶紧过来了。赵乾乐呵呵的快步走来说道。师兄有什么事？王胜疑惑道。结亲啊，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我想把女儿嫁给你吗？师弟，你听师兄一句劝，只要娶了我女儿，以后为父这个师兄就是你最坚硬的靠山，谁敢为难你，我第一个上去干他。赵乾拍着胸脯保证说道。王胜听着无语，这货怎么看都像是在占他便宜，想当他爹。赵师兄，此事休要再提。王胜神色冷漠，坚定拒绝。哎，师弟，你看看你又急，这么急着做决定，莫要错过机会啊。赵乾说了一句，又贴近王胜，偷偷摸摸从怀里掏出一张英雄贴，塞到王胜手中，以尽力压低声音，几乎微不可闻，说道：师弟，这是英雄令，你应该听说过吧？这次帖子可是价值1000两银子一张，3天后目标全武镖局、大福米行这2家都要完蛋。
到时你只要跟着师兄，随便捞一把，都顶得上你辛苦几年的银子。王胜不置可否，别说他对抢劫不感兴趣，就是想去，也不可能跟着赵钱。师兄，请回吧。王胜道：哎，你看看你，又急。赵钱颇为不满地抱怨道：操，我急你妹啊！王胜嘴角一抽，心中忍不住骂了一句。不知道怎么，现在赵钱说这话很欠抽的样子。有小道消息称，全武镖局还是大福米行有一家藏有化境法门。赵钱说着，眼中闪过一抹激动。化境啊，只要一成化境，便是屹立于这二水城内的顶尖人物，跳出掌控，无视规矩，成为这盘棋的下棋者。无论局势多么乱，谁也不敢去打扰化境大武师。像赵介年纪一大把，外面这么乱，还在想着和何威滚床单，可惜何威不怎么搭理他。王胜神色一顿，然后又摇摇头说道：我距离化境还早着呢，师兄，我现在只想好好修炼。哼，没出息，男人不想着拼一把，何时能成大器？如此胆小怕事，王胜师兄，我真是看错你了。赵钱见王胜连连拒绝，恼羞成怒，一把从王胜手中抢过英雄帖，训斥了几句后，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怎么回事？罗振文等人惊讶，连忙凑过来。没事。王胜没有多说。过了片刻，清水院首何威从内院款款走出，他身姿挺拔，月白长裙如仙，一身的清冷绝佳气质。自出现在外院的那一刻，所有弟子都安静了，却只敢偷偷看去。何威一双美眸扫了王胜一眼，一句没说，纤细腰肢款摆似弱柳扶风般离去。虽然没说话，但何威的意思显而易见，跟上。马德，这女人别有一天落在我的手上。王胜心中暗暗咬牙，何威太傲了。他和师娘梁氏不同，梁氏的傲是在于他自以为上等人，带着贵妇般看不起普通武者的盛气凌人般的傲气。何威则是实力强大，清冷高贵，看待所有人都仿佛看一粒沙子般淡漠宁静，情绪稳定的可怕。说白了，梁氏看不上王胜这样的普通人，何威是看不上他眼里的所有人。很快，王胜跟着何威进入了隔壁的清水武院。清水武院着实是莺莺燕燕，几十个女子声音清脆、成熟、稚嫩、天真等等，大多数女子舞者身段都颇为优美、纤细动人。当然，也有几名练踢者，膀大腰圆，堪比猛男。清水武院相比隔壁较为简陋，只有一个厅堂。何威端坐在主位上，看着堂下的王胜，淡然说道：赵介说你悟性惊人，我这里有一门双鱼功，你可尝试修炼一番，若有所悟，告知于我，我有重赏。此功残缺很多，你不要妄想以它提升实力。何威从袖子中拿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多有卷角，看得出何威常常翻阅。是，师傅。王胜刚要上前接下，跪下。何威柳眉微竖，我操你妈，让老子办事还让老子跪下。王胜心中极其不满，他给赵介都没跪过几次，今天见了这何威两面，就跪了2次。王胜跪着接下双鱼功后，就直接起身，然后在两人静默了10几个呼吸后，身段窈窕的武婷婷走了进来。这是你大师姐，武婷婷，这是你师弟王胜。何威介绍道。见过师傅。武婷婷先是一本正经的朝何威行礼，然后他就嬉皮笑脸的看向王胜。师弟长得挺俊俏的，不知道可有伴侣啊？你师妹呢？何威打断说道。回师傅，师妹她交往的几个男子打起来了，她去劝架了。武婷婷说道。何威闻言顿时颇为头疼，看了王胜一眼，你先下去吧。是。王胜也懒得再听，离开之后又去了赵家武院，和罗正文等人约了一顿酒菜，边吃边详谈了一番，直到天色将黑之时，王胜才带着微醺的醉意回到家中。还是要闭关修炼啊。在和家里人打了个招呼后，王胜走向闭关室，心中暗叹一声，原来这些天里城内被灭的势力多达10几家，有天子军出手，有妖人屠灭满门，还有许多像赵钱这样的武院武馆弟子浑水摸鱼，闹得整个二水城的民心震荡，怨声载道。即使百姓们想离开二水城，可城外有天子军反贼威胁，出去就是一个死。随着民愤积压越来越多，导致城内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突出。要不是有西周布施，否则二水城早就炸开锅了。贺成守在干什么？他难道就这样看着二水城乱下去？王胜心中很是疑惑，他掌握的线索太少了，视角不对等，不知道这些上层大人物是怎么打算的。就当王胜打开密室门的那一刻，王胜似有觉察，猛然抬头，油灯点燃的昏暗屋子内，一道身影正负手而立，气息深沉，面带自信笑意的朝王胜微微点头。王师弟，好久不见。此人正是于成，终于来了。王胜看到于成的身影后，颇为惊讶，心中有了数。于成这是刚稳定好安静后期的修为，就过来杀他了。王师弟，你最好不要叫，安静点，否则把你父母和那几个小美人引来就不好了。于成神色平静，淡然说道。进来，把门关上。于成背负双手，身躯高大，气场很强，说出的话也充满了淡定和威严。成为安静后期后，让于成的心态都变得自负，一副天下无敌的架势，正合我意。王胜心中暗道，走进闭关室，把门关上。昏暗的房间内，一盏燃烧的油灯偶尔发出细微噼里啪啦的声响，气氛忽然变得十分安静，好像连呼吸声都听得见。半晌过后，于成轻笑一声，呵呵，
是我低估师弟了，我还正等着你跪地求饶，没想到面对我一位暗境后期，你竟然仍然这么淡定无畏，是吓傻了吗？好了，师弟，我可以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听说这附近昨天晚上出现了暗境后期的寒人奸细，将你知道的经过详细告诉我，若有重要消息，我不仅不杀你，还可能重赏你。王胜神色自若，没有搭理他。为了以防万一出现差错，王胜在感知周围的情况，还有一个人藏在隔壁的房顶上，没有想缓呼吸，刻意隐蔽，看样子应该是于成的帮手。王胜心中说道，在他全力感知着周围之下，还真被他发现一个暗境高手。王胜，我看你的样子并没有吓得痴呆，来，告诉我，谁给你的勇气，敢无视我的问话？回答我！于成见王胜半晌不回话，神色陡然变得冰冷无情，一步迈出，身形唰的一声就靠近王胜，双眸冷冽，俯瞰着他。于成，我等你很久了。王胜低头看着打在自己身上的重重一掌，然后抬头看着无比惊愕的于成，露出一道笑意。现在明白了。于成看见自己全力以赴的一掌打在王胜身上，连打退对方一步都做不到，先是一呆，接着一个机灵，全身发寒，冷汗唰的一下子全出来了。逃逃逃！于成满脸惊恐，种种难以置信般的震撼，吓得亡魂大冒，整个人脑袋好像炸开了似的，全身泛起无数鸡皮疙瘩，就要发疯逃走。但王胜已然伸出手，闪电般攥住了于成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笑眯眯地看着于成满脸惊恐的表情，不断加大力量。于师兄，这个回答怎么样？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般？砰砰砰！于成满脸狰狞，疯狂挣扎，双手拼尽全力打撕抓王胜的手臂，却只是将衣服抓碎，连一道白印都没在王胜身上留下。现在的于成俨然没有了刚才一身的傲意和自负气势，更像是一条被人死死愣住的败狗。此时藏在隔壁房顶上的于成帮手，也是他的一位师弟刘海，正全神关注周围的情况，侧耳倾听，好像听到了轻微的挣扎击打声，不禁摇头自语道：师兄还是这么无聊，喜欢玩弄人，希望师兄结束的快一些，不然真碰上那个连杀数个暗境后期的寒人奸细，就算多我一个帮忙也不行啊。这么想着，刘海忽然打了个一个哆嗦，妈的，这天气是真冷了。闭关室内，于成的脸色已经憋得青紫，他无力抓着王胜的手臂，心中绝望，开始翻白的眼中满是可怜的祈求和求饶。好可惜啊，刚突破到暗境后期，连威风都没摆上一天就要死了，还是送上门来找死。你或许是全二水城死的最快的暗境后期了。王胜摇摇头，感叹道。听到王胜的声音，原本快要无力的于成又开始疯狂挣扎起来。好了，不跟你玩了。王胜单手一加力，咔嚓，无比清脆的声响，于成全身的肌肉瞬间放松，双手无力的垂落，满脸的狰狞和不甘，甚至是死不瞑目。隔壁房顶上趴在原地的刘海听到一点脖子断裂的声音，脸上露出一丝喜色。师兄不玩了，这次还挺快的，看来师兄也知道轻重。哗！忽然刘海面前投下一大片阴影，当刘海疑惑抬头后，他的面容陡然变得无比惊惧，甚至是惊恐。怎么可能是王胜？怎么可能是他？那刚才死的人是谁？刘海心中暴躁恐惧的怒吼。刘海师兄，你说你一个暗境初期趟这次浑水干什么？王胜话音未落之际，他就一只脚踩了过去。刘海刚要起身逃窜的动作，被王胜后发先至，一只脚踩中了脖子，然后轻轻用力，刘海全身就软趴趴瘫在原地。又多杀了一个师兄。王胜看着刘海，微微皱眉。他这一路走来，杀孙平，杀林树，杀方明光，杀林庆，杀金仓，杀于成，杀刘海，这师兄都快成他每次突破之后练手的靶子了。再这么杀下去，或许有机会将赵家5院的师兄全杀没了。到时赵介这老东西不把化境法门传给我，他还能传给谁？王胜忽然冒出这么一个想法，如果可以的话，也不是不行，还是先结个尾吧。于成家、刘海家一个都不能留。如果他们家明天告诉师傅于成是来找我之后死了，那就有些麻烦，可能会藏不住。王胜眺望着远处，自语说道。嗖，王胜身影消失不见。第二天，于成家、刘海家满门被灭。赵介大怒，带着人在于成、刘海家附近翻了个底朝天，寻找线索，却一无所获。之后，赵介发布全城通缉悬赏，如果有谁能找出凶手，他会重赏。另外，赵介又聘请高手寻找杀人者的踪迹，但最近死的人太多了，二水城没乱之前都很难找到凶手，更别说现在这种乱世。赵介到最后也只能吃这个哑巴亏。而随着这次赵家5院吃了大亏，损失一位暗境后期和一位暗境初期，就好像开了个坏头，其他拥有化境大武师的高手麾下也开始出现损伤，便是化境大武师也不能再置身事外了。一时间，二水城乱象进一步加剧。3天后，夜晚，天色漆黑，冷风呼啸，全武镖局、大福米行两家相挨着的势力周围陆续出现一群群黑色人影。化境法门名头太大了，一个个妖魔鬼怪都现身了。王胜穿着一身黑衣，看着周围的屋子上那一位位气息或诡异或瘆人的蒙面人高手，感慨一声。呜！凄厉的风声夹杂着些许妇人孩童的哭音，从全武镖局和大福米行中飘出，使得四周的安静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重。
压抑。守在2个势力周围的所有黑衣人神色淡漠，谁也没有产生丝毫怜悯之心。有人脸上挂着冷笑，杀意弥漫；有人在和同伴低语进去之后如何瓜分，还有人则现场磨着刀，笑容诡异，好像一个疯子。嗖！突然间，一个背着2柄短刀的黑衣人陡然跃起，又轻轻落下，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背着短刀的黑衣人松开手，一只鸟尸掉落，他发出残忍的笑意，嘿嘿，一只鸟都别想逃出去。有的人点头，有的人很是不屑。是，这时大福米行的门开了，从中走出一个剃刀老者。众人饶有兴趣地看去，想看看这大福米行如何挣扎。扑通！老者跪下，满脸泪花，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吼道：“今日之事，罪在管教不严，祸从口出。但我家实在没有化境法门，还望各位好汉大侠明察。我米行愿献出白银2万两，黄金1000两，2米1000担，竭尽米行所有，以资众好汉之满意。但众好汉行至此，剑已出鞘，不能不见血。小老儿愿以项上人头，封印好汉之杀意。若有来世，小老儿一定和诸位把酒言欢，笑谈风月。”漆黑夜幕下，一片安静，没人回应老者。王胜独自站立于一屋顶，心中有数，知晓大福米行真的是想拿钱消灾。那些金银粮食，应当是米行多年的所有积蓄了。但总有人不满意，金银虽不少，但在场的人也不少，谁去分，分多分少，都是个麻烦事。更何况来都来了，岂能不进去看一看？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老家伙，不能光说不做，先把你的人头拿出来再说吧。一个长发垂到腰间的男子大笑道：“好，既然有大侠答应了，那小老就舍命赔上一次。”老者说完，就直接拿刀自刎，力道之大，他的头颅径直掉落，滚在地上。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家破人亡就在眼前，他没有办法，只能以他这条老命，希望有心善的前辈高手站出来调和。哈哈，这个傻子还真自杀了。长发男子讥讽的大笑声毫无顾忌，响彻天地。有人看不惯这个长发男子，却没有多言。大福米行里面传来更严重的哭声，还有人破口大骂：“既然没有高手前来救场，那就开杀吧！”一个满脸横肉的壮汉扛着一个玄铁棍，狞笑一声。他肥胖到黑衣撑不下，只能穿着一身无比宽大的敞开胸怀的袍子。在他身后站着10几位黑衣人，他们不一定是上下级关系，大部分都是接着英雄帖，临时组团结成合作关系。动手！杀！敢靠近我等者死！一个个黑衣人小团体率先动了手，身影如利箭般朝2个势力激射而去。嗖嗖嗖！全武镖局里面竟然射出军队里才有的弩箭，眨眼的功夫就有数个名劲武者被射穿，生生钉在了地上，惨叫连连。还敢还手！灭了他！敢杀我兄弟，全武镖局一只鸡都不能放过！牵一发而动全身，前后左右所有黑衣人都开始陆续下场，所有人都目露贪婪之色，像是群狼吞象般，四面八方的朝2座巨大的宅院冲杀而去。呼呼呼，冷风呼啸，风吹得更冷了，下雨了呀！王胜感受着天上滴答滴答掉落的不大雨水，独自一人慢悠悠朝全武镖局走去。现在不急，刚开始进攻，冲在最前面的高手虽然有望能拿到宝物，但也要承受镖局5人的拼死抵抗。至于真的有人找到并成功拿到宝物，也要看他有没有命跑出去。王胜踏着地上的镖局牌匾碎片，从正门走进镖局，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人影晃动，刀光剑影，怒吼哭喊，极其混乱不堪。还有许多房子都被点着了火，照得四方大亮，冒出浑浑黑烟。嗖！一道潜藏在正门后面角落里的人影突然朝王胜背后刺去，咔嚓！王胜头也不回，一只手精准快速地抓住了来人头颅，微微用力，顿时这个明镜大圆满的头颅破碎，骨头上出现5个血淋淋的孔洞。劲力越多，对身体的淬炼程度越高，五感越强。尤其是修了古代顶级炼体术的王胜，他对身体的掌控淬炼程度还要远超劲力武者，自然感知强的可怕。王胜正常迈步走着，一路上虽然喊杀声不断，但也竟然没人打扰地通过了第2道院子。当王胜来到第3道大门门口时，却是有一个光着上身长着不少体毛的光头壮汉，刚好抓着一个挣扎哭泣的女孩走出。光头壮汉看了王胜一眼，便得意笑道：“正门不能走，你想拦我？”王胜问道。不过出乎王胜意料，光头壮汉就在大门处，在大庭广众之下开始撕扯哭泣女孩的衣裳。所有人都看过来，这是镖局把头的小女儿，说是镖局最美的一朵花，没有个1万两，谁也别想娶。老子今天就非要把她踩了！哈哈哈！光头壮汉便撕扯便激动地吼道。不少人闻声看过去，看清女孩的楚楚可怜动人的容貌后，不由得暗叹一声：好一个美人坯子。当他们再看那身上长满体毛的光头壮汉，又心中大骂：这他妈跟野猪有什么区别？有人想抢，但他的同伴拦住了他，低声提醒，话语里满是忌惮：别动，没看见那里有条翼兽毒蛇吗？这个人应该就是有名的外来散修驱蛇僧，暗境后期甚至是大圆满修为，还有那条异兽相助，同层次的都没几人敢招惹他。不少人看见墙上那条手臂粗长、浑身布满红色鳞甲的毒蛇异兽，不免面露恐惧，纷纷退后。别走，都别走，
老子就喜欢你们看着。光头壮汉兴奋激动大叫：这什么变态癖好！王胜皱眉看着那个女孩未长大就媚运出城，泪雨连连的连人模样，也是感叹说道：真是一只野猪爬在了鲜花上，糟践好东西啊！他有感而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正在撕扯衣服的光头壮汉身体一滞，猛然扭过头，双目满是欲火焚烧的猩红，横肉微颤，凶煞之气扑面而来。你在说我？卧槽，这人是谁？有好戏看了！四周的黑衣人又离远了些，也有人佩服，心中舒爽。他们只是心里骂野猪，没想到还真有人敢当着驱蛇僧的面骂。既然你拦了路，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你的礼物吧。这个女孩是我的了，你滚蛋！王胜平静说道。嘶！不少人倒吸一口凉气，又是一个狠人啊！一个身形纤细的女黑衣人低声说道：你找死！光头壮汉目露凶光，嗖！墙上的红色异兽毒蛇化作一道红光，直接杀向王胜。当！王胜抬手挡住异兽毒蛇，他像是撞在了玄铁上，正有点晕的时候，就被王胜2个指头一捏，顿时蛇头就化作了一滩血雾。炼体高手，难怪这么敢说，原来这么牛逼啊！他娘的，我就知道独狼不好惹，幸亏刚才想对他动手，最后没有动。周围的黑衣人议论纷纷，他们目光锃亮，很想看驱蛇僧与王胜的一场大战。他是你的了！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驱蛇僧竟然直接站起来，神色平静地退到一边，沉声说道。王胜惊讶地看了光头壮汉一眼，然后没有再管他，俯下身看着眼前这个还未及鸡的女孩，那娇嫩十足的容颜。求求你，救救我爹娘，我什么都愿意做，求求你！前辈！女孩看见王胜，本能地觉着他比驱蛇僧好，泪雨连连地哭喊祈求。她爬着上前，想保住王胜的腿。这么漂亮！王胜一指点在女孩脑门，挡住了她的接近。接着，王胜温和说道：希望你下辈子别出生在这个世界。噗！王胜指尖一用力，恐怖的劲力直接将女孩白皙的额头点出一个血洞。女孩的哭声立止，眼中暗淡下去，瘦削的身躯倒在地上。哗！四周猛然间变得十分安静，所有人愕然，不明白王胜为什么要杀他，又为什么救他。驱蛇僧更是气得不行，甚至跺了跺脚，忍不住怒骂道：你他妈不要给我呀！你杀他作甚？你这个黑心的，白白浪费了，还不如把他给我呢，我这是在救他。王胜淡淡说道。王胜的目标是化境法门，他不可能为了救这个女孩，还得把她带回家，太浪费时间。而且四周高手众多，若有人追踪发现他的住处，那才是真麻烦。所以王胜杀了他，给了他一个痛快，甚至他死前还有着希望，免遭了无尽的痛苦折磨。若是女孩继续活在这世上，最后不是被驱蛇僧喂了异兽，就是沦为娼妓，这也是王胜顺手而为。若是为了救人而耽误他的事，他绝不会容忍。这是一个怪人，不可理喻，疯子！高手都练武练疯了，一个喜欢被别人看，一个把杀人当救人，真可惜啊！那女孩多漂亮啊，就这么给杀了！他妈的！嘘，小声点，不想活了！周围的黑衣人都对王胜的作为颇有微词。驱蛇僧两眼直直地盯着王胜，心中的怒火已经攀顶。他本来还指望着王胜玩完，自己尝口汤呢。算了，我想杀就杀，想救就救，谁再敢多言？王胜一句话落下，四周瞬间变得颇为安静，鸦雀无声。有人刚从第一道宅院杀进来，看见这里十分安静，吓得脸色大变，慌得不行，又赶忙退了回去。也就是高手都在更里面，我的话才有这种效果。王胜心中自知，你还不过来？王胜看向驱蛇僧，什么？驱蛇僧一愣，随后脸色大变，立刻暴退，心中大骂王胜竟然想赶尽杀绝，正等着他过去送死呢。砰！驱蛇僧一头跃向了里面的院子，王胜速度更快，几乎紧跟在驱蛇僧身后。不要！饶命！驱蛇僧没想到王胜的速度竟然比他快这么多，他身在半空，感受着从身后抓来的大手，面露惊恐之色，连忙求饶。这个位置角度太刁钻，驱蛇僧在半空无法借力，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心中后悔死了逃跑，为什么不正面拼命一搏？咔嚓！王胜单手提溜着驱蛇僧的尸体落地，砰！尸体扔到一边，引来一些人的注意。这座宅院里高手不少，驱蛇僧死了，那我女儿呢？朋友，只要你保住我女儿，我愿意家传武学相赠。全武镖局的把头苏里手持一杆长枪，遭到3位暗境后期的围攻，怒吼一声：我杀了！王胜干脆说道。这话引得一些人侧目，那么漂亮的女孩竟然就这么死了。苏里闻言先是勃然大怒，目眦欲裂，心中想起小女儿的天真烂漫，绞痛万分。但接着他就知道，眼下这种局面，死是小女儿最好的归宿了，漂亮是小女儿的原罪。苏里知道，若家破人亡，小女儿活下去只会是生不如死，可他自己下不了手。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我镖局的藏宝图给你了。苏里忽然将藏宝图扔向了王胜。如果王胜没有实力守不住藏宝图被杀，那苏里也算是给自己小女儿报仇了。如果王胜守住了，那藏宝图就是苏里的谢意。王胜看着飞来的完整藏宝图，眼睛一亮，这可不是之前的什么碎片，只要得到这份藏宝图，里面的金银丹药乃至各种法门书籍就全归王胜所有。接下来的化境之路，少不了购买珍贵药材，
一炉丹药成本就价值上千两银子，所以金银是万万不能缺的。砰砰，王胜跃起，和一同前来抢夺的两人对了2掌之后，成功拿到了藏宝图。而承受了王胜2掌的暗劲武师还未落地，就化作尸体重重砸在了地上。好重的手段！穿着长袍的肥胖男子冷笑一声，倾尽全力，全身暗劲狂涌，抡起玄铁棍就朝王胜重重砸去。当！王胜举拳硬汉，两者相撞，发出震得耳朵发麻的巨声。杀！王胜神色冷冽，又一拳如炮弹般击射而出。肥胖男子正被巨力反震的双臂酸疼发麻，眼见王胜又杀来，吓得连忙横起玄铁棍拦截。当！玄铁棍肉眼可见的迅速从中间急速弯曲，中间弯折处直接接近了肥胖男子的鼻梁。瞬间，肥胖男子的额头豆子大的汗珠如水般哗哗落下，一双小眼中满是惊惧和惶恐。不，前辈，我错了。肥胖男子全身被巨力震得颤抖，甚险，他哆哆嗦嗦，话还没说完，王胜的倾力第3拳打出，玄铁棍骤然崩断，肥胖男子宛如一块投掷出去的巨石，嗖的一声砸毁了一间着火的屋子。这一刻，整个院子里的高手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打斗，神色凝重。一位暗劲大圆满，甚至是有资格发出英雄帖能组团的领队级高手，就这么被3拳打死了，杀气越来越重。所有人目光都死死盯着王胜。王胜不慌不忙地将藏宝图收在怀里，围杀他！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全院子的暗劲高手同时倾力出手，刀光闪烁，剑影纵横，各种攻击从4面8方杀向王胜。我不想杀人，可为什么逼我？王胜摇摇头，好像有些无奈。但下一刻，他的身体陡然如吹气球般膨胀扩张，囚笼般的肌肉坚硬如铁，庞大的身体浮现的刹那，几乎挤满了中间的平地。他发出冰冷充满杀意的恐怖咆哮声。为什么非要送死？活着难道不好吗？都给我去死！轰！王胜的咆哮声太过恐怖，朝4面8方疯狂扩散，震荡着四周门窗轰然炸开，木屑翻飞，让一些高手脸色再度难看几分。一些个躲在宅院入口不敢进入宅院里面的明镜武者被殃及池鱼，被吼声震得头晕目眩，眼前阵阵发黑。在看清之时，却是发现同伴竟然都七窍流血而死，惨矣！宅院入口仅剩的一个明镜武者抬手往脸上一抹，手上赫然尽是鲜红血色，顿时面露绝望恐惧，接着直挺挺倒了下去。妖人休要猖狂！一个暗劲后期的高手看着高达4米，与宅院基几乎相差无几般巨大的王胜，陡然扔出去了自己的玄铁流星锤。砰！王胜抬手接住了流星锤，手掌一片血肉模糊，身形却纹丝不动。同时，有7、8柄武器落在了王胜身上，发出铿锵有力的当当声。刀砍、剑削、枪戳、斧劈等等，这些都是暗劲高手倾力施展之下，力道之强，暗劲穿透之深，若是换作其他的炼体暗劲，定然早已被剁成了碎片。但现在这些暗劲高手的兵器最强的也不过砍破王胜的血肉，然后被他的硬骨所拦。哪怕是有多人的暗劲劲力具有穿透效果，穿过皮囊直抵内部，但王胜体内的暗劲劲力总量也不少，对于抹平这些刚穿过炼体防御的敌人劲力足够对抗抹平。这妖人肉身竟然这么硬，速退！有数人声音急迫，低吼一声：现在该我了！王胜面露狞笑，看着身上这些小矮子，陡然出手，快如闪电般就攥住了一个来不及逃跑的暗劲后期，噼里啪啦，骨头断裂，好像放鞭炮一般炸响。不等其余人施救，王胜就直接把此人攥的骨头寸寸爆碎，连惨叫都来不及，血肉成了一滩烂泥。然后王胜松手，一滩肉泥啪嗒一声粘连在了地上，血腥味更浓烈了。他的速度太快，小心不要被他抓住，他的力气太大了。果然是妖人，杀人竟然如此残忍。一些早已散开，在周围游走的高手看着地上那滩肉泥，心中微微发寒，但神色更冷了几分。咔嚓，天空中一道闪电划过，刚才微小的细雨渐渐变大了。王胜刚要有所动作，嗖嗖嗖！突然3发弩箭骤然从黑暗中射出，箭矢闪着莹莹光亮，似是淬有剧毒。当当当！王胜抬手，手中握有刚刚抢来的碎星锤，将弩箭全都挡下。又有5位暗劲高手同时朝王胜发起攻击，长枪直戳王胜喉咙，刀剑纷纷砍向王胜膝盖。这一刻，在王胜的背后有一个人手持与人等高的巨大重剑，高高跃起，狠狠朝王胜头颅劈去，似乎是要把他一分为二。嘣！王胜转身反手一记大摔背手，手中还握有流星锤，破坏力更是前所未有的惊人。一道巨大的撞击声响后，巨大重剑砸落在地上，出现一个深坑，而重剑的主人躺在重剑下，已然渗出大量鲜血，应该跟肉饼差不多了。至于王胜转身后，他的颈部、膝盖受到攻击，虽然出血，但完全不受影响，只是伤到了皮毛而已，连一点重伤的样子都没有。许多人呼吸一滞，看着这个怎么都打不死的怪物，又是心悸又是头疼，偏偏这个怪物杀他们，一杀一个死。这么打，他们好不容易修炼到暗劲后期，谁受得了？高兄，有人看着重剑主人痛呼一声，面色悲痛。他没想到，只是一个照常的抢劫而已，却竟然连暗劲后期的天才都要死。他的这位高兄可是重剑的隔代传人，
自行在一座墓中领悟了先贤的重剑法门，未来有望在府城大放光彩的。太硬了，他的身体怎么可能这么硬？玄铁都剁不了他，难道只有江湖上的神器才行？有人见又死一位高手，短短几个呼吸间，数位暗境后期陨落，数十年修为和天赋化作尘土，不禁兔死狐悲，心中惊惧而又慌张。怎么不继续动手了？王胜扭了扭脖子，平静问道。一股浓重的杀意从王胜身上散开，笼罩了整个宅院，让本就凝重冰冷的气氛骤然下降到了冰点。你刚才施展的可是大摔杯手？老夫和你师父相交已久。刚才丢了流星锤的老者站在房檐下的柱子旁，他鹤发童颜，却没有眉毛，忽然开口说道。王胜看去，看着这个神色淡然的无眉老者，忽然咧嘴一笑，老东西，那就更留你不得了。嗖！王胜猛然朝老者冲去。你！无眉老者本来以为遇到好友弟子可以商量一下的淡定瞬间消失，脸色巨变，左右躲闪却是来不及，只能退进屋子中。王胜一头扎进了屋子中，黑漆漆的房间仅传来几招巨响，紧接着一具破碎不堪的尸体就扔了出来，砸在地上，翻滚数次后，鲜血和尘土混合在一起，破碎的半个脑袋仅剩一丝皮与脖梗挂着。其余6位暗境后期的高手见对方连师傅的朋友都杀，一个个心中大骂，本来沉默的神情现在更起了退却之心。他们谁也没想着进去救援，里面地方太小了，进去跟送死没什么区别，而他们又明显不是王胜的对手，人越打越少，自然就开始想逃了。不对，他怎么还没出来？忽然有人发现了不对，屋子里的王胜已经半晌没了动静。唰！突然王胜庞大的身体竟然从外面激射而来，速度之快宛如一道箭矢般，如山一般的身躯带着猛烈的狂风骤雨而至。砰砰！王胜一拳一个，眨眼就将2位暗境后期的高手生生打爆。不好！剩下4人瞬间吓得魂飞魄散，脸色惨白，心脏都差点吓停了。他们骤然明白过来，王胜刚才定是趁着打死老者时候闹出的巨大声响，其实是将那个房间的后墙打穿。他绕了一圈，返回到外面发起突袭。他是想将所有人都留下，奸诈妖人，无耻之徒！4人心中破口大骂王胜有实力，竟然还动脑子，立刻想要分散逃走。然而王胜不让自己的身份泄露，早就算计好一切，怎会轻易让这4人逃走？他大手一抛，手中的无数碎木石块化作无数暗器扔出，巨力加持下，大片的暗器将4人笼罩，速度一顿，一片巨大的阴影将4人笼罩下来。我不会死！一名手持一柄玄铁长剑的武师悍然转身，怒吼。清风长剑那破风的锐啸接连不断，强劲有力，仿佛要撕裂天地般。无数剑影密布周围，仿佛上千把长剑共舞，无数雨水竟然被剑影所阻，滴水不漏。咚！王胜一手探去，避都不避，直接弹指撞飞了长剑，五指轻易破开暗境武师的劲力，如刀切豆腐般将他的胸膛穿透。王胜的另一只手更是杀得简单，对方连转身都不敢，只想着逃跑，跟驱蛇僧一样被王胜捏碎了脖子。还有2个暗境武师暂时远离了王胜，但他们却是满脸绝望，心如死灰。王胜冰冷的双眸已经牢牢锁定了2人，只要他们敢转身，王胜手中的东西就会化作暗器直射而去，而他们不转身，直面的却是王胜的一步步逼近。求前辈放我们一马，我们愿意为前辈效犬马之劳。是啊，前辈，我们愿把毕生积蓄奉上，愿为前辈鞍前马后，但求一条生路啊！2个年过半百的暗境后期武师连哭带求着说道。王胜一步步走过去，逼近，声音沙哑，听不出年龄。首先，你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2个武师只能步步退后，面露苦涩，问道：什么道理？那就是我不是放马的。王胜的身形陡然加快，2个武师哪怕同步暴退，可他们的速度定然是不及王胜的。几个呼吸的功夫，恢复正常身躯的王胜就摘了2个人的头颅，回到了这座宅院。1、2、3，王胜数了数这个宅院死的高手人数，发现还缺1个人。镖局把头苏里，因为王胜太猛了，一招杀1个高手，其余人都没时间管苏里，成功让苏里跑掉，希望他识趣一些。王胜神色颇为不好的低声呢喃。这次厮杀，他也发现自己一个问题，虽然已经暗境无敌，但速度却还是差点。面对太多的暗境后期武师时，没办法一下子全杀了，就会有漏网之鱼。这次还是王胜用了一计，才把所有对他动过手的暗境后期武师留下，只逃了1个没有对他出过手，早早跑走的苏里。还是需要变强啊！王胜自语，开始摸尸，并搜寻房间里的财物等等。一盏茶过后，王胜颇为满意的收集了不少金银财物，还有各种丹药、法门书籍、拇指大小的玄铁晶、异兽鳞甲等等，杂七杂八的装了整整2个大包袱。至于化境法门，此地没有。隔壁如果真发现东西，恐怕早就吵闹炸锅了。当王胜就要带着包袱离开这里时，忽然2道身影从隔壁踏顶而来，落到了房顶上。小畜生胆子还挺大，将东西放下，你可以滚了！一个手持双刀的壮汉大叫道。另一个身穿紫色长袍、做出生壮打扮的男子看向地上的尸体，却是眉头一皱，合上折扇。看来此地厮杀比大福米行还惨烈，竟然死了这么多高手。有传说中的老东西出手了。因为王胜面容太过年轻，
加上他满脸笑意的拿着2个大包袱，被2人误以为是不怕死的年轻武者过来占便宜的，所以2人一时都没有把王胜放在眼里。小畜生！王胜放下包袱，摸了摸脸上，才想起自己的面罩早就撑破了，现在身上的衣服也是扒着别人的，看见了我的脸，那就别走了。王胜神色平静，冷冷地看向房顶上的2人。是你？双刀壮汉和紫袍书生有些惊讶，王胜的面容实在是太年轻了，而且没有丝毫木气，不像是返老还童的老妖怪。小子，看你能接住我一刀否？双刀壮汉眨眼间就来到了王胜面前，猛然劈出一记双刀。砰！王胜只是本能的抬手，顿时疼痛从手臂上传来。好快的刀，你竟然把我砍疼了！王胜有些惊讶，也有些恼怒。双刀壮汉本来意外王胜的肉身竟然这么硬，便是炼体暗劲都很少能抗住他双刀斩的。但当他听到王胜用惊讶的语气说看疼了时，顿时就火蹭蹭往上涌。他妈的，老子砍遍江陵府1府12城，练得一手快刀斩，天下无双。你敢辱我，再接我10刀！双刀壮汉怒目圆睁，怒吼道。然后10刀过后，王胜解开了自身的压制，变成了4米的正常身躯。他朝双刀壮汉伸出一根中指，左右摇晃。你不行！我擦，你还变大了！那老子再砍你100刀、1000刀！双刀壮汉怒火冲天道，他身躯化作虚影，竟然快得不可思议，这速度已经不是寻常暗境后期所能拥有的了。喋血术第3层开！王胜身躯陡然再次暴涨，直接长到了6-7米，比之周围的屋子都要高，又变大了。双刀壮汉明显有点愣，你不行，还是不行？王胜俯瞰着，淡漠说道：“那就再来，老子就不信你还有潜力可以压榨，你还能变大！”双刀壮汉狰狞咆哮，被激怒得很彻底，他再次发疯如疯狗般，双刀斩落如雨，身形极快，留下残影道道。开启真身形态。王胜心中默念，启动了淬骨阶段完成后得到的改变大小的能力，肉身再次拔高，骨头带动着肉身原本庞大的体型节节攀升，恐怖的身躯屹立如古代神魔再现，双眸冰冷如刀，俯瞰着正在自己身上如蚊子般打来打去的双刀壮汉。庞大的体型挤压着周围的空气，散发出惊人的热量，大雨浇在身上，竟然翻滚出层层白色的蒸汽。这是人？一旁屋顶上的书生已经看呆了，面容呆滞，手上的折扇掉落都不知道，心中无比震撼。不好，双刀，快跑！突然，书生好像想到什么，脸色大变，声音因为急迫恐惧显得很是尖利。感谢各位读者大大送出的礼物支持，评分刚出有些低，所以想在这里求求5星好评，拜托各位读者大大了。太晚了！王胜声音如洪钟大吕，化作实质性的音波在天地间回荡，周围的房子瓦片如翻滚的浪潮般瞬间全都翻起腾飞，恐怖的音波动荡，引得外面4方还在厮杀的高手纷纷抬头望去。也是这一时刻，漆黑的夜幕大雨下，犹如银龙般的闪电划过长空，照亮了黑暗的天地一瞬。于是乎，一道仿佛佛陀降世又堪比古代神魔的巨大魁梧的身躯显露在所有人的视线下，使得所有人目瞪口呆，傻傻愣在原地。那种无与伦比的爆炸性肌肉，难以想象的庞大肉身，都超出了世人的认知和想象，带给他们脑海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和震撼。仙人降世，仙人降世啊！这是古佛垂临，祈求佛祖怜悯苍生啊！像是精神遭到了污染一般，竟然有不少明镜武者直接对着王胜的肉身开始了跪拜磕头。而此刻挤在宅院里的王胜却根本不管外界的言语，低头看着跟自己半个巴掌一般大小的双刀壮汉，看着他在同伴提醒下清醒过来后想要逃走，但此刻因为王胜的肉身几乎挤满了宅院仅有的空间，双刀壮汉速度虽然快，但能逃走的方向只有跳上屋顶逃生，至于打穿房屋，那耗费的时间太长了，足有一个呼吸。轰隆隆，王胜的手臂宛如2条蛟龙，迅速动作之下撕裂着空气，宛如导弹巡航一般爆发剧烈的破风炸响。王胜仅仅向前一抱，就将双刀壮汉的退路全部封死，这才是王胜不断变大的原因。双刀壮汉的速度太快了，超出常理，连王胜都跟不上他，最多击败却杀不了双刀壮汉，所以王胜势敌以弱之下，成功显化出真身形态，挤压了周围绝大多数空间。但即使如此，也差点被紫袍书生的提醒坏了大事。你在炸我！双刀壮汉见退路被封死后，前后左右全都是王胜那庞大宛如墙壁般的肌肉，神色苍白，满脸狰狞与怨恨，抬头朝王胜怒吼。王胜低头，巨大的头颅嘴角微微勾起，然后2只大手左右就朝双刀壮汉合拢而去。杀！双刀壮汉满脸杀意与不甘，仰天长啸下冲天而起，他退无可退了。啪！好像拍死一只蚊子般，王胜的2只大手骤然合拢。双刀壮汉的速度再快，可没有足够的空地给他挪移，也只能是被王胜2只手拍中，巨力宛如2个大磨盘，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双刀壮汉就成了一滩烂泥，被王胜一甩坠落在地，死了。双刀流就这么死了？他可是被真人称赞过的天才，竟然陨落在这种小地方，死在一次当强盗的路上。紫袍书生吓得肝胆俱裂，头也不回的一味猛窜。然而早就有人盯上了
这所宅院的不正常，其他高手不敢打扰，一看就非常不好惹的王胜，还不敢打扰跑出来的紫袍书生吗？所以没等紫袍书生跑出多远，就有数个从大福米行跑出来的暗境后期武师拦住了他的去路。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位前辈是谁？化境法门难道出事了？快说！几个气息诡异渗人的暗境后期立刻逼问中带着一丝急切。我他妈哪里知道？谁知道那个年轻人那么恐怖？紫袍书生心中破口大骂，但眼见对方不是一般高手，只能按耐下杀人的心思，立刻回道：诸位，我也不知那是谁，但我可以肯定，他身上绝对有化境法门。你他妈在说谎！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你就知晓他身上有化境法门？你亲眼所见？拦截的几人也不是傻子，当即怒喝一声，炸他一炸！四位，我所说如果有假，全家不得好死！紫袍书生也是够狠的，直接发下毒誓。正当拦截的四人犹豫之际，恢复成正常身躯的王胜面蒙黑布，踏着屋顶赶到了这里。各位，就是他就是刚才那个怪物，他身上一定有化境法门。紫袍书生看到王胜，哪怕看不到脸，可身上的危机感毛骨悚然，全身冷汗直流，让他当即大叫：哦，化境法门！我身上如果有化境法门，还追上来作甚？王胜淡笑一声，然后他看向四人，神色平静，双眸沉静如渊，说道：几位要拦我？拦截紫袍书生的四人，一个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只露两个眼睛，他率先一步退后，表示不管此事。其余三人，一个气息诡异，看着像是女的，其实是男子的妖人，朝王胜抛了个媚眼，退后一步。剩下两个看着也不是好东西的高手也同时退步。四个明显身份不一般，实力远超寻常暗境后期的高手，竟然没有一个敢和王胜叫板的。紫袍书生面色绝望，还是挣扎大叫：他身上有化境法门，我们一起联手杀了他，联手杀了他啊！王胜冷哼一声，抬脚杀去。紫袍书生可没有双刀壮汉的速度，又是一对一单挑，没人帮他分担压力。不过两个呼吸，他就被王胜一拳打爆，尽力经脉破碎，半截肢体轰然炸开。站在一边观看，四个气息诡异的高手看到这一幕，个个都沉默了。他们还想通过紫袍书生看看王胜的实力下降的如何了。如果对方下降的厉害，那接下来就是他们四个痛打落水狗的时候了。可现在这人还是这么猛，怎么打？王胜当着四人的面从紫袍书生身上摸完尸后，看向那个不男不女的妖人，冷声说道：我最看不上不男不女的东西，如果下次你再敢出现在我面前，还敢师媚于我，我会把你的脑袋摘下来喂狗。不男不女的妖人闻言，原本满是妆容的脸颊一僵，随后就是满腔怒火喷涌而上，声音冰冷：你敢威胁我？你敢再说一句？王胜眉头一皱，双眸锐利如刀，平静说道：明摆了，就是在欺你，你又如何？因为王胜的强势和霸道，另外三个从始至终都没有插嘴一句。妖人感受到王胜身上那澎湃的杀意，被刺激的根根汗毛倒竖起来，好像只要他敢再说一个字，王胜真的会动手。妖人眼睛瞪得很大，看得出来他的火气真的不小，被如此当着几个老朋友的面欺负，他还是第一次。但碍于极其忌惮王胜的战力，妖人张了张嘴，最后却只能憋屈的哑了火，满脸气得涨红，一个字都不敢多说。我操你妈了！妖人心中对王胜破口大骂，表面却不敢显露分毫。正当王胜转身要走时，突然王胜又一个转身回来，紧紧盯着妖人：你在骂我？听到王胜这么一问，妖人当即呆愣住了，心中被这么一唬，吓得不轻，不自禁就开口辩解：我没有。王胜闻言却是面色大怒，寒声说道：我早就说过，你敢再说一句，我必杀你！你无视，看不起我！卧槽！这一刻，不止妖人一脸懵逼，觉得自己好冤屈，便是其余三个置身事外的人也感到无语，心中暗骂一声：这四个家伙混在一起都不是什么好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一向都是他们为难别人，欺压别人，但今天被这么欺负，还是第一次遇到。朋友，你过了。全身包裹的岩石的人刚开口说了一句，王胜二话没说，直接杀向了妖人。跑！一个人忽然大叫，抛洒出大量石灰，另外一个袖子一展，挥洒出淡紫色的迷烟。全身包裹的岩石的高手更是抬手射出上百道飞针暗器，四道身影各自施展诡异遁法，趁着王胜被阻的功夫，眨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他们太弱太怂，实在是王胜刚才的表现太恐怖，肉身令人惊悚，再加上王胜如此强势，他们不知道王胜的性格下，自然不敢跟王胜正面硬刚，总算吓跑了。王胜轻呼一口气，他早在今天晚上没开打之前就注意到这些妖人怪人手段不同寻常，所以既然有利益冲突，要不赶走他们，要不就是打一场，否则要是被这群怪人一直在暗中缠上盯上，王胜没准家都要暴露。王胜迅速反身，将刚才藏起来的两个大包袱背上，抽空去大福米行看了看，见确实没有化境法门的踪迹后，抽身离去。这一次抢劫，直到天色微亮时才落下帷幕。第二天，全武镖局和大福米行被灭门的消息传遍全城，所有百姓惶恐不安，担惊受怕。而当死去了多达2位数的暗境后期高手消息传出来后，则是令全城的武者乃至于暗境武师感到极其不安，便是一些化境大武师也感觉事情超出了掌控，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高手？于是彻查之下，一个个疑似顶级炼体者，又似乎是韩人奸细，更有传闻是谪仙转世的各种消息谣言满天飞，甚至有少部分愚昧百姓在那一晚真的偶尔看到王胜真身的背影之后就信奉上了，自己起了个乱七八糟的教名仙人名供奉起来。但这个事情阴差阳错打扰了有些人的谋划，神香教的人开始严厉打击不供奉神香教的百姓，还有许多高手在暗中搜查这个不知名强者的信息，闹得沸沸扬扬，过程中牵扯出了妖人、天子军，又打成了一锅粥，很是混乱。泥鳅街、王家，外界闹得不开可交，王胜可不管其他，先好好将那晚的收获分了类，不算一份完整的藏宝图，光是金银财宝珠宝等等就多达近万两，然后是各种书籍法门，一大堆，大都是寻常货色，只有一本名为治枪术的秘法，能够让一条臂膀短暂爆血3倍，渗出的大量血液附着在长枪上，能爆发恐怖一击，让王胜记在了心上。王胜翻找过双刀壮汉的尸体，可惜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他速度那么快的原因或者法门，丹药瓶瓶罐罐一堆，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一颗紫阳丹，对化境强者都有用，放在外面价值上千两银子。其次是一瓶增大药液，好像是某种异兽血，用时须涂抹，能够增大男子哪个位置。然后是百伤丹，能治愈内伤。命心丹，凝神静气。王胜收获的杂物也有不少，拇指大小的玄铁晶是炼制江湖上神器的材料之一，可惜太少了。一蟒蛇鳞皮，能入药，能炼内甲，还能喂养异兽。蜜香，点燃能让屋内香气3天不散，有助情之用。一枚红色珍珠，放入水中可将水化作血色，甚至有血腥味。还有一些类似这些东西的杂物，收藏起来或者可以用来卖个不错的价钱。分完类之后，王胜就开始打坐休养，吞服丹药，弥补亏损，补充自己的精气神。直到那天晚上后的第3天，王胜的状态才算彻底恢复。同时这一天的时间里，王胜也想了许多，他好像明白过来，那天晚上的化境法门或许本就是假的，化境大武士们都在严格把控化境法门的出现，若真有化境法门，他们又岂会一动不动？但那天晚上直到最后，一个化境大武士的影子都没看见。这些大武士太稳了，王胜可不信自己都听说的消息，化境大武士不知道，一个个老东西恐怕在暗中看我们这些暗境的笑话吧。王胜心中想着，这就是上层通道被完全封锁的代价，看着只差一个等级，但面临的却是所有大武士的联合封锁。他妈的，老子不稀罕那狗屁化境法门，等我的炼体术起来了，把他们都他妈打死，只能老子一个成化境。王胜骂骂咧咧，又开始忍着呕吐，吞服腥味十足的兴隆丹，50两一颗，一次就4颗，一天一次。王胜的每一个进度的涨幅就是1两银子在铺路，而换血阶段需要6000进度，为了加快进度，只能大把银子挥耗。时间一天天过去，仅距离全武镖局灭门7天后，又有化境法门在一个家族齐家的消息传开了。这次传得很真实，齐家想连夜跑路，许多高手再次围住了齐家，展开了灭门，边抢边找。王胜原本没打算要去，但他想着齐家距离反正也不远，索性就顺路去看一看也无妨。这次他没大肆出手，只暗中抢了一些金银。一夜过去，齐家的鸡蛋都摇散了，传言最有希望藏法门的粪坑都挖开了，还是没发现化境书籍。全城高手再次被放了鸽子，引得许多浑身臭气的高手当场破防，原地顺着祖宗18辈往上开骂。一些外来高手更是大骂二水城的人都是骗子土匪。于是本地高手不满，又和外来高手打了起来，打他妈的打！一群只会打架的粗鲁废物，还有那一群该死的老东西，疯！你们继续疯，别让我起来了，早晚有一天我一只手锤爆你们！王胜浪费1晚上时间，带着1兜子金银回了家，也是骂得不停。这次他服下价值连城的凝心丹平心静气后，再服10星龙丹，专心修炼自己的呼吸术，不跟外界那群沙币玩了。感谢各位读者大大送的礼物支持，求5星好评，求追读，好评和追读决定着本书的命运啊！拜托各位读者大大了。泥鳅街、王家，哗啦啦，仿佛大江奔流的声音在闭关室内回荡，潮起潮落，跌宕不停。期间更有阵阵粗大如雷声般的炸响在闭关室内炸起。王胜全身是血的盘坐在原地，紧闭双眼，面色狰狞。在他的口鼻呼吸处隐隐有白雾蒸腾，偶尔爆发的声音宛如雷震。在其体内，江河奔流声音随着时间日渐推移，已然变得越来越大。他的换血已经到了一个重要时期。换血是古代炼体术前5关的最后一个重要关口，在古代号称小重生，只要换血成功，整个肉身将会得到难以想象的蜕变和提升，从内部到外部会爆发崭新的活力，以前受到的一切残留内伤也都会在换血成功后得到消除。而且换血最为吸引人的关键在于，换血成功起码能增长5到10年的寿命，这对于一些老家伙来说极度渴望，拥有巨大的吸引力。不过古代炼体术缺陷太大，光是冲击前4关失败1次就得死，而且肉身老了还能有多少潜力？所以现在真正修古代炼体术的屈指可数。主人，您师傅有事唤您。这时一道柔柔的声音在门外响起。半晌后，王胜暂停了呼吸法，恢复正常呼吸，口鼻处的白雾刹那间消散。
体内的江河奔流之声也随之消失。王胜睁开双眼，打开面板一看，8行横练呼吸术换血35486千。经过多日修炼，换血阶段已然过半。此刻，王胜体内的血液竟伴发生质变，粘稠近乎如汞液，机体生机勃勃，宛如回到刚出生的时期一样，洁白无瑕，温润如玉。换血的作用太大了，且是全身之精，生血髓、淡血精对于皮肉筋骨也有极大的淬炼作用。只是刚刚过半而已，我的实力就比淬骨阶段提升了1倍不止。若是全部完成，相比之前，实力大概能提升3倍有余。到时寻常化境可能挡得住我一拳。王胜仔细感受着自身的实力变化，喃喃自语。他没有见识过真正的化境出手，没有参考，所以只能猜测。但起码到现在为止，他在遇到像双刀壮汉那般快的敌人，也能追上去一巴掌拍死了。暗境以下，对于王胜来说，更像蝼蚁了。另外，这些天里，王胜其他2道法门白龙剑法、大摔杯手也先后到达暗境圆满，暗境净力大增，加上暗境圆满级别的断经术，就是3倍的暗境净力。如果王胜有意愿，还能再接着修炼，继续堆积净力。毕竟接下来再修炼换血疲惫了，也需要换换口味。另则法门积攒暗境净力也不错。也不知道赵介找我有什么事，希望不是要开战。王胜心中想到，随后在李梦等人的服侍下，沐浴更衣，在厅堂见了来传信的人，是武婷婷。所以师傅是那个何威。王胜一见到武婷婷，心中就忍不住想骂娘。早知道是何威找他就借口不出来了。反正何威这个便宜师傅没教导他什么东西，还能不顾赵介脸面把他从闭关适应拽出来不行？不知道何师找我有何事啊？师姐。王胜随意拱了拱手，坐下，面色稍显疲惫地说道：师弟，你的日子过得不错呀，竟然藏了这么漂亮的女人。武婷婷脸上带着八卦之色，左看看李梦，右看看王晴氏，她总觉着这2女的长得有点像姐妹，不会是母女吧？没想到师弟玩得这么滑，这要是有机会看一遍他们床上打架，想想就有点控制不住啊，最好能画下来。武婷婷心里正激动想着，就被王胜皱眉连连几声唤醒。哦，师弟，师傅说给你的法门参悟的如何了？若有进展，可随我去向师傅禀报；若没有进展，则令你静心参悟；若有怠慢，定不饶你。武婷婷神色恢复严肃，沉声说道：双鱼功，狗都不学，老子自己的法门都练不过来，修一个只有明镜阶段的法。王胜心中骂道，但表面上王胜只能面露无奈之色的说道：师弟愚笨，参悟不出，还望师姐回去向师傅禀报，师弟无能为力啊。武婷婷闻言眉头紧锁，师弟，你的悟性在2水城已经传开了，如果你如此怠慢师傅，恐怕你要吃一番苦头。王胜嘴角一抽，想了想，转而问道：师姐，师傅这是要让我做什么？若有吩咐，师弟一定尽力。我哪里知道？对了，师弟，这2位美人是姐妹吗？还是母女？武婷婷看着王胜，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关你屁事！王胜心中暗骂一声，接着他沉声说道：师姐，说来我还不知晓师傅来路，可否为我简单说说师傅前世？王胜知道武婷婷八卦得很，肯定知道何威的一些事。武婷婷一瞪眼，你要让我背叛师傅，那怎么行？这哪是背叛，只是弟子想知道师傅前世，以免犯了师傅忌讳。王胜说了一句，又转而说道：我可以让我的2位侍女陪师姐几天，让他们告诉你他们是什么关系。不行！武婷婷干脆利落的拒绝。王胜皱眉，就要下逐客令。我想要看着你们在床上打架，我在旁边画画。武婷婷一句话，让李梦、王晴氏脸色瞬间就红了。王胜也是足足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他上下打量了武婷婷一番，他知道武婷婷爱好八卦，可没想到她还是个老吃家，吃这么好的真人片。好，王胜一口答应下来。随后，武婷婷就把何威卖了，从何威小时候讲起，一直到他现在的事。当然，武婷婷知道轻重，不会说何威太过隐私之事。半天之后，事情说完了，王胜想把武婷婷送走，但他没想到武婷婷很急，当场就要让王胜兑现承诺。我看就不用去房间了，你们就在这里吧，我随身带着笔墨，拿纸来，快快快，我等不及了。武婷婷看了这个厅堂，满意点头。她得知李梦和王晴氏的真实关系后，手中的笔已经激动难耐，上面的墨水快滴答掉出来了。不是，你把腿抬高，继续抬高。对，你的表情呢？我看不见啊，我怎么画？哎，下面也看不清，难道要我钻下面去画画？随着武婷婷的一副导演式指挥，王胜总算知道那些演员也不是好做的。终于在天色将黑之时，这次的画在一番大吼大叫中结束了。王胜看着武婷婷画出来的100多张画，张张栩栩如生，情节细致到位，心中不禁感叹，这他妈真是个人才，一身的暗劲修为竟然用在手速上。然后王胜就把大部分画私藏起来，只允许武婷婷拿走了几张。闭关室内，王胜平心静气，将刚才的一切温香软玉抛在脑后。根据武婷婷所说，10年前何威曾经是2水城最出名的天才，根骨堪称上等中的佳品，悟性也很不错。因为根骨太好，以至于成功入了府城修炼。何威在府城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
只是当他返回二水城时，已经是一身的化境修为，震动全城。10年，从普通少女成为化境高手，也就是说，他现在还不到30岁。王胜忍不住感叹：根骨好就是牛逼，归来已是化境大佬了，年龄还这么年轻。王胜一直以为何威是保养得当的40岁呢。何威在府城有仇人，他一直有伤在身，难道说他收我当弟子，让我替他报仇？可我根骨卡在哪里？他不可能不知道，我除了悟性好，就剩这张脸了，总不可能他贪图我这个美色吧？王胜想了又想，最后摇摇头，实在想不出何威想干什么。那个双鱼功他也看了，就是个温养身体的法门。算了，不想了，反正这女人真对我有什么企图，等我炼体大成后，一拳打死了事。王胜知道修炼才是正途，于是又继续接着服用兴隆丹修炼。2天后，又有一则小道消息，谣传降服客栈藏有化境法门。因为这则消息太不惊信，以至于大部分人听了都不放在眼里。现在连普通人都知道化境法门，许多人都争着抢。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可能在一个客栈里？很多人都不信，但到了晚上，还是有一部分人包围了降服客栈。王胜一味闭关，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不过他哪怕知道了，也大概率不去。于是这一晚，正当王胜竭力换血时，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将王胜惊醒。轰！轻微的摇晃，宛如地震般，吓得王胜立刻冲出了闭关室。然后王胜就看到了远处夜幕下一处冲天火焰冉冉升起，将半个城池染成红色。快跑，快逃！化境老匹夫在清场。师傅，你死得好惨！一群卑劣的老畜生，竟然合起伙来围杀我师傅，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一道道怒吼声从火焰的方向响起，全都杀了，一个都不准走！一道冰冷的声音混合着雄厚的化境劲力，在天地间回荡，宛如声浪涟一般，穿过所有人的耳中。谁敢接近此地，杀无赦！又是一位化境高手在发声。想报仇，下辈子吧！第3位化境大武士淡笑道。王胜跳上屋顶，看着远处冲天火光下一道道恐怖飞窜的身影，他们的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暗境的范畴，起码不下于5位化境大武士出手了。王胜神色冷冽，这还只是他看到的，算上没看到的，恐怕全城大半化境大武师都聚集在了哪里。化境法门也在哪里？王胜呢？难道一群老东西、老畜生，算计的可真深啊！接二连三的爆假消息，每次也不知道死了多少高手，尤其是第一次死的高手最多。直到这一次，多数人不相信的情况下，忽然就是真的了。他们掌控了全城，经营了数十年，这是他们的主场。外来的化境大武师想跟他们斗，还差得远。王胜心中叹息道。第2天，王胜走出去打探消息，结果和他想的差不多。昨晚2位化境大武师被围杀，一位来自天子军，一位来自南陵府。2位大武师的手下也被化境高手亲自屠戮干净。有人说，这2位大武师是想散布化境法门，引导二水城各势力门下弟子叛变。有人说是2位大武师人老了，想找个好弟子继承法门。当然，官方话语则是那是魔教妖人反贼，昨晚已经尽数伏诛。第3天，王胜被召见。赵家5院内院一个偏房内，王胜原本毕恭毕敬地拱手行礼，但坐在主位的赵介开口第一句话，就让王胜心中一沉。于成死了，刘海也死了，你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赵介声音有些冷。回师傅，弟子不知师傅是什么意思。王胜抬头疑惑道。哼！赵介冷笑一声说道，前2天把一些麻烦除了，那为师今天就跟你好好说说。林树和你交恶死了，方明光欺辱于你死了，金苍施威于你当晚就死了，于成因为一个魏鱼也死了，还有一些小人物都和你有怨，都死了。王胜，我的好弟子，如果不是因为于成身死，为师不查，我还真的不知道你竟然如此厉害。赵介声音越来越冰冷，语气中带着滔天怒火和杀意，化境的厚重气势缓缓释放，整个屋子的气氛变得极其严肃沉重，逐渐凝固，仿佛冻结成冰一般，似乎下一刻一切都将瞬间爆发出来。于成一个暗境后期的弟子，是整个赵家5院除了崔生以外的第2个暗境后期，已经被赵介暗中视为继承自己法门的弟子之一。这样的继承人都死了一个，赵介自己都感受到了危机，认为有人要断他后路，不让他晚年好过。所以在发现于家灭门后，赵介明面上装做愤怒找不到仇人，实则私底下利用几10年的经营，又请了高手搜查，最后仍然没找到什么有用线索。只是有人串联了一番于成的仇人，王胜名字也在其中，但谁也不重视。可渐渐的，有人发现最近赵家5院死的弟子仇人名单中，怎么老出现这个王胜？然后再查了一番和王胜有怨的名单，顿时震惊全场。好家伙，都是死人，也就剩个吴安和魏灵琴还活着。赵介见查出线索后，便暂时不动，等联合其他化境，把潜藏在二水城的2个化境大武师敌人都杀了，又休养了一番，才在第3天正式召见王胜和他摊牌。如果不是于成身死，赵介感受到危机，否则他也不可能大费周章的把王胜查了出来。以前死了多少弟子，他都不在乎，毕竟弟子多的是，死了就是死人了，不值当付出太多。可一旦事情涉及到他自身安危和利益，赵介立刻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必须把问题解决。王胜已经低下头，暗自琢磨要不要冒险一把，直接把赵介攥抱锤死。现在赵介看起来处于盛怒之中，但他竟然并没对王胜有多少防备，或者说他没把王胜和打死一堆弟子的那个强者联系到一起，这让王胜起了现出真身打爆赵介的想法。你身后究竟是谁指使？若是说出来，我尚可以饶你一命；若是不说，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赵介厉声呵斥说道：“哦，不知师傅，你想如何让我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呢？”王胜猛然抬头，眼中流露出桀骜不驯的狞笑。噼里啪啦，眨眼间，王胜就现出真身，高达4米，浑身布满花岗岩般肌肉块的巨大人形怪物，其头顶房梁，呼吸声如狂风呼啸，微微弯腰俯瞰着坐在主位上神色大变的赵介。怎么可能？赵介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嗖！王胜一掌从天而降，骤然朝赵介摁去。孽畜，竟然是你！赵介一声怒喝，直接起身，避也不避，全身劲力如飓风一般环绕几身。随后他赫然一击大摔杯手，裹挟着飓风般的粘稠劲力朝王胜的巨掌打去。砰！粘稠劲力赫然被王胜的大手压下覆盖，一丝丝劲风被迫朝四周扩散，震动着所有门窗，嗡嗡滋滋作响。巨大的力量宛如一座山般轰然朝赵介压来。啪嗒！全身裹满化劲劲力的赵介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而后椅子炸裂开来。这个逆徒，他的力量太强了！赵介心中惊骇王胜表现出的力量，眼见力量不敌，只能以化劲劲力，像是带着润滑油一般，非常丝滑顺畅的在地板上躺着暴退。轰！王胜一掌将赵介原来所在的位置打了个稀巴烂。师傅，师傅，您没事吧？师傅，我们可能进去。这时，门外传来一道道弟子警惕焦急的呼喊声，显然是被巨大的动静引过来的。半晌过后，不用，都散去吧。赵介爽朗的笑声从屋子里面传出。是。田木真、李虎等人见赵介无恙，这才恭进行了一礼，退出了内院。房屋内，王胜紧紧盯着赵介，余光看了眼刚才和赵介劲力相撞的手掌，他的手掌处赫然是鲜血淋漓，宛如被上千把刀划过一般。虽然不是很重，但那化劲劲力也是让王胜感到心惊。我错了，我错了。赵介摇摇头，我还以为是有人拿你当棋子，来坏我大事，断我后路，但我万万没想到，对那些弟子出手的竟然是你，竟然会是你！赵介连用了2个竟然，表现出他心中的震撼。所以呢，赵介你是什么意思？王胜问道。唉，连声师傅都不肯叫了吗？赵介叹息一声，我从没想到你会有一天变得这么强。你的根骨我绝没有摸错，但我活了几十年，真从没有见识过像你这样的隐性天才。那你今天见识到了。王胜既然和他撕破了脸皮，也懒得再装恭敬，淡漠说道。不得不说，化劲劲力的确超出王胜的意料。赵介所修的劲力不仅比暗劲要强出太多，他的修为恐怕至少在化劲中期，而且化劲劲力具备一种粘性针状的杀力，与暗劲相比，明显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把赵介比作一个皮球的话，那他的化劲劲力就是一层层沾满了无数把钢针的粘胶，而且这钢针劲力的杀力无孔不入，专破防御。所以王胜明明力压赵介，却还是受了伤。这就是当代的化劲劲力取代古代练体术的原因。每个人所修的化劲劲力效果不同，手段千奇百怪，不像古代练体术一般，那就是十足的莽夫。王胜如果拼尽全力，有可能强杀了赵介，但赵介的劲力难缠，也势必会给他带来巨大伤势，就跟豪猪一样，无处下嘴啊！王胜上下打量着赵介，心中暗叹一声：混账东西，这个逆徒，他难道真的想试试？赵介感受到王胜不加丝毫尊敬的目光，心中大骂。对于王胜的无礼，怒火中烧，他又有些后悔撕破了脸皮。仅仅过了一招，赵介就知道王胜绝对练成了古代练体术，力量太强了。若真的是8行横练呼吸术，赵介自认绝对不能跟王胜硬拼。王胜，其实你我师徒一场，何必内讧火拼，让他人看了笑话，捡了便宜？之前是我不对，我本来以为是有人指使，却没想到出手的会是你，这就没问题了。没有外人插手，这是你们师兄弟间的事。他们欺负你，你无奈反击，这是理所应当的。我这个师傅肯定支持你，他们本来就该死。赵介表态，义正言辞支持王胜。随后他又接着说道：你看看，你实力如此之强，为何不跟师傅说一声呢？如果早早跟师傅说了，我一定保你周全，谁也不能欺负于你，也就不必死这么多人啊。王胜心中冷笑说道：既然师傅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我现在和师傅你说了也不迟。我想要大摔杯手的化劲法门。赵介面色一滞，然后笑着说道：这个嘛，倒是不能急，法不轻传，而且这涉及到城内的一些规矩，不能妄自传法。什么破规矩？不过是赵介你忌惮我罢了。王胜冷戳戳地说道，不惯着赵介打官腔。这个逆徒！赵介心中暗骂一声，气得火又有些往上涌。他真后悔撕破脸皮了。刚才那个温顺恭敬的王胜，跟现在这个冰冷桀骜的王胜，着实让爱面子的赵介气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王胜，既然你这样说，那你将8行横练呼吸术的修炼之法交给我，等我入门了，我再教你化劲法门。赵介冷声说道。行啊，可以传法给你，但你是不是该跪下叫声师傅？
王胜淡笑说道。扑通，赵介直接跪下，师傅在上，请受徒儿赵介一拜。卧槽！王胜愣住了，就这么看着赵介给自己磕了3个响头。老东西，你玩真的？你不是很要脸吗？教我练体术。赵介抬头，一脸认真的说道。显然，在他眼里，脸面哪有练体术珍贵？赵介可是清楚知道，8行横练呼吸术在古代时的战力和地位，绝对远超这穷乡僻壤的大摔杯手。教你个勾八，你要不要？王胜看着赵介一把年纪不要脸的样子，心中暗骂一声。赵介这种人心狠手辣，能屈能伸，要不是王胜不想把自己弄得一身伤，担心被外人坐收渔翁之利，否则定要一巴掌将其早早拍死。不过如果真能交换法门，我自然是愿意的。王胜想到这里又有些无奈，8行横练呼吸术配兴隆丹，这种修炼法只能他一个人用，其他人根本不可能成功，连入门都入门不了。看来你是不愿意交换了。赵介起身说道。非是不愿，你学不会。这样吧，我助你杀一位化境，你将化境法门交给我，如何？王胜说道。哈哈，赵介笑了几声，很是坦然，找了个椅子坐下，而后一伸手请王胜落座，没有丝毫尴尬。王胜，你实力进步虽快，却不知这2水城的规矩。你以为这城里的化境高手是随意能杀的？别说杀，就算是突破化境，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没有允许，谁都无法晋升。2水城里面的修炼资源有限，容纳不下太多化境高手，这是其一。其二是人心险恶，各家的化境高手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如果谁要打破，当出头鸟，非要多出一个化境，那就要承受其他化境高手的联合打压。其三则是朝廷限制，朝廷不允许城内有过多的化境高手，有人会流动监察各地化境高手的数量，以免超出。此外，朝廷最关注的是修为，像我等化境大武师，没有府城里面的高手允许，绝不能得到进一步突破的合境法门，成就合境。若是有人侥幸突破合境，暴露了，就得遭受朝廷的清算。当然，之后府城里面的合境宗师想要突破成为真人，也会因为高层垄断着真气法门，不容许突破，甚至真人亦是如此。总之，别看我们化境大武师自在，但亦有难处。我说这些，主要是你最好别对外暴露实力，否则我和你都说不清，要受到官府和其他化境势力的制裁。赵介说着，看向王胜的目光带着深深的探究和无奈。他想培养一个化境弟子，好等他老了帮他撑起门面，但这都束手束脚，不敢随便乱动。没想到王胜突然就这么冒了出来，打乱了他的计划。即便他对外声称王胜与他无关，那谁肯信？他妈的，这沟槽的朝廷，每个人都有劳作啊！王胜听完，心中一震，仿佛感受到了来自上层的重重恶意和沉重枷锁，跟吃了奥利给一样，脸色难看。就是让每个练武者坐牢，修为不能动，一辈子待在原地别惹事，朝廷才能安心。朝廷封了府城大人物的路，府城就封像2水城这样属城高手的路，2水城的化境高手就有样学样，封了城里所有暗境高手向上突破的路，主打一个欺软怕硬，上面不让我好过，我就不让下面好过，好的不学，坏的确实学的一个比一个精。2水城的化境高手还自发维持一种规则，谁家的化境高手不能多，多了就得遭围攻，把恶性循环发挥的淋漓尽致。朝廷不乱，这牢每个人都得做一辈子。王胜感叹一声，越是被压制，王胜心中的火气就越大。这困难无比的武道路，修行本就不易，偏偏朝廷还是下层层限制，太特么恶心人了。他真想一拳头打爆这给他戴上的枷锁，然后撕碎这沟槽的朝廷。现在机会来了，反贼出现了。贺相军要领兵支援府城，但没人当兵，所以目前2水城的混乱就是他在让城内百姓陷入进退不得的绝境。最后他再一招兵说要解决问题，自然就有大批百姓响应。我们这些化境，一方面帮他制造时机，一方面灭一些为富不仁的大户，捞取一些黄白之物。顺带如果想求取合境机会，就可随军支援府城，到时府城的大人物想必也会赐下合境法门。而且这2水城里的暗境有时也太多了，趁现在灭一些人，我们这些化境的地位也会更稳固，降低暗境武师拼运气突破化境的概率。赵介一番讲解，让王胜豁然开朗，瞬间明白了如今2水城的乱象根源，原来是贺湘军和一群化境搞的鬼，他们才是这乱象的幕后黑手，恐吓百姓，收割大户，求取合境，稳住地位。不到达化境的高度，永远不可能了解这其中的隐秘，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被当成大户或者肥羊给宰了。看来赵兄是真的不想让我之实力显露在众人眼前。王胜说道。赵介给他讲了2水城的规则，就是不想王胜年少轻狂之下暴露自身实力，进而连累到他。两人的师徒关系在外人眼中是断不开的，又改成赵兄了。赵介心中无语，看着王胜年轻的模样，只觉得心里有些闷，这么年轻媲美化境的高手啊。不过赵介一想到王胜以后也要坐牢，修为困在化境、合境，几十年动弹不得，赵介就又念头通达了。王胜小友，你若隐藏起来，对我等更加有利。现在时局变幻动荡，暗中多出一位化境高手，那能做的事可太多了。若有一天大晋朝完了，说不定就是你我合作，明暗共存，共取这乱世机缘的时候。赵介诚恳说道。为了不被连累，所以他便像哄小孩似的，说什么共取乱世机缘。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王胜点点头，隐藏修为本就合他的胃口，他就想苟着发育。不过从今日起，我虽然明面还尊你为师傅，是你的弟子，但其他时刻我当不听调不听劝，你到时给我找好理由就行。王胜道：那是自然，小友可自行安排。不过近期天子军和妖人的反击快要来了，二水城即将迎来最混乱的时刻，天子军务必得杀，化境高手可能也会死。小友若无心思参与，可做好准备，护住家人安全，切勿外出。赵介看似关心，实则是怕王胜随便搞事情，坏了他的计划。可王胜点点头。随后两人又一番详谈，王胜才走出内院。外院的一群人早就好奇极了。王胜，你难道惹师傅生气了？田木真上前问道。没有。王胜随口一说，然后朝罗正文等人点点头，快步离去。他的时间不多了，要在大混乱来临之前尽可能的增强修为。化境法门没人给他，不会抢吗？说到底，王胜也察觉到化境劲力有时的确有用，好用。师傅，今天这王胜又不好好修炼，迟到早退，还不尊师兄，他这分明没把我们五院的规矩放在眼里啊！魏灵琴笃定王胜惹怒了赵介，见赵介也从内院走了出来，连忙上前打小报告。该罚。赵介说道。是，师傅，我这就让王胜回来领罚。魏灵琴高兴说道。我说的是你欺负师弟，该罚。李虎，好好陪魏灵琴练练。赵介淡漠扫了魏灵琴一眼，说道。他不屑于打女弟子。师傅，王胜师弟他的确目无尊长。田木真刚说了一句。砰！赵介抬手就把田木真打飞出去。欺负师弟，你也该罚。再让这群弟子继续欺负王胜，这五院就真没活弟子了。顿时所有弟子沉默，神色复杂，心中巨震。王胜这是成师傅的心腹了。压抑冷寂的二水城内，随着寒冬的到来，一切都变得冰冷渗人，天地上下到处都是灰蒙蒙的，时而有百姓的哭声从简陋的房屋中传出，也宛如鬼哭一般，混杂在冰冷的寒风中，令人听着胆寒绝望。时间流逝，二水城内的混乱日渐激烈，最大的莫属于天子军的猛烈反击。因为两位化境大武师被围杀，天子军的一批山匪大盗和妖人当即合作，对二水城内的各个武道势力展开了反击和猎杀。五院、武馆、神香教以及官府也联合起来，与对方在任何一个街道都可能进行血腥厮杀。许多百姓为了让亲人活命，在官府和神香教的引诱下，只能参军来躲避祸乱和能有口饭吃。这一日已经是自赵介和王胜摊牌后的第8天。王家闭关室内，扑通扑通扑通，伴随着如大江奔流的血液声轰隆作响，一道道惊人的心跳也迅速变得沉重而有力，如同战鼓擂动，万马奔腾，带着沉闷的轰鸣在胸腔内回荡，进而震动着整个闭关室。换血阶段的最后关头，让王胜的全身各个机体脏腑都在焕发新的生机，震动的空气泛起层层涟漪，仿佛海潮般排浪而出。闭关室的墙壁上赫然已经出现丝丝裂痕。王胜紧闭双眼，全身布满黑红色凝固的血污，巨大壮硕的身躯如山如月，静默而坐，带着恐怖的压迫感。其周身的气势伴随着每一次心跳都在节节攀升，全身凝固的血污也在渐渐被震出道道缝隙裂痕，裂痕之下则是宛如宝光一般的肌肤。咔嚓一道脆响，紧接着便是密密麻麻的破裂声。骤然间，王胜全身覆盖的一层厚厚的黑红色血污像是外壳一般皲裂脱落，噼里啪啦掉落在地，一副完美匀称却又充满肌肉美学和力量感的巨大身躯显露出来。巨大的心跳声缓缓变小，奔流的血液声也在渐渐退去。王胜睁开双眼，猩红一片，宛如鬼神。他的肌肤太嫩，以至于面容比之前更加年轻了一些。下一刻，王胜眼中的血色消失，恢复了正常，他全身通体散发的微光也在暗淡下去。这就是换血成功后的力量，血液的完全蜕变之下，竟然将前面4关皮肉筋骨全部重塑一遍。王胜自语，神色中带着舒爽和满意，仅是握了握手，就发出恐怖的音爆声。他感觉到全身通透无比，轻盈如鸿毛一般，但自身的实力却真正的翻倍又翻倍。换血成功后的重塑4关，使得暴涨的力量远超王胜的预料。他对于全身掌控更加彻底，并得到一个类似狂暴的能力，施展之后眼睛变红，实力暴涨。这次即便赵介的那种年真劲也很难重创王胜。古代炼体还真就是一个莽，淬骨得到的真身，换血得到的狂暴，都着重在提升力量上，没有任何花里胡哨，主打一个一力破万法。王胜感慨一声，忽然王胜好像想到什么，伸手并指如刀，在手指上割开一个小口。足足过了好一会，一滴嫣红粘稠仿佛上好的朱砂融化成的液体才不情愿地挤了出来。如王胜所料，他的血液已然彻底发生质变。赵介的年真劲最多打破王胜的皮就止步了，要不去把赵介打服，将化境法门抢过来？王胜想到，但沉思片刻后，王胜就微微摇头，舍去了这个思路。现在两人合作，赵介不知他的实力大涨，在外界的压力下，合作还算可以。赵介尚能给他透露一些只有化境层次才能知道的消息，但如果王胜将赵介打服，把化境劲力抢过来，那赵介的心思肯定会发生改变，
不可能再跟他这个徒弟合作，甚至会想方设法的对付王胜。要是不留赵介性命，杀了他，那王胜便没了化境层次的消息来源。眼看大混乱将近，不知晓那些狗日的化境大武士的消息，王胜也不会轻易下场，成了出头鸟。至于再找其他化境高手合作，那合作关系太脆弱了，经不起一点考验。不过既然不能从赵介哪里抢，我可以换个思路，从他儿子赵飞鹏哪里抢啊？或者说五院最后一个暗境圆满的师兄崔胜。王胜一转念想到，他曾经听李虎等人说过，赵介把化境法门看得极紧，所以便是赵飞鹏想要看，也得在他在场的情况下，而没有赵介允许，谁也不可能单独持有法门。原本崔生如果得到赵介认可，得赐法门，也是的住在内院，在赵介的身边修炼突破化境。之前王胜实力不够，没能力在赵介眼皮子底下动手脚，但现在不一样了，王胜能够操控血液，将血液流动降到最低，宛如死人一般，气息全无。到时只要隔着门窗，赵介就无法感应到他的存在。当然真的感应到了，那王胜就只能杀他了。师父，希望你不要不知好歹，我够给你面子了。如果我在参悟化境法门时，你做不到像无能的丈夫一样捅破那层窗户，那就别怪我了。王胜自语道。就当王胜收拾一番，准备出关去行动时，这时惊慌失措的罗正文跌跌撞撞的来到了王家，求师弟救命，求师弟救命啊！我知晓师父最为看重师弟，已经是师父的心腹，我求师弟看在往日份上，求师弟请师父出面，救我罗家百十条命啊！罗正文涕泪横流，不顾奴仆的阻拦，直接跪在了王胜的闭关室前，大声哭喊祈求叫道：师兄，究竟发生了何事？王胜身躯缩小到正常人，打开门，快步上前，将罗正文扶起，说道：是我罗家朱由萌心与上官家族为一间珠宝铺子起了冲突，暗算了上官家一个嫡系弟子，如今被上官家族得知，杀上门来。我在外面侥幸逃脱，我去求师父，师父说我罗家坏了规矩，不会出手。如今我也只有求师弟出面，看能否说动师父，只求师父出面为我罗家留下几条血脉啊！罗正文快速说着，不敢有一点耽误。好，王胜点头，然后从身上撕下一截衣服，从罗正文身上取来一抹血，以手代笔，抬手在衣服上写下一个救字。我修行在紧要关头，妄动可能会走火入魔，师兄可持此字，让师父出面。王胜郑重说道。师弟，你是认真的？罗正文惊得目瞪口呆，愣愣地看着王胜，一个字让师父改变想法。究竟你是师父，还是师父是师父？师兄尽可放心，如果师父不出面，那到时我会出手，给你一个交代。王胜声音沉稳平静，面色如常。原本满是不信，以为王胜在逗他玩的罗正文，看着王胜的坚定神色，忽然有点信了。王胜此时的表现与往常那个老实内向的师弟差距太大了，尤其是王胜的气场，在他的不加掩饰下，无形中散发着那种能让人安心的力量，让罗正文都感觉王胜比师父都强。师弟，那我去了。罗正文看着手中的旧字，他感觉自己有点疯了，哪怕师弟是师父的心腹，也不应该这么拿大，连见一面都不用，一个字就解决了。罗正文第一次发现自己这个老实的师弟好像有天大的事瞒着他。去吧，如果师父不出面，我会让他和上官家族都后悔的。王胜说道。虽然事后罗正文会猜出一些事情，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到时随着二水城大混乱临近，所有人都要抱团取暖，王胜自然会让罗正文、魏宇等人带着他们的家人靠拢过来。哪怕王胜突然爆发出暗境后期的实力，等大混乱时各家自己都顾及不上，谁还在乎一个暗境后期？真要在意，也是在意化境层次的变化。在化境高手眼中，暗境也只是一群耗材而已，该收割的时候就收割。像罗家，其实根据王胜猜测，应该就是赵介与上官家族心照不宣的收割了。上官家族收割罗家这样一个百年家族，那赵介过几天也会找理由收割一个上官家族麾下的老家族补自己的血。其他化境势力也是如此，反正二水城混乱的最终目的就是削弱大部分势力，稳固增强化境大武士们的统治。罗正文带着一个救字惊慌离开了，王胜则准备跟在罗正文后面。离开前，他嘱咐着家人，让他们先到前些时间挖好的暗室中躲藏，他不回来，谁也不要出来。现在二水城越来越乱，可能随时都会有打斗波及平民百姓，所以暗室就很有必要。赵家五院内院，赵介看到跪在地上的罗正文，双手奉上的一个救字，嘴角一抽，他妈的，这个王胜摆的谱还真大，不知道的还以为王胜是他师傅，后悔呀！赵介心中再次低叹一声，早知道今日他就不该揭穿王胜，否则现在起码是王胜跪在地上，或者王胜亲自出手给罗家解决问题，而不是由他赵介替王胜出面了。可是木已成舟，两人的合作关系已经达成，为了不让王胜起疑心有怨言，赵介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下。救下罗家意味着赵介不仅要耗费一番气力，也不可能再去收割附庸上官家的小家族了，这波损失真的大了。赵介越想越后悔跟王胜摊牌，现在一切问题都是他顶在了前头。不过如果王胜现在在各家面前暴露实力，那赵介面临的就是被围杀的生死危机，不是损伤钱财这么简单了。带路吧。
在这种无声的沉重氛围下，正当罗正文小心脏都快吓得跳出来时，突然听到赵介的声音。罗正文先是一愣，紧接着狂喜：“卧槽，师弟牛逼大发了！”罗正文心中近乎发疯似的激动大叫。这要是让赵介知道，罗正文心中没有感谢他，而是在感谢王胜，那赵介恐怕又得后悔几分，出了力气还得不到感谢，那他跟王胜摊牌干嘛？另一边，王胜在亲眼看见赵介带领着一群弟子离开武院后，便前进了内院，神不知鬼不觉地躲藏起来。等到晚上时，赵介才回到了内院。大柳树下，赵介坐在石椅上，默不作声。忽然，在这无人的院子中，赵介抬手打了自己几巴掌：“我他妈揭穿他干嘛？我揭穿他干嘛？养弟子千日，用弟子一时，但现在罗家不能互换割了，魏余家也不能割了，两个积攒了少说数十年财富的富族啊！”赵介想想自己损失的10几万两银子，就感到心痛。这种收割的机会来之不易，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整个天下都乱的时候，更是100年难得一遇。所以赵介心疼的简直在流血。一间偏房内，王胜听到自扇耳光的动静和赵介的喃喃自语后，笑了，差点没压制住自己。片刻后，崔生从外面回来：“化境法门，你要好好领悟。关于突破所用的丹药，我会在合适的时候给你，你万不可强行自己突破。”赵介将身上的化境法门交给崔生，神色严肃说道：“是，弟子一定谨记教诲。”崔生双手接过一张土黄色的兽皮纸，恭敬行礼：“师傅，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崔生注意到赵介的脸肿后，关心问道：“特么老子防冷涂的啦，赶紧滚去屋子修炼。”赵介摆手让崔生赶紧滚蛋。是。崔生见状不敢再问，再次行礼，然后拿着兽皮纸来到王胜藏身的偏房。内院就这么大，还要住着师娘梁氏和受伤在身的赵飞鹏，所以也就只有几间偏房供崔生修炼。王胜查看一番痕迹后，就找到了崔生经常修炼所在的偏房，藏身起来。是，门关上了。还没转过身的崔生忽然就感觉到脖子一疼，紧接着就浑然不知，昏了过去。等半天后，崔生再醒来时，回想起自己要干什么，骤然吓得满身冷汗。有高手在师傅眼皮子底下动手脚，崔生后背发凉，全身忍不住的毛骨悚然。他甚至都不敢看身后有没有人，生怕看到人脸。这时修炼时间到了，该结束了。院子里的赵介淡然说道：“是。”崔生努力压下自己的恐慌，拿着还在的兽皮纸，乖乖出了偏房。怎么心绪不宁？赵介一眼看出崔生心不静，说道：“放心，你只管在这里安心修炼，没有任何人能打扰你。你是我赵介的亲传弟子，这二水城的任何一个化境也不敢跟我撕破脸，动你分毫。这点面子，你师父我赵介还是有的。更何况这二水城，谁人不忌惮，我铁手罩3分。”赵介以为崔生是在为近日的混乱担忧，神色带着一丝傲然，淡声安抚他说道：“师父，你可别吹牛逼了。”崔生心中低语，低着头，嘴皮动了动，想说出屋子中发生的事情，可又不敢说。他就怕此刻有双眼睛就在偏房中看着他，如果他一旦暴露那个打昏他的人，赵介和其一场厮杀是免不了的。可对方能在赵介身边做手脚，赵介反而察觉不到，这让崔生心中胆寒，生怕真厮杀起来，赵介不是对手，那就完了。所以崔生想清楚后，决定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反正化境法门还在。第二天，趁着赵介离开内院的功夫，王胜也离开了，返回家中，叫出藏在暗室中的人后，便再次闭关。这次他将古代炼体术和当代劲力一起踏入化境级。王家闭关室，打开面板。王胜意念一动，透明的面板浮现在其眼前。天道酬勤，学必有成。修为暗劲圆满，8行横练呼吸术换血6000，大摔杯手大成3000，断金术大成29993000，白龙剑法大成29993000，叠穴术第3层辰时装功小成1000，这是他现在的实力。王胜看了一眼，便心中缓缓念道：“化境破！”哗啦，像是一块玻璃被击碎的声音。接着，王胜体内不断传出瓶颈被一个个突破的动静，全身的经脉无论通与不通，现在瞬间全都贯通了。嗡！王胜从下到上，一道无形的劲力飞速形成，化作一股锥形的风旋，将其全部包裹起来。王胜的黑发舞动，眼睛极其明亮，在这昏暗的屋子内，宛如2轮小太阳般。得到大摔杯手化境法门的王胜，轻而易举就突破了所有暗境圆满视为天堑的化境大关。噼里啪啦，筋骨淬炼声响起，刚刚诞生的化境劲力在第一次淬炼肉身，将原本就恐怖的肉身再次进行强化一遍。年真境，这就成了。王胜没管还在被淬炼的肉身，伸出一指，看着跳跃在指尖上的无形劲力，眉毛一挑，这就是他追求了良久的化境劲力啊！虽然无形，但王胜能感受到那劲力表面是密密麻麻的钢针般的锋利劲锋。暗境武师被这年真境随便一抓，不仅暗境劲力破碎，连肉身都得被抓成一滩马蜂窝烂泥。这是化境大武师对于暗境的绝对压制和掌控。便是修了数倍的暗境劲力，量上足以媲美化境大武师了，可依旧挡不住化境刺穿一切防御的劲锋。呼！王胜把玩了一会化境劲力，熟悉了之后，便轻吐口浊气，闭上眼，等待着修为稳定、化境劲力第一次淬体的结束。
今天晚上他要连破2关，古代炼体术也要踏入五脏境，等同于化境级别。但因为王胜所修炼体术为古代顶级法门，所以虽然同为化境级，但炼体术是要碾压大摔杯手所修的化境劲力。一炷香的时间过去，化境劲力已经适应好了。五脏破，王胜心中一动，顿时幻血与五脏之间仅差一层窗户纸的差距被王胜轻易突破迈过。五脏境主要修炼的就是五脏，不分先后，先修炼哪一个都行。于是随着王胜呼吸数不停，意念操纵下，五脏之一的肾开始了淬炼。肾对应水，为什么先修肾水呢？水利万物而不争，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王胜脑海中闪过一道道关于肾水的念头，然后他还是觉得没必要自己欺骗自己，算了，其实我就是想肾更好点。当然，踏入五脏境，先修肾后，不提实力的暴涨。王胜的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容光焕发，气势更加磅礴，一举一动间都仿佛天人合一，整个人从上到下都散发着一种恐怖的活力与冲劲。其次，等肾修炼到圆满时，会觉醒一种与听觉相关的天赋能力，大概率会让听觉更加发达，能够早一步发现敌人，并且能察觉任何细微的动静，被暗算的几率大大降低，实力提升不少，但没有预想期的大。看来这门古代顶级炼体术对于力量的提升快到头了。王胜感受着全身力量的大幅度上涨，心中暗道，他尚未踏入五脏境就能力压赵介，现在他踏入五脏境，几乎能3拳打爆赵介，可手撕大部分化境大武师，这种实力提升不可谓不大。但王胜还是不满足，他察觉到了这门古代炼体术的上限，从而产生了一种深感自身力量不足的恐惧。我还是太弱了，我要修炼更多的古代法门，我想要的力量没有尽头，要无终止的提升。王胜自语说道，只要力量看到尽头，就是太弱了。王胜想要的是无穷无尽的力量，他要的是气力无穷，无身不拘。王胜重新闭上眼睛，熟悉着自身实力。时间渐渐推移，外面天更加的黑，夜深了。突然，王胜双眼猛然睁开，他的眼中闪过刺目的金光，而后王胜全身的劲力蛰伏起来，双眼恢复正常，扭头看向窗户处。只见这房间的窗户于无声间微微打开一条缝隙，接着一个宛如长蛇般的女子身影，仿佛五谷般跟个纸皮人一样，竟然从那不大的缝隙中钻了进来。女子刚一进来就看到王胜正盯着她，顿时一愣。她认为以她的修为，一个小小的明镜不应该觉察她才对，这小子不修炼看什么窗户？她认为是凑巧碰上了，朋友到此是想杀我。王胜看着眼前这个身形诡异、戴着黑色面纱的女子，皱眉问道。不得不说，这个女子的身材确实非常好，个子高挑，双腿笔直而修长，尤其是被紧身黑衣包裹的情况下，前凸后翘极其明显，跟前世的瑜伽裤没什么区别。本是来赐你一场造化，让你来一次黄粱一梦，却是没想到刚好被你撞上了。女子声音经过伪装后，宛如青春少女般的清脆，听起来就像是邻家穿着 JK 的妹妹。但王胜已经看见女子刚才用了化境劲力，这明显是个不知道修了多少年的化境大武师，在这老黄花刷绿气装嫩呢。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成全你。王胜懒得和女子多说，半夜上门，非奸即盗，绝没好事，先杀了再说。噼里啪啦，王胜直接现出4米高的庞大本体，一瞬间就挤满了整个屋子。无数年真镜附着在王胜手上，像是毒蛇一般，纷纷离身3尺，朝女子扑去。你！原本女子被王胜突然暴涨的本体惊得一愣，而后又看见耐化境劲力，顿时神色大变，面纱下的精致五官满是难以置信，甚至有些扭曲变形。你怎么可能是化境，还是炼体大成？女子震惊叫道。她的化境劲力也同样离身3尺，与王胜的年真境碰撞在一起，但女子的化境修为明显比王胜高不止一筹，甚至比赵介都要强一些。正当王胜的劲力逐渐不敌时，王胜的大手如一道大蒲扇般铺天盖地，直接挥了上去。不好，怎么可能？女子感受到那股恐怖的力量，裹挟的恐怖掌风甚至差点把她的娇躯吹飞。她的俏脸色变，双眸中透露出深深的恐惧和震撼。滚开！女子声音因为焦急显得刺耳尖利。女子全身的劲力全部涌出，化作一道坚实的盾墙，想要挡住王胜。她的劲力具有恐怖的腐蚀性，周围的墙壁、地面，凡是沾染到女子化境劲力的区域，无论多硬，全部化作了不成形的软泥。她如果对上其他的劲力炼体大武师，可以说是很有针对效果，但她太低估古代顶级炼体术的力量了。以她修炼地功法修出的化境劲力，还远不是顶级炼体术的对手，哪怕她修为更高。咯吱，王胜的大手像是转到了一个塑料瓶，发出刺耳的声音。紧接着，在浩瀚巨力的碾压下，女子的劲力盾墙轰然破碎。王胜一把将女子的娇躯攥在了手中，在女子身体表面还有一层厚厚的化境劲力，但现在她已经是瓮中之鳖，在王胜的不断加力下，任女子像是泥鳅一般鼓动，也还是挣脱不了五指的束缚。她的化境劲力确实能腐蚀王胜的手掌，但不提踏入五脏境后对于化境劲力带来的抗性效果，光是王胜的年真境就足以将其防御在外。年真境因为刚突破，劲力较少，进攻不足，但防御一时还是没有问题的。不，
女子被大手巨力攥得快喘不过气来了。她努力想说出身份，但王胜的力量太过恐怖，她的劲力还未被突破，但她的身体都快被攥扁了。王胜本来懒得搭理她，像这种非奸即盗、半夜突袭之徒，杀了就杀了。但突然，王胜脸色一变，他感觉到身体好像有点不妙，他的身体在不受控制的发烫。你给我下毒了？什么毒？王胜神色陡然变得阴沉，低声吼道。然后不等女子回答，王胜的身体反应过来，就让他知道了自己中的什么毒。你他妈给我下春药！王胜又是不解又是愤怒地质问道。他的身体是能抗毒，但春药严格说来不算毒，可以说是唯一能轻易影响到王胜身体的药物之一。当然，这也是王胜没有提前屏息，否则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屏息一盏茶没有问题。王胜眼见女子双眼水汪汪的，娇躯滚烫滚烫的，也是更加无语。这女子下的春药太猛了，打架这么一会，他也已经撑不住了。王胜是身体太强大，才能抵挡抗到现在。王胜，女子娇声的叫了一句。这次在王胜没有加大攥力的情况下，她的声音正常发出，很熟悉。王胜心中一动，随之吹了一口气，女子的黑色面纱掉落，跟王胜猜想的一样，赫然是清水院首，他的那位高冷傲慢的师傅何威。何威，你要干什么？王胜皱眉问道。王胜，何威又是发出甜腻的撒娇声，配上他的白皙如玉般的绝美清冷面容，着实让王胜喉咙发痒，差点移不开眼。但王胜没问清楚前，绝不可能随意妄动。别发骚，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一个化境，一点春药还能让你彻底失去意识不成？别想瞒我！随着王胜的质问，何威眼见诱惑不成，无奈之下只好道出了实情。原来是何威根骨太好，却在府城修炼时被闺蜜用毒药暗算，毒伤从此之后便一直如影随形，让他整个武道前途断绝。何威想报仇，可那些追求他的人都是想玩玩，并不敢轻易得罪那个女子，所以看透一切的何威便绝望地回到了二水城。他想招收培养弟子，让弟子替他报仇，但他原本就是二水城根骨最好的天才，数十年难得一遇，他要想再找一个比他还强的，谈何容易？因此何威不甘心之下，就想自己生一个天赋卓绝的孩子替他报仇。他自信以他的根骨生出来的孩子不会差多少，所以何威就决定找一个悟性绝佳的男子，打算去负留子。这么的，王胜就入了何威的眼。本来何威还打算考验王胜一段时间，但眼见二水城越加混乱，何威担心王胜忽然就死了，所以他才在大混乱之前半夜登门，美其名曰给王胜一场好梦。确实，如果王胜没有实力的话，他就可能被何威打晕，然后在药的作用下来一场欢乐，之后何威会飘飘而去，只留下以为梦中跟仙子般的师傅做了一场的王胜。还真是非奸即盗。王胜冷笑一声，何威没有吭声，如玉般的脸颊红润如血，他双腿不断动来动去，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向王胜时，已经丝毫不加掩饰内心的期待。既然你想，那就如你所愿。对于这个从穿越过来看到过的最漂亮的女子，王胜也不掩饰自己，直接抬手将衣服抓碎。不过你先恢复正常人形。何威忽然想起什么，或者说感知到什么，惊恐大叫，这就是我的本体。王胜随意回了一句，不，你错了，错了，错了。何威神色变得更加恐惧，俏脸带着巨大的惊慌，疯狂摆动着身躯，不允许王胜抓住自己，那是他用来便便的。哼，没有错。王胜带着笑意低语一声，砰，沉闷的响声传出，何威精致的五官当场扭曲，变形疼的泪眼哗哗流下，俏脸豁然变得煞白。紧接着极其刺耳的尖叫声传到外面，引得李轩和王秦氏连忙出来查看情况。在得到王胜的隔墙吩咐后，众人也就不再多管。这一晚，所有人都没睡着，那整晚刺耳的尖叫声几乎没有断过，其中夹杂着饶求放不要的声音，仿佛是在施加酷刑一般，听得一些未经人事的侍女胆战心惊，给他们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在这一晚，何威好像成了 MZVK 化境大武士的身躯颇为坚韧，经得起一切考验。最后，王胜也做到了之前曾经说过的话，把何威的便奏出来。这次虽然不是打出的，但也不是他自己主动的。何威欲留子去父，但王胜怎会如他所愿？仙子般的美人排出的便也会是臭的。王胜最后这样点评。何威瘫软在地，眼中没有一点墨色，精致的五官残留着些许狰狞，绝美的容颜没有一点血色，连说一个字的力气都没有了。他是真的差点被废了。二水城清晨的薄雾如云纱般笼罩着整座城池，昨夜一场小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冰凉。泥鳅街，王家，希望你能履行承诺。何威高挑的身影背对着王胜，语气冰冷地说出这句话后，身影一闪，快速离去。还是化境大武士的身体素质够好，第一次还流那么多血，不过半天的时间就能行走了。不过还是太傲了，我更喜欢微微的可怜样子。王胜感慨一声，脑海中不自禁想起一条血色的通道，想必已经适合了。虽然过一段时间会缩回，但就在刚才，何威清醒过来后，王胜和他谈了一笔交易。何威把他的化骨境法门分3次交给王胜，王胜则愿意付出一些精气的代价，帮助何威怀孕。见识到王胜的实力后，
何威不仅想要生的孩子继承王胜的悟性，还想要继承王胜的隐藏体质。何威确定，也只有无比罕见的隐藏体质，才能让王胜在短时间内得到如此大的提升。所以何威迫切想要怀上王胜的孩子，亲自教导出一个天才。于是两人约定好，每隔3天来一晚，一边教导法门，一边帮忙怀孕。至于何威有没有想过让王胜帮他报仇，目前关系不到那个份上，两人谁也没开口。王胜站在原地，回味了一会昨晚晋升化境后一场无比痛快的发现。接着王胜意念一动，打开了面板，里面的内容豁然一变：天道酬勤，学必有成。修为化境初期，8行横练呼吸术镇水18000，大摔杯手圆满1/10000，断金术大成29993000，白龙剑法大成29993000，叠穴术第3层辰时装功小成1000，还是远远不够。现在我真的弱了。王胜看见面板上一个18000，一个1/10000，微微皱眉，凝重说道：“这不是装逼，而是王胜真的不满现在的状态。晋升化境之后，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古代练体术和大摔杯手，像断金术、白龙剑法、叠穴术这些都是暗境层次，已然帮不上化境层次的忙了。只有更多的底牌和手段，才能撑起王胜的底气。如果没有能够屠杀一城的绝对实力，王胜就会一直缺乏安全感。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很多，要筹集药材，让孟莲儿帮我炼制对化境有用的紫阳丹，要寻找替代兴隆丹的炼体大丹。靠自己修炼太慢了，古代炼体术和大摔杯手占用不了我修炼的全部时间，所以要寻找古代法门，快速叠加增强实力。要找一些可靠的人来保护家人，免得在我深入闭关时来不及出手。另外，罗师兄位于哪里也可以顺路看一看。王胜心头盘算着自己接下来的事情，这些事情中间有可能会出意外。此时大混乱将近，各家势力残忍厮杀，王胜只要走出去，就有可能被牵扯进去。不过我已经达到双化境层次，这城内真算起来，谁人能威胁到我？现在当人人避我，不是我避他们，所以也是时候出去走一走了。王胜眼中闪过一道血色，炼体大成后，他的气血鼎盛如海，又是修炼的渗水，精气神更加的蓬勃旺盛，整个人的性格都变得有点好斗起来。他要找药材，找法门，势必要出去走上一遭。在让家里人回到暗室后，王胜头戴斗篷出了泥鳅街。以现在二水城这乱象，戴斗篷已经成了一种风气，许多人都不得已遮掩起来，免得本是对立势力的双方见面，不想打也得打。二水城西城区丹阳楼，这是一家口碑颇好的大丹店，丹店主人名叫李朝阳，暗境后期与府城的一位化境大武师有些关系，凭借每月的大额供奉，才能从府城拿到稳定的丹药货源，并且在二水城站稳脚跟。以前还好好的，但在南陵府进攻江陵府之后，丹药货源逐渐受到了影响，丹阳楼渐渐势颓。要不是那位府城的化境大武师偶尔能联系上，否则这家丹药楼早就开不下去了。而近日百草阁被灭，又一条稳定货源没了，江陵府的化境大武师莫名失联，超过1个月没了消息，丹药楼彻底干不下去了。加上二水城每天都有人厮杀，没有化境靠山根本混不成，所以李朝阳便挂靠在了神香教上。丹阳楼，听孟莲儿说这家的丹炉不错，那就这家吧。头戴黑色斗篷的王胜抬脚走进了1楼，肉眼可见的1楼的丹药相比平时品类少了许多，而且价格都是翻倍的上涨。这里是神香教的地盘，阁下不要自误。丹阳楼1楼有一个柜台伙计，说话的神香教门人独臂手持长刀站起来，紧盯着王胜说道：“神香教，今天这里是我丹阳子的地盘了，你走吧。”王胜平静说道。独臂门人闻言瞳孔一缩，这个人竟然敢正面与神香教叫板。神香教背靠官府，下有无数百姓信徒，依旧是二水城最大的势力，除了拥有化境背景的高手，其余人没有一个敢违背神香教的命令。李楼主，独臂门人没有轻举妄动，高声呼喊了一句。很快一道身影从2楼楼梯下来，我听说你也是一个炼丹师，就不杀你了，以后为我炼丹，我保你丹阳楼无恙。王胜看向壮硕的李朝阳，淡定说道：“给我一个理由。”李朝阳神色自若，双手垂于袖中，随时准备蓄势待发。他不认为随便一个人就能跟神香教对抗。王胜没有说话，抬手弹指一击，一块放在角落蕴含玄铁的矿石被化境劲力击中，瞬间炸开。拜见丹阳楼主。李朝阳看到这一幕，身躯一震，立刻迅速下楼，深深弯下高大的身躯，恭敬地拱手行礼。化境，竟然是化境高手！从哪突然冒出来的一位化境高手？我完了，我要死了！神香教的独臂门人心中惊惧恐慌，脸色苍白无力，吓得全身忍不住的颤抖，单手抓住长刀，青筋暴起，却不敢动一下。你走吧，去告诉神香教的朋友，我无意与你们为敌，只愿得此1楼化作禁区，不会参与任何纷争。王胜看向独臂门人说道：“他一个化境大武师，只要一个丹楼就能满足，这个条件几乎可以说太简单了。”独臂门人二话没说，慌忙逃走了。你倒挺识趣。王胜看向李朝阳，笑着说道。李朝阳第一时间称呼他为丹阳楼主，献媚之意显而易见，是丹阳前辈神威在前，
晚辈实在是敬仰前辈啊。年近半百，暗境后期的李朝阳在王胜面前乖巧的像个孩子。李朝阳也在府城见识过不少世面，认识一些画境大人物，见识过何进宗师，甚至有望一瞥真人神容。但如今在这天下乱世，在这二水城画境大武师就是天的情况下，李朝阳即使见过再多世面，也帮不到他在一位陌生大武师面前有底气保持傲骨。好了，从今天开始准备开炼紫阳丹，你可从旁辅佐，还差多少材料，列个清单给我。王胜慢悠悠地转着整个丹阳楼说道。李朝阳一边给王胜讲解这丹阳楼，一边阿谀奉承说道：前辈，您竟然还是一位炼丹大师，晚辈与您一比，真是白活办事啊。炼丹大师另有其人，王胜随口说道。不过这炼丹术却是要分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不需要立刻能炼丹，起码能分辨丹中有没有毒，或者丹药的作用是什么。在王胜查看丹阳楼的时候，不出半天，二水城内各家势力就得知出现一位陌生的画境大武师，号称丹阳子，以割据丹阳楼，化作禁区，不准任何人染指。神香礁的几位画境大武师得知后，不怒反喜，立刻派人送去贺礼，拉拢王胜。其余凡是画境势力也不约而同的都送出一份贺礼，表示友善。还有许多小家族、小势力送出的贺礼就更多了。对于这样一位中立的画境大武师，在没有查清其底牌的情况下，谁都不敢招惹，反而争相拉拢优先。当然，如果查出王胜是反贼或者妖人，那立刻就会形成围杀。王胜收下贺礼后，开始以丹阳楼主的身份派人收集购买古代法门药材，更是耗费高价收购炼体大丹。仅过去数天时间，王胜这几个月积攒下来的金银珠宝就消耗一空，丹阳楼的大半积蓄也砸了进去，这还是包括全武镖局那份藏宝图中的银两，10几万银子换来了上百种珍贵药材，可炼制一炉紫阳丹，还买了2份完整的古代法门龟甲功、黑水紫极功。龟甲功单纯以丹药和外力打熬肉体，配合呼吸术，不分什么皮肉筋骨之类，是古代最为常见的炼体法门。论地位跟断金术差不多，但龟甲功的修炼路线比断金术完整，有媲美化境的法门。黑水紫极功也没有皮肉筋骨之分，采取阴煞之气或者阴寒之水淬炼肉身，再服食黑水妖蛇之血，以呼吸术材紫极东大日之气，比龟甲功高级不少。论地位跟白龙剑法有一拼，甚至略高。不过王胜也算是看出来了，这古代炼体术哪家跟哪家的路线也不一样，却都有突破失败就损命的风险，而且想要多修炼一种都得重新探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以说是非常艰难。跟当代劲力一比，这古代炼体术就是个大坑，被淘汰真是没话说。王胜还想要收购炼体大丹，可惜整个二水城关于化境的丹药都比较少，炼体大丹更是出现一枚就被争相抢购，到现在为止已经快半年都没在市面上出现过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孟莲儿炼丹成功，但因为炼丹数不高，这一炉紫阳丹只出了12枚，这些丹药勉强够王胜修炼一阵子。就这点，其他各家势力闻风而来，都想高价买几颗，只是这高价也是比平时高，和现在王胜花费的银两一比，还不够回本的，自然是不可能卖。不过这就有可能得罪一些心眼小的画境大武师，有人认为他都送贺礼了，王胜怎么也得给点面子。只是王胜一颗不卖。罗正文和魏瑜带着族人听从劝说，搬迁到了泥鳅街附近，他们家中都有武者武师，也可顺便保护王家，各个方面都走向正轨。王胜就潜心修炼起来，每隔3日还要喂饱一次何威，有时喂何威时，魏瑜、李梦、王秦氏等人也会帮忙。以王胜现在的体质，又是修的渗水，也就只有何威能跟得上他。另外3人不是王胜怜惜，否则一次就得彻底报废。半个月时间过去，紫阳丹每日进度增长200，一颗可顶3天。半个月过去，王胜的大衰杯手进度由1/1000涨到了310000。王胜修为由化境初期提升到了化境初期巅峰，年真境的总量提升了1半还多。到了化境之后，哪怕是紫阳丹药力比大补天丹还猛，但化境劲力也比暗境劲力强大的太多，所以每日的进度也只能维持在了200。王胜有天道酬勤在，才能更好的发挥紫阳丹的药效，物尽其用，每日稳定进步。若是其他大武师服食紫阳丹，换算成数据，恐怕是每日增进100都难。其余法门因为没有炼体大丹，8行横练呼吸术进步缓慢。何为传的化骨柔掌法门，在海量丹药的支撑下，王胜已经修炼到了暗境后期，只差一步就能突破化境，掌握化骨境。龟甲功、黑水紫极功也同样提升到了媲美暗境后期的层次。即使没有各种乱七八糟的阴煞之气、黑水妖蛇，但在类似刺激的作用下，王胜依然将这些难关打通，一路提升了上去。龟甲功让王胜的皮肉筋骨增厚翻倍，画出真身后，脸皮厚的真的超过门板了。黑水紫极功却是让王胜全身上下多了一种阴寒之力。另外，有可能是王胜没有太多时间每日采纳大日之气的缘故，原本其他人不采纳大日之气压制阴寒会走火入魔，但王胜不会，在天道酬勤的作用下，他依然能继续修炼，所以这就导致王胜身上的阴寒之气爆发。画出真身后，皮肤表面会出现阴寒之气溢出的细密玄黑鳞甲，层层叠叠，
好像天生长出来的一样，使得防御力竟然意外大增，超过同样修炼黑水紫极功的古人。冬夜，天色漆黑如墨，寒风呼啸，如刀子刮在身上，泛起刺骨入髓般的疼。万籁俱寂，悄悄无声。突然，杀！一道充满恨意、无比冰冷的杀声在二水城上空炸响。一位化境大武师的雄厚杀意一吐而出，像是一个惊雷般，惊得半个城池的人从睡眠中吓醒。泥鳅街，王胜本来正在家中闭关，听到喊杀声，也当即醒来，站在房顶上眺望。远处城区的一个位置，熊熊火焰已经燃起，数不清的喊杀声随之响起，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反贼尔敢！一道暴怒的声音遥遥传来，让王胜听着有些耳熟。细想片刻后，王胜眉头一挑，原来是九刀武馆的馆主孙长玄。其号称刀下无活人，坐骑异兽黑灵马可吞虎吃豹，是二水城有名的老牌化境大武师，实力雄厚，只怕是有化境圆满的修为，所以九刀武馆被围杀了。天子军妖人的化境大武师反击来了，王胜心中一凛，大混乱到了。二水城与天子军在暗中对峙拼杀了1个月，现在终于忍不住要展开化境级别的血拼。打吧，你们就打吧，哪怕把二水城打崩了，只要不影响到我就行。王胜自语，转身就要返回闭关室继续修炼。任外界天崩地裂，杀得尸山血海，王胜也只管守好自己这1亩3分地，谁要是敢伸进手来，那就剁了。忽然，王胜停步，他感知到了一个弱不可闻的气息，正在快速逼近搬来泥鳅街的罗家。当初罗正文带着赵介赶回家时，罗家高手几乎死亡殆尽，只剩下一些女眷和年幼孩童，被仅剩的几人保护，却也是被上官家逼到了绝境。因而元气大伤的罗家，现在修炼者只剩下寥寥几人，暗境层次更是只存一个暗境初期，暗境大圆满，而且不是一般的暗境。这样的高手怎么会盯上罗家？王胜有些疑惑，然后抬步跟了上去。罗家、魏家都在以王家为中心的感知范围之内，这也是当初搬过来时计划好的。罗家正堂屋顶，一个身穿宽大紫袍的身影飘然落在屋顶上，像是羽毛一般，悄无声息，没有发出一丁点动静，连他的呼吸声、心跳声都压缩到最小。这般深厚修为，恐怕也只有兼修了多道暗境法门的老家伙才能做到。罗家不去住在铁手罩的身边，反而搬到这么一个偏僻小巷，还以为藏着什么秘密，但却是平白浪费我半月时间。紫袍身影神色冰冷，视线扫过一个个罗家女眷的房屋，不枉他花费上百两，从罗家下人手中买到这些女人的具体位置。罗家的贵妇人，罗家的大家闺秀，一个个恐怕已经寂寞难耐了吧。我花君子今天就让你们享受一番极乐。紫袍身影花君子一想到罗家的主母、女儿、儿媳、侄女等等在一起生活，英俊带着一丝邪气的脸上就忍不住露出笑意。他最喜欢这样的大被同眠了，一家4代人整整齐齐的在一起玩耍，不好吗？就当花君子准备离开房顶时，忽然一道平静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声音温和：“你是谁？你想要做什么？”嗡！花君子大脑嗡的一声，好像要炸开了似的，脸上的笑意瞬间僵住。有人在他身边，而且就站在他身后，但极为擅长精通气息隐匿的他却毫无察觉，这着实太吓人了。花君子身躯僵硬如尸体，他的全身都在止不住的冒冷汗，尤其是到现在为止，对方都开口了，他却依旧感应不到身后之人的气息时，更是吓得根根汗毛倒竖，整个人毛骨悚然。前辈，小的无知，无意间冲撞了前辈，还望……花君子话还没说完，就听到身后平静的声音响起：“算了，杀了吧，不好，惹到狠人了。”花君子吓得魂飞魄散，心中惊恐，刚要吐出自己的背景，同时全身的数倍暗竟如决堤洪水般汹涌爆发。我师轰！王胜的大手放在花君子的肩膀上，恐怖的巨力瞬间就击溃了他体内所有的暗劲，成倍的暗劲竟然挡不住王胜半个呼吸。花君子的全身骨头断裂，经脉寸断。老怪物，我怎么会遇上这样一个老怪物？花君子满脸绝望，脑海中的念头一闪而逝。他不甘心，更从没想到自己竟然会陨落在一个衰败的小罗家，便是罗家全盛时期，也别想留下他一根毫毛啊！若是赵介出手，他还有机会以雄厚暗劲撑几个呼吸，说出自己的师傅，让赵介给个面子。但王胜的实力太恐怖了，他要杀人，花君子就连吐出一个字都难。下一刻，无数的粘针劲像是上万根玄铁剑矢，轻松穿透了花君子的身体，将其扎成了马蜂窝。随后，王胜从身上掏出了化骨水，倒在了花君子身上。花君子的尸体没一会就化成了一滩臭水。这化骨水是李朝阳推荐的，最适合化境高手携带，若是其他人还真不敢带在身上，万一破碎就麻烦了。花君子死后留下衣物、银票和丹药，王胜收拾一番便转身离开，继续闭关。一代采花贼花君子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死了。肆虐二水城数月，自出道以来连乱数城，祸害了成百上千位良家妇女，让无数人恨得咬牙切齿的花君子，像是一个蝼蚁般被王胜随手捏死在无人知道的角落。第二天，有消息传来，天子军和妖人大武师已经入城，并在昨晚重创九刀武馆馆主孙长玄，杀了他的坐骑异兽黑灵马，灭了九刀武馆大半门人。
二水城内的局势大变，天子军迅速就占领了小一半的城区，开始搜刮金银、粮食、药材等等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赵家、武院、上官家族等化境势力立刻联合，再次成立武盟，和神香教共同对抗天子军。原因无他，反贼有外援了，否则根据赵介等人的消息，他们根本没实力围杀九刀武馆。这次失误让武盟等人心中一沉，天子军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掌控。在天子军入城的第2个晚上，已经衰落的化境势力白家遭到了围杀。白家家主是一个上100岁的化境，无实力与其他化境争锋，确实也不愿加入武盟，想和王胜一样保持中立。但白家在天子军入城后，随即就有人发了英雄令，围杀白家。这不是天子军主导的，他们脚跟还没站稳。面对这一次英雄令，王胜也忍不住加入其中。没办法，谁让他太缺钱了？白家可是化境势力，在衰败也比其他暗境势力强，而且这次颇为混乱，鱼龙混杂，正好适合王胜浑水摸鱼。二水城白家夜幕下，华丽的宅院火光四起，喊叫声、求饶声、厮杀声、尖叫声等等从宅院里的各个方向传来，真是好热闹啊！王胜站在白家一处偏房屋顶，打量着此刻的白家，其中有数道黑衣身影在围杀白家家主。年真镜，你是赵健；秦山镜，你是程元；还有那个拿剑的，你是上官祖。你们真要对我白家赶尽杀绝，不念一点情义吗？白家家主怒吼连连，他点出了数个黑衣人的身份，但这些黑衣人没一个搭话的，全都可劲地往这个昔日老友身上招呼。没办法，谁让天子军突然有了外援变强，白家家主又想保持中立，还掌握了大量财物和丹药，根本不打算加入武盟。赵介几人只好杀了白家家主，分食白家，填补自己。白家家主自知年老体衰，无法增进修为，家中的紫阳丹以及储藏的大量珍贵药材，可是多年不曾用了。与其被以后站稳脚跟的天子军围杀，倒不如现在便宜了自家城里人。这就是赵介等人的想法。王胜看着那几位化境大武师杀得兴起，神色平静，眼中却是有一抹凝重之色。说不定下一个就该围杀我了。这不是猜测，而是很有可能。这次先围杀白家，是因为白家家主老了，加上白家财富明显比王胜占据的多得多，分了白家，各家能吃个小饱。而王胜这里只能算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不过若是真有人惦记丹阳楼主那些紫阳丹，恐怕他们还真会对王胜出手。之前还送贺礼，现在就要出手围杀，变化的这么快，实在是天子军超出了赵介等人的掌控。他们没了之前稳坐钓鱼台的底气，只能果断出手，瓜分几个想中立的大户，迅速提升自己实力。若是之前天子军还在掌控之中，白家和上官家曾有联姻，怎么也不可能到这一地步。只可惜世事无常，变化弄人。不过有了白家家主这么一个例子，那明天其他一些衰败的化境势力就有选择了，不加入武盟，难道加入反贼？天子军再强，只是一伙贼寇而已，终究比不过代表着朝廷的本地势力。这就是大事，杀了你们的人，你们还得加入进来，遭受剥削，还是要提升实力，以实力为本。幸好我昨晚刚实力大增一次。王胜信步朝白家深处走去，心中暗道，他的年真境跨过了化境初期巅峰的门槛，突破到了化境中期。对于他人来说是一个小瓶颈，但王胜的天道酬勤是稳定的，管你是不是瓶颈，该进步就得进。所以化骨境、龟甲功、飞水子极功全都突破到了化境级别，这也是他赶过来趟这次浑水的底气。不要啊！真的啊！不愧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王胜路过一间屋子，听到里面的少女绝望尖叫和男子的淫笑声，我还是太善良了，见不得污秽。王胜摇摇头，抬手一挥，无数的年针竟射穿了墙壁，里面的人应声而止，然后房屋坍塌。什么人敢杀我兄弟？上！3个蒙面暗境武师听到兄弟没了动静，纷纷从其他屋里跑了出来，看到王胜就在坍塌的房屋旁边，不由得大怒。4人刀！王胜看到3人所使兵器多为弯刀，却是想起前些天罗师兄所说的外来高手。4人刀号称联手可战暗境大圆满，化境之下无敌。不错，正是我们兄弟4人中，其中一个话还没说完，无数年真镜就穿透了3人，3人身体瞬间被年真镜撕得4分5裂，徒有其表。罗师兄高估你们了。王胜摇摇头，直接朝白家深处走去。沿途谁有拦路的，年真镜直接窜出杀掉，无论男女，无论老幼。从天上往下看，可以清晰看到一条断断续续的血线直通白家深处。我的孩儿，我的母亲，你这个畜生，我要杀了你！一个男子提刀朝王胜砍去，王胜抬手一挥，年真镜将其撕裂，阁下未免有些太残忍了。这时一个黑衣老者出现在王胜侧面，神色平静说道：残忍？我这个人从不对老幼出手，怎么能是残忍？王胜看出这个黑衣老者是化境，便没再挥手，开口说道：你是说我眼瞎吗？黑衣老者看了看地上的尸体，语气不好的说道：你是说地上这些？这个孩子不是老，这个老妇人不是幼，连这个都分辨不出来，看来你是真瞎了。王胜淡漠说道：你太放肆了！黑衣老者目光一瞪，震怒说道：
他从没有听说过这些近似于魔的歪门邪理。王胜一歪头，疑惑说道：“你再叫我做事？”黑衣老者微微皱眉，刚要再次开口，王胜忽然体积暴涨，同时他一个猛窜就来到了黑衣老者身前。来得好！黑衣老者大喝一声，他堂化境后期，还会怕一个后辈，哪怕对方疑似修炼过古代炼体术。化境千丝斩！黑衣老者大喝，体内苦修数十年的化境内劲毫无保留的爆发，在他身前凝聚成一股肉眼可见的灰色狂风。狂风之中，无数缕凝练到极致的劲力如钢针，如利刃，交织成一张天罗地网，绞杀向王胜。所过之处，空气被撕裂，地面的青石板瞬间碾成齑粉。然后王胜一拳打出，灰色狂风劲力瞬间被打散。黑衣老者瞳孔一缩，紧接着王胜的无数拳印就蜂拥而至，密密麻麻的拳印迅速就挤占了老者眼前的所有视野。你有什么资格叫我做事？你算什么东西？敢在我这里倚老卖老？朝廷、官府想教训我，那就去死吧！王胜的冷漠话语伴随着无数拳印落下，黑衣老者胸前的浑厚化境劲力在几个呼吸间迅速被巨力打散，清空。不，等一下，小友，有事好说，有事好商量。黑衣老者满脸骇然，连忙大叫：轰！黑衣老者全身源源不断的牵丝竟化作一股狂风，蜂拥在身前轰然炸开，伤敌100，自损800。黑衣老者被炸得全身是血，皆是倒飞出去，一丝丝劲力如箭矢般朝四周击射，方圆数10米以内的所有物体全部被穿透，巨大的杀伤力吓得不少暗境武师魂飞魄散，撒腿狂奔。爆炸产生的恐怖冲击力勉强让王胜的身形一顿，但下一刻王胜就逆着这股冲击力，无视牵丝劲力，身形一闪，横击慌忙逃窜的黑衣老者。我是朝廷的人，你不能杀我！黑衣老者正飞速逃跑，听到身后的动静，眼角的余光看到王胜巨大的身影挤压着空气大踏步而至，满脸是血的他立刻嘶吼咆哮：就是你们朝廷封锁化境，耽误我的修行，害我隐姓埋名，杀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是因为你们而死，你还敢在这里逞凶杀我？你们才是残忍，全都该死该杀！王胜早就猜出老者的根底，此刻见他还想依仗身份吓退自己，顿时暴怒。他早就想和朝廷算账了，朝廷把所有向上的法门几乎锁死，害得王胜花费了近1年时间才成为化境，期间浪费了不知多少精力，杀了多少人。王胜为此把这些账都算在了朝廷身上，不是朝廷的原因，他早就升到更高了，那些被杀的人又岂会惹到他？所以那些人被杀都是因为朝廷，而王胜只是个背锅的而已。嗖，胡说八道！你这个魔头，诸位速来助我除魔！黑衣老者速度不及王胜，眼见对方接近，只能转过身，将全身的牵丝劲再次积攒爆发，想要震退王胜。此刻白家家主刚被赵介几人斩杀，他们正在恢复气息，听到黑衣老者的求助，互视一眼，只好快速赶去。你真是该死啊！为什么就不能忍忍呢？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拳打死你？非要浪费时间，非要逼出我的一点手段？王胜看到赵介几人赶来，语气冰冷，看向黑衣老者的眼神满是厌恶。便是赵介几人过来，他依旧能打死黑衣老者，没人拦得住他。但他不想浪费时间，他要的是一锤定音。他如此刻苦的修炼，不是为了跟别人在厮杀中你一招我一招，浪费时间和生命的，那是对他天赋和汗水的否定。噼里啪啦，王胜身躯再度暴涨，全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变大，真是淬骨完成后得到的能力。这一次，王胜快速逼近暴退的黑衣老者，一只巨大的手掌覆盖而下。疯子、怪物、魔头，我要死了还要忍，我怎么会招惹上这个疯子？黑衣老者看到头上的巨大手掌，眼中满是惶恐，老脸下的惨白，全身冰凉彻骨，心中大叫。他竭力将全身的牵丝劲向上打去，但面对覆盖着玄黑鳞甲、厚度防御绝望到让人发抖的大手，更别说大手之外还有覆盖着浓厚的化境劲力，这些牵丝劲刚一接触大手，就像是丝线一般，没有半分抵抗的力量，全都如雨水般炸开。救我！黑衣老者只来得及发出2个字，就被大手攥在了手心，身影彻底消失在大手中。王胜刚把黑衣老者攥到手心，赵介几人就赶了过来。你们想救人？王胜转过身，神色淡漠，脸上的玄色鳞片反射着冰冷的光泽，双眸幽深，俯瞰着他们。夜色下，周围火光四起，一道庞大、全身密布玄黑色鳞片的身躯，身上蒸腾出滚滚白气，宛如古代神魔一般，又像是一座烟云缭绕的小山，就这么矗立在那里。如此恐怖的化境怪物，赵介几人光是看着都感觉棘手到了极点，头皮发麻，根本无处下手，更别说展开厮杀了。不敢，不知朋友从何而来，去往何处？赵介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心的说道。别说化境，他怀疑何境宗师来了，都打不死这么大的化境魔头。眼前之人显然是古代炼体术修行大成，比他那个徒弟王胜还要强不止一点半点，缺少一些盘缠，所以进城来取。几位如果没有问题，就离开这里吧，你们在我身边，让我感到不安全。王胜平静说道。这时他摊开了大手，黑衣老者化作的一滩肉泥砰的一声掉落在地，咕咚！苍山五院的院守成员暗暗咽了口唾沫，
他奶奶的，化境后期的高手搏命都挡不住眼前魔头几个呼吸，现在他们3个有人连化境后期都不到，这个魔头居然说不安全，真是高看他们了。程元原本想骂日他娘，但他怕这样的魔头感知太敏锐，觉察到分毫。程元听说古代超级炼体者能将五感提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跟食人心没什么区别。赵介、上官祖沉默，没有出声。他们能说什么？难道要阻止王胜去盘缠？好大的盘缠啊！一个化境势力的100年家业，这份盘缠只算路费，便是走到天涯海角都够了。上官祖忽然转身走了，今天这一战他认了，白打。赵介、程元见状也只能无奈拱手离开。王胜恢复正常人形，冲进白家内库，凭借强大感知搜寻了一些重要房屋，打包了几大包的金银首饰、丹药法门、各类杂物之后，迅速离开，翻墙离开2水城。他没有在白家多待，尽管他知道再继续翻找可能会有更多的收获，但他已经感知到有恐怖高手在暗中窥伺，能让王胜感觉到有一点危险的也只有何进宗师了。天下这么乱，2水城有潜伏何进宗师，这也在王胜计算的概率之中。况且即使天下不乱，偌大的2水城难道全都是化境，就没有一个不想上进的何进宗师过来做那无冕之王，俯瞰整座2水城，在无人知晓的地方享福？现在何进宗师不现身，部分是因为朝廷余威还在，限制2水城这样的属城不能出现超标强者。即使何进宗师现在已经不惧朝廷，他们大概率也不会直接暴露现身，藏在暗中不好吗？后半夜的时候，王胜又带着包袱返回了2水城。何进宗师再强，也不可能监视全城。丹阳楼顶楼的一个房间内，金银珠宝、书籍、丹药，还有各类异兽精华、玄铁髓、玄铁兵器，比玄铁更为柔韧的赤铜等等各类杂物堆成了一座亮闪闪的小山。白家化境法门百浪诀。王胜看着手中的兽皮古书，感慨一声，又能多修一门化境法门了。不成化境，千方百计万般谋划，都可能永远接触不到化境层次的宝物，可一步入那个圈子，这东西就来了。这就是层次不同带来的差距。当然归根到底还是朝廷太畜生，封锁法门。白家一战让武蒙和天子军瞬间安静不少，一个古代炼体法大成的炼体者，而且练的绝对是顶级法门，战力夸张到比肩何进宗师，这让所有化境大武师都忌惮不已。为此甚至接连数天双方都没起什么大的冲突，就是怕那位炼体者没有走，还想着盘缠。武蒙趁这段时间大肆收拢各方势力，提升实力。天子军则一边稳住脚跟，一边用利益同样拉拢一些小势力，双方都在积极备战。而在这短短几天内，拥有了充足丹药支撑的王胜，修炼大摔杯手、化骨柔掌时，哪怕只是间修炼百浪诀，可速度依旧突飞猛进。1刻钟入门百浪诀，1天百浪诀小成，生出明镜；3天百浪诀大成，生出暗镜。当武蒙与天子军纷争又快压不住，厮杀不断时，王胜关于百浪诀的修炼已经快到暗境后期了。不出几日，王胜就能将百浪诀修出化境劲力，练成水行境，劲力一击更比一击强，有越战越强的意思。不过在白家被灭门的第9天，终于还是有人找到了王胜头上，不对，是找到了丹阳楼。到现在整个2水城只剩下丹阳楼一个中立的化境势力，许多人也已经查明，这位丹阳楼主没有什么背景，多半是一个散修大武师。丹阳楼2楼，武蒙的9刀无光馆主孙长玄，一位神香教的化境大武师，2人与王胜相对而坐，喝茶对聊。李朝阳暗境后期的武师也只能站在一旁，随时等候使唤。当然李朝阳非但没有不满，反而很是兴奋，武蒙的拉拢终于来了。如果拉拢再不来，那迎接丹阳楼的就可能是围杀，这是李朝阳最为恐惧的。所以现在李朝阳的心总算放松下来。没想到我们2人登门拜访，丹阳楼主还不肯以真面目示人吗？孙长玄看着对面戴着狰狞鬼怪面具的王胜，神色淡漠说道：“非是不肯，而是不行。”王胜抬手举杯，品了一口茶，平静说道：“这茶不如他师娘泡的香。”然而王胜想着这茶水时，李朝阳却被王胜的这一句话吓得面色一僵。卧槽！2位化境大武师上门，自家这位楼主散修化境，竟然连低个头都不，还硬顶着上，好大的口气！丹阳楼主，可知你现在的境遇，若非有人周旋，那武蒙就不是白天到，而是晚上到了。神香教的大武师，一位身穿繁复长裙的中年妇人，冷声说道。她面容中上，身材非常不错，加上化境已有了延寿的效果，成熟风韵十足，算得上是一位颇有气质的半老徐娘。神香教惯会用的敲诈勒索的伎俩，记得我有一次回家，就听我的娘亲说，不买你们的神香就会遭难，所以一直节省的她，拿我给她的钱，一口气为我买了99根所谓的天地人3神护法香，但99根没等烧一会，就因为材质低劣断了大半，吓得我娘亲总是掉泪。王胜淡淡的讲了一个小故事，整个屋子莫名的安静下来。李朝阳骤然吓得肝胆剧烈，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上。王胜硬刚武蒙，又讽刺神香教，这是要干什么？屋内静悄悄的，没人发出一点动静，甚至连呼吸声都几乎微不可闻，气氛越来越凝固，越来越冰冷。所以呢？中年妇人不屑地勾起了嘴角，
打破了平静。既然眼前之人桀骜不驯，那就打破他的傲骨又有何妨？然后，中年妇人细长的双眼浮现一抹淡淡的笑意，脸上带着一种讥讽和戏谑的意味，笑着说道：“所以，你娘那个老太婆，竟然敢把我叫声香烧断了，她怎么不以死谢罪？还是说，她已经……”轰！王胜一只手陡然变大数倍，一巴掌连中年妇人带孙长玄全部扇出了丹阳楼，哗啦啦，巨大的丹阳楼轰然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浑身披就着玄色鳞片，高达7、8米，浑身满是花岗岩般坚实肌肉的巨大人形怪物。老婊子，我要踩爆你的头！王胜满身鳞片的脸上透露着冰冷杀意。快发信号！中年妇人披头散发，急速尖叫。她看见王胜的巨大身体，哪能还不知道自己惹错人了，竟然找死的撞到那个古代炼梯者身上。孙长玄也有些懵逼，他没想到中年妇人竟然这么勇，本来只是互相试探底线的局，被中年妇人这么一说，就直接是生死了。嗖！王胜陡然朝中年妇人杀去，空气一路发出尖锐刺耳的爆鸣声，甚至以王胜为中心，形成了一层肉眼可见的锥形伞状风幕。快叫人围杀他！中年妇人听到被叫婊子后，气得浑身发抖，面容狰狞扭曲。他一边疯狂遁跑，一边催孙长玄叫人。然而王胜的速度却远超中年妇人的想象。你敢杀我？你敢杀朝廷命官？你想全家抄斩吗？中年妇人听到后面炸响的破风声，一道道风压挤得四周的空气都泛起宛如潮水般的海浪，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径直闯了进来。这时候中年妇人才想起自己还有一层官方身份，眼中满是怨毒和恨意，尖声大叫：都踏马怪朝廷，我才会杀人，当然你除外，婊子不是人！王胜一听中年妇人也拿朝廷身份压他，眼中寒光一闪，轰！一颗巨大的拳头急速逼近，中年妇人竭力用流星劲力结成的层层大网，像是纸做的一般，一捅即破。中年妇人的肉身当场炸开，狰狞头颅滚落在地，被王胜一脚踩爆。四周听闻动静赶来的众多高手看到这一幕，个个忍不住脸颊发麻，冷汗直流。一位堂堂化境大武师啊，大好天赋，修炼数十年，一个家族的最强者，就这么在一拳之下化为乌有。王胜目光扫视四周，所有人脸色一变，立刻连连退却，好像都在尽力离王胜远一些。一时之间，竟无人敢迎其锋。就当王胜打算转身离开时，忽然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看来这位朋友对我朝廷非常不满啊！一个蒙着眼、身穿黑袍的女子站在一座房顶上，其气息庞大，整个人宛如旺盛的火海般明亮耀眼。明明身材纤细窈窕，却蕴含庞大的力量。首先，你还不配当我的朋友；其次，怎么，你蒙着眼走路觉得自己很牛逼吗？王胜俯看着这个冷漠蒙眼女子，平静道。黑纱蒙眼、气质冰冷的黑袍女子听到王胜的话，猛然抬头，白皙冷艳的面容死死盯着王胜的双眼。你在挑衅我？你想死？黑袍女子声音一字一顿，充满了刚硬无比的杀意。原本其全身旺盛的气势宛如一座火山般猛然爆发出来，一股强大的压迫感扑面而至，压盖小半的天空。不愧是朝廷选拔出来特意培养的何进宗师，太年轻，气太盛了。书上所言不假，何进已经开始飞人了。其余离得远的化境大武师感受到那股如日中天的煌煌威势，好像天威一般，几乎能轻易压碎任何一个武士的精神意志，目光复杂，羡慕渴望说道。气盛不是在讽刺黑袍女子，而是在说其境界。何进名义上合的是明镜、暗镜、化镜，将三种镜交融于己身，成就为一体。实际上明镜外显，合的是精；暗镜内敛，合的是气；化镜无形，合的是神。合镜就是在合精、气、神，对应着合镜前中后三个阶段。黑袍女子就是合镜中期，气盛。若能将三者完全融为一身，成就先天真人体，再以秘法贯通天地之力，道贯于身，洗髓蜕变，便可晋升先天真人，飞天掠地，正而明仙。这时何进很强吗？来，有本事你就砍死我！王胜微微伸出脖子，平静笑道。实际上他知道，自从这个女子宗师现身，他就没有退让的余地了，只能战一场，不打就只能认怂、屈服、听命，成为人家的刀，和所谓的天子军打来打去。但王胜自问，何进对他是有威胁，却杀不死他，那还耸个鸡毛，干他就完了。我要宰了你！黑袍女子声音低沉，她被王胜的嚣张跋扈气得娇躯微颤，她忍不住了，她要杀人，她今天必须杀人，哪怕违反朝廷禁令，不能波及太多百姓，她今天也要杀人。极限态撑天！黑袍女子心中低语一声，肉身猛然飞速扩张，全身长大数倍，体表被一种暗红色的血甲覆盖，同时她的黑袍容纳性极好，被称大数倍，刚好能包裹她的肉身。这是合境初期合金完成后得到的肉身力量，可极限爆发人体之力。人的肉身潜力是极为恐怖的，像普通人极限之时，仍能掀翻数吨重的卡车，而何进宗师已经掌握了难以想象的力量，若再将极限爆发，那肉身之力将会变得极为可怕。我这一力和6种高等明镜融全身之血精，今天我就要在你最引以为傲的力量上抹杀你！
黑袍女子目光冰冷，她的袖拳紧攥，发出挤压空气的爆鸣声。她蒙着的黑色眼纱已经脱落。其实和王胜说的差不多，她戴眼纱就是因为显得不一般，神秘秀美。来，王胜淡然朝黑袍女子勾了勾手指。他不主动出手，是想试验何敬宗师的手段。他如此大的体格，主动对何敬宗师出手，无疑大概率会被当成猴耍。黑袍女子看到王胜从始至终那种令人暴怒的挑衅姿态，再也忍不住了，身影瞬间就朝王胜杀去。轰隆隆，一路的破风声如雷声般，巨大的风幕以黑袍女子为顶点，呈圆锥状朝后扩散。这一幕俨然与王胜刚才杀死中年妇人时几乎一样，但黑袍女子的修为更高，因为气盛，使得气势比王胜更强，进而使得力量比王胜更胜一筹。难怪古代炼体术被抛弃，像这种朝廷知识培养出来的何敬宗师，其力量都快追上修炼顶级炼体术的我了。王胜再一次对古代炼体术被遗弃表示认可。一般的古代炼体术放到现在真的狗都不学啊！狗不学，我学，所以不学的都是狗，唯我是人。王胜的脑海在一念之间闪过诸多念头，而他自身面对黑袍女子的杀招竟然毫无动作，好像是对自己防御的自信，也好像是被吓到了。直到半个呼吸过去，黑袍女子临近王胜之时，王胜不躲避，反而向前一步，竟然主动以肉身接下这一招。黑袍女子神色微变，心头一跳，但此时因为王胜主动前进，她的拳头乃至小半个身躯顿时陷进王胜的腹部中去。八行横练呼吸术，真身狂暴开，胜利开，龟甲功肉山开，黑水紫极功极力开。王胜早就准备好的这一刻，各种炼体法门疯狂叠加，双眸瞬间化作了一片血色。真身狂暴是淬骨换血完成后得到的极限爆发能力，胜利能让王胜的五感运行达到最强，几乎每一个细节都仿佛放慢了一般。龟甲功肉山化境后得到的能力大幅增强肉身防御。黑水紫极功极力极限增加力量。砰！王胜毫不犹豫的就朝自己的腹部，也就是想从他的腹部脱离却慢了一步的黑袍女子来了一拳。开启肉山形态的王胜全身上下已经满是难以想象的肥肉，真的化作了一个肉山，里面都是血水演变出来的。这一拳把黑袍女子所谓的极限态撑天差点打炸，全身黑袍血甲爆碎，鲜血淋漓。她整个人几乎完成了90度，面容扭曲到产生裂痕，因为疼痛到极致，长着嘴却一点痛苦的喊叫都发不出了。噼里啪啦的骨头断裂声不绝于耳。远处的化境大武师个个身躯僵硬，呆若木鸡，看得整个人都麻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可是已经快超脱人形的何敬宗师，这就被拿下了。那个古代炼体者究竟是个什么怪物？这就是你的力量，确实不错，差点让我流血啊！就当王胜说着，顺手就要把看似残废的黑袍女子彻底打个对折再对折时，一道细不可微的声音被增强的五感听觉传到了王胜的耳朵里。那是黑袍女子竭尽所能疯狂挣扎，一时念出口中也不自禁发出的一点声音：极限态万行刷。瞬间，王胜刚打完一拳，顺着就要抓到手的黑袍女子，在他手间身形立刻化作一道虚影，消失不见了。2个呼吸过去，黑袍女子依旧不见踪迹。就当王胜遗憾惊叹何进手段之时，突然黑袍女子提着一柄长刀，满身是血的出现在王胜面前。她状若疯癫，披头散发，疯狂嘶吼：我要杀了你，给我死！死死死死死！黑袍女子一眨眼间，因为速度太快，每一击竟然留下上百道虚影，疯狂朝王胜砍去。不一会，漫天皆是黑袍女子的身影。这是何进中期气盛极限态万行对应速度，没一会的功夫，王胜就被砍得浑身是伤，却没一点血流出，里面尽是白色的脂状物。王胜的头上、脸上也满是巨大的裂痕，看起来极其狰狞，但却尽是白色脂状，宛如肥肉一般。他宛如一个割肉喂鹰的佛陀般，自己受伤，非但不怒，反而露出温和的笑意。你还是不够快啊，再快一些，刀再狠一些，再深一些，就能让我流出一滴血了。这温和的话语好像是在指点黑袍女子，但配上那满脸的巨大裂痕、咧嘴的笑意，显得尤为诡异和惊悚。而当黑袍女子和一众化境大武师听到王胜的最后一句话时，黑袍女子整个人都快气疯了，她的胸腔差点炸开，恨不得和王胜同归于尽。一群化境大武师则是纷纷无奈，他们看着王胜的身形，心中更是无力至极。现在的王胜就是站着让他们打，他们估计都打不破防御。嗖嗖嗖，王胜出手了，他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黑袍女子，所以他只是在尽可能的驱赶着黑袍女子，让他一刻也不能停。手少了些，如果再多几只手就好了。王胜看着自己的2只手，心中想到，他的想法总是如此精准，别人速度追不上，肯定是想办法提升速度，但他却是想多些手就行了。实际上这才符合王胜的现状，他身形如此巨大，再要想追求黑袍女子这样的速度，那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想象的。相反，如果只是多几只手的话，王胜记得古代炼体者以肉身为主，钻研肉身之力，确实有研究多长肌之手，
或者换成异兽爪族的，所以多长些手，只需要修炼一道法门就可以了。没一会的功夫，黑袍女子的速度就降了下来。她之前受伤太重了，即使服了救命的重宝丹药，但开启了极限态，维持一会后，她的伤势就在快速崩裂。黑袍女子满脸不甘和恨意，这个怪物肉身太厚了，她的刀是特制的玄铁刀，其中刀锋部分是玄铁髓炼制，才能轻易破开王胜的肉身，可一击却砍不到深处，除非他一部分身躯深入砍出来的伤口。可之前因为过度深入，被王胜一拳差点打死，给他留下太深的心理阴影，让他根本不敢从伤口进去。这时黑袍女子转身就要离开，王胜看出黑袍女子想走，但他拦不住，追不上。可惜这个女子没有真的疯癫彻底。王胜脸上露出遗憾之色，否则再拖延一会，但凡露出一个破绽，就会被王胜一把攥爆。嗖！突然数道长矛宛如流星一般，直接射向了要离开的黑袍女子。长矛速度太快了，是陌生何进宗师在出手。黑袍女子刚想一刀砍断，却是脸色大变。她只要被耽误一下，速度大降，那身后的王胜就会一把将其抓过来。黑袍女子只能躲避，但紧接着更多的长矛呼啸而至。何进宗师的精准射矛使得黑袍女子进退不得，死死困在原地。有意思！站在黑袍女子背后的王胜轻笑一声：“你可千万不要慢下来，要快些，再快一些。”王胜俯瞰着快速闪躲的黑袍女子，笑着说道。黑袍女子满脸的怨毒，以及渐渐露出一丝绝望。轰！城内的其他位置有何进宗师交手了，显然有倾向于官方的何进宗师想要救黑袍女子，但也有天子军的何进高手想要让她死。终于，王胜闪电般出手，一把将黑袍女子攥在手心，仅露出一个头颅，微微用力，顷刻头颅飞起，井血喷出3丈高，一位何进宗师陨落了。远处的一群化境高手，个个面色紧绷，眼皮乱颤，呼吸都不稳了。有人甚至悄悄退后，随时准备着跑步。感受到黑袍女子的气息消失，另外一个位置对峙的何进宗师也不打了。好了，朝廷的人无故伤我，我要索取赔偿，做我的路费100颗紫阳丹，否则我就和天子军裂了这2水城。王胜一边摸尸，一边看向始终在观战不敢插手的一群化境大武师，说道：“100颗，你踏马路上当饭吃呢？”大武士们心中纷纷破口大骂，但随着天子军的化境大武士们兴致勃勃的齐齐现身，好像很乐意，迫不及待和王胜合作时，2水城的本地大武士们沉默了，暗中的何进宗师也是紧皱眉头。王胜的实力暂且不说，光是那一身防御太强了，真打起来有他在，至少能拖住2位何进宗师，那敌人就会多出2个何进宗师，这个缺口可太大了。很快，官方与武盟内部商议之后，和王胜谈判，愿意拿出15颗紫阳丹，让王胜离开2水城。王胜答应了，这让天子军的大武士们非常失望。不过很快他们就不失望了，因为王胜开始朝他们索取赏金，杀死1位官方何进宗师的赏金。尽管天子军根本没有赏金这个名头，可他们不给，王胜就帮官方冲杀天子军。诸位，不如先杀了此人如何？有天子军的何进宗师怒王胜左右敲诈，冰冷说道。不过官方的何进宗师没有吭声，他们损失了15颗紫阳丹。先不说很难杀死王胜，即使杀死了，那15颗紫阳丹，王胜死前想毁掉也很容易。所以为什么不能让天子军先损失了紫阳丹，再说为杀的事？最后王胜又从天子军那里敲诈来15颗紫阳丹。当王胜拿到丹药的那一刻，官方的何进宗师、天子军的何进宗师杀机死死盯着王胜，要围杀他。你们想杀我，那整个城池所有人就跟着我陪葬吧。王胜一副滚刀肉的样子，冷笑一声，他有这个底气和实力做出这种事。天子军的何进宗师可能不在乎，但官方的何进宗师神色一致，你若敢行此大逆不道、伤天害理之事，朝廷会活剐了你。有何进宗师怒声威胁道，那一城人尽亡，谁负责？朝廷也会活剐了你们哦。不如我们一起让这个城的人陪葬吧。王胜笑道，平静中透露出的丝丝癫狂和血腥，让不少人不寒而栗。官方的何进宗师闻言，半晌说不出话。魔头真的是一个大魔，竟然让他修炼到如此地步。官方一位身穿白袍、须发乌黑的老何进宗师神色难看，眼眸锐利，看向王胜的眼神带着浓浓的杀意。在夏梦亭，不知阁下出身何处，可敢留下名姓师门？老何进宗师站在一处酒楼之上，拱手朝王胜问道：“哈哈哈，诸位，相逢何必曾相识，多谢厚赠，我这就离开此地，2水城是你们的了。”王胜见官方宗师不敢轻举妄动，轻笑一声，抬步就要离开。他也不担心自己离开之后会被官方和天子军追杀，追得近了没用，他大不了再跑回来。追得远了，官方和天子军本就是敌人，他们岂会相信对方？放下偌大的2水城不管，你是来自转轮宗还是月花门？孟婷死死盯着王胜满是鳞片的巨大面容，想要趁机从他脸上找出一丝破绽。然而王胜身为古代炼体者，对于血肉的掌控比他要强太多，不仅面容改了，更让孟婷看不出分毫蛛丝马迹。砰砰砰，王胜就开启着肉山形态，迈着沉重的步伐朝城门外走去。无人阻拦，我不是魔头，我也是一个可怜人，
我一路修行至今，师兄师姐都来欺我，师父赡养不管，任由我等自行取舍，我只能杀。最后，我终于成为师父的心腹，得众多师弟的推崇与爱戴。但师父依旧对我不满，不愿把高深法门传授给我，徒之奈何啊！王胜背对着众人，无奈地吐露出自己的心声，道尽他一路修炼的苦处，大不离去。他自认自己真的不是魔头，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自保而已。他费心解释，只是为了不让他人再对自己喊打喊杀，免得误了性命。他还是太善良了。不少人听到王胜发自肺腑的心声，感受到话语里的真切，无不动容，认为王胜话语不假，纷纷低声议论。浙江灵府竟然还有如此魔道势力。孟婷闻言，神色大振，面容更加凝重，心中细思极恐。难道浙江灵府中又出现一位魔道剧情？不然为何能培养出这般强大之弟子？此人的师傅恐怕也是一个无情无义的真正魔头，竟然舍得让如此天赋的弟子修炼死亡率极高的古代炼体术，还在门内养蛊，任凭他的弟子厮杀，视若草芥，当真是够狠。这种弟子他都不满意，看来这个魔头的师傅所图极大，不可不防啊！孟婷心中惊悸不安，忧心这江灵府明明已经够乱了，现在竟然又出现一魔道势力，还是推崇古代炼体术的魔道，更加心狠手辣的紧。不远处，一群化境大武士中，赵介有些无奈的和何为吐槽，不知道怎么看到这个大魔头，我就忽然想起了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子王胜。那个王胜真是不让我省心啊！这些弟子中，尤其是王胜，太让我失望了。微微，你收下王胜做弟子，真是他之福分。不过，你最好以后离他远点，那不是个好玩意。赵介当然不会把眼前能斩杀何进宗师的魔头和王胜联系在一起，毕竟1-2个月前，王胜才能和赵介打个半斤八两，现在这个魔头已经能斩何进，哪怕有人说出王胜是这个魔头，打死赵介他都不敢相信。还请赵院手自重，换我和院手即可。身穿白色修身长裙，俏脸萌肃杀，气质清冷动人的何威平静说道。另外，我对王胜颇为满意，如果赵院手不满，那就把他逐出师门，让与我吧。赵介听得嘴角一抽，心中郁闷，想了片刻，觉得何威与王胜接触不多，恐怕还是王胜脸长得好，入了何威的眼。脸长得好有屁用，出来混是要看背景的。赵介心中暗骂一声，眼角余光不自觉偷偷落到何威身上。他忽然觉得何威最近气质清冷中夹杂着一丝成熟，好像身材更好，更有韵味了。另一边，王胜这次离开二水城，恢复正常人后，跑出去很远，打算绕一个大圈再回去。他在路上看到了不少士族在抓壮丁充军，贺湘军的计划要成了。王胜心中自语，之前城内的兵力都被调走，支援府城。这次二水城的混乱长达数月，贺湘军在城中趁机招纳了数千良家子，包括一些明镜武者都参军了。现在他又派这些良家子到处抓壮丁，恐怕短时间内能组建一支上万人的大军。不过这也快要山穷水尽了，这批壮丁再死完，不是打退造反军，就是江陵府要亡。等官方和天子军出了结果，就该找机会带家人离开二水城，前往天南府。王胜趁天色将黑时，进入二水城，回到了泥鳅街。丹阳楼主的体验卡结束，现在我就是一个明镜小武者。王胜回到王家，安抚了一番母亲后，在闭关室内看着到手的一堆紫阳丹，颇为满意的说道：敲诈得来的30颗紫阳丹，之前炼的紫阳丹还剩下7颗，从白家拿到了4颗，现在王胜手里共有41颗紫阳丹，1颗可顶3天，足够他修炼一段时间了。可惜黑袍女子身上没有合境秘法，只有一本名为长气功的化境法门，那个老婊子身上也有一本名为流星功的化境法门。王胜将丹药放下，转而拿起旁边的2本兽皮书翻看了一遍，有些失望。他发现那些非官方高手没有足够的安全地点，所以都喜欢把法门随身携带，像赵介，像老婊子。而官方高手，他们修炼的是朝廷发放的制式法门，法门都在足够安全的位置，像在白家遇到的官方化境老者，还有这个黑袍女子，所以他们不用随身保护，也不允许随身携带。长气功有陈旧血迹，上面还有其他家族的注释，大概率是黑袍女子私自杀人截获得来的。先修炼吧，恐怕我的出路还得放在古代炼体术上。王胜自语道。于是王胜陷入了闷头苦修。泥鳅街外面成天打得火热，官方和天子军厮杀不休，何进宗师都亲自斗上了几场，化境大武师连番带人拼杀，除了最后死了不少人之外，谁也无法奈何谁。王胜就躲在闭关室内稳稳修炼，提升修为。半个多月后，耗费6颗紫阳丹，进度涨到了6700-10000。王胜成功将大衰杯手提升到了化境后期，净力再涨1倍。百浪诀、长气功、流星功也全部修炼出化境净力。至此，王胜已掌握年真境、化骨境、百浪境、长气境、流星境5种化境净力，5倍于寻常化境高手的净力。孟莲儿帮王胜用从白家抢来的大量药材，炼制了10颗炼体大丹。10颗丹药在这半个月内全部消耗完，8行横炼呼吸术得以将渗水修炼完毕。王胜的听觉因此极其发达，若尽全力后，可听到人的血脉流动声、蚂蚁搬家声。用在厮杀上，
几乎能防备所有暗器袭击。接下来，他开启了星火的修炼，心是人之命脉。淬炼心后，王胜的气血将更加旺盛，防御力翻倍，气力大增。龟甲功、黑水紫极功也都有所进步。当王胜发现外界还没有分出胜负，打算继续修行时，却是有罗正文找上了门，传达了赵介的话。师傅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弟子都不成器，这段时间死得过多，那能怪我吗？那是他自己不会教弟子罢了，他怎么好意思让我一个明镜武者去扛起赵家5院的大旗？王胜听完罗师兄的来意后，很是不悦，直接让罗师兄把他的原话回转给赵介。罗正文苦笑一声，无奈摸了摸鼻子，他再傻，但实力大损的罗家自从住到泥鳅街后，生活比以前还安稳，没受到一点伤害，自然也知道了师弟的强大。师弟，师傅说你对古代炼体有兴趣，他知道哪里有大量古代炼体法门。罗正文说出了赵介的筹码，大量炼体法门。王胜听到这里，眼睛微亮。他踏入化境阶段后，紫阳丹还算充足，但炼体大丹就太少了。没有炼体大丹，王胜在炼体上的进度就会变缓，实力增长的就慢。之前的10颗炼体大丹，还是他独自抄了一个化境势力的家得来的药材才炼出来。现在外界厮杀的太激烈，王胜不宜再冒头挑衅他们，抄家灭族，掠夺药材。只要王胜不再以古代炼体者的身份现身，那他们就只当做王胜离开了。若是继续王胜出现在二水城，万一对方觉得王胜变数太大，不惜代价请来了先天真人，就糟了。所以目前王胜只能找机会慢慢搜集药材，实力提升并不快。但如果找到大量炼体法门，王胜对于兴隆丹、普通炼体丹可不缺，能迅速修成这些炼体法门。到时将大量炼体法门全都堆叠到化境层次，无限叠加防御。别说何境宗师破不了防，便是先天真人也能挡住他几招。果然武道在于争，一味的闭关只是我一厢情愿啊！我不杀人，别人却要藏着修炼资源不给，堵我的路，他们都太坏了。王胜无奈摇摇头，答应下来。罗正文听得愣神，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赵家5院，此时这里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气氛颇为沉闷压抑。王胜和罗正文进来时，他发现弟子少了很多，不少人有伤在身，胳膊胸前都包裹着厚厚的白布，却依旧渗血。王胜正和一位暗境师兄聊天的吴安看到王胜进门，忽然神色就变得狰狞，咬牙切齿。他浑身带着煞气，看得出来这段时间他没战死，活下来后获利不少。最明显的就是吴安到了明境中期巅峰，不过吴安在呲牙，他也不敢招惹王胜。谁让在他们眼中王胜已经成了师傅的心腹。他们厮杀竟然这么长时间，王胜连面都不露，躲在家中享福，连伤好了的赵飞鹏都参战了，王胜却能一直在家。赵飞鹏都怀疑王胜才是赵介的亲儿子。李虎师兄战死了，田木真师兄重伤垂死，只有崔生师兄和赵飞鹏师兄在勉强支持着大旗。罗正文低声说道。王胜闻言点点头，看得出来这赵家5院的确快撑不住了，再杀下去，但凡崔生和赵飞鹏任何一个出问题，那暗境层次就没什么高手了。内院，赵介正在和崔生、赵飞鹏谈话，见王胜进来，赵介立刻中断，挥挥手让两人先退下。赵飞鹏看向王胜的眼神目光复杂，这小子受重视的待遇比他这个父亲亲儿子都好了。王胜拜见师傅，2位师兄。王胜拱手道。赵介有些意外，点头回应。师弟，一会结束后别走，我想和你聊聊。赵飞鹏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说道。滚蛋，聊你马了个。赵介一听当即就吓了一跳，勃然大怒，一脚将赵飞鹏差点踹趴下。赶紧滚蛋，我告诉你们，谁也别想找王胜的麻烦，谁敢找他麻烦就是在找我麻烦。赵介狠狠教训了赵飞鹏一顿，崔生也只能无奈站在一边陪着一块受训。他看向王胜时不免的羡慕不已。很快赵飞鹏、崔生灰溜溜离去，赵介带着王胜进入偏房上茶。赵介喊了一句，没一会师娘梁氏只能扭着水蛇腰，神色冰冷，亲自送上茶来。啪嗒，梁氏将茶杯扔在王胜身边，接着给赵介送茶时撒娇说道，让奴家给一个小小的明镜端茶，你也做得出来？我可是他师娘，他有什么资格陪我给他端茶？不行，以后每天让他过来给奴家端茶倒水，不然奴家不答应。赵介无奈安抚了一番梁氏后，才让他消停下来。你是叫王胜是吧？离开的时候记得给我磕头问安，否则别人真以为我这个师娘是白当的。梁氏撂下一句狠话后，重重关上门离去。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王胜与赵介谁也没把梁氏的话放在心上，各品了一口茶后，赵介放下茶杯，才深深叹息一声说道，你可还苦了我。你把于成、金仓这些暗境弟子都杀了，现在这5院弟子太弱，你再不出手，可就得在和天子军的厮杀中死光了。王胜神色平静自若，悠悠说道，赵兄可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赵介嘴角一扯，马德，这话是这么用的吗？说得轻松，那可是他的弟子，死光了别的不说，光是丢人就丢大发了。行了，王胜，说正事。接下来我会对外宣布，你是我暗中培养的弟子，具有隐藏体质，如今看着年轻，实则已超过30岁，
具有暗境后期的修为，可有问题？赵介神色一正，严肃说道：有问题，我需要你先付报酬，告诉我古代炼体法门在哪里。王胜道：在一个墓中，哪里有不下上百本炼体法门，只是哪里不好过去，而且需要生人献祭。等一切安定下来，我就把我这个最大的秘密交给你。赵介郑重说道：生人献祭，墓中有东西？王胜眼神变了，这个世界还有鬼？应该是有，但不知道是异兽还是什么，从没出来过。只要献祭，就能从墓中拿到一些东西，速度要快，否则生死难料。赵介说了一些，但只是这些东西就让王胜果断放弃。我练武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舍命冒险，合作谈不成，我还是继续闭关去吧。赵介见王胜如此小心谨慎，稳重的不像个年轻人，颇为无奈。于是赵介只好把压箱底的东西拿出来，我这里有九阳丹3颗，全是刚从朝廷城内宝库中拿战功换来的好货。九阳丹是真正的炼体大丹，比之前孟莲儿炼制的还要好。好，我可以出手帮你的弟子了。王胜见状，眼中露出满意之色，点点头答应下来。不用，其实我刚才想了想，觉得你说的对，弟子死了也就死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吗？但我这个师傅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这传承就断了。所以我拿这3颗丹药，要你在关键时刻帮我出手3次，救下我，或者助我杀人。赵介诚恳说道。这九阳丹原本就是赵介拿来做交易，让王胜出手帮他的。至于帮弟子，既然用那个秘密没有交易成功，那就不帮了，任他们自生自灭吧。二水城一条寂静冷清的街道上，天子军与武盟的人分别从街道2个出入口涌了进来，个个手持利刃，杀意浓厚，怒目而视。随着他们双方逐渐逼近，气氛越来越急迫冰冷。终于有人怒吼一声，率先大踏步冲杀过去。杀！砍死这群反贼，灭掉朝廷的走狗，这城就是我们的！道道喊杀声，怒骂声起，上百人立刻在这街道上展开了残忍厮杀。没一会就有明镜武者战死，鲜血残肢染红了街道。在街道2侧的房屋上，则是双方势力的暗境武师在对峙，并关注着街道上的厮杀。没想到赵家武院还藏着一位暗境武师，现在才出来领队，不会是赵院手的亲传吧？上官家族的一位独耳暗境武师打量着不远处的王胜，试探说道：想必王师弟必然不凡，否则也不会被赵院手珍藏到现在，一会还要请王师弟大展神威啊。另一个上官家的壮汉武师说道，他看着体型大，面容憨厚，但心眼狭小，话语暗藏讥讽。街道上和天子军厮杀的人属于赵家武院和上官家族，所以自然也是2家的暗境高手负责领队。只是因为赵家武院的暗境武师稀少，所以只有王胜一人负责在此，而上官家族派来了2位暗境武师。好说好说。王胜身穿一袭黑色长袍，负手而立，看也不看2个暗境武师，双眼发呆，明显在走神。今天会有一场化境厮杀，若是赵介不敌，便会朝王胜这里跑来，所以王胜才临时出来领队1次。按照他和赵介谈的条件，他只需出来3次就行了。哼！壮汉武师冷哼一声，赵家武院捡了大便宜，只派1个暗境武师过来。在他看来，这条街道的争夺压力全在上官家身上了。王师弟莫要失神。独耳武师皱眉道：好说。王胜点点头，依旧双眼一动不动。他在修炼，思考对5种境力手段的理解。天道酬勤，学有所成，不论是上手打拳修炼，还是思考参悟，都是学的过程。所以只要有学，就能有所进步。不管他能悟到多少，只要去悟了，就能让进度增加。区分是上手修炼进步的快，只是思考要略慢一些。若是能让所有境力斗达道化境后期的地步，那王胜的境力总量将会变得极为恐怖和夸张。可惜他的炼体术太过于依赖外物丹药提升，而且炼体术全都走的歪路，单纯悟道太慢了。好，回去我定要朝赵院手告你。壮汉武师见王胜一副谁也不搭理的样子，你说你的，我做我的，顿时勃然大怒。不怪他生气，如此厮杀对峙，万一有个失手，王胜被杀，那就是他们2个上官家的暗境武师对抗天子军的4个暗境武师，危险太大了。嘿嘿，朋友若愿意投靠我天子军，大人们必有重赏。天子军的一位中年暗境武师笑着说道。这次王胜没说好说，但眼神漠然，一动不动，显然还在失神之中，丝毫没管这里是生死战场。中年暗境武士见王胜一直这个样子，逐渐收敛了笑容。这个家伙太欠揍了，我好想打死他。没等中年暗境武士说话，另一个天子军满脸络腮胡子的武士就嗡声嗡气的说道。不回答其实没事，但王胜一直这种失神姿态，别说上官家的武师看着生气，便是4个天子军武师也是觉得王胜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太狂了。上！4个武师按耐不住了，立刻朝王胜等人冲去。上官家2个武师分别接下1个，另外2个则围住了王胜。看着如此年轻就这么死了，真可惜了。哼，小子，我看你现在还敢不敢失神？中年武师与胡子武师冷笑着看向王胜。王胜已经回过神来，淡漠看着2人。其实他现在也能一边分神学习，一边应付着2人，但那样暴露就太大了。现在王胜对外宣称的身份就是赵介精心培养一个刚突破暗境的弟子，怎么还不过来？王胜有些无趣，抬头看了看一个方向，
赵介不跑过来，他就一直在这待着。要不是赵介有点用处，是他推在前面的挡箭牌，否则他还真不想陪他们浪费时间。那边大武师们已经打起来了，你希望赵介能来救你，那你可能等不到了。中年武师陡然拔剑杀去，说道。胡子武师大吼一声，双拳忽然变黑长大，朝王胜重砸去。你们话太多了。王胜一只手接下一个人的攻击，语气平静，说出了第一句话。他不爽，就得让别人更不爽。中年武师剑光闪烁间，看到王胜平静如水的漆黑双眸，猛然心中一悸，但悸动又迅速消失，消失得太快，让他还以为是错觉。今天你必死无疑。中年武师面露厉色，他看这个小子自始至终淡定无波的样子，看得非常不舒服，就特别想虐杀王胜，想看王胜凄惨求饶，下跪磕头。王胜没有吭声，不紧不慢地和两人打着，无论对面两个武师多么猛烈的攻击，他全都接了下来。不过半天过去，王胜身躯渐渐摇摇欲坠，呼吸急促，好像差一点就被打败了。中年武师、胡子武师见状，立刻神情一震，又继续猛攻一番，还放出了暗器，暗器划破王胜的黑袍，差一点就能划到他的皮肤。妈的，这小子运气太好！胡子武师恼恨说道。没事，再拖他片刻，他快坚持不住了。中年武师淡定说道。片刻很快过去，王胜还是左摇右晃，身躯马上要不行的样子。哼，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胡子武师冷哼。又过去片刻，王胜依旧不到。快了，快了，他绝对快不行了。中年武师坚定说道。于是又足足半天过去，街道上的厮杀都快停了，王胜还是那个样子。中年武师与胡子武师已然有些震惊，颇为无语。这小子竟然还不到，他为什么还不到？莫非是天生耐力？中年武师心中琢磨道。但他只听说过天生神力、天生神速，耐力也能天生吗？就在这时，演戏快演到走神了的王胜眼睛一亮，赵介的身影从远处在快速逼近。王胜终于不用再跟两个暗境武师玩过家家了，只是随着赵介逼近，他身后的敌人也显现出来，是两个化境大武师。王胜猛然爆发一波，将措手不及的两个敌人震退，大吼一声，立刻朝赵介那边奔去。王胜脚尖朝房顶屋檐一点，身形立刻远去。马德，追！中年武师不甘心就这么放跑了王胜，胡子武师更是憋着一肚子火，面露凝色。等一会我要把这个王胜打出屎来。主要是他们这边有两位化境大武师追来，从明面上看，追上去几乎可以说是躺着分功劳的。两人一路缠斗王胜，终于在一处王胜的失误下，中年武师抓住机会，挥动全力一剑砍向了王胜的脖子。而这个时候，王胜被胡子武师纠缠，绝对没办法避开。这次看你还如何夺我的赤铜玄铁剑！中年武师得意大笑，只觉得一口的闷气总算畅快了。他这剑柔韧与锋利兼并，便是暗境后期的炼体，也不敢用脖子接他一剑。当！锋利的剑锋重重砸在了王胜的脖子上，发出极其清晰刺耳的碰撞声。中年武师笑声戛然而止，胡子武师也是一愣，然后剑锋明显出现好大一个缺口，紧接着一道裂痕遍布剑身，哗啦一声，整柄长剑轰然碎裂。中年武师与胡子武师目光呆滞，身躯僵硬，满身冷汗刷刷的往外冒。他们看着王胜那白皙如玉的脖子，又看看地上的长剑碎片，倒霉，竟然被发现了。王胜神色平静，双眸幽深，看向刚才还气势嚣张的两人。实际上，王胜也是懒得躲了。既然赵介过来了，那他就不用再演戏了。咕咚！胡子武师狠狠咽了口唾沫，心中疯狂怒吼咆哮，发泄心中的恐惧。怎么可能？化境大武师，还是炼体化境大武师？前辈！中年武师喉咙干涩，他颤抖地叫了一句，满脸皆是惊恐、绝望、祈求可怜神色。叫爹也没用。王胜平静说道：“爹，饶我一命，饶我一命，求您了，爹！”胡子武师立刻跪下，疯狂磕头求饶。中年武师咬牙，转身就跑。扑哧！中年武师被一缕化境劲力穿透，胸前绽开一朵血花，身体应声倒地。胡子武师额头出现一个血洞。这个时候，赵介已经引着两个化境大武师朝下方的小巷子钻去。天子军两个化境大武师不由分说就跟着钻了进去。即便里面有埋伏，没有3、4个化境大武师都别想留下他们。而这二水城还不可能空出来这么多大武师。于是，在这狭窄的巷子中，当两位化境大武师冲进来的时候，就看到赵介正默然而立，好像正在等待着他们。两个化境大武师眉头微皱，速度骤降，停了下来。赵介身上有一道深深的切口，手在死死压住。天子军两个化境大武师感觉有点不对，但他们依旧没有退步。他们不相信能有什么变故，认为赵介大概率在故弄玄虚。赵介怎么不跑了？认命了？厮杀这么多天，总算是抓住机会堵住你了。你真以为还会有人来救你？天子军一个面色阴鸷的大武师面带煞气。你那个徒弟还想让你来救他？都说你赵介不会叫人，现在看来果然如此。你自身都难保，他竟然还蠢得跑过来。另一个天子军女子大武师身穿绿色长裙，妆容艳丽，讥笑说道：“今天非但不是我要死，起码你们其中一个要把命留在这里。”赵介绑住伤口，吞下一颗丹药，冷笑说道：“是吗？那我倒要看看谁敢来救你！”杀！阴鸷大武师大喝一声，就要冲杀过去。小友，
出来吧！赵介大叫道。阴鸷大武师身躯一停，立刻警惕周围。绿裙女子大武师也是面色严肃，环视四方。半晌过去，周围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事发生。阴鸷大武师和女子大武师神色冷冽，齐齐盯上了赵介。赵介在耍他们。赵介脸色一变，心中暗道：不可能，丹药他还没有到手，他不可能因我死了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赵介又接着大喊道：小友，王胜小友，请速速现身，速速现身！阴鸷大武师和女子大武师给了赵介机会，还是等了一小会，但依然没有事情发生，也没有人出现。赵介，别挣扎了，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哈哈，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没用。阴鸷大武师放声笑道，很兴奋，终于能斩杀这个让他咬牙切齿的老东西了。卧槽，不会吧？那小子不会这么的坑我吧？他不会是看我引了2个大武师，害怕了，还是生气了？马德，早知道不贪心，引2个过来了。赵介心中越来越慌，越想越恐惧，但他不想放弃，真放弃了，那他就真死了。王胜小友，快出来吧，别玩了！王胜，王兄，王兄！赵介呼救的声音越来越急促。阴鸷大武师和女子大武师已经不管他叫什么了，冷笑着，全身化劲，劲力狂涌，杀气腾腾，一步步逼近。师傅，王胜师傅，快救徒儿吧！我知道错了，师傅！赵介猛然一声大喊，声音带着无比的真诚和祈求。这次赵介再次把阴鸷大武师2人镇住了。2个化劲大武师真的吓了一跳，甚至忍不住后退一步。实在是因为赵介这老小子喊得太真诚，太真了，不像是演的。赵介的师傅，他们也知道一些城内大武师的传承信息，知晓赵介的师傅当年也是一位化劲后期的大高手，到现在如果还活着，哪怕不突破合劲，那也绝对在化劲中堪称老怪物级别的存在了。赵兄，你言过了。早已躲在暗中压制血液流动，宛如死尸一般的王胜见赵介彻底舍了脸皮，无奈便直接从房顶上跳下，挡在了赵介面前。赵介故意一次性引来2个化劲大武师，既是为了借王胜之手消灭仇敌，又是想试探王胜的实力。所以看透一切的王胜原本想给赵介一个教训，等到对方2人快把赵介打死的时候再出现，就吓他。但赵介这个家伙的确舍得脸皮，能屈能伸，竟然又叫起了师傅，吓得对面2个化劲大武师一愣一愣的。王胜无语，便也懒得再多等待，索性现身一剑解决完回去修炼了。只是之后要好好和赵介算一笔账。你就是赵介的师傅？阴鸷大武师2人目露疑惑。王胜看起来太年轻了，那旺盛的生机根本掩饰不住，肯定是一个年轻人，非老怪物，返老还童。王胜没有搭理对面2人，背对着赵介淡漠说道：你先走吧。赵介微愣，随后赶忙点头笑道：还要多谢王兄出现相救。赵介感激不尽。赵介拱手后立刻抽身离去。阴鸷大武师、绿裙女子武师2人想追，却被王胜显露的气息盯住拦截。王胜赫然也是一位化劲大武师，你如此年轻，天赋罕见，何必为了一个老家伙牺牲自己？殊为不智。我给你一个机会，去把赵介的人头摘来，不仅饶你不死，还能带你加入我天子军。阴鸷大武师忽然在身上点了几下，仿佛某种封印被揭开，原本化劲中期的他陡然来到了化劲后期，一股劲风从其身上荡开，卷得巷道内风沙四起。此刻的阴鸷大武师神色冰冷，面色淡然，带有傲意，语气有着命令之意，言语之间充斥着杀伐，仿佛王胜胆敢抗拒，就会立刻杀了他。这是化劲后期大武师远超寻常大武师带来的强大底气。王胜沉默不语，神色平静，没有爆发任何威势，只是伸出一只手，朝2个化劲大巫师勾了勾手指。砰！阴鸷大武师向前一步，面容大怒，震得地面4分5裂。既然你找死，那我就拿你的人头也罢。阴鸷大武师本想显露真正实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吓退王胜，甚至收为己用，然后尽快追上赵介，但没想到一个年轻人竟然敢如此无视挑衅于他。小子，我要一击杀你，让你连施展大武士战力的资格都没有，你就该后悔今日出面拦我。傅海静，异变，化生！阴鸷大武师低吼一声，身躯陡然暴涨1倍，一道道蓝色的劲力从其身上浮现而出，疯狂交织，宛如蓝色的海水一般，越翻越高，竟然真的有大海滔天之势。肆虐的蓝色劲力疯狂腐蚀着周边的一切，这是异变劲力，当真大开眼界。绿裙女子大武师立刻后退，远离阴鸷大武师，看着其身上暴涨的威势，劲力宛如化作实质般，气势磅礴，不禁感叹道：异变劲力！王胜有些惊讶意外，大武师竟然还有这种手段，看来还是他见识浅薄了。无知小儿，你挡了我的路，殊不知死路就在眼前，现在你求饶也晚了。阴鸷大武师抬头怒吼一声，身躯骤然飞速冲杀，浑身的蓝色劲力宛如海浪般涌起3丈高，几乎挤满了半个巷道，哗啦啦地朝王胜碾压覆盖而去。化劲后期又是异变劲力，堪比双倍化劲高手，这个小子何该早摔夭折的命？绿裙女子大武师神色放松，自语，心里想着一会该怎么能分润一点功劳，或许考虑答应阴鸷大武师的交合也很不错。只因为异变劲力很是难得，非一般大武师能掌握，其能让化劲后期的大武师瞬间多出一门直达化劲后期的法门劲力，
总量劲力直接翻倍。轰！一股宛如风暴般的劲力瞬间挤满了整个巷道。女子大武师眼睛一瞪，脸色大变，哗哗哗，5道滚滚翻涌的化劲劲力在王胜身上交织，笼罩了王胜全身，最后形成一股武劲风暴，由下而上席卷扭曲而出，喷薄如火山一般。王胜伸手微抬，武劲风暴宛如一条蟒蛇般汹涌窜出，横压所有，一击击破蓝色劲力，轻易将阴鸷大武师压弯了腰。说了一大堆，你真的以为自己很强？王胜俯瞰着阴鸷大武师，轻声问道。他本来还真有点期待，这个异变劲力若能击败自己的年真劲、化骨劲、百浪劲、长气劲、流星劲5道劲力合体，必定不凡。但可惜，这个异变劲力让他失望了。王胜的眼界已经到了同层次之内，我不怕你有多强，就怕你不争气。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隐藏蛰伏，耗费10年蜕变的异变劲力，我刚显锋芒，岂会被一个毛头小子击败？阴鸷大武师疯狂挣扎，满脸扭曲的怒嚎大叫，浑身的蓝色劲力狂涌，宛如海浪般不停抨击武劲风暴，但巨大的差距让其根本撼动不了。嗖！女子大武师想跑，但武劲风暴飞窜而出，直接破开了女子大武师的劲力，将其刮成一团粉末。5倍于其的实力，更别说王胜的修为本就是化境后期大武师，碾压他们自然理所应当。破！阴鸷大武师再也抵抗不住，蓝色劲力被破，全身被武劲风暴席卷，当场陨落。王胜在2人身上搜了搜，却是在阴鸷大武师破烂的衣袍内找到了2本一模一样的化境法门水流镜，只是2本劲力，一本有注释，一本没注释，其中原文也有一些字句不同，似乎这是阴鸷大武师给别人留下的大坑。一本法门真，一本法门假，或者2本有可能都是假的，真假与我何干？我只需努力就行了。王胜淡笑一声，将2本水流镜全部收下。他连古代炼体术那种缺少重要丹药刺激的古本都能努力学会，还怕这种缺陷几行字的当代法门？只要有的学，就一定能在努力下学会。随后，王胜悠然返回，顺路捏死了上官家与天子军共计4个暗境武师。王胜还想着和赵介好好算一笔账，让赵介赔偿他多杀一个大武师的损失。但他没想到的是，却是赵介第2天晚上竟然就遭到偷袭，重伤垂死。赵介确实要死了，他晚上被2个化境大武师找上门偷袭夜战，若不是隔壁住着清水院守何威拖住2人，否则本来就受伤的赵介早早的就被杀了。夜战偷袭的2个化境大武师不敢久战，已然迅速退去。现在天色漆黑之际，赵介还有能躺在床上交代遗言的机会。泥鳅街，王胜本来正在闭关，却是得到了何威亲自前来告知赵介要死。王胜有些惊讶，没时间问缘由，立刻起身飞快踏着屋顶赶往赵家武院。而在王胜前往赵家武院的路上，却是魏余派的罗正文刚跑到他家通知他赵介要死的消息。至于葛小谷，当王胜到达赵家武院的时候，他还在跑去泥鳅街的路上。赵家武院此刻外院内院皆是哭泣声，不少住在外院的弟子哭得稀里哗啦，只觉得赵介一死，天要塌了。倒是几名暗境弟子，除了崔生外，其余人虽然在内院跪地哭泣，却是心中暗暗想着改转投哪家势力的事。王胜大步走进内院，何威没有进去，护持在外，以免给他人造谣生事的把柄。师父，弟子王胜拜见师父。王胜跪下，带着哭腔高声呼喊道：咳咳咳！正房内传出一阵赵介的剧烈咳嗽，像是要把肺都快咳出来。即使隔着房门，王胜跪在院子中，依旧闻到了里面浓重的血腥气。崔生等人颇为意外，谁都没想到赵介临死之前竟然还对王胜如此重视。之前谁过来跪拜，赵介都没什么动静，唯独王胜前来，一出生就让赵介起了意念。很快，没一会，赵飞鹏、师娘梁氏全都从正房内走了出来，低着头，双眼发红，面色悲伤。崔生想上前询问：崔师兄，师父要见你。赵飞鹏抬头看向崔生说道：好。崔生神色郑重，点点头，心里却是一喜，知道师父终于要把武院的后路交付给他了。赵飞鹏曾经被化境大武师打成重伤，如今止步于暗境中期巅峰，整个赵家武院也只有崔生一个暗境后期撑着。然而正当崔生要走进正房的时候，王胜却是也起身紧跟其后。王师弟，你……崔生惊讶。赵飞鹏皱眉，不准他进去，老爷一听他来就咳嗽。梁氏更是直接横眉怒指，面带不善之色。我是赵氏的心腹。面对众人疑惑，王胜只是说了这么一句，然后王胜上前凑到崔生身边，声音几乎细不可微地说道：师兄可知道那日你在偏房晕厥，身后之人是谁？嗡！崔生身体猛然一抖，瞳孔骤缩，他整个人满脸的难以置信，扭头死死看着王胜，看着这个人畜无害，看起来年轻俊朗的师弟，怎么可能会是他？又怎么能是他？崔生心中翻江倒海，身躯再止不住的微颤，他双拳紧攥，青筋暴露。大冷天，他的额头竟然有豆子大的汗水滴落而下。我跟师兄一起进去吧，可好？王胜询问崔生道。好。崔生沉默了下，答应下来。赵飞鹏一向尊敬这个师兄，见崔生答应，虽然不满更看不上王胜，但也只好忍了下来。王胜，你最好不要惹你师父生气，否则
我饶不了你。梁氏冷冷地看向王胜，语气冰冷。岂不闻哪家师娘竟然给一个弟子亲自端茶倒水，而且这个弟子还坐着，没有一点礼数。之前是赵介在时，一直护着王胜，不让梁氏欺辱于他。但现在赵介垂危，梁氏看见王胜，就首先想到赵介没办法护持他了，以后定要让王胜吃尽苦头，给他每日端茶倒水，磕头问安。是。崔生推门而入，王胜跟在后面。油灯燃烧，昏暗的房间内，赵介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但也压不住浓重的血腥味。咳。赵介脸色苍白，躺在床上，扭头看向来人。本来还疑惑怎么来了2个人，但当他看到第2个人是王胜时，连连咳嗽，满眼皆是怒火。好了，麻烦崔师兄站到一边。王胜神色平静，一进屋就好像换了个人，不再是跟在崔身后那个恭敬的师弟，气势深沉，语气中带着不可置疑的漠然。他抬手指了指房间的角落。崔生明显愣了半晌，他心中又是生怒又是恐惧。他不装了，真的是他，那晚打昏我的真的是他。崔生心里怒吼咆哮，到现在他还不敢相信，明明很弱的王胜师弟怎么可能一下子变得这么强？看来崔师兄不听话，这是也想欺辱我吗？王胜微微侧头，目光疑问。崔生，你出去。赵介有气无力的声音打破了房屋中的凝固氛围。崔生面色又红又难看，他本以为自己能得到师傅的托付，却没想到王胜如此阴险，心机深厚。砰！崔生刚想转身离开，却被王胜抬手打晕。师傅，怎会到如此地步？杀你的人是谁？王胜轻声温和问道。咳。赵介又是连声咳嗽。片刻后，赵介咬牙切齿的声音才响起来，都是因为你，要不是你，他们怎会来杀我？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你啊！赵介带着数不清的恨意，厉声指责。现在的他濒死垂危，也不怕王胜了，看向王胜的眼神满身怨恨和盛怒。何解？王胜疑惑问道。赵介被王胜的不自知气得浑身发抖，他死到临头了，对方还不知道是他的锅，自己是给王胜背了黑锅。赵介恨恨地简短说了一下因果，却是原来王胜杀了2位化境大武师，以及连带天子军与上官家共计6个暗境武师，最后一场厮杀下来，却只有赵介和一个弟子王胜生还。在外界看来再清楚不过了，必然是赵介下的杀手救了自己的弟子。所有人都震惊赵介暴露的实力，原来赵介之前一直隐藏实力，现在一下子爆发出来，竟然宰了2个化境大武师。不过天子军随后就查到赵介身上有不轻的伤势，趁人病要人命。赵介如此有潜力的大武师，怎能轻易放过他？所以隔天晚上，2个与被杀的阴质大武师2人有深切关系的化境大武师出手，趁赵介有伤偷袭了赵介。而那前来偷袭的2个大武师还说，这次偷袭还有上官家的人在暗中参与，根源在于上官家觉得他们2个暗境武师族人的死有蹊跷，不应该一个都活不下来，认为大概率是赵介从这作梗。只是这不知是敌人故意挑拨离间，还是确有此事。师傅，人不行不要怪社会，你不行不要怪别人。王胜轻笑一声说道，要不是赵介昨日引来2个化境大武师，故意占便宜，岂能有此祸？逆徒畜生，你还敢笑？赵介苍白的脸色忽然涌现一阵红润，甚至声音都变得颇有底气，怒喝骂道：爹！赵飞鹏等人听到动静，立刻想进来查看情况，谁都不准进来，所有人远离这里1丈。赵介看了一眼屋外，目光中流露出悲伤和不甘之色。他从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的死去。他明明做好了布置，前几天他还和王胜达成了合作，并和何威、贺湘军等人暗中结盟，甚至私下安排好了万事不利的退路。但现在之前的一切谋划全都将随他的陨落化为乌有。赵飞鹏等人不敢违背赵介的话，只能离得正房远远的。王胜也不再发笑，神色郑重起来。他看出赵介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地步，这次以师父相称，既是全了之前的一段师徒缘分，也是王胜另有所图。呼！赵介忽然半坐起来，长吐出一口气。大武师的尽力在最后一刻竭尽所能的拯救他这副躯体，也让他重新恢复了精神。强大的体魄可以支撑赵介回光返照很久，哪怕让他现在和别人打架，都能动上几招。我可以给你大摔背手的化境法门，但你要发誓护我而周全，确保我赵家血脉不绝。赵介目光炯炯有神，冷静肃穆的神色带着一股威严，沉声说道。王胜没有吭声，而是抬起手来，哗！一缕无形的年针尽力探出，宛如游丝一般，在他的指尖跳动，激荡着空气。什么？你竟然？赵介感受到空气中那股熟悉的劲力波动，脸色大变。怎么可能？他从没想到王胜竟然早就学会年针劲了。王胜从哪里学会的？这个巨大的失误让赵介的脸色重新变得苍白。他第一个交易的筹码底气就这样作废了。什么时候？究竟是什么时候？赵介喃喃自语，双眼发呆。他不理解，化境法门就在他随身携带，王胜绝不可能从他身上偷拿过去，这一点他非常有信心。至于崔生，他自己都没学会，又怎么可能传授法门给王胜？那这个逆徒从何处学的化境法门？这个不重要，关键是师傅你还有什么东西可换取我对5院的庇护？王胜淡漠说道。不，
这个很重要。赵介忽然间恍然大悟，脸色阴沉，变得咬牙切齿。难道你是他的弟子？赵介死死盯着王胜，也只有那个人还掌握着大摔杯手的化境法门。谁？王胜神色平静，让赵介看不出底细。呵呵。赵介沉默半晌，而后面色难看的冷笑一声。还有谁？当然是我的师傅，大摔杯手的上一代传人元往，也只有他还能传授出大摔杯手。原来如此，我说你的修炼怎么会如此之快？看来是被元往这个老东西收为了弟子。你成了我的师弟，你下等根骨，在炼体一道进阶如此迅速，一定是被元往用了墓中的东西，一定是这样。该死的老畜生！我费心费力的拿半生家财供养他，支撑他修炼，他竟然把从墓里取到的宝物用在你身上，为什么？为什么？我若是用了墓中的宝物，我早就晋升何境了，我岂会落到如此地步？为什么？赵介越想越觉得自己想对了，一切都对上了，串联起来都非常合理，一切都有了解释。赵介因此而发狂震怒，疯狂低吼咆哮，看向王胜的眼神带着无比的怨恨和嫉妒。他现在满脸狰狞，若不是身不由己，恨不得杀了王胜。你想错了。王胜平静说道。不，没有错，你肯定是他的弟子，我的师弟。那个老东西，也只有他才能教导出你这种小畜生，一定是没有错。赵介认定之后，已然把王胜看成了元往的弟子，无论王胜如何解释，他都听不进去。够了！王胜不耐烦的一声冷喝，打断了赵介的癫狂。师傅，你闹够了吧？现在无论我是谁，但我就是王胜，你想要拿什么东西和我做交易？王胜冷声说道。他认为赵介在二水城盘踞多年，绝对私藏了不少好东西，没了，都没了。赵介被王胜大喝打断清醒后，忽然神色变得落寞孤寂，他双眼发呆，愣愣地看着前方，喃喃自语地说出了当年一段往事。我的师父元往，他偶然之下发现了一个大墓中藏有绝世宝物，但亦有危险，何境进去也有生死危机。当时朝廷垄断何境法门，化境大武师没有允许，没有赐法，绝不可能突破，所以元往不甘心之下，就巧借大墓害死了一位朝廷的何境宗师。为此，他不得不以假死脱身。在外界看来，是元往和朝廷的何境宗师一起陨落身死，但我仍旧遭到朝廷审查、关押、拷打。若不是我颇有运气，加上有贺湘军的长辈相助，我可能就会死在狱中。后来我死里逃生后，在元往的暗中相助下，晋升化境大武师，创立了赵家武院。我当时以为元往也是被朝廷冤枉了，感念之下便答应将历年的武院所得分一半给他，助他提升修为。元往从此就守在大墓旁，假死隐居，我为他提供修炼资源。一转眼就是几十年过去，期间我早也想明白了事情经过，但元往答应我会助我跨入何境，我就一直滋养他下去。现在看来，元往他从没想过帮我成就何境，哈哈哈！若我成就何境，谁还会把每年半数所得交付给他？他困死了我，耽误了我一生。赵介唠唠叨叨又讲了一些关于元往的事情，王胜大概听明白了。王胜环视四周，难怪这赵家武院好歹是个化境大势力，但论房屋气派，远不如其他势力。他还以为赵介是个守财奴，却没想到赵介手中真没什么东西了。想知道那个大墓的位置吗？赵介忽然问道。王胜一言不发，神色冷漠，直直盯着赵介。你敢不说？赵飞鹏等人就在外面，他还敢不说？赵介看到王胜的神情，忽然就明白了王胜的意思，忍不住大骂道：你他妈还真是属白眼狼的，一言不合就想杀人。王胜淡淡说道：师傅，你误会了，我以为我们师徒一场，你会懂我的。呵呵。赵介冷笑一声，看来那个老家伙不是还在防着你，没把大墓位置告诉你，就是你真的不是我的师弟。不过一切都无所谓了，只要你发誓保住我的血脉，那个大墓的位置可以告诉你。此外，还有我对大摔杯手的一切注解，一些武道法门，这座武院都给你。王胜点点头，当场举手立誓，尽力保住赵飞鹏。赵介也如约相告，把大墓的位置告诉给了王胜。此外，让王胜惊讶的是，赵介耗费几十年心血，竟然把大摔杯手的化境法门快推演到异变层次了，但也只是快，差一步就成不了。赵介手中还有一些丹药，对王胜有用的就3颗紫阳丹，王胜全拿走了。一些法门中，除了一堆只截止暗境层次的书籍，竟然还有一本名为玉灵剑的化境法门，只是这玉灵剑偏轻便灵活，似乎是女子剑法。王胜对是不是女子剑法无所谓，其他男人或许会考虑修炼女子剑法，对于时间以及收获性价比不高，但对王胜来说，他积攒的化境劲力自然是越多越好。玉灵剑修成的玉灵镜有羚羊挂角之意，且会自动拐弯，连其主人有时都无法判断劲力最后的击打方向。好了，你走吧。赵介面色逐渐变得苍白，挥挥手让王胜离开。最后他要和赵飞鹏等家人在一起恭送师傅。王胜恭敬地朝赵介拱手行礼后，叫醒崔生，然后和一脸懵逼的崔生一同出去。赵飞鹏、梁氏等人赶忙进屋，王胜朝罗正文等人微微点头，便快步离开了内院。下一刻，王胜就来到了武院外面，内院正房的墙壁后侧耳偷听。护持在外的何威自然看到了王胜的举动，抬了抬白皙的下巴，不屑地冷哼一声。武院
正房内，赵介一句句地嘱咐着赵飞鹏，教他以后该怎么办，并说出了王胜的真实实力，要多依附王胜等等。原本梁氏还在哭，当他听到赵介说起王胜的实力后，就哭不出来了，红润的杏眼瞪大，满脸的难以置信。哭哭哭，就知道哭，给老子滚出去！赵介怒骂一声，赶走了梁氏。然后赵介继续嘱咐着赵飞鹏。王胜听着没什么问题。然而此刻在正房内，赵介明面上和赵飞鹏说话，实则已经以纸代笔，以血代墨，在一块白布上缓缓写着字。他不知道王胜在外偷听，但赵介得以防万一，还有那个何威在外面呢。这是朝廷陨落何进宗师的令牌，你持他去告诉贺将军大墓的位置以及王胜、袁往的实力，让贺将军为我报仇，杀王胜，斩袁往。墓内宝物便是赵家献于朝廷，只求得一颗天回丹。赵介一边正常和赵飞鹏说着话，一边写字。赵飞鹏面色变了又变，却只能低声哭泣，不敢多言。天回丹极其珍贵，能有辅助突破化境之功效。赵飞鹏虽然受伤，但以后若养好了自己用，或者下一代用，皆能再创赵家辉煌。咳，赵介开始咳血，七窍都有滴血泛出。呵呵，我虽死，但有王胜这个逆徒，袁往这个老部死大给我陪葬，我死无大憾。赵介心中想着，眼前忽然变暗，全身满身泛起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半坐的身躯无比松软的倒了下去。爹！赵飞鹏看见赵介倒下，痛哭的大喊一声，扑在了赵介床前。在赵介看来，王胜必须死。所谓的历史，谁能相信？赵介宁愿相信王胜这样的心狠手辣的货色将赵家吃干抹净，他都不信王胜能保护赵家。至于袁往，更得死。赵介一旦死讯传出，袁往为了不让大墓位置泄露，肯定的杀尽赵家人。袁往没时间再重新培养一个化境大武士了。赵介唯一能相信的就是当年从牢里把他捞出来的贺家。随着赵介死去，整个五院哭声更大了。王胜也离开了正房墙壁，叹息一声：“赵介留了什么东西给你？”何威走来说道：“能帮助你恢复伤势的宝物。”王胜说道。何威面色不变，神色高冷，他才不信赵介手中能有那种珍稀宝物。若真有，昔日赵介追求他时岂会不拿出来？你走吧，去保护泥鳅街，今日我守这里。王胜又说道。可何威淡漠地吐出一字，优雅转身离去。马德，这么冷漠，改天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王胜看着何威的背影说道。他看到何威在他面前装高冷的模样，就忍不住像撕掉他那股女神仙子的气质，然后踩在脚下。何威听到了王胜的话，脚步一顿，却没有多说，只是他那挺翘的圆臀似乎多扭了几下，才纵身离去。王胜嘴角一抽，暗骂了一声稍卑，才从正门走进五院。然后他在众多弟子的痛哭声中，神色平静地走进内院，毫不停留地推开正房的门，走了进去。他的动作轻无声息，甚至连开房门声都消失了。房内，赵飞鹏还趴在床上痛哭，丝毫没注意到身后有人进来了。接着，王胜低头从赵介紧抓的手中拿走了血字白布。这个时候，赵飞鹏才茫然地抬起头，看看是谁到了。王胜。看清王胜的那一刻，赵飞鹏瞳孔急速骤缩，浑身一颤，心脏甚至都下停了一秒。而当赵飞鹏看见王胜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白布时，更是浑身如坠冰窟，全身血液跟冻浆一样彻骨的寒冷，手脚极其冰凉，脸色变得无比的苍白无力。师傅真是一番良苦用心啊，但他怎么能如此的欺骗弟子呢？师不教，弟子知过呀。王胜看完血字白布，悠悠说道。王胜低头，气质沉着，双眸平静深邃，淡漠看着半跪在床边的赵介嫡子，赵家五院的二师兄赵飞鹏。这一刻，赵飞鹏从王胜身上感受到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威严磅礴气势，令人发自内心的胆战心惧。赵飞鹏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片段，那是王胜刚进入五院几天的一个清晨，天色未明，昏昏暗暗，空气夹杂着冷意。五院门未开，王胜就已站在门外等待进去修炼。那时的赵飞鹏打开门，看着那个身体单薄拱手行礼的王胜，心中还说着这个王胜再努力也没用，最后必然练武失败，自己都懒得浪费时间和他多说一句话。赵飞鹏脑海中那个单薄瘦削努力修炼的王胜，终于与眼前这个气势强大神秘恐怖的王胜两个身影重叠在了一起。这都是我父亲的错。赵飞鹏颤颤巍巍地低下头，低声说道。呵。王胜轻笑一声，不大的声音回荡在这寂静的房间内，吓得正神经极度紧绷，心中恐惧又愤怒的赵飞鹏心头一颤，脸色大变，差点忍不住就要逃跑。不过赵飞鹏最后还是努力压下心中难以控制的惧意，低着头半跪着一动不动。王胜打量了片刻赵飞鹏这位二师兄，又转头看向床上躺着的赵介染血尸体。任你如何精明谋算，任你实力强大，但死后自己的儿子还不是一样任人宰割，连一个承认都不敢，推脱到你这死人身上。王胜看着赵介满目狰狞的尸体，心中默念道。所以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那么人必须在死前做够一切想做的事情。若我死之后，那管他洪水滔天。王胜呢喃出声，吓得赵飞鹏身躯又是一抖。可以说现在赵飞鹏的命就握在王胜手中，王胜的任何一个举动都能让赵飞鹏提心吊胆半天，恐惧不已。呼！
王胜吐出一口气，然后无奈笑着说道：“师傅当真是错怪我了，我欲为师傅护家传承，怎奈何师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竟然将我想到如此之坏，真是让做徒弟的好生心痛。”是，师弟不，王胜师兄心的善良，天赋异禀，我爹真是老糊涂了，还望师兄不要见怪。赵飞鹏闻言，面色恭顺，点头如捣蒜，连连称是，根本不敢有一点反驳不对的话。那么既然我没错，总得有人错了吧？王胜笑意盈盈地看着赵飞鹏：“师兄饶命啊！”赵飞鹏神色大变，刚想大喊，却被王胜抬手一指截断。砰！赵飞鹏扑通一声倒地晕死了过去。师傅放心，我会为你留下血脉传承，但飞鹏师兄有时还是不要乱说话、乱走动的好。王胜走上前，抬手为赵介闭上那死不瞑目的双眼。他刚才思忖片刻，大概想好了如何处理此事。如果王胜不想走到台前显露修为，还想隐于幕后的话，那赵飞鹏这个棋子很关键。有赵飞鹏在，赵家5院就不会名存实亡，不会散。而且赵介生前的关系网也起码会给赵家几分面子，尤其是交好的贺向军贺家。既然赵介死了，之前一直受赵介庇护的何威就可以名正言顺以报恩名义帮忙护住赵家5院。所以王胜已经准备好接下来的计划，推何威走到前面，利用赵飞鹏赵家的关系网继续维稳，帮王胜营造一个能够安心修炼的环境。王胜则继续闭关修炼，同时抽时间去探查那个墓地的动静。这一晚渐渐过去，当天色尚未开明之际，贺向军等人结束了一夜对天子军的防备，这才迟了一步，齐齐上门探望。二水城不少高手对于赵介的陨落表示震怒，火冒三丈，大叫着要予以反击。赵飞鹏因为又遭了化境大武师一击，加上伤心过度导致走火入魔，瘫痪在床，令不少人感慨和同情不已。赵飞鹏连续2次正面面对化境大武师而未死，也算是一个人物了。由大武师这样点评道。很快，贺向军就给赵家送来了前2天被王胜斩杀的2个化境大武师战功，和因为赵介为剿灭天子军而陨落，官府给的超额补偿。目前的赵家5院，赵飞鹏瘫痪在床，梁氏沉默，崔生对王胜唯命是从，何威更是早就干服了。所以早已暗中将赵家5院掌握的王胜，就让崔生拿战功去兑换了10颗9阳丹。那些补偿，王胜拿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由何威和赵家5院平分。泥鳅街王家闭关室内，王胜盘腿而坐，神色却不是很好看。袁网，看来他也不是对城内的事情一无所知。王胜在打晕赵飞鹏后的当天晚上，就奔袭上百里，去那座大墓周围走了一遭，没发现赵介的师傅袁网，却找到了有人长期居住的痕迹。于是王胜就让何威看着赵家5院，自己连在大墓周围蹲了3天3夜。他也没有独自探墓的想法，不到何境，没有详细信息，他不可能冒险进去。不过袁网却一直没有出现，王胜见等的时间太长，也就放弃了蹲守。连续数天不出现，赵介陨落的消息已然扩散出去，袁网行走在外，也就知道了那大墓的消息。袁网想必也会猜测赵介有没有传出去，估计一时半会不敢现身。不是我运气不好，恰巧碰到袁网离开大墓，就是袁网知道赵介要死，这才远离了大墓。王胜自语道：如果是前一个原因，那是运气，没话说；但如果是后一个原因，只能说明袁网身在天子军中，甚至赵介身死，就可能是袁网闹出来的。都该死啊！一个个算计来算计去，刻意阻拦我的武道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乖乖站在我面前被我打爆呢？王胜心中怒火中烧，神色阴沉，双眼泛红，轻攥拳头，发出细微恐怖的音爆声：主人，主人！这时有侍女在闭关室外轻声呼唤了2声。何事？王胜压抑着怒火，冷声问道。侍女听得缩了缩小脑袋，低声细语地说道：主人，外面来个黑袍人说是您的师娘，上门拜见。师娘？梁氏？王胜闻言，脸上的冷意稍减。大半夜的穿黑袍登门拜访，来者不善啊！王胜自语说是来者不善，但他的脸色看不见一点紧张，可又因为梁氏的到来，他心中的火气反而更加旺盛。前几天王胜一直在大墓旁蹲人，没时间具体处理5院的事，梁氏也被搁置在了一旁，没有搭理。现在梁氏半夜登门求见，恐怕是早已经惴惴不安，心惊胆战了数天，才忍不住直接主动找了过来。让他独自过来吧。王胜道。是。侍女立刻快步离去。没一会的功夫，一道轻微带着点迟疑的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不等来人敲门，王胜就道：进来吧。脚步声骤然停止，咯吱，闭关室门被打开，一道黑色身影忽然窜了进来。砰！闭关室的门重重关上了，一个瘦小的身影出现在王胜眼前，使得王胜双眸微眯，屋内的气氛陡然陷入了冷滞。没想到梁氏果然寂寞难耐，竟然找上了赵介的弟子，会玩，果然会玩。他妈的，赵介一死，老子就盯上了梁氏，要不是香娘们何威住在旁边，老子早就得手了。结果今天晚上他竟然主动找上赵介的弟子，王老子还以为他高贵动人，看来也是一个贱货。这个瘦小的身影骂骂咧咧走近，在昏暗的油灯下看清王胜平静的俊脸后，又是一阵嫉妒。小白脸，怪不得那贱人主动送上门来。王胜眸光微动，淡漠问道：采花贼，
可有人知道你在我这里？瘦小身影看到王胜淡定的神色，似乎根本不怕后，不由得勃然大怒：你踏马装你妈装，一个区暗境初期，你牛什么？老子要一刀刀划剥你的脸，看那贱人还敢不敢靠近你！砰！王胜一挥手，一道化劲劲力喷涌而出，宛如无数钢针，瞬间定在瘦小身影的四肢上。啊！瘦小身影刚要惨叫，紧接着化劲劲力又把他的嘴给串联缝了起来。不止如此，瘦小身影的眼皮、耳朵、脖子等凡是有孔的位置，全都被化劲劲力缝合，密密麻麻的血迹，无比狰狞恐怖的伤势，让瘦小身影宛如一只蛆般在地上疯狂挣扎，发疯般的发出呜呜声，泪水混合着血水流下。本来打算好好和你说话，但看起来我还是太善良了。王胜起身，眸光带着冷意，说道：现在我问你答，只需点头或摇头。可有人知道你在我这里？此事涉及王胜是否会暴露，关系很大，所以他才多次问出。采花贼犹豫了下，然后就是疯狂点头。还有谁？王胜将串联采花贼嘴的化劲消去，问道：求前辈饶命，求前辈饶命！我实在不知道这偏僻巷道还有前辈这等高人，求前辈饶命啊！采花贼满脸祈求，无法睁开眼的他只能忍着痛苦疯狂求饶。不要让我问第二遍，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很不好。王胜平静说道：是，前辈，我是江陵府北部采花大侠花无伤的弟子，因为北边靠近的那个府被韩国蛮族占领，最近哪里很不安稳，时常能听到从远处的嚎叫声。我师父心中不安，就打算去往南部发展，所以师父他老人家派了他最喜爱的弟子花君子来探路。但没想到我这位花君子师兄在这种二水城忽然没了消息，师父就带着我过来搜查消息。我刚查到花君子师兄可能出现的身影就在这巷道，又见那贱人不，那梁夫人要来这里，所以就打算过来查探一番。采花贼忍着满嘴的血，仍能有条不紊地说出缘由，看得出他不想死。他觉得也只有说出背景，才有可能有条活路。只是采花贼刚说完，忽然一愣，他那花君子师兄可不是一般的暗境后期，比得上一些在暗境后期卡了数十年的老家伙。几个暗境后期联手都奈何他不得，但花君子偏偏在这偏僻巷道消失无踪，偏偏这小小的泥鳅街竟然还出现一位化境大武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采花贼哪里还猜不出自己的花君子师兄栽在了谁的手里。若说这泥鳅街还有第二位化境大武师，打死采花贼都不信。所以花君子也只有可能是被王胜杀死的。是我杀的。王胜自然也想到这个，但他最近杀的人不少，想了一会才想起在这泥鳅街好像有个喜欢穿紫袍的想进罗家，被自己给随手捏死了。算了，既然知道了来历，那就找机会把那个花无伤一并杀了吧。王胜不等采花贼变色求饶，就一根劲力穿过了他的头颅。不愿你们师徒三人阴阳两隔，一会还要送你们大团聚，我还是太善良了。王胜看着采花贼的尸体，微微摇头。其实这采花贼不被王胜杀，也会被何威杀死。采花贼一个区暗境后期，盯了赵家五院几天，化境后期的何威若还不知晓，那他就不配称昔日的二水城天赋第一了。王胜猜测何威对于梁氏的出走肯定是知晓的，他大概也会保护这个赵界遗孀一段路程，免得出事被人留下把柄。恐怕是何威看见采花贼和梁氏都进了泥鳅街，才悠然离去。这个时候，闭关室外的院子里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王胜懒得在这血腥满地的闭关室坐，干脆出了屋子。院子中月光如银，洒落在地上，照得满地青灰。一名身穿黑袍的高挑身影正悄声声立在院子中，还在犹豫之时，王胜已经大步走出。当王胜看到梁氏那忐忑不安的嫩白瓜子脸时，还是一阵舒爽。何时何日，这嚣张跋扈傲气十足的梁氏也终于知道害怕了。师娘，不知你深夜到此有何要事？王胜假装不知地询问道。梁氏看到王胜忽然出来，神色一变，银牙紧咬，脸色紧绷。听到王胜这装模作样的话，梁氏心中暗骂王胜不识风趣，但为了以后不被王胜清算，梁氏也只好低下自己那高傲的头颅，露出明媚的笑容，带着一丝讨好，说道：奴家最近对于灵剑法心有体会，但奈何无人欣赏，指点奴家一二，所以奴家思来想去，便想为王胜为前辈您演示一遍。梁氏也会武功，修炼的正是直通化境的御灵剑，可惜梁氏天赋虽不错，可疏于修炼，不想吃苦，哪怕赵介倾力支持，也只是把他推到了明境圆满。哦，说来我正好也想研究一番御灵剑，那你就演示吧。王胜点点头，随之坐在石凳上看着梁氏的表演。的确，王胜的确打算在修御灵剑得到御灵劲力。哼，什么正好，不过也是个登徒子，好色之徒，白眼狼，犯上作乱的贼子，倒反天罡的坏人。梁氏一边心中对王胜破口大骂，一边满脸笑意地看着王胜，一双桃花眼笑起来，看谁都带着爱意。随后，梁氏脱下了身上的黑袍，露出里面经常练武的紧身服。只是这紧身服太过紧身，加上梁氏的身材太过好了，屁股大的能坐满石凳，还超出一些，胸沉甸甸的，宛如2颗小篮球。所以此时王胜看去，这紧身服穿了跟没穿差不多，该露的露，不该露的也露。从侧面看，峰峦起伏，
惊心动魄。等梁氏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长剑，正面对王胜，更是大得惊人。然后他摆出了舞蹈的第一个招式，单腿直立，另一只被宛如黑丝的黑色紧身裤包裹的纤细长腿脚尖勾起，向上蹬超过头顶。这个姿势下，一切显而易见。接着，梁氏静止不动，满脸酡红地看着王胜。即使见过了大风大浪的王胜，但现在看到昔日高贵冰冷、姿态傲慢的师娘如此勾勾搭搭、羞羞答答，又明目张胆的诱惑之下，也不禁微微吸了一口气。这一幕不是多么的美不胜收，就是一个字：爽。王胜压下心中的激荡，淡声说道：“师娘，请继续。”哼！梁氏白了王胜一眼，假装没看到他的起身。接着，梁氏抬手挽出了一个漂亮的剑花，他保持现有的姿态不动，紧接着呈大鹏展翅状俯身而下，地心引力吸引着两个篮球向下坠去，看得王胜目不转睛，仿佛担心那么大的篮球会真的砸在地上。刷刷刷！梁氏飞速舞着漂亮的剑花，脚尖立起，原地开始边舞剑边绕着旋身，宛如一只花蝴蝶。剑光闪烁，月光清冷，美人如玉，剑如虹，身姿摇曳间跌跌荡荡，起起伏伏。而后剑势陡变，梁氏身躯如燕子般轻巧，快得只剩残影，剑光似匹练，又似流萤，贴着他的腰侧，肩头掠过，将他身段的窈窕勾勒得淋漓尽致。下一刻，梁氏足尖点地，凌空跃起，柔软打身躯如一张弯弓，又像是一座拱桥般，长发与衣摆一同向后飘飞，月光落在他的侧脸，勾勒出精致的下颌线，那双清冷的眸子，嗖嗖嗖，剑声不绝。忽然，美人的身影又慢了下来，开始真正的翩翩起舞，玉腿修长如弹琴般交错，轻拢慢捻，纤纤玉手在身上轻滑，仿佛流云浮月。最主要的是慢舞时梁氏的一双眼睛含情脉脉，一刻也不离开地看着王胜，仿佛会说话一般，在柔声低语。清辉月光与冰冷剑光相映之下，梁氏的一寸寸雪白皮肤渐渐浮现出现来。她在一边跳舞，一边顺势用剑将身上的紧身黑衣割开一个个小口，露出如白玉般的肌肤，过程丝滑而自然，仿佛是舞姿的一部分，但又明明白白透露着诱惑之意。直到小半炷香的时间过去，梁氏终于缓缓收剑，她静静站在月光之下，微微喘息，颈侧的青丝被汗如湿，立在那里，像一幅进了含香的画，清冷入骨，却又媚得蚀骨。好，非常好！王胜丝毫不掩饰眼中的贪婪和色相，目光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梁氏。也只有前辈这种高人有此定力，才能承受住这种考验。换做他人，恐怕不等奴家舞完，就迫不及待了。梁氏轻声说道。王胜微微点头，没有说话。院子内一时陷入了安静，冬天中的冷风在院内呼啸而过。梁氏虽然是明镜大圆满，但她娇生贵养惯了，感受到冷风带走了汗水，全身皮肤都受冷一紧，就想回屋。前辈，我们不如回屋，请您给奴家指点一番。王胜摇摇头道：“你还是称呼我为徒儿吧，我仍旧叫你师娘。好好，乖徒儿，我们……”梁氏这次话还没说完，就被王胜淡漠的声音打断：“给我跪下！”简简单单的4个字，却让梁氏的声音戛然而止。在这里，梁氏有些慌乱，更是紧张和羞怒，左右看了看，还好没人。王胜静静地看着他，梁氏顿时感觉到一股无声的庞大压力朝他碾压过来，呼吸都微微屏息。昔日在赵家5院，梁氏让王胜跪着磕头戏谑轻视于他，不曾理会他的祈求，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但现在该梁氏跪下了。梁氏迟疑了下，扔掉长剑，跪了下来。现在爬过来，做你想做的事。王胜轻声说道。梁氏长发散落，遮掩了大半个脑袋，她低着头，宛如一个女鬼般摇晃臀部，缓缓前进。一夜无眠，日出未现。3日3夜后，梁氏扶墙，脚程外8字的离开。王胜巨大化的本体坐在闭关室中盘坐修炼。看来我定力还是不行啊。王胜微微摇头，对自己颇为不满。他原本想要盘坐修炼，他自己做运动，这样一边修炼一边玩，两不耽误。可惜不行，所以王胜便迅速把梁氏干废之后，等他缓劲的时候才修炼。有着梁氏的经验指导，再加上王胜修炼了太多劲力，所以御灵剑不到半天迅速就突破到了暗境，又花费了不到3天时间抵达化境，生出有羚羊挂角之称的御灵镜。王胜目前已有了年真镜、化骨镜、百浪镜、长气镜、流星镜、御灵镜，共计6种化境镜力。论镜力总量，王胜是寻常化境大武士的6倍，更别说王胜的年真尽快发生异变，镜力总量将翻倍。那个采花贼2、3天不见踪影，估计花无伤也快意识到自己的弟子出事了，不杀他，他就可能顺着弟子出事的位置寻找过来。那就今天晚上解决掉他，然后便能安心修炼了。等我将炼体推进到5脏大成之时，化境大武师连想破我防御都难，合境宗师挡不住我，到那时就该我好好和2水城的所有高手掰一掰手腕了，不是他们跪下，就是他们倒下。王胜想好后面的计划后，闭上眼睛，服下一颗9阳丹。白天迅速过去，到了晚上，王胜请何威坐镇泥丘街，自己则身穿包裹的严实的黑袍，头戴斗篷，直接来到了天子军的中心位置。王胜不藏着掖着，他没时间去一间间的找过去打探花无伤消息，所以
王胜直接一记蕴含所有劲力的狮子吼，对着天子军的中心位置就大吼一声：“花无伤，给老夫滚出来！”轰隆隆，这记蕴含磅礴劲力的狮吼功瞬间震动了全城。而被王胜吼声正对的位置，拳头后的朱红大门蹲在两侧的石狮子以及高大的院墙直接爆开轰碎，一时间足有数十名周围的天子军门人被生生震死，其中甚至有暗境高手。而驻扎在此地的化境大武师们则皆神色大变，感受到来人那无比浑厚的功力，立刻飞身而出。连在地下密室闭关的何进宗师也被惊到了，立刻走出密室，藏在暗中观察。不知前辈所来何意？有面容俊朗年轻的化境大武师池婉背礼，硬着头皮拱手问道，毫不客气地说：“以来人的雄浑劲力，随手打死一个化境初期的年轻大武师不成问题，所以这个俊朗大武师才很是恭敬，就怕王胜发疯，随手将他给拍死。华无伤这个老贼，竟然玷污老夫儿子的清白，我恨不得生撕了他！老夫为杀他，一路从江陵府北部追杀至此，跨越上千里地，终于让我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地。诸位，我知此地纷争，不会插手你们的事，但花无伤，老夫非杀不可，谁敢拦我，我就杀谁。谁若不信，便可上前一试。”王胜一人面对7、8位化境大武师，怒发冲冠，充满杀意的嘶吼道：“俊朗大武师等7、8人，个个面面相觑。他们没听错吧？玷污男子清白，这个花老贼还干这种搅屎棍的事！”俊朗大武师等人一个个面色阴沉，本来就对花无伤这个采花大盗人品质疑的他们，瞬间对花无伤产生了戒备和防范。尤其是俊朗大武师，想到前些日子花无伤来找过他数次，就忍不住汗毛倒立，浑身起鸡皮疙瘩，心中对花无伤破口大骂：“我擦他的18辈祖宗！这是哪来的老东西，竟然如此污蔑我！我什么时候玩过他家的小子？”藏身在府邸暗处，忌惮王胜实力不敢出现的花无伤，心中对王胜骂骂咧咧，充满了疑惑和愤怒。他在这待得好好的，已经答应天子军的人不轻易出去犯事采花了，但他没想到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而且还是从江陵府北部一直追杀下来的大黑锅。我玩的那些小子都是阉割调教好了的，家境背景都调查得清楚，不可能有出身如此大武士家的小子被弄了。难道是这家的女儿被我弄了？但不好意思说出口，这才改为男子。花无伤一阵猜测后，觉得自己猜到了事情的真相，毕竟他确实在江陵府南部采过一些大家氏族的花，听说那些氏族背后都有老祖级别的人物闭关，可任谁能想到这种老祖人物会为了一个女人不远千里追杀过来啊！花无伤心中暗暗叫苦，自认倒霉。对于之前想起的弟子数天不露面，可能被杀想追查的事情，早就抛之脑后了。他现在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府邸外面，俊朗大武师已经接不下话了。一位化境圆满的银发老者看着站在房顶的王胜，拱手一礼，严肃说道：“这位朋友，花无伤是万万不可能交给你的。若是把他交给你，我天子军颜面何存？不如这样，我天子军愿以重礼赔罪。”阁下可……银发老者话还没说完，就被王胜冷笑一声打断。看来诸位是没把老夫的话放在眼里。轰！王胜抬手间，6种劲力交织罗形成的庞大劲力旋风，宛如一根巨大长枪般轰然朝老者冲去。杀！银发老者怒喝一声，知道必须手上见真章了，起码要让对方知道天子军威严不可侵犯。轰！银发老者全身劲力狂涌，无数道丝线劲力蜂拥而上，直面那庞大旋风长枪。咔嚓！未等接触，银发老者的松散脸皮就被狂风吹得紧贴在脸上，脚下的地砖瞬间全部炸裂，而他本人更是被恐怖的压力压得半个小腿都扎进了地里。俊朗大武师等人全部面色大变，个个如临大敌。他们知道来人劲力雄厚，但他们没想到会雄厚到这般地步。这得修炼多少劲力，修炼多少年才能成为这般强大人物啊！砰！旋风长枪仅是一个呼吸就压垮了银发老者的化境劲力。他那化境圆满的劲力在具有多种能力效果，数倍劲力于他的恐怖力量下，宛如冰雪消融般快速消失。银发老者嗖的一声倒飞了出去，撞倒了一间房屋，没了动静。俊朗大武师连忙飞奔过去查看情况，还好只是受了重伤晕死，这是给何进宗师一个面子。我没有杀人，但接下来再有人敢挑衅我，那就别怪我大开杀戒。若何进宗师出手拦我，那我就投靠当地朝廷。我不想与诸位为敌，只要让我杀了花无伤，我转身就走，绝不会多待片刻。王胜沙哑老迈的声音充满着坚定和冷冽，这是一个为儿子报仇，不惜跨越千里辛苦劳碌的老父亲形象。或许他们会在别的时候感动，但绝不会在此刻感动一下。所有大武师看着王胜的身影，无不忌惮又恐惧。化境圆满挡不住此人一招，真要让他大开杀戒，在场的人都得死。至于何进宗师，真要等他出手，官方的何进宗师很有可能会现身拦截他。怎么办？怎么办？天子军不会要把我交出去吧？马德，老子绝不能坐以待毙。花无伤见府邸外面的大武师都沉默了，也是被逼急了，面容狰狞，就要朝府邸深处走去。他要去求见何进宗师，他要献宝，求宗师保他。哎，无伤，你是个人才。突然，一道叹息声在花无伤耳边响起，花无伤身体一僵，面容巨变，刚要大吼，
砰！一只手从其身后探出，轻松就破了他的护身劲力，掐住了他的脖子，微微用力，花无伤顿时晕了过去。一个面容普通、头发花白、中年模样的男子站在倒下的花无伤身边，双眸淡漠，说道：“但人才就要人尽其才，用到该用的地方。花无伤，用你的命换一位同阶无敌的大武师，你的功劳太大了，我会感谢你的。”这位中年男子名叫方桃，正是天子军这边的合境宗师。当然，天子军本就是几个山匪流寇组成的反军，最多就化境级别，是不可能诞生合境的。这位方桃宗师以及其他一些人，实际上正与江陵府交战的南陵府叛军派来的，为的是断去江陵府的粮道，打乱江陵府的后方阵脚，打断他们的退路。所以方桃不管天子军人新奇还是不奇，只要目的达成，就是天子军全死了都行。天子军这群人本就是鱼龙混杂，山野草寇、匪徒、采花贼、妖人等等，本就不齐心。他们为利益而来，为合境法门而来，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他们只会更欣喜强者的加入。还是要做些伪装，即使那些大武士们猜出来了，也要瞒着手底下人。方桃自语，然后方桃亲自现身府邸外，邀请王胜进去一叙。至于花无伤，方桃对所有人告知，已经放他逃离，对王胜则是用重礼赔偿才使他满意。很快，不过半天时间，一位化境层次无敌的强者加入天子军，消息传出，使得天子军士气大振。贺相军等人则大为忌惮，原本制定好要为赵介报仇、偷袭天子军武师的计划，也立刻撤去，改为了暂时防御。天子军中心府邸正堂内，王胜与方桃相对而坐，只能出手3次。方桃看着王胜，皱眉说道：“一位大武师的性命也只够阁下出手3次，未免太少了吧？”王胜面对一位合境宗师，神色淡定，丝毫不惧，轻笑一声，说道：“不少了，以我之实力出手，除了合境宗师，谁能拦得住我？我一出手，对面必死一位化境大武师，否则岂能彰显老夫的修为？所以3次不少了。”王胜佯装化境之中无敌手的傲气，更是底气十足。加入天子军，一是要留条退路，万一江陵府大败，撤退不及，也好直接换身份；二来则是希望能追查到元网的线索。只要找到元网，那大墓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宝物在哪，就该清楚了。随着天子军多了一位化境层次近乎无敌的高手助战，气势大涨，开始屡次主动挑衅官府和武盟。因为双方合境宗师高手都有各自的对手牵制，所以王胜化名的无伤多出来后，就成了大杀器。无伤，这显然是个假名字，但天子军的人都不在乎这些，他们都是临时凑在一起的反贼，铁心反的用真名，有顾虑的就用假名做掩饰。武盟、神香教的一些大武师听说无伤一招压制化境圆满的大武师战绩，脸都绿了，一个个说什么都不敢跟无伤对战。现在这情况对阵，化境大武师上去就是送死，他们好不容易修炼到这个境界，养尊处优的很，谁肯愿意送命？于是天子军步步紧逼，官府和武盟、神香教只能退守防御。很快不到数天时间，二水城的5个城区，天子军就由原来占领的2个变成了4个城区。眼看天子军想要一鼓作气地占领二水城，结果在最近的一次厮杀中，官府一位合境宗师拼了命的一拖二，专门腾出一个合境宗师去追杀无伤，想把无伤快刀斩乱麻的宰掉。可惜官府没能成功，让无伤受伤给逃了。不过无伤受伤后，官府也成功抗住了天子军带来的压力，甚至反推回去，重新和天子军平分二水城。在无伤不出现的时候，双方势力再次陷入僵持和对峙。泥鳅街、王家、闭关市，就是这样，双方保持稳定的竞争，才更有利于我浑水摸鱼。王胜坐在闭关室内，看着手中的淡金色的一瓶金绝丹，颇为满意。天子军中也实行论功行赏，王胜出手3次，虽然是用花无伤的名换来的，但立了功还是有奖励的，否则不给奖励，光出手不杀人也不是不行。金绝丹就是王胜从方桃手中得来的，药效媲美九阳丹，专门用于炼体者服用的炼体大丹，经过孟莲儿检验无毒后，才敢放心服用。王胜的炼丹术也初步有了水平，但他连修炼时间都紧缺，哪会腾出功夫炼丹？打开面板，王胜意念一动，天道酬勤，绝必有成。修为化境大圆满，8行横练呼吸术精火，36848000，龟甲功肉山行，645810000，黑水紫极功变异态，5963200000，大衰杯手圆满，10000，10000，化骨掌圆满，6686100000，百浪诀圆满，5869100000，长气功圆满，4669100000，流星指圆满，4236100000，御灵剑圆满，2599100000。王胜扫了一眼面板，神色颇为沉重，还是要抓紧时间修炼，以炼体为主，尽力为辅。现在有了九阳丹、金绝丹，需要尽快将8行横练呼吸术推到5脏大成。王胜心中思忖，贺相军在向府城求高手前来助战，并把上万兵丁送往了战场。方桃也在朝南岭府邸造反军求援。尽管王胜极力维稳，但打破僵局、无法安稳修炼的日子不远了。哗啦啦，
王胜一口气吞下2颗九阳丹、2颗精绝丹、3颗紫阳丹，强大的肉身体质使得他能尽快的消化丹药，飞速提升实力。虽然丹毒在身体内累积，但因丹毒卡住的修为瓶颈对王胜没用，丹毒累积的毒量还跟不上王胜修为增长的速度，所以王胜发现只有疯狂嗑药加天道酬勤的天赋努力才是一条修炼正途，其他人光吃药或者光努力的法子都是歪路。当然这也是王胜丹药足够的情况才能用这个方法。在九阳丹加精绝丹的强大药力下，王胜炼体修为以每日600的进度猛增，8行横练呼吸术几乎3天1小便，9天1大便。紫阳丹也在年真境圆满后飞速提升着化骨境、百浪境等诸多境力，直到多半个月后，王胜的安稳修炼才被来人打破。府城派高手来支援了，贺相军与武蒙打算一鼓作气平推了天子军，所以所有人都要齐聚起来，谁都不能缺席。王胜从闭关室中醒来，有些不满，这府城的人来的也太快了，赶着投胎吗？王胜神色不好，打开面板查看着自己的修炼成果，8行横练呼吸术的心火成了，心脏淬炼成功，即使心脏被刺穿，只要不是大规模破坏，我就死不了。肝木也修炼了一半，免疫毒素，进神明木。劲力方面，年真境发生异变，化骨境、百浪境都到了圆满，劲力大增。王胜估算着自己此刻的实力，相比闭关前大概提升了1倍左右。可惜找不到元网的线索，不到何进宗师就接触不到那个圈子，也查询不到一点他们的踪迹。王胜心中想到，这半个多月他也出去过几次，可都没有在天子军中找到元网。何进宗师那个门槛太高了，王胜即便化境无敌，但方桃等何进宗师依旧把王胜拒之门外，不给他接触其余何进宗师的机会。摆明了就是歧视，实打实的歧视。这个世界真是对我充满了恶意，歧视、打压、封锁。王胜叹了口气，可眼中的浓郁杀意在眼底深处起伏不定，不断蔓延。总有一天，他要彻底打爆这个让他极为不爽的旧世界。城首府，贺相军大摆筵席，邀请官府、武蒙、神香教以及府城来源的高手入席，凡是暗境以上，皆能在府内找到一个座位。所以这次宴席极其盛大，贺相军甚至将前后院的墙拆了，用来安置众多高手。宴席之上，化境大武师们坐在厅堂内，一众暗境武师则在院子中觥筹纠错，开怀畅饮。一位位侍女不停地上着酒肉，这可能是大战前的最后一次吃喝了。不行，老夫不同意此次分割。苍山武院的院守成员大喝的声音忽然从厅堂内传来，惹得院子内的众武士的喧哗声一静。他赵家武院的赵杰都死了，还有什么资格以化境级别的势力参与对战后的瓜分？何为何院守？你究竟是清水武院的院守，还是赵家武院的院守？你总不能一个人吃2份瓜分的资格。成员继续叫嚷道：“话不是这么说。”厅堂内有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响起，回对着成员：“赵院守及其子嗣于公于私，都有大功，难道他一死就强盗众人推？诸位难道想要这个结果吗？”成员冷笑一声，看着这个从府城支援过来的中年化境大武师：“李兄，你非要为了一个女人插手不成？我只是想问，赵介一死，我们是不是就能过河拆桥了？”中年大武师李立装模作样的说道：“不错，若我成员死了，你们大可对我苍山武院过河拆桥便是。”成员眼见赵介死了，自己都还奈何不得赵家武院，不由得暴怒，说出了这样的话。李立闻言顿时愣住了：“程老匹夫，少在我面前倚老卖老，要打奉陪便是。”何威柳眉倒竖，站了起来，说道。李立紧跟着起身，表示追随何威的决定。贺相军颇感头疼，就要站出来打圆场。好，2个大武师欺负我一个是吧？真以为我没有帮手？白龙门的正兄此时不起，更待何时？成员怒喝道。不远处，一位身穿白袍的白发老者持剑起身，面容冰冷：“程兄，你真知道我白龙门叛徒的踪迹？”“当然知道。”成员扫了一眼上官家的上官祖，见他微微点头，便当即肯定下来。化境大武师上官祖以剑法闻名，他既然说赵家武院的弟子修炼的剑法和白龙门的剑法相像，那大概率不会错。上官家自然也不满赵家武院还能参与瓜分战后的资源，想要把赵家武院清退出去。上官祖偶然之下看见白龙门的弟子在习练剑法时，总觉得眼熟。后来他想起是在几个月前的衙门比武时见过，正是赵家武院的弟子使出的。因而上官祖与成员相互配合，打探消息下，果然打听出白龙门有一叛徒在逃，始终不知下落，这才有了今日这个局面。何威见白龙门插手，微微皱眉。贺相军看到白龙门都参与进来，神情无比严肃，原本打算中立的他立刻就不由自主地偏向于白龙门。李立看见白龙门这个郑老头子站了起来，更是脸色大变，面色发苦，心中顿生后悔之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颇为煎熬。白龙门的3祖正官不仅在白龙剑法上是化境大圆满修为，更兼修着另外2道化境法门，直抵后期。也就是说，正官在3道法门上皆修到化境，而且都是后期层次。正官的一生所学，抵得上他人3辈子都可能达不到的成果。这一份恐怖天赋和战力，足以令在场所有人动容。而他也是即将对付天子军无伤的重要战力。实际上，
若不是白龙门已经有2位合境宗师，朝廷不准他白龙门再诞生第3位，否则正官只怕是早就晋升合境了，何必多修2道化境法门？郑前辈，何为只晚备礼？刚要开口，却被正官冷声打断。是谁？正官冰冷的声音让整个厅堂温度都下降了几分。外面的院子中，众多武师也是彻底安静下来，不敢再发出半点动静。正官在合境宗师不参与的情况下，就是在场的最高战力，他一人几乎就顶得上在场所有大武师合力。呵呵，我早已查明，和贵门弟子有关牵连，学习白龙剑法的正是赵家5院的王胜。程元笑道，然后程元又朝外面大喝一声：“王胜何在？还不速速前来领罪！”院子中，当王胜听到白龙门这3个字的时候，就灵光一闪，忽然就明白了一个曾经困扰过他的疑惑。怪不得那个黑市上的黑衣人暗境武师会把白龙剑法这么珍贵的法门轻松白送给他，原来是不仅白龙剑法修炼困难，而且还埋了这么一个大坑。修不成便罢，若是修成，定然天赋极好，未来若到了府城中去，被白龙门的人看到剑法，也必然是一番追杀和争斗。这个老匹夫欠杀！王胜听到程元的大喝声，又看到苍山5院的弟子们已经站起身，紧紧盯着他，不禁眼中戾气一起。哗！崔生、罗正文等人纷纷起身，和苍山5院的弟子对峙。谁敢伤我师弟？崔生大喝。他知道现在是表忠心的时候，就凭王胜能在赵介眼皮子底下动手脚，崔生就知道王胜定然远超赵介。在这个时候，怂了可能会死，不怂反而能得不少人的敬佩。诸位师兄弟都坐下吧。无事。王胜神色平静的起身说道。崔生闻言，见王胜语气有些不对，立刻第一个坐下，其余罗正文等人也纷纷坐了回去。这个王胜是什么人？他该不会才是赵介的亲儿子吧？不可能，便是亲儿子，赵介都死了，这崔生怎么可能听话的跟狗似的？不少人惊讶，议论纷纷。最后一句显然是对赵家5院带有恶意。崔生恶狠狠看去，赫然是上官家的人说的。王胜何在？程元又大喝了一声，声音高高在上，充斥着冷意与恶意，仿佛是王胜是罪犯，在宣他上前跪拜似的。你爹在此！王胜淡然回应，大步走向厅堂。哗！这4个字不仅惹得院子内原本议论纷纷的众多武师神色一致，紧接着满脸不可思议的齐齐望去，便是厅堂内的所有大武师都忍不住看向来人，神色各异，大都带着惊讶有惧之色。大王胜刚一迈入厅堂，嗖！早已脸色铁青的程元瞬间就化作一道狂风，直接朝王胜的脖子抓去。同样早有防备的何威同时出手，挡在王胜面前，拦下了程元。轰！一声沉重的闷响在厅堂内回荡。让开！程元满脸杀意和暴怒，全身煞气四溢，仿佛一头陷入疯狂边缘的老狮子。连赵介活着的时候，他本人都不曾敢如此这般侮辱程元，现在赵介死了，他门下一个弟子竟然敢口出如此大不逊之话，程元恨不得立刻把王胜撕碎，把他的骨头寸寸捏断。何威充耳不闻，依旧挡在程元面前。让开！住手！王胜和正官的声音同时响起，程元手上的力道渐渐消失，何威犹豫一下，也让开了道路。这一幕令李丽脸色一黑，他来来回回从何威和王胜身上看了又看，似乎想从他们俩身上看出些什么。其余的众多大武师则是不再带有好奇和有趣，反而一脸严肃和郑重，腰背挺直。他们意识到或许有大事要发生了。王胜让一个催生听话，这还不被众多大武师放在眼里，再强也不过是个暗境圆满而已。但现在王胜让一个化境大武师，而且还是最为骄傲天赋极好的何威乖乖听话，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程元兄，你先别急。正官紧紧盯着王胜说道。程元闻言面色变了又变，却也只能强按下满肚子的火气。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会有白龙门剑法？正官质问王胜。我就是王胜，赵介弟子。白龙剑法是黑市上一黑衣人卖于我，有何问题？王胜淡然说道。白龙剑法乃我白龙门不传之法，外人若敢修炼，需打断4肢，废除其功。我白龙门心善，可留其活命。正官面容严肃，眸光闪着寒意说道。王胜笑了。巧了，我刚立一道规矩，除我之外，谁若敢学白龙剑法，有朝一日可保4肢，可保其功，但不可活命。哗啦啦，瞬间在场的所有大武士闻声全部站了起来，谁也坐不住了。一个年轻小儿何德何能，竟然敢如此放肆，口出狂言，倚仗何威吗？不够，何威不行。难道有何境宗师要借王胜试探白龙门？没想到郑老匹夫也有背对的一天，真是痛快。一个个大武士心中自语，目光不时落在数人身上，没有几个人敢开口呵斥王胜，大部分人都被镇住了。便是城守贺将军，神色再难看，也不愿继续插手这其中之事。好，当真是英雄出少年啊！正官虽然在称赞，但满脸的皱纹如刀刻斧砍般，没有变动分毫，面色极其冰冷漠然，双眼平静如水，看向王胜的目光就像在看一个死人一般。正官干枯的老手在缓缓抚摸着手中紫色宝剑剑鞘，气势随着他的劲力展开，正在飞速暴涨。他扫了一眼何威，何院首，你可敢下场？意思很明了了。正官不仅想杀王胜，
还想杀了刚才替王胜出头的何威，想永绝后患。李立神色一变，嘴唇微动，想说些什么，但他想到白龙门的威势，还是心中叹息一声，闭目不言。唰，何威一言不发的拔剑，神色清冷，剑锋直指正官。好，很好。正官露出一丝笑意。何威敢下场，那就不用他再费神，另外找机会去杀何威了。不错，不错。程元心中说道，脸上也露出满意的笑意。这样就可以借正官之手，将赵家5院、清水5院一并除去，一次清退2个化境级别的势力，足以瓜分不少资源了。果然是妙手偶得之啊！上官族也微微点头，兴致勃勃的他甚至取了一杯酒来，一口饮下，火辣的酒气在喉咙中蔓延，却让他痛快不已。这一次他上官族只是帮忙了一下，连面都未露，几句话而已，就让何威也身陷囹圄。2个5院即将败落，可谓收获太大了。老东西，你在哭什么？王胜向前一步，一句话让正官脸上的笑意忽然一滞，所有的大武师目光全都齐刷刷凝聚在王胜身上，连院子外的众多武师听到有大人物哭了，皆都好奇不已，想看看怎么事情忽然发展到要哭了，这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些武师们都在院子两侧，不敢放肆，不敢大幅度动身去前面偷看，只能询问别人。几个呼吸的功夫，就有人给后面传话传承白龙门的老人家哭了。大武师们耳聪目明，一些人听了外面人的话，差点没忍住笑意，笑出声来，牙尖嘴利之辈，果然该受罚。正官直接拔剑，唰，一道无比凌厉、寒光凛冽的宝剑出鞘，剑光闪过所有人的脸颊，透露出冰冷之意，一股寒气扑面而来，让整个厅堂似乎都感受到了寒芒刺骨。半真气，有大武师神色凝重的低语：“不，还不到，出过问题，材质不错，但气息不畅。”有眼力的大武师发现了这柄珍贵宝剑竟然曾经断过，虽然后来续接上，但价值大减。真气是先天真人之宝物，半真气锋利比坚真气，但缺乏先天之气的蕴养，灵性不足，威力相比真气还差不少。正官手上的这柄半真气折断过，虽然种种价值大减，但锋利还是足够斩杀任何一个化境级别的防御境力的，真是好剑。王胜赞叹一声，向前一步，咔嚓，整个厅堂的地砖瞬间全碎，连这栋房子都是微微一震，磅礴如海般的气息从王胜身上披露散发出来，宛如一头苏醒的绝世凶兽，褪去了人皮，向世人展露出自己的恐怖真容。炼体大成，程元神色一变，低吼道：“难怪赵家5院把战功换成了9阳丹，原来赵界培养出了一位炼体大成的天才。”上官祖、九刀武馆馆主孙长玄等人身躯侧动，开始正对着王胜，心中皆翻起惊涛骇浪。虽然他们早就猜到王胜有底牌有后手，但谁也没想到后手底牌竟然是王胜自己。他炼体大成了，炼体大成比尖化境大武师，甚至比寻常大武师的防御还要更强一些。但这个王胜才多大年纪？正官神色了然，如此年轻成就炼体大成，难怪如此狂妄。不过正官却是不在乎，区区一个炼体大成，这柄紫龙剑下又不是没有斩过，这的确是一柄好剑。原本我以为杀你会委屈了他，但现在看来，你的血，你的头更能蕴养他的煞气。正官淡然说道：“你拿我的剑杀我的头，想要施主吗？”王胜再进一步，冷喝一声。孙长玄等大武师闻言，嘴角一抽，在他们眼里还以为王胜是几个月前的老实人，但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个人，但老实话不多啊。正官心中震怒王胜的言语辱骂，就要爆发，提剑斩杀王胜。忽然，住手！全都住手！贺向军连声大喝，脸上有着无法掩饰的激动和惊喜。他双眼死死盯着王胜，声音颤抖着问：“王胜，你可是修炼成了8行横练呼吸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等王胜回答，程元第一个大吼否认。程元也是炼体者，他也曾耗费数年修炼过8行横练呼吸术，最后却一事无成，连入门都不成。所以程元认定，当代武者谁也不可能修炼成功8行横练呼吸术。上官祖、孙长玄也是脸色巨变，那8行横练呼吸术可是古代排名前100的高深法门，前100法门个个都是横压一时的绝顶高手所创，威力极大。谁若能练成一门，便是在当今府城称雄，也不是不可能。还是要多谢贺城守所赠法门，王某才有今日。王胜朝贺向军拱手一礼，他承认了，真的成了。怎么你可能成的？你怎么修成的？快告诉我，快告诉我，求求你告诉我吧！贺向军激动的面容都有点扭曲了，整个人彻底失态，癫狂大吼大叫：“8行横练呼吸术，若是走出一条成功修炼之路，那贺家就有可能实现大崛起、大跨越。”王胜有些无语，他没想到贺将军会对8行横练呼吸术如此着迷。不过这道法门有可能会让整个贺家上升一个甚至数个台阶，让贺家重新振兴起来。贺将军如何不激动的发狂？贺城守！正官一声大喝，想要打断贺将军的疯狂。正官，你今日休想伤亡小友分毫！贺将军当仁不让的怒吼，丝毫没有之前还偏向白龙门的想法。数个大武师默默站到了贺向军身后。正官一愣，随即暴怒：“
这支援是贺相军求来的，现在贺相军竟然还呵斥他们，整个厅堂内顿时各种杀意、怒气混乱充斥，眼看一场内斗即将爆发。一道身影忽然从门外现身，一闪就出现在厅堂内，一声冷喝让所有人都瞬间清醒过来。大敌当前，竟然不知合作，反而想要内讧，都给我坐下！何进宗师的气势巍峨磅礴，瞬间压制了几乎所有人，除了正官和王胜。不过王胜假意装作被压制，正官则是真的不惧这些压制，只是碍于何进宗师的面子，只好坐了回去。诸位，西边的咸流府出兵了，咸流府出精兵10万，高手上千，支援我江陵府，两府合力剿灭南陵府叛军，指日可待。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只要我等灭掉天子军，再挥师北上支援府城，到时合力一起平掉叛乱。在场的各位皆有重赏，合进法门、重宝兵器、疗伤圣丹、天才地宝，只要有功，朝廷绝不会吝啬封赏。可你们还执着于眼前这些小恩小怨，如此鼠目寸光，无长远打算，武道之路岂会长久？这位出现的何进宗师名叫张少秋，他将众人好生训斥了一番，并说出了咸流府出兵的消息。这下叛军即将平定，跟着混战功才是要紧事。这种能白送的平叛战功，多少年遇不上一回。所以众人听了也是无不神色激动起来。正官，你说呢？张少秋知道这次冲突根源在正官身上，他扭头看去。正官听了，心神一动，若有大战功在身，他得允许晋升何进，岂不是水到渠成？至于王胜这个小子，过些时日杀他也不迟。好，我听张前辈的。正官收起紫龙剑，拱手一礼。诸位准备，宜早不宜迟，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晚上灭掉天子军。张少秋满意的点点头，他并没让正官不要报仇，而是今天不许闹。是。众多大武师神色严肃，齐齐拱手大喝：晚上就杀了正官这个老东西！王胜低头拱手，眼中泛起浓郁杀意。夜幕降临，天地漆黑一片，狂风怒号。初冬已进入数月，天气越发寒冷，天地冷寂，万物沉眠。但这才是漫天冬季的开始。嗖，一位位暗劲武师展开一个扇形包围，在一位位化境大武师的带领下，朝天子军的中心府邸冲去。这是一场针对高层人物的快速围杀，用不到明镜及以下的武者参与。杀！黑夜中仿佛有无数的人影晃动，喊杀声此起彼伏。一道道火把朝天子军扔去，却被许多天子军高手打飞，落在其他屋顶，燃起熊熊大火。一时间，原本漆黑一片的大地陡然升起了一团团火红色的亮光。杀！灭掉这群朝廷鹰犬，二水城就是我们的。事成之后3日不封刀。天子军的化境大武师们纷纷许诺，天子军的暗劲高手被重力染红了眼，也纷纷冲杀出来，与武盟、神香教、官府、府城支援来的人混战到一起，刀光剑影，残肢断臂，惨叫声、怒骂声、求饶声等等混杂在一起，为这寒冷的冬夜增添了一笔绝望。噗！一个暗劲中年武师的脸被长刀劈开，半个头颅炸裂，尸体重倒地。有人的手臂被砍断，却面色更狠，看都不看伤势，一剑割断了敌人脖子，鲜血喷涌而出。一处屋顶却是有4位大武师对峙，这就是清水武院的何威和院首，果然美言动人，名不虚传啊！不错，之前离得远，不曾细瞧，今日近前一观，可是让我等山野之人心头好生痒痒啊！2名来自天子军的大武师，一个贼眉鼠眼，一个面容刻薄，再加上调戏的言语，一看就知是来自散人野修。他们一味的将目光放在了何威身上，对于何威身边站着的王胜却是理都不理。王胜样貌太过年轻，血气旺盛，即使是化境，他们也猜测不过化境初期而已。我迅速解决掉他们，另有事情要办，你暗中护住魏瑜、罗正文、武婷婷等人即可。王胜说道。好。何威美丽双眸微动，点点头。好大的口气，只是不知你是想解决掉2位大武师，还是想解决掉4位大武师呢？突然又有2位天子军的大武师出现在王胜等人身后，笑道：你们武盟中有人传信我们，说你们一个酒伤在身，一个刚刚炼体大成，正是适合宰杀的好时机。从身后出现的2个大武师中，一名留着长长辫子的大武师嘿嘿笑着，目光贪婪着打量何威。他自觉自己还从没有玩过化境级别的大武师呢。哦，难道你们就不怕被武盟那人给坑了吗？王胜转身问道。想打探那人的消息，嘿嘿，告诉你也无妨。上官祖，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记得你叫王胜，赵介就是你师傅吧？他就是上官祖通知我们，由我亲自出手杀的。长辫子大武师面容得意，桀骜说道。看来你们师徒2人注定要都死在我的手里，也是成全我的一个记录了。长辫子大武师打量着王胜，不屑地冷哼一声。什么炼体大成，不过一个毛头小子罢了。那你知道我除了是王胜，还有另一个身份吗？王胜神色冷漠，双眸深邃，身穿青衫的他，一身长衣在寒风中猎猎作响。谁？不会真是赵介的亲儿子吧？长辫子大武师的同伴，一位瘦小的大武师大笑，其余大武师也跟着笑出声。他们谁都没有在乎这个年轻的炼体大成，年纪太小了，再有天赋，没时间成长起来，夭折而死，
也是无用。我明无上。王胜淡淡的吐出4字，猖狂。肆意的大笑声在这天地间戛然而止。长辫子大武师、瘦小大武师、贼眉大武师、刻薄大武师4位化境高手，仿佛突然被扼住了咽喉，神色巨变，心神骤然紧绷，如拉满弓的弓弦，同时将眼睛死死粘在了王胜身上，面容在渐渐的变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在吓唬我等，你找死！无伤老前辈何等风采，怎是你这等小子？4个大武师眼见王胜冷静如冰，默然而视，那股气势太像了，额头、身上无不渗出层层冷汗，心中狂跳如麻。呵，4个小辈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王胜声音一变，直接化作了无伤时的老迈嗓音。长辫子大武师等4人如被箭矢击中，大脑都是瞬间愣了半秒，竟然真的是无伤！砰砰，眨眼间，王胜身影忽然消失，在现时就已经出了2掌，庞大的劲力瞬间洞穿了长辫子大武师、瘦小大武师的防御。2位久经厮杀、修炼数10年的化境中期、化境后期大武师，就这么被2掌直接抹杀。他不是无伤。长辫子大武师脑海中浮现最后一个念头，因为王胜表现出的速度太快了，比之无伤都要快，比无伤还要强。不好！另外2个反应过来时想逃，但何威已经拦住了一人，疯狂攻击，不让他有机会吐出半个字。剩下1个大武师拼命刚喊出无伤2字，就被暴速冲来，刹车都不踩的王胜凭借恐怖肉身直接撞烂，全身爆碎，4肢乱飞。为了迅速杀掉4个化境大武师，不闹出太大任何动静，王胜刚才除了没有展现本体外，可谓是把全身的实力全都爆发出来，结果还不错。4个大武师连稍微大点的动静都没有闹出，便被抹杀。咚！王胜徒手拍碎最后1个和何威纠缠的大武师头颅，朝何威说道：“按照刚才我说的做。”随后，王胜转身离开，去找正官。何威呆呆地愣在原地，看着王胜的背影消失，心中的震撼、惊吓一时之间难以平静，情绪很是复杂。他知道王胜实力很强，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强，几乎在3个呼吸的功夫，瞬杀4位化境大武师。化境在他手中，比普通人杀死一只鸡都简单，那岂不是说王胜若想杀他何威，也跟杀死一只鸡一样？哼，我又不是鸡。何威不知忽然想到什么，俏脸一红，小声嘟囔道：“噗！”如闪电般的剑光划过，一尊化境后期的大武师直接被力劈在原地，分成了2半。其余的大武师吓得脸色惨白，个个心惊胆战，生不起一点对战这个白龙门老家伙的念头。无伤在哪？他不敢出来，那老夫就杀到尔等绝境。正官提着紫龙剑，一袭白袍，在这黑夜的火光下，很是显眼，声音充斥着杀意。他满脸褶皱，神色冰冷，杀气冲天，已经连斩3位化境大武师，直杀的天子军这方高手士气大跌，摇摇欲坠。无伤，无伤在哪？这也是天子军一众大武师的问题，但因为无伤地位超然，不受限制，几乎跟何进宗师等同，所以连方桃都不知道他在哪。看来他不敢与老夫一战，已经跑了。不过也是一个插标卖首，浪得虚名之辈。正官寒声中带着傲意，他眼光很高，看天子军这群散修大武师都是俯瞰，眼中根本没把这些大武师当作同阶。老匹夫，等无伤前辈现身，就是你亡命之时。俊朗的年轻大武师怒喝道：“土鸡瓦狗，鼠辈儿！”正官眼神淡漠，一人面对一群大武师，依旧敢把这群大武师呵斥为鸡狗鼠辈，可见其傲性有多高。他看出天子军也多了不少外来支援的大武师，但其中没有像正官这样超标的化境高手。俊朗大武师还要怒骂反驳，却被旁人拦住。这群大武师面对正官太过忌惮和恐惧了，锋利无比的紫龙剑，再加上正官那本就远朝同阶的庞大劲力，便是化境圆满都挡不住他几剑。呵！正官扫视一群不敢上的大武师，轻笑一声，向前迈出一步。天子军众多大武师齐刷刷退后数步，这一刻几乎都有化境大武师忍不住想跑了。情势不利，早跑早活命。正当正官盯住那个俊朗大武师就要动身，想要接下来把他斩杀时，忽然一道沙哑年迈的声音在这偏僻天地间回荡：“正官，泥鳅门的老爬虫，也敢在老夫面前放肆，你活腻了不成？”天子军的众多大武师无不面色大喜，连忙扭头循声看去，却见在他们身后，一位身穿黑袍、头戴斗篷的壮硕身影，正一步一屋顶向他们飞速近乎闪现般杀来。无伤前辈，拜见无伤前辈，请无伤前辈诛杀大敌。天子军不少大武师纷纷直挽背礼，赶忙让开道路，神色激动大叫，拱手鞠躬行礼。哪里出来的老东西，也敢造反？正官满脸的褶皱颤动了一下，冷声说道，他眸光如刀子般看着来人无伤，眼中泛起滔天杀意。正官手中的紫龙剑轻颤，发出声声剑鸣。几个眨眼的功夫，王胜化作的无伤已然来到了众多天子军大武师前方，直面正官：“退下吧，无我允许，不得靠近。”王胜说道：“是。”天子军众多大武师连忙行礼，刷刷的消失不见。前辈，您神龙见首不见尾，晚辈之前一直无缘拜见，此时大战在即，晚辈斗胆。大战过后，若我不死，想拜您为师。俊朗大武师拱手郑重说道。王胜闻言一愣，这什么场合？
拜师。王胜又看到此人视死如归的样子，顿时颇为无语。这人在这立 flag 呢，是给他自己立，还是给无伤立？滚！老夫不收男弟子。王胜淡漠说道。俊朗大武师愕然，随即脸色一变，连忙就要退下。王你也算是个高手，行走江湖多年，竟然看不出眼前之人是个刺儿。忽然正官大笑，一语道破了俊朗大武师的真实身份。王胜皱眉，忽然出手，闪电般卡住俊朗大武师的喉咙。下一刻，一个无比真实的连头套带脖梗的人皮面具被王胜一把撕下。啊！俊朗大武师下的年轻女子尖叫一声，速度极快，立刻抽身暴退，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他显然隐藏了修为。王胜没有继续出手，看着手中完整的血淋淋的人皮面具，这是真皮的。那个女子虽然容貌绝美，但不是魔门就是妖门，魔门食人精，妖门炼人血，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想跟在王胜身边，怕不是看上了王胜这一身的修为，有点东西。王胜感觉到这个女子的保命能力非同一般，刚才他那一抓，哪怕只用了3分力，也不是一般大武士能轻易挣脱的。朋友，天子军不过是冢中枯骨，南陵府的造反军也是即将被镇压，朝廷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若现在弃暗投明，我可保你不死。正官看出王胜这一身的劲力磅礴，不仅不下于他，恐怕还要超出，因而不想跟王胜死战，反而起了招揽的心思。这样的化境大高手很是稀有，便是在白龙门也只有正官一人而已。王胜扔掉手中的真皮面具，看向似乎是不想打了的正官，发出一道冷漠的笑声。王胜伸出一只手，竖起食指，缓缓左右摆了摆，话语霸道：你还不够资格，想让我弃暗投明？可以，你死或者你亡。唰，刹那间，雪白的剑光宛如一道白色的匹练，裹挟着庞大的劲力，轰然朝王胜砸去。那你就给我去死！正官一声长啸，杀！王胜一道冷喝，抬手间，全身所有劲力喷涌，宛如火山喷发一般，狂风大作。王胜身上的黑袍猎猎作响，磅礴的劲力瞬间冲垮了四周的一切房子。轰！紫龙剑被王胜抬手挥出的海量劲力拦住，顿时无数细小的劲力四散，远处的一些暗劲武师已经躲得够远了，却依然被余波击中杀死。再来！正官怒吼，身形宛如一条游龙般，白龙剑法顷刻间108式汇成一剑，宛如一道白色的长河般，携带无数细密劲力横压而至。怕你不成？王胜双手翻滚如排山倒海般，宛如一条江河，劲力从他双手之中疯狂涌出，无数劲力由丝汇聚成河，直冲着正官呼啸而去。轰轰轰！剧烈的爆炸声接连不断响起。王胜杀人从来不跟别人斗什么招式，就是靠着劲力多，力大人飞，饱饱的压死对方。嗖嗖嗖！正官身形很快，招式非常精妙，但他的劲力与王胜相差较大，导致他根本攻不到王胜身边，就被那江河般的劲力给死死挡住，再也前进不了分毫。数次交手过后，每次都被那仿佛不要钱的劲力砸得晕头转向。正官都有点无语了，这个人天赋究竟有多高，竟然修炼了如此多的化境法门，比他正官还惨。正官以为自己被合境法门拦住，连续多修了3道化境法门，已经算是浪费了太多天赋和时间了，但他没想到还有人更惨，如此强大恐怖的天赋却都用在了修炼化境法门上。这是你逼我的，既然你要求死，那我就成全你。正官忽然站定，神色冷冽，全身劲力忽然大增。第4道化境法门，这是他一直隐藏的底牌。王胜有些惊讶，他没想到正官这个老家伙天赋真高啊，除了必修的白龙剑法，还多修了3道化境法门。受死！正官再度紧握紫龙剑，身形一闪，白龙剑法所有招式凝练为一招，附带全身4种庞大劲力，宛如一辆满载的火车，轰隆隆的疯狂驶来。王胜神色平静，再次以磅礴劲力对轰。砰砰砰！一番激烈厮杀后，正官皱起眉头，颇为失望。他发现自己虽然不再被压制，甚至游刃有余，但却根本杀不了对方。他手握紫龙剑，加上白龙剑法是较为高深的法门，又精通招式，才以4种化境劲力和王胜的6种化境劲力打成平手。看来你还是不行啊！王胜淡漠说道。正官有些沉默，然后正官突然全身的劲力变色，轰！正官的劲力陡然威力暴涨，骤然在强大劲力的加持下，正官手中的紫龙剑宛如刀切豆腐一般，飞快分开王胜那磅礴的劲力，终于接触到了他的皮肤，剑尖刺了进去。见血！正官露出狰狞笑意，抬头和王胜对视。没想到吧，老夫还能爆发成一变劲力。当！正官话音未落，他就觉察到手上不对。正官低头一看，脸色大变，紫龙剑破开对方无比柔韧实皮肤后，竟然被骨头挡住了。怎么可能？我这可是半真气，哪怕半真气损坏过，但他的锋利也应该能切开任何一个化境层次的炼体者才对。正官震惊不已，心中翻起滔天海浪。恭喜你，全力以赴，终于打败了我的第1劲力形态。那么现在可以让你看看我的第2炼体形态。王胜语气平静道。咔嚓咔嚓！在正官一张老脸惊吓到扭曲的目光下，王胜的肉身筋骨疯狂错位拔高，黑袍被撕裂，宛如花岗岩般的块块结实肌肉令人心颤。巨大的身体俯瞰着矮小的老者正官。现在
该我了。王胜话音刚落，嗡嗡嗡，无数道拳影就密密麻麻挤满了天空，空气被撕裂，发生扭曲，气温在迅速升高，周围的空气都仿佛粘稠起来，粘连着任何想躲避的物体。你是谁？你是什么人？你究竟是什么人？正官老脸急得涨红，他拼命才从骨缝中拔出紫龙剑，但他本人早已挨了上百拳，他周围的护身劲力几乎在一瞬间清空，但凡他再慢一步，就会被打成肉酱。正官抽身暴退，刚喘口气，王胜巨大的身影如影随形，迅速而至。全力爆发的他，尽力加炼体之后的速度，不说化境第一，但也很少有化境能靠速度摆脱他。砰砰砰，无数拳影又如雨点般落下。正官刚一口气飞速布满周围的劲力，又在瞬间清空，下一刻他就可能被一拳打爆。这种生死都在一念之间下。正官眼珠子都急红了，他不惜经脉承受压力过大出现裂痕，也在疯狂搬运着全身劲力抵御王胜的拳头。饶命！饶命！前辈，我是白龙门的三祖，请饶我一命！白龙门上下定然感激不尽，感激不尽啊！正官疯狂大叫，白发散乱，满脸惊惧，双眼急得发红，身上多处已经出现渗血血迹，白袍破烂染血。王胜不语，神色冷漠，只是一味的挥拳。庞大的身躯仿佛蕴含无穷的力量，每一块肌肉都在肆无忌惮地释放前所未有的巨力，大量汗水蒸发成白气，缭绕着巨大的身躯，一道道拳风疯狂挤压着周围的空气，寸寸劲力被碾爆。啊！正官忽然一声惨叫，他的经脉承受不住压力，出现大断裂，全身的劲力出现滞缓。正官咬牙以紫龙剑硬抗，砰砰砰，巨大的反震力量将正官的身躯震得像羊癫疯一般不断抽搐。王胜也不想用什么招式，就是单纯的挥拳。他俯瞰着拼死抵抗的正官，滔天巨力滚滚释放开来，如决堤的洪水般，即使有紫龙剑硬抗，依旧震得正官全身多处骨折，七窍开始流血，满脸血污，白袍更是烂成破布。我白龙门上有2位合境宗师，你若杀我，定会遭到我白龙门合境宗师的全力追杀。我死了，你也活不了，饶我，饶我一命！正官断断续续地说着，口中开始喷血，他双眼无神，神色呆滞，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就眼眸暗淡下去，没了声息。他被巨力生生给震死了。2位合境宗师追杀，我好怕呀！王胜适时收拳，恢复成正常人体，说道：好剑，好剑啊！如今终于物归原主了。王胜从正官手中拿过紫龙剑，看着挡了他不知多少拳，依旧锋利的剑身，赞叹道。随后王胜又搜了搜正官的尸体，从这摸出几样东西，可惜都没有禁力法门。程元、上官祖都要死，2个老匹夫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也敢对我下手。还有袁网，今日朝廷府城来了这么多合境宗师，他如果再不出手，恐怕天子军和南陵府那边都饶不了他。王胜看着远处火光越烧越旺，喊杀声震天的战场，自语道：袁网，你可真的让我好找啊！王胜扭了扭脖子，眼眸冰冷，随便换了一身衣服，身形一闪，再度冲进了战场。给我死！一道暴怒的嘶吼下，恐怖的劲力涌动，一具挣扎的人身瞬间被2只大手给生生撕裂成了2半。林大师死了！有天子军的武师惊慌失色的大叫。哗啦啦，鲜血浇灌了2只大手的主人，但他却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张狂大笑，口中宛如在喝血一般，吓得四周的天子军武师如见厉鬼索命，无比惊恐的四散逃命。愿守无敌，愿守威武！师尊，神功盖世！苍山五院的一众弟子兴奋至极，边大声呼喊，边快速追杀着天子军武师。我的秦山境突破之后，便是赵介暂时也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一个初入的化境后期。魁梧高大的成员满身是血，面容狰狞，狞笑的打量着手上的半具尸体，然后随手丢在一边。开启了炼体劲力形态的成员，身材已经接近3米，虎背熊腰，双臂修长，能垂到膝盖，身躯晃动间，在夜色中宛如妖鬼，又像是一头成精了的长臂猿王。就当成员打算恢复正常形态时，忽然他双眸变得锐利，扭头一看，一个满身煞气的黑色身影正纵身杀来。成员看出对方身上劲力潜藏，分毫不漏，只单凭肉身爆发就有如此速度，应当是个高手。有意思！成员咧嘴一笑，狂猛暴躁的战意再次燃起。高手又如何？他的秦山境已经大成，甚至接近异变程度，炼体也小有成就。实战之下，已经手撕了一位化境后期的大高手，彰显了他的强大战力。同层次之内，没几个人敢能杀他的。老夫手下不杀无名之辈，何门何派？成员大笑说道，全身劲力在全身迅速游动翻滚，坚硬结实的肌肉蓄势待发，全身整个人宛如一张拉满了的长弓，要一举凿穿来人。无门无派，黑影正是王胜。他一行蒙面，花费了些许时间，终于找到了成员。何名何姓？成员微微躬身，右脚后撤半步，庞大的身形仿佛一颗即将喷发的火炉，热量惊人，全身的肌肉筋骨在这一刻完全绷紧。现在的他，各种状态都拉高到了巅峰，能格杀2位化境后期的大武师。无名无姓！王胜冷漠回应，速度不减。好一个无名无姓！成员面容笑的扭曲狰狞，既然什么都没有，
那老夫就让你死的渣都不剩！砰！程元充满杀意的话音刚落，巨大的身躯就宛如一颗炮弹般骤然击射出去。在程元消失的原地，一个大坑浮现，周边无数裂痕密布。轰隆隆，真的宛如导弹巡航一般，程元的身躯在飞速冲杀，空气中迸发出恐怖的嘶鸣声，导致温度迅速升高。这一击无论放到哪里都将是石破天惊，绝大多数化境大武师都不敢直面硬抗。这是程元修炼数十年，无数修炼成果合一得出的恐怖杀力，几乎能瞬杀一位化境高手。咔嚓咔嚓，王胜的身形陡然暴涨，筋骨疯狂错乱延伸，变大成5米本体。紧接着，王胜的速度翻倍，寻常大武师的眼力都快跟不上王胜的速度。不好！在程元看到王胜变大后，刚心中一沉的时候，王胜的身影消失，然后一只大手就覆盖了快速冲杀的程元人脸。程元面容浮现恐惧之色，心脏都吓得一停。对方速度太快了，他根本来不及还击，大手抓着他的脑袋就抡了出去。嗖！天旋地转，程元直接以比刚才还快的速度轰然倒飞出去，狠狠地砸在了地上，连撞毁10几个屋子才停了下来，身体被倒塌的屋子覆盖。嗖！程元冲开房屋废墟想跑，但王胜早就等候多时，一巴掌又将他拍回了原地。原本房屋形成的废墟顿时变成了渣渣，还出现一个大坑。咳咳嗨嗨，大坑里的程元连连咳血，肢体发生扭曲变形，一条腿都报废了，巨大化的身躯直接被打回了原形，成了一个正常老者。前辈，前辈，饶命！我愿拿出100万家财，所有珍宝，买我一条命！我已经废了，求前辈饶我一命吧！程元满脸悲痛，挣扎着起身，强忍着痛苦，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大声呼喊。不远处，有的苍山武院的弟子听到院手的声音，不由得一愣，这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师傅说的？王胜单手负后，身形从天而降，出现在程元面前，神色淡漠，俯瞰着这个老家伙。程元，你可认得本座？王胜恢复了正常声音。程元听到这个声音，一愣，很耳熟，但他在脑海里迅速过了一遍，在惹到的高手中，自认自己绝没有和正官差不多的大高手结过仇怨啊！不对，这个声音是王胜，白天的那个王胜，赵阶的弟子，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程元心中震撼，满脸不可思议的刚一抬头，一只大手就覆盖而下，将他的整个脑袋都完全包裹。程元疯狂挣扎，不知是想要反击还是求饶。死的渣都不剩，那我如你所愿。对了，你不如赵介远甚！王胜说完，手上一用力，砰！一颗大好人头轰然炸开，然后王胜抓起旁边的半栋屋子，就朝程元的尸体疯狂砸去。轰轰轰！无数土石翻飞，仅3个呼吸过后，原地真的一点尸体残渣都不见了，王胜的身影消失。至于程元所说的钱财，二水城那么多高手看着，王胜怎么可能拿到手？苍山武院的弟子过了半天才敢上前，连忙寻找程元的尸体，可找了大半天，什么都没有，一点碎骨头都找不到。另一边，上官家族负责的区域中，上官祖也早已解决战斗，斩杀大敌，正带着族人拓路，朝天子军中心府邸前进。突然间，一道无比清脆而又充满杀意的剑鸣声响起，原本警惕四周的上官祖神色一变，瞬间就找准了杀意来源的方向，又迅速拔剑，尽力涌动，施展出无比标准且无懈可击的防御剑招。这一连串动作非常丝滑，一气呵成，还从没有化境大武师能靠偷袭钻了上官祖防御剑招的空子，伤到上官祖。今天这个偷袭也不例外，一柄长剑撕裂空气，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一路斩杀而至。虽然敌人投掷来的长剑快，非常快，快到上官祖的脑海都没反应过来，但他常年练剑的肉身记忆已经自动做出了剑招防御。然后上官祖看清把柄飞来的长剑后，瞳孔骤缩，吓得心神剧烈，恐惧刚刚浮现在脸上。正官飞来的长剑就击碎了上官祖的宝剑，剑尖直接正中上官祖的脑门，穿透过去，深深扎进脑袋中，只露出一个剑柄。上官祖脸上的恐惧面容也在这一刻凝固住了。而此刻，上官家族的人连剑影都没看见，听到巨大的破风声，正四处寻找时，就有人惊恐大呼：“族长死了！族长死了！”上官家族众人看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脑门上钉着一把剑的上官祖后，瞬间大乱。王胜这个时候才飘然而至，弹指尽力杀了几个赶拦路的暗境武师，取走紫龙剑，朝何进宗师的战场赶去。嗖嗖嗖！黑夜下，一道道身影快如闪电般飞速碰撞，迸发出巨大的破坏力和火花四溅，战场四周几乎被夷为平地，到处都是一个又一个深坑。除了何进宗师，没有一个敢涉足这片战场的，进去可能就是一个死。当王胜赶到此地时，看着那些快得几乎留下残影的何进宗师，来无影去无踪，颇为无言。别说他只能勉强看清这些人影，就算他完全跟得上，但这如此混乱的战场，方桃他都找不到，更别说找元网了。方桃从没让王胜踏入何进宗师的圈子，没人给王胜引路，所以他对元网的容貌一无所知。赵介生前也不曾对元网有过多记录，只是一口一个老畜生的叫着。本来打算慢慢试探，但看这情况，一个个都是飞毛腿，看都看不清，
一时半会很难找到，那就只能出此下策了。王胜皱眉说道。于是王胜运转劲力，含在喉咙中，积蓄片刻后，一道极为恐怖的吼声对着何进宗师的战场就咆哮开来。元王，你往哪里跑？恐怖的声波扩散出道道涟漪，大片的废墟尘土宛如长龙般轰然翻滚开来，燃烧的火焰也爆成无数碎火。本来厮杀的异常激烈的众多何进宗师，不少人立刻就停了下来，警惕循声看去。来人好深的功力！一些何进宗师心中感叹道：“元王，一个化境竟然敢找上何进宗师，谁是元王？此人又是谁？”正当一些何进宗师三言两语的说话时，其中一位白发白眉、身穿黑袍的慈眉善目老者，目光疑惑中带着一缕杀意的朝王胜看去。这是谁？他不认得此人啊！同时，方桃等几名认得元王的何进宗师齐刷刷看向了元王，有询问之意。不过，这就暴露了元王的所在。一直紧盯着方桃反应的王胜，瞬间就意识到这个黑袍白发、慈眉善目的老者就是元王。元王，我终于找到你了！王胜死死盯着黑袍老者，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在这二水城还滞留的其中之一原因，就是这元王。只要抓住元王，那大墓有什么宝物就一清二楚了。元王看到王胜丝毫不掩饰的杀意，脸色一变，然后元王做出了一件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事：这个黑袍老者竟然转身就跑。他何进后期的修为，精气神凝练为一，距离先天境只差一步的大宗师，竟然在看见一个化境级别的大武士后，招呼都不打一个，话都不说，掉头就跑了。无论是王胜还是方桃一众，亦或是府城来的张少秋等人，都惊呆了。何进后期面对一个化境后期，你他妈跑什么？王胜看到元王要跑，心中气得破口大骂。王胜现在自己都没有一定打死元王的把握，他元王好歹是一个何进后期的大宗师，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丝毫不要面子的跑路了。你他妈！王胜刚骂出口，就不敢再耽误时间，立刻纵身追了上去。官府还是天子军都没有派人阻拦或者追赶的意思，开什么玩笑？吓跑何进后期的化境大武师，那能是化境吗？方桃、张少秋两方势力都不敢过问，任由王胜在众多何进宗师人群中穿梭追取，甚至后退让开空间，谁也不敢阻拦。嗖！破风声爆鸣，王胜将炼体和劲力结合，将速度发挥到极致，一眨眼的功夫，王胜就将战场甩远了。又过了片刻，王胜就追出城，跑到了荒山野岭之中。随后，王胜就再也找不到一点踪迹。何进宗师达到中期之后，完成合气，速度会呈现数量级的大增暴涨，所以哪怕王胜现在战力绝不逊色这些何进后期的大宗师，但速度还是差了不少。王胜站在原地，吐出一口浑浊的长气，算是暂缓了刚才接连不断的爆发。他现在才想起来，为什么元网的不要脸让他有些熟悉了。赵介就是跟元网学的，不过赵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会很好面子，一到危机时刻也舍得下脸皮，而这个元网是他妈真狗，不知脸面为何物。或许他都不知道王胜找他是干嘛的，他就跑了。面对一个化境后期、何进后期宗师，一句话都不说，掉头就跑，这也算是一个奇葩了。但凡对方敢和他打，他就有把握留下元网。元网，我知道你在暗中观察我，我只想要大墓的信息，大墓里面究竟有什么？你将这些告诉我，我就绝不会再纠缠于你，否则等我没耐心了，我就把大墓的位置公之于众。王胜平静说道。荒山树林中黑压压，伸手不见五指，很是安静，没有虫鸣鸟叫，冷风呼啸，吹动的无数树枝簌簌作响，时不时会发出鬼气一般的瘆人声响。足足过去一炷香，王胜都快以为自己是不是猜错了。突然一道飞镖从林子中射出，因为飞镖射出的时间过长，力道还不到王胜身边，隔着上百米就落地了。一位堂堂何进宗师射出的飞镖，因为没有了力量落地，可见这元网是在多远的位置射出的飞镖。我他妈！王胜嘴角一抽，他第一次想这么的抽死一个人。他只是一个化境大武士而已，又不是先天真人，用得着这么谨慎吗？元网竟然连试探一下的想法都没有。王胜赶到飞镖落地的位置，飞镖上插着一叠纸，打开一看，墓中蕴含举国都不可及的仙物奥秘，勿要公开，否则将招致大祸。威胁我？我这个人还真不吃危险。王胜自语。过去几个呼吸，又一道飞镖射来，这次王胜稳稳接住，打开纸条，你想要什么？只要不公开大墓，我尽力帮你。我要合进法门，我要古代顶级炼体法门，我还要先天真人突破之法，我还要真气，我要大墓里面的宝物消息，我要知晓大境朝势力分布，我要……这次没等王胜慢悠悠地说完，先后两道附带纸条的飞镖射来，两张纸条，年进合进法门我会放在赵家5院房梁上，炼体法门我会放在大墓墓前，至于别的我也没有。若你能从大墓中取出一件宝物，我会考虑现身和你合作。老东西还真谨慎，想阴我。王胜看到纸条最后冷笑一声，对方这么狗的人，越是想让他进墓，他就越不可能进，哪怕里面真的有仙物，他也不会拿生命冒险。再厉害珍贵的仙物，能顶得上他的天赋？天道酬勤吗？又过去一会，在没有飞镖射出后，王胜颇为无奈，临走之时再三回头，最后才满是遗憾的返回二水城。可惜元网太过谨慎，竟然面对他一个化境后期
能做到这个地步，活该这老小子能继续活下去。王胜心中暗骂。返回二水城，官府和天子军的厮杀声已经渐渐变弱，唯有冲天的火光以及随风吹来的哭喊声久久不绝。王胜沉默不语，第一时间就回到了赵家五院。在主房的房梁上，王胜果然找到了一道兽皮法门。兽皮法门上层无灰，下面沾染着灰尘，明显是刚放上去不久。或许元网就在四周，但追是不可能追得上了。元网，何进宗师，你真以为能和我对峙下去？王胜自语道。元网倚仗着速度，也才能和他周旋，但很快元网就没这个优势了。有了合进法门，王胜大摔杯手将迅速晋升合进。到那时，若是元王以为王胜未曾晋升合进，再敢出现在他面前，那就跑不了了。擦！忽然，主房里屋里的油灯亮起，王胜本就警惕的心神立刻扭头看去，强大的感知下，立刻就感知到了里屋里面哗哗的流水声。过了片刻，夫人已经擦拭好了。侍女的低声细语说道：“倒了去吧，洗干净。”师娘梁氏将醒未醒，一股慵懒的傲气懒声说着：“是。”侍女很快便端着便盆从里屋走出。这个烧火乱我心神，该打！王胜被梁氏那股慵懒的高傲劲头勾起了火气，再加上他被元网气的正好无处发泄，于是他随手打晕侍女，然后直接就进了里屋。啊！一道短暂的尖叫发出，然后里屋就安静下来，只传来窸窸窣窣的脱衣声和哼哼唧唧的娇哼声。过去半晌，又一道忍不住的尖叫声出，然后便是噼里啪啦类似巴掌声响发出。慢点，轻点，别让人听见！梁氏气喘吁吁，断断续续的叫道。侧屋内瘫痪在床的赵飞鹏迷迷糊糊的听到主屋内传来动静，但他以为是做梦。被废掉武功之后，本就好睡的他，还以为梦回到了赵介还在的时候，认为听到了父亲的房事，便没有在意。一个时辰过后，梁氏半废，瘫软在床。王胜没有多待，心清气爽的他当即回到了泥鳅街。交合之事，放松放松就行，不能过于沉迷。他本就不好美色，是个老实人，只是正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也正好有美人需要他欣赏而已。美人当前，不上手欣赏，倒显得他不解风情了。而今美人欣赏够了，王胜现在合进法门在手，自然是在今晚成就合进，踏入宗师行列。呼呼呼！这一晚冷风不断刮起，在官方和天子军各自收拾战后的麻烦事，暂时无暇他顾时，王胜开始了晋升合进。二水城、泥鳅街、王家、闭关室，王胜扫了一眼面板，其中大摔杯手已经到了圆满10000，1000000，只差一步就能突破至合进。寻常大武师，哪怕是天才大武师，想突破至合进也会有门槛和瓶颈，至少要卡上一段时日。但王胜不用如此麻烦，他的天赋天道酬勤，只要努力学习就有所进步。王胜只管修炼合进法门便是，哪怕他一晚上没有丝毫动静，但该前进一丝还是该前进一丝。与平常使用丹药的区别就在于前进的是多还是少而已，只是丹药无法助人突破如此大的瓶颈，而天道酬勤却能让王胜跨越过这么如同天堑的一道大关。年进的合进法门只能帮助大武师融合年进的劲力，其余化古劲、流星劲等他人想融合，还需要寻找其他相对应类型的合进法门。但在我的强大天赋下，只要能合，就全给我合在一起。合！王胜低语，在他修炼合进法门之后，陡然厉喝一声，轰隆隆，旺盛的气血如瀑布般轰隆作响，全身的筋骨传来噼里啪啦的清脆声响。王胜赤着上身，全身布满细密的汗珠，顺着虬结的肌肉线条蜿蜒而下，在地面晕开大片湿痕。他双手上下环抱于胸前，掌心虚握，正是合进法门的起手式。唰！王胜周身气机翻涌，原本平稳的气息陡然暴涨，皮肤下的血管如囚笼般凸起，隐隐有风雷之声在血肉中鸣响。无数道的明劲劲力不再是游离于筋骨之外的蛮力，而是被他以合进法门硬生生碾入了每一滴精血之中。嗡！一股难以言喻的灼热感，仿佛全身的气血都在燃烧，恐怖的气血蒸腾，无数汗水瞬间蒸发成白气。闭关室内顿时烟雾缭绕，一个巨大的身躯盘坐在中央，犹如一座小山般巍峨磅礴。这个过程持续了小半天，直到全身的动静渐渐变弱，到最后彻底消失，闭关室内归于平静。这一刻，王胜成功踏入了合进宗师行列，恐怖的力道暴涨，充斥着全身每一寸肌肉。他能清晰感受到每一次心跳都带着震彻脏腑的轰鸣，血液流淌的速度较之前快了数倍不止，所过之处四肢百骸都在发出愉悦的震颤。足足过去好一会，王胜全身的体温才降了下来。他大概掌握好合进宗师的力量后，长吐出一口浊气，浊气化作白练，在空气中滞留片刻，才缓缓散去。毫不客气地说，这一口浊气若是打中一个普通人，足以使其毙命。合进成了！王胜睁开眼睛，双眼泛着金光，脸上带着满意之色。打开面板，王胜意念一动，天道酬勤，学必有成。修为合进初期，大摔杯手极限态霸身1400000，八行横练呼吸术肝木45868000，龟甲功肉山行8469100000，黑水紫极功变异态9695200000，化骨掌圆满7586100000，
百浪诀圆满，7659-10000，长气功圆满，6236-10000，流星指圆满，5691-10000，御灵剑圆满，3469-10000，极限态霸身。王胜看着面板，知晓这就是他晋升合境初期后得到的极限能力。和那蒙眼黑袍女子同样是提升肉身的能力。黑袍女子能力名为极限态称天，从名字便知晓这种法门对肉身的增幅要超过王胜的霸身，毕竟是朝廷官府选拔的天才，用的法门虽然不是最高等级，但也比二水城这种偏僻城池强得多。不过王胜无论是劲力还是基础肉身，都比那黑袍女子宗师强出太多，所以哪怕法门相差一些，但现在王胜的霸身能力施展后，是要远超黑袍女子宗师的称天。他的霸身与其他人的霸身有着明显的差别，霸身将肉身强度提升到后天凡体最强状态，能挡住任何后天形式的攻击。王胜自语，感受着霸身能力所带来的效果，也不枉他为了合境法门如此辛苦，大费周折。单说这个霸身就足以让他在合境层次内称尊。当然，即使不用霸身，此刻晋升合境宗师后得来的力量也依旧恐怖。庞大的身躯血浪滚滚，如海似潮般在房屋内回荡。合境第一步，合境初期需将所有的明镜劲力合于体内。王胜全身的精血融合所有明镜劲力后，气力达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寻常的合境初期将明镜与精血合而为一，短时间内的爆发几乎可以等同古代炼体者的肉身强度。像当初王胜第一个杀死的蒙眼黑袍女子宗师，他展现合境初期的极限态后，竟然能跟王胜这样的顶级炼体者过上几招。不得不说，这合境法门的确是可取之处甚多。而现在王胜所修劲力众多，加上他本就是古代顶级炼体者，所以当全部明镜合成于体内精血，王胜的体质肉身立刻推升到凡人所能达到的巅峰状态。光说肉身强度，王胜就是站着让他们打，任何一个合境后期的大宗师都几乎不可能再伤他性命。便是先天真人来了，王胜以最坏的情况估算，真人也休想一剑杀他。合境初期合精，中期合气，后期合神，然后就能一步登天，成就先天真人，肉身升空，延年益寿。王胜呢喃自语，先天真人最明显的两大优势，一是肉身脱离了地面的引力，可以飞行掠空，无视任何山川河流的阻碍，真正的逍遥天地间；二是延年益寿。合境宗师战力再强，也还是只有100年寿，但成就先天真人后，寿命将延长一甲子，60年，达到160岁。寻常的王朝寿命也才300载左右，所以一个家族若出现2位先天真人，几乎就能与国同寿，再多1位便能俯瞰王朝更替。铁打的家族，流水的王朝便是如此。又过去半天时间，咯，鸡鸣升起，外界已然天色微亮，这混乱的一晚算是过去了。王胜刚要起身时，忽然皱眉，抬头朝外面看去，仿佛能透过墙壁看到泥鳅街外面的变化。本来他处于化境之内，感应范围只涉及到整个泥鳅街，但他突破到合境后，肉身强度暴涨，五感之力再次大幅度增强，因而已经能够察觉到泥鳅街以外的事情。此刻泥鳅街外竟然有近20位合境宗师将此地团团包围，他们没有一人踏进泥鳅街半步，却将泥鳅街外团团包围。如此高规格的待遇，化境大武师都没资格参与进来。或许他们在泥鳅街外已经站了一段时间，但没有一个敢当出头鸟，贸然上前。被发现了，王胜皱眉，他怎么暴露的？他昨晚杀人虽多，却时刻在感知四周，绝没人能窥探他的秘密，便是那个元网也别想跟踪他。王胜仔细感知整个泥鳅街，半天无果，而后他换了个思路，感知王家，仍旧无果。直到王胜将感知范围缩减到闭关室周围，王胜这才有所发现，一只奇形怪状如蚂蚁般大小的虫子正爬在闭关室外，久久不曾动弹一下。如果不是王胜感知到这只虫子能发出细不可闻的声音，否则若肉眼看去，肯定以为这只虫子死了。异虫，有合境宗师养了异虫，追踪到了这里。王胜一瞬间就猜测到了大概，异虫是异兽的一种，但在这偏僻的二水城，异兽都稀少，更别说异虫了。有高人成功饲养异虫，还出现在这小小的二水城，大概是王胜出现在合境宗师的战场上时，一出场就吓退了一位合境后期的大宗师，从而引来了有追踪手段在手的高人兴趣，便挥洒下了微不可察的异虫追寻而来。在这之前，还从没有出现这等高人，恐怕是来自府城或者南陵府造反军那边支援来的宗师中有此手段。吃一堑长一智，是我大意了，只顾着防人，却忘了防范重受，以后要谨记才是。王胜自我反思道，并举一反三，想到了以后。现在只是在一个偏僻城池内，王胜尚且能在屡屡出手后隐藏到现在才被发现，但以后到了更大的府城乃至都城，各种高人手段诡异难缠，神秘莫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需要更加小心谨慎。天下高手如过江之际，的确不能小觑。便是在这二水城到了一定高度，想掩饰身份也很难了。王胜语气平静，没有丝毫被发现踪迹的慌乱。其实没有异虫的存在，王胜吓退合境后期大宗师，也会引来所有合境宗师暗中的探查与追踪。
何进宗师上能与先天真人接触，下有各种奇特的极限手段，尤其是河神之后，触及精神灵魂层次更为神秘。这样下去，王胜暴露也是早晚的事。只是这时，王胜眼睛忽然变得锐利，神色淡漠，气势从容不迫。不过，在这二水城内，我已成就何进，也无需避让谁了。我已至何进宗师，何人能杀我？何人敢杀我？王胜说道，起身抬步出了闭关室。也是时候迎接这些两方势力上门拜访的何进宗师了。若是来者不善，那王胜就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来者。